魔门出圣宗。重重云海，波涛如怒，一座座景象万千的山峰就像是云海中的岛屿，星罗密布，仿佛棋盘上的棋子。而在棋盘的最外围，一座和其他山峰比起来明显矮了一截，仿佛被人凭空削去了山尖部分，只留下一片平地的山峰伫立着。而在山顶的平地上，飞舟起落，新入门的记名弟子此刻正排成一排。吕阳正是其中之一。他刚穿越过来，一睁眼就出现在了这里，身体里的残留记忆则是告诉他，他如今的处境似乎不太妙。根据原身的记忆，出圣宗治下有一国，名为陈。每隔3年，陈国都会给出圣宗送来一批记名弟子，而出圣宗则是保证陈国风调雨顺，皇室稳如泰山。乍听之下，这好像还是拜入仙门，从此长生久世的天大机缘。然而实际上，陈国的达官显贵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被当作血奉送过来的只有吕阳这样的平民。毕竟明明每3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名弟子被送入出圣宗，可出圣宗的正式弟子却从未有过明显增长，唯有记名弟子一个接着一个渺无音信，仿佛去的不是石妖修行圣地，而是一座无底深渊。光是想想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难怪这妖虚弱，感觉身体被掏空。吕阳捏了捏自己的手臂，全是软肉，一块硬的都没有，更难受了。刚想起身，胸腔便传来一阵疼痛。记住我们王原身好像还有病，这个病是草。吕阳又骂骂咧咧了几句，这都已经不是虚弱的问题了，完全是病入膏肓，眼看没有几天日子好活了。就在吕阳万念俱灰，觉得刚穿越就要速通的时候，只见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细小的光点，随后迎风暴涨，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一面屏幕。姓名吕阳，寿元18，修为无，天赋无，功法无，神通无，宝物无。这一刻，吕阳看着眼前的系统界面，突然有点想哭。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想走，路就在脚下。系统，给我加点。然后吕阳就傻眼了，因为他左找右找，上翻下看，就是没有在技能那一栏里看到他心心念念的加号，甚至连减号都没有。不是啊，系统，我加点呢？找了半天，吕阳才不得不绝望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眼前的个人面板好像没有加点的功能。换而言之，想提升就得靠他自己努力。吕阳，日尼玛，我觉醒系统前，你要我努力，我都觉醒系统了，你还要我努力，那我系统不是白觉醒了吗？系统，你妈死！当前百世书残留页数100，百世书死后可以回到初始时间点，重开一世。重开后可以从前世的宝物、修为、寿命之中任选其一，或者放弃前世的所有收获，觉醒一门天赋。爹，没事了。吕阳忽然兴奋了起来，百世轮回，这是何等巨大的财富！只要能好好利用，完全可以助他一飞冲天。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就在这时，一位手里捧着一本名册，身旁飘着一盏烛台，神情阴厉的黑衣道人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将血滴进我身旁的命灯里，点燃命火。往后你们就是我出圣宗的记名弟子了。听到这番话，在场却没有人露出喜色，只因能被送到这里的人，大部分也都听说过出圣宗的赫赫凶名，知道这个所谓的记名弟子是霍非福。不过黑衣道人却没有理会众人的想法，只是一个个点名。陈良到。黑衣道人叫出一个名字，吕阳身旁一个唇红齿白的小道童便站起身子，蹦蹦跳跳地走到了道人面前。这小道童生得十分好看，明亮的大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最重要的是眉宇间有一股连凡人都能看出来的灵气，而且看其神色姿态聪慧早熟，放在凡间定然是一位各大书院抢着要的读书种子。果不其然，黑衣道人见状也露出了惊艳之色。好一个天生灵童，道长哥哥谬赞了。小道童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配上那幼嫩的孩童音，让人情不自禁生出好感。黑衣道人顿时笑得更欢畅了。不错不错，我出圣宗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话音落下，黑衣道人便提笔在名册上轻轻一划，划掉了陈良的名字。扑通！下一秒，没有任何征兆，本来还灵气十足的小道童顿时双眼向上一翻，扑倒在地，竟直接没了声息。做完这一切，黑衣道人才随口吩咐道：血液皮肉送去炼丹殿，骨头魂魄送去炼宝殿，五脏六腑送去御兽殿，不要埋没了如此优秀的人才。三言两语，
听得一众记名弟子目瞪口呆。黑衣道人见状桀桀一笑：“诸位师弟，不要误会。圣宗向来看重价值，因此衡量一个弟子的优秀与否，只在于他能否为圣宗创造出足够的价值。刚刚那位师弟天生灵童，筋骨强健，只有死后才能为圣宗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所以他才会死了。而诸位师弟资质平庸，活着才能为圣宗创造价值，自然不用担心这些。下一个。”黑衣道人继续点名，台下众人一脸惊惧，却又不得不遵从，生怕步了小道童的后尘也被划去性命。吕阳道。吕阳应声走出，神色恭敬。黑衣道人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在了吕阳那清秀俊逸的脸庞上，先是面露喜色，随后又查看起他的筋骨。不过很快他就失望地摇了摇头。很显然，在他看来，吕阳除了帅一无是处。去合欢殿吧。吕阳不敢多问，赶紧道：“是。”分配结束后，吕阳领了一块玉牌，玉牌几乎透明，牌上刻着他的名字，里面仿佛还封印了一团火焰。除此之外，他还分到了一本功法，功法名为阴阳大乐赋，正是吕阳被分配到的合欢殿地功法，据说可以让人修出真气，踏入炼气境。负责领路的老杂役一边带路，一边随口说道：“命牌里面的就是你们的命火了，记得随身携带。圣宗的阵法，灵职灵兽可都是认牌不认人的，哪天出门要是忘记带了，死在圣宗可别怪我没说。”不一会儿，一行人就被带到了一座殿宇前。殿宇前赫然站着一位身穿长裙，裙摆开插到了大腿腿根，顾盼间活色生香，千娇百媚的丰腴美妇。咕噜，吕阳清楚地听到身边有人传来了咽口水的声音。眼见众人看来，美妇非但不羞涩，反而一边掩嘴轻笑，一边袖手轻撩，将侧腰的一边裙摆撩了起来。裙摆之下赫然吊着一块玉牌，在一团白花花软绵绵前摇摇晃晃。牌上名姓玉素贞，此处便是合欢殿，小女子玉素贞也算是各位的师姐了。下一秒，吕阳就发现名为玉素贞的美妇眼眸微亮，视线落在了自己身上，直勾勾的，没有丝毫掩饰。这位师弟如此俊俏，肯定是我合欢殿的弟子了。玉素贞轻笑一声，随后便水蛇腰轻扭，裙摆交错，一步一步走到了吕阳面前，白花花晃得吕阳头晕。我看你长得不错，随我来吧，我为你介绍一下合欢殿的情况。吕阳赶忙拱手，多谢玉师姐。那要客气作甚？玉素贞娇媚地白了吕阳一眼，随后转过身子，扭着蛇腰，丰腴肉臀左右摇晃，看得周围人心火大盛。吕阳却不敢多看，默默跟上。我圣宗弟子有内外之分，外门4殿，炼宝、炼丹、御兽、合欢，就是你们这些记名弟子的去处。只有通过了外门4殿的考验，才能进入内门，得受真传，成为正式弟子。你运气不错，入了我合欢殿，不用像其他3殿那样吃苦受罪，毕竟我合欢殿的考验可要轻松多了。说到这里，玉素贞突然凑到了吕阳的身边。你想知道是石妖吗？下一秒，吕阳只感觉一口热气喷到耳根上，鼻尖也缭绕着芳香，回头看去，一张精致俏脸近在眼前。还请师姐指点。吕阳抬起头道：“那就是双修。”娇滴滴的声音在耳边倾诉，像是情人在低声细语。话音未落，一只纤纤玉手已经搭在了吕阳的头上，盈盈一握。吕阳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上还是不上，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不过很快，吕阳就不纠结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光天化日，朗朗干坤，玉素贞竟然直接上手扒了他的衣服，就是一口。嘶！吕阳牙齿发颤，挣扎道：“师姐，等等，至少换个地方。”不用，就在这里。吕阳眼根本无法拒绝，再想到还有百世书兜底，也就干脆躺平，不再反抗了。霎时间，好一场恶战。这个是魔宗真妖女，那个是穿越狗挂逼。一炷香后，玉素贞却是不满地皱起了眉。就这，真是废物。玉素贞见状，没好气地骂道：“明明长了一张这妖好看的脸，结果元阳都没有多少，这妖怪就不行了。中看不中用的杂鱼，杂鱼！”几乎同时，吕阳脸色一白，紧接着他便发现自己所剩无几的元气全部流入了玉素贞体内，本就瘦弱的躯体更是变得愈发干枯。阴阳大乐赋，脑海里闪过分配时下发地功法，
吕阳心中顿时生出了明悟，恐怕所谓合欢殿的考验，其实就是让记名弟子通过阴阳大乐赋互相采补，犹如养蛊一般，只有活到最后的人才能晋升成为正式弟子。恭喜玉师姐！与此同时，就见周围几个记名弟子走了过来，一脸谄媚，采补了这最后一人，师姐应该能练气了。一招练气，再非凡人，还请师姐以后多多照顾，我等愿意为师姐鞍前马后。看着这一幕，吕阳突然笑了，呵呵。一个被榨干的药渣废人突然发笑，立刻就引来了众人的注意。玉素真更是瞥了吕阳一眼，随后淡淡道：“师弟为何发笑啊？”“我是为师姐而笑的。”吕阳由衷道：“我本来还担心师姐的身体，不过现在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担心我的身体？”玉素真一愣。“是啊。”说到这里，吕阳一脸感叹：“师弟，我入门前流连教方思，患上了花柳病。刚刚师姐上手太急，我还没来得及说。不过既然师姐即将练气，想来区花柳病，对师姐来说肯定没问题吧？”玉素真，气急败坏的玉素真把你打死了。当前百事书残留页数99，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2. 修为，3. 寿命，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吕阳睁开双眼，看着台上的黑衣道人，这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刚进入初圣宗时点名分配的广场上。明明刚刚的经历真实不虚，妖女的滋味还历历在目，如今却是从头再来，往事种种宛若幻梦。如此巨大的反差，让吕阳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感慨之余也窃喜，自己的百事书果然是一件奇宝。稳住心神，吕阳低头看向百事书的选项，前3个选项直接跳过，毕竟他还没开始正式修炼就被玉素真采补致死了，能选的其实也只有第4个。正在为你结算前世经历。玉素真在采补了你之后，已经突破炼气境，奈何身患花柳，真气难除，卧床数个月，最后病重而亡。自古以来，顺天意，逆天难，武功不敌神通，凡人与修士之间的差距尤胜天地之别。然而你却以身入局，巧用双修之法，以凡人之躯斩杀修士，堪称圣天半子。逆天之局也不过如此。你觉醒了白色天赋，双修奇才。双修奇才，你在双修功法上的领悟力极高，同境界修士没有人能采补你，强行采补只会被你反噬。紧接着，面板上的光影文字又出现了变化。姓名吕阳，年龄18，修为无，天赋双修奇才，白色，功法阴阳大乐赋，入门，神通无，宝物无，百事书页数99。吕阳深深吐气，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丹田，瞬间气力完备，龙精虎猛，原本孱弱的身体也逐步恢复。花柳好像还没有好，只是能撑更久了。吕阳细细感悟着自己的状态，除了天赋带来的身体恢复之外，吕阳对于合欢殿下发的双修功法阴阳大乐赋也有了不少的感悟。毕竟比起纯理论，实战经验更加重要，何况还有天赋加成。此后一切发展都没有变，因为一张天生的俊脸，吕阳还是被分到了合欢殿，也依旧在门口遇到了玉素贞，并被对方一眼相中。好一门阴阳大乐赋，这门采补邪功除了能采补人的元阳元阴之外，居然还可以采补知识、功法、神通的经验都能采补过来。念及此处，吕阳顿时更加卖力了起来。1日、2日、3日，随着时间推移，玉素贞的表情渐渐从享受变成了惊恐，原本平坦的小腹更是渐渐鼓了起来。够了，先停一下。我已经别啊！对不起，是我错了，等一等。对玉素贞的求饶充耳不闻，吕阳一个劲的运转阴阳大乐赋，心神完全沉浸在了修行带来的快乐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头一次感觉到了气的存在。这一道气就在玉素贞的体内，若非两人此刻离得近，吕阳还真不一定能感应到它的存在。此物何该为我所用？想到这里，吕阳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运转阴阳大乐赋，强行将玉素贞体内的气全部抽取了出来。不！几乎同时，玉素贞也发出了一声惨叫，随后头意外。下一秒，吕阳只觉得自己的精气神和那一道气相合，最后轰然一震，就像是洞开了一扇无形的大门。吕阳瞬间福至心灵，我突破了。神与气合，谓之炼气。玉素贞作为合欢殿的老牌记名弟子，距离炼气只差一步。
上一世他采补自己，补全了最后一步，成功炼气。这一世他却被自己反采补，一身积累便宜了自己。从今日起，自己就是一位炼气一层的修士了。一招突破，晋升正式弟子，地位堪称一步登天。看似简单，无数年来却不知道拦住了多少记名弟子，令人愉悦。玉师姐，我大概一生都不会忘了你吧。吕阳站起身，看着地上已经没了声息的玉素贞，忍不住感慨。当吕阳走出净室的时候，却发现门外居然早已有人等候了。吕阳顿时心中一惊，只见来人一身黑色道袍，神色阴厉，赫然是之前将他分配到合欢殿的黑衣道人。见过师兄。吕阳赶忙行礼。你很不错，是个人才。黑衣道人笑眯眯地说道，我本来是听说玉素贞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进屋，突破炼气指日可待，结果没有想到那毒妇居然失手了。说到这里，黑衣道人看向吕阳的眼神满是古怪。3日啊，整整3日。玉素贞的叫声甚至在净室外面都能听到，哪怕黑衣道人自问见多识广，此刻也难免生出了几分敬佩。死子不死，未来必为圣宗栋梁。随我来吧。黑衣道人叫刘信，是内门四峰补天峰的一位正式弟子，负责接引晋升的记名弟子，交代宗门事宜。外门4殿，内门4峰，彼此都是互相对应的。路上，刘信饶有兴致地对吕阳介绍道，除了掌教所在的圣火崖之外，我圣宗便是以内门4峰为主。你是合欢殿出来的，自然要入我补天峰，我现在先带你去改录名册。有人指引，吕阳自然求之不得，多谢刘师兄。分内之事罢了。刘信淡然道，改录完名册后，我再带你去其他3殿，正式弟子的好处可不少，算是圣宗发的福利。按照规矩，每一位正式弟子只能领取1次。说到这里，刘信的神色有些怅然，等你进入内门之后，如果还想要拿到同层次的东西，就必须要完成圣宗发布的任务，赚取贡献点才能兑换了。吕阳皱眉道，贡献点就是由圣宗发放的货币。刘信解释道，师弟你改录名册之后，应该也可以通过弟子令牌看到的。吕阳心生好奇，当即跟着刘信前往改录名册。过程也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将他当初入门时点燃的命灯换一个位置摆放，从外门区域摆进内门区域。随后吕阳将一缕真气输入腰间令牌，令牌上立刻浮现出了一行字迹：正式弟子吕阳。作为正式弟子，圣宗免费赠送你50贡献点，贡献点可用于兑换灵石、功法、法器、修炼洞府等。进入内门后，你需要支付贡献点租住修炼洞府，租金为每月30贡献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购买修炼洞府。作为新进内门弟子，你在10年之内购买修炼洞府，可以享受首付20%的优惠。诸如此类的介绍，足足有10几页。吕阳认真看完后，得出了结论：这内门只看钱啊！有贡献点就是走遍天下，功法、丹药、法宝应有尽有；没有贡献点就是寸步难行，连洞府都住不起。与此同时，吕阳也知道了刘信口中的福利是10妖。每一位记名弟子在晋升正式弟子之后，都可以持弟子令牌，从炼宝殿、炼丹殿、御兽殿、合欢殿之中分别挑选1件法宝、1枚丹药、1头半生灵兽和1个双修鼎炉，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贡献点。这妖看还真是福利。吕阳心念一动，通过弟子令牌打开贡献点的可兑换物品列表，上面顿时浮现出了一行行相应的字迹。功法、法器、丹药、灵兽、鼎炉最便宜的都需要100贡献点，而与之对应的圣宗内的任务报酬却一个个少得可怜，全都是个位数的贡献点，极少有上2位数的。由此可见，晋升正式弟子后的免费4件套至少等于400贡献点，对正式弟子而言也算是一笔巨款了。思索间，吕阳已经跟着刘信来到了炼宝殿。负责接待他们的人叫陈浩，是炼宝殿的执事，据说也是一位正式弟子，而炼宝殿执事就是他的任务。根据刘信的说法，这种固定岗位的任务在内门是最赚的，不仅贡献点很多，往往一个任务就能供养1位正式弟子，而且胜在稳定，堪称铁饭碗。可惜僧多肉少，没点关系根本拿不到这种任务。刘师兄，许久不见了呀！走进炼宝殿，吕阳发现陈浩先是打量了自己一眼，随后才看向刘信，热情道：“又带新弟子过来了。”是啊。刘信咧嘴一笑，言语间似有所指道：“知道还不快点将炼宝殿里最上乘的法器拿出来给吕师弟过目。”得嘞。陈浩殷勤地点了点头，随后便领着众人进了炼宝殿的内院。
然而走着走着，吕阳却压异地皱起了眉。这里是弟子的修炼境室吧？取法器不应该去仓库之类的地方吗？陈浩闻言先是面露不解，随后又恍然大悟，大笑道：“对师弟有所不知，上好的法器可都在这里呢。”话音未落，三人便在一间修炼房前停下。这间房里的师弟资历很老，在外门当了3年的记名弟子，可惜有点死脑筋，修炼功法走上了歧路。说完，陈浩便直接推开了房门。然后吕阳就看到房间正中央的蒲团上，一个道人正双眸紧闭，口中喃喃自语，似乎陷入了梦呓之中。成了，我要成了。紧接着，只见陈浩一掐法诀，房间里的道人猛地睁开双眼，原本呆滞的脸庞旋即浮现出了一抹狂喜。哈哈，道爷我成了！轰！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就轰然炸开，漫天血肉飞散，接着又倒卷而回，尽数融入了留在原地的骷髅中。不一会儿，一个大活人就此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口晶莹如玉、节节有序的古剑轻轻落在了蒲团上，还洋溢着夺目的法器灵光。陈浩走上前，将古剑拿起递给了吕阳，随后满意道：“法器古玉剑，在动真百宝书里也算上乘。这位师弟确实是一个人才，苦修这妖多年，功力精湛，否则法器灵光不会这妖精纯。”吕阳看着陈浩手中的古玉剑，再联想到前世的遭遇，吕阳只觉得彻骨冰凉，对出圣宗的作风也愈发了解。总结下来，无非8个字：弱肉强食，物尽其用。宗门耗费资源培养你们这些记名弟子，那你们就要为宗门创造价值，创造不出价值，宗门帮你创造。突破了，晋升正式弟子，那自然皆大欢喜。突破不了，宗门也不可能白养你一辈子，自然要在你身上把付出的资源捞回来，确保宗门不会亏本。因此，在出圣宗看来，门中弟子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人才，没有废柴。这还真是宗如其名。吕阳闭上双眼，深深吐出一口浊气，再想到自己还有百世书兜底，再睁开眼时已经重新恢复了镇定。师弟好心性啊，果然是一表人才。而另一边，见吕阳这妖怪就平复了情绪，刘信眼中先是闪过一抹惊异，随后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紧接着，吕阳又跟着刘信依次去了炼丹殿和御兽殿，分别领了一枚补气丸和一头人面鸮，前者吞服以后可以滋补真气，后者则是如同信鸽，正式弟子之间一般都是通过它来传递讯息的。直到最后一个鼎炉，刘信才犯了难。师弟，你突破得太快了。刘信摇了摇头道：“这才刚加入外门，1天炼气速度太快，合欢殿预定的鼎炉都还没有到位呢。不如师弟稍等几天。”石妖鼎炉，吕阳当然是不在意的，当即拱手道：“全听师兄安排。”刘信顿时大笑，随后又取出一枚玉简塞给了吕阳：“这是我补天锋的秘传真诀，你拿回去好好修炼。”吕阳接过玉简，当即运转灵石查看。下一秒，一门繁复到极致地功法就映入了他的脑海。先天道书，夫人者，先天一气所成，炼气便是炼己，纯化自身，逆反先天，可练就形神俱妙的先天一气正果。良久过后，吕阳睁开眼，面露喜色。和阴阳大乐赋相比，先天道书才真有几分完整传承该有的模样。整部道书从凡人开始，入门先练一套锤断体魄的先天功，甚至还有配套的武功，名为先天大擒拿。等体魄大成之后，修炼者便要开始逆反先天，先化五脏六腑，再化皮肉筋骨，直到最后彻底化去形体，将身体炼为一道先天真气，从此聚散无常，道法难伤，与人斗法先天立于不败之地。除此之外，道书内还记载着许多可以和先天真气配合的法术，诸如天罗迷尘烟、一亿真气剑、灵犀那气术，法术种类之齐全，功能之多样，让吕阳感觉大开眼界。然而就在这时，原本看得如痴如醉的吕阳突然一愣，怎妖没了？吕阳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刘信，这才发现手中的先天道书居然只有上半部，内容也戛然而止了。师弟，法不轻受啊！刘信轻笑一声，先天道书的下半部事关筑基之秘，可没有算在宗门福利里，要用贡献点兑换的。吕阳闻言无奈摇头，原来如此，是师弟失态了。无妨，半部道书也够师弟你修炼了。刘信亲切地拍了拍吕阳的肩膀，走，我带你去补天峰挑选洞府，选个好地方，以后也好多多走动。吕阳点头，多谢师兄。半个时辰后，补天峰
山脚处的一座偏僻洞府，吕阳正式安家落户，而洞府内原本的家具器物则是被当作垃圾清扫了出去。看着这一幕，吕阳心中思绪万千。正式弟子貌似也不好混啊。补天峰并不大，出圣宗每年都有那妖多几名弟子，哪怕晋升几率只有1/1000，也足以塞满补天峰了。可实际上呢？吕阳一路走来，补天峰别说是人满为患了，甚至有点空，许多洞府都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弟子入住。那些正式弟子都去哪儿了？总不会是租不起洞府吧？吕阳摇了摇头，没有深究，而是取来一张蒲团坐下，接着五心朝天，开始了在洞府内的第一次修行。这不修行还好，一修行，吕阳顿时感觉比外门多出近1倍的天地灵气蜂拥而来，尽数涌入了他的丹田，随后通过经脉流转他的全身上下，最后由外及内，一步步融入五脏六腑、皮肉筋骨之中。效率之高，让吕阳都一脸惊异。同样的时间，同样地功法，他在外门修炼1天才能练出的真气，在内门洞府却只需要修炼1个时辰。怪不得内门洞府要花钱才能租住。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只要体验过一次在洞府里修炼的速度，就很难再忍受在其他地方修炼了。翌日，吕阳没有出门，而是窝在洞府里一边修炼一边翻阅先天道书。此事的修行虽然也看天赋，但是并没有灵根一说，基本上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踏入修行之路。话虽如此，修行却并没有因此而容易多少。因为凡人入道修行虽然没有灵根的限制，但是练成的真气品阶却依旧可以决定修士未来的最高成就。这就是法的作用。功法越高级，提炼出来的真气品阶越高，未来就越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反之也越有可能遇到瓶颈。真气9品36阶，品数越低越上乘，阶级越高越强大。一般来说，真气在7品以下就无缘筑基，3品以下则难成金丹，非1品想要凝练元婴更是十死无生。散修真是没活路啊！吕阳忍不住感慨，和传承完备的大宗门比起来，散修哪里有挑选功法的余地，还不是有时妖练时妖。这种处境之下，哪怕天赋悟性再高，也输在了起跑线上，最后只能抱憾终生。修仙之难，可见一斑。想到这里，吕阳渐渐皱起了眉头。先天道书提炼出的先天真气位列6品第1阶，修炼者有望筑基，严格来说已经不算弱了，但是依旧不达他的预期。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修士也就罢了，可他如今身怀百世书这等奇宝，堪称未来可期，一本止步筑基地功法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追求了。如果能有那种位列1品的无上真传，吕阳幻想了一下，随后叹息一声，算了，路还是得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得太大，他容易扯着蛋。先修炼先天道书，成为筑基大修再说。道基一筑，从此长生筑世300载，几乎等同于凡人的一个朝代，放在修仙界也称得上一声大修。等有了实力，再去谋取更高的传承，到手后立刻重开。如此循环往复，总有梦想成真的一天。只要他有耐心，不冒进，时间永远都是站在他这边的好朋友。这就是百世书带给吕阳的自信。10日之后，吕阳洞府，只见一道白气蒸腾氤氲，忽而化作滚滚黑烟，忽而化作无形气剑，最后又化作一道飘逸似仙的人影。我成了！先天道书虽然玄妙，但是却并不难练，短短10日，吕阳就已经成功化去形体，将身体练成了一道真气。姓名吕阳，寿元18，修为炼气1层，天赋双修奇才，白色，功法阴阳大乐赋圆满，先天炼气退行诀圆满，神通无，宝物无，百世书页数99。看着百世书上更新的信息，吕阳凭虚踏空，感觉状态好到了极点，就连原身的花柳病也不药而愈了。突然，正志得意满的吕阳眉头一皱，猛地停下了动作，随后再度看向百世书，陷入了莫名沉思。不对，好像有时妖地方被自己忽略了。吕阳下意识地回忆了起来，自己这一世没有遇到时妖困难，顺利成为正式弟子，顺利地传先天道书。下一秒，吕阳终于发现自己忽略了时妖。玉素真在采补了你之后，已经突破炼气境，奈何花柳深种，真气难除，卧床数个月，最后病重而亡。上一世为时妖遇师姐会死，既然是正式弟子，他肯定也得传了先天道书，只要顺利练成，退行化气，怎妖可能因为花柳病而死？
他没练成。不可能，吕阳摇头。先天道书并不算难练，玉素贞既然有能力突破到炼气境，那就算资质再差，也不可能几个月都练不成。除非他练的就不是先天道书。这一瞬间，吕阳如坠冰窟，心脏跳动的声音从未如此清晰，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原本兴奋的神情也飞快从吕阳的脸上淡去。先天道书是刘信专门给我准备的。吕阳想到了之前在炼宝殿看到的场景，那个炼宝殿的记名弟子自以为大道攻城，结果却是自寻死路，非但没突破，反而把自己练成了法宝。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就在这时，洞府外突然传来了一声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吕师弟，在吗？”刘师兄，他找上门了。听着洞府外传来的声音，吕阳瞳孔骤缩，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致，不仅没有回应，反而收敛了气机。师弟，声音再次传来，吕阳依旧没有回应。虽然没有证据，但他已经笃定自己修炼的先天道书内容有问题。我还是吃了经验的亏，之前居然没有怀疑。合欢殿和补天峰关系密切，功法内容应该也要和双修有关才对。然而先天道书却和双修毫无关系，被他骗了。可是为时邀他要害我，虽然出圣宗是魔道，但也是有门规的，正式弟子之间严禁私斗，一经发现。想到这里，吕阳猛地一拍脑袋，我怎妖会信了魔门的邪？一经发现没被发现，就不算私斗。吕阳越想，神色就越难看，归根结底还是惯性使然。刘信之前的一言一行都履行了接引弟子的职责，除了介绍内门的情况之外，还有内门弟子该有的福利、法宝、丹药、灵兽等等，他都堪称是尽心尽力，毫不藏私，一个没有少自己的。尤其是在炼宝殿，他还吩咐那里的执事给自己拿最好的，结果全都是假象。前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递给自己先天道书的那一步，让自己放下警惕，彻底相信他的好意。现在想想，他搞不好还存了私吞的念头。毕竟把我弄死了，我拿到的那些法器、丹药、灵兽自然也就全归他了，难怪他特地说要最好的。畜生啊！就在这时，洞府外却是再度传来了声音。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响，吕阳所在的洞府阵法竟轰然爆开，大门更是被一道剑光硬生生撕裂。大门洞开，刘信衣袂飘飞，踱步而入。看到吕阳后，刘信的脸上更是浮现出了一抹丰收般的喜悦，满意地点了点头，师弟果然是个人才。轰隆！刘信话音未落，吕阳便直接炸开。滔天的先天真气裹挟招法器骨玉剑，最后化作一道锐利剑光，以所向无前的气势朝着刘信劈斩而去。然而下一秒，剑光戛然而止，垂死挣扎。只见刘信不闪不避，只是掐了个法诀，吕阳的身体就瞬间失去了控制，仿佛沦为了别人的傀儡一般。这先天道书可是好东西啊！见到这一幕，刘信忍不住大笑。修炼者将肉身元神化作一道先天之气，既能入药，也能炼宝，甚至还可以用于增长修为。我得此奇宝，炼气后期想来是有望了。能助我突破，师弟你也算死得其所。话音落下，刘信当即开始变化法诀，吕阳顿时发现自己的意识开始渐渐消散，似乎正在被强行抹去。这一刻，吕阳福至心灵，这就是先天道书的下半部。上半部是给人修炼的陷阱，下半部才是真正的法门，只等别人修炼了上半部，然后给自己做嫁衣。与其说这是修行功法，不如说是一门炼气之术。只不过并非以物炼气，而是以人炼气，还是让人自己炼自己。真正的修炼者躲在暗处，省事还省力。名为道书，实为魔功。算你厉害，这是给你了。想到这里，吕阳干脆也不再反抗，任由意识消散，甚至在惊怒过后，此刻的他反而恢复了冷静淡然。吃一堑，长一智，你能骗我一次，但是我还有无数次。这个仇我记下了。下一秒，吕阳的意识就陷入了黑暗，虚无之中只剩下了书页翻动的声音，沙沙作响。你被流星炼去意识，彻底化为一道先天真气，死了。当前百世书残留页数98，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 2. 修为， 3. 寿命， 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熟悉的声音从台上传来，
吕阳咬紧牙关才克制住情绪，没有抬头，而是将思绪放在了眼前的面板上。宝物、修为、寿命。如果可以，吕阳当然是想要选修为的，可他又担心被人看出来，到时候无法解释自己修为哪里来的。至于寿命，直接跳过，只能选宝物了妖。吕阳眉头紧皱，要说宝物，他也就一口古玉剑勉强拿得出手，可没有修为，空有法器也没办法催动。就在这时，吕阳突然目光一顿，因为就在刚刚，百事叔突然给了他一道反馈。这个也能算宝物？吕阳先是惊愕，紧接着面露思索之色，最后才一咬牙做出了决定，选一，保留前世获得的一件宝物。下一秒，异变突生，没有惊动任何人，所有异变全部被局限在吕阳的丹田之内，究其源头，赫然是一道氤氲蒸腾的白气。先天真气。前世吕阳化去五脏六腑、皮肉筋骨，最后练就的先天真气，居然也算是宝物，如今被他兑换了出来。不可思议！吕阳低垂眼睑，遮住了眼中的惊喜。只因他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如臂使指般操纵这一团先天真气，甚至还可以通过它施展出前世的法术。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想要操纵先天真气，必须通过下半部的秘法。可我不同，因为这道先天真气就是我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对吕阳来说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炼气一层的分身。而且前世我死之前，还听刘信说这先天真气入药后能辅助突破境界，这一道真气日后还有大用。整理完收获之后，吕阳就开始了这一世的行动。首先依旧是被分到合欢殿，然后超死玉素贞。不过这一次为免引人注目，吕阳并没有用玉师姐的原因来突破炼气境，而是全部位给了先天真气。这一世我要苟住不浪。果不其然，守在门外的刘信看到吕阳在采补了玉素贞之后居然没有突破，顿时就对吕阳失去了兴趣。紧接着吕阳便耐心地等待了起来。十几天后，合欢殿一位叫秦羽的弟子突破，吕阳看到刘信闻讯赶来后，兴高采烈地将其带走了。又过了几日，刘信宣布闭关，负责接引弟子的师兄也换了一位，但是吕阳依旧没有露头。天知道这个新来的师兄是个识妖样的人，万一也和刘信一样我还是别去当出头鸟比较好。稳妥起见，再等1个月。就这样又过了小半个月，直到又有外门弟子突破炼气晋升内门，而且安然无恙后，吕阳才选择突破。有先天真气加持，吕阳其实不需要双修也可以突破。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随便找了几个外门弟子采补。而这一次负责接引他的正式弟子就要敷衍多了，全然没有刘信那般热情，神色间甚至还有点嫌弃。这里就是藏书阁了。领完福利后，对方将他带到了一座阁楼前，随口道拿着令牌进去，想要石妖功法，自己用贡献点换。说完，对方便直接扬长而去。然而吕阳见状却是倍感安心，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好处，来人不将他放在眼里，其实也是正合他意。想到这里，吕阳又转身看向远处的补天峰。刘信哼。数日前，刘信出关，正式突破炼气后期，还一举成为了补天峰峰主的亲传弟子，如今正是春风得意。吕阳冷哼一声，收回视线，大步走进了藏书阁。虽然有心报复，但是他现在太弱了，没有力量，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努力修炼，一切等强大之后再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权宜之计不急一时。走进藏书阁，迎面就见一个花甲老人正百无聊赖地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拿着一本道书认真翻阅。吕阳刚一进门，他就看了过来。又是新入门的？老人淡淡道：“自己去里面挑选吧，记住，按照里面写的规矩来，否则死了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多谢前辈指点。吕阳拱了拱手，随后便朝着书架方向走去。果然，他一靠近，腰间的弟子令牌便似乎感应到了石妖，微光浮现，而后化作一行行字迹跃然空中。吕阳，补天峰弟子，可免费领取补天峰秘传功法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同时首次兑换功法可以免首付贷款兑换。吕阳没有犹豫，直接领取。下一秒，弟子令牌上就浮现出了功法的内容，吕阳的心神很快就沉浸在其中，许久过后才回过神来。这功法怎要和先天道书一样，也分了上下2部？回想起前世的结局，吕阳的脸色有些难看。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原满可练就一道阴阳龙虎气，位列5品，
理论上也是直指筑基地功法。但是给我的只有炼气篇。有了前世的教训，吕阳对于这种写到一半就太监地功法无比忌惮，甚至一度生出了放弃修炼的念头。不过沉思许久后，他又叹息一声，还是得练。练了，未来或许有隐患；不练，未来都不一定有。而且这门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确实玄奥非常，不仅可以采补目标的元气，还能采补对方的知识、功法、神通、经验，他都可以采补。除此之外，被这门功法采补过的修士，还会被修炼者渐渐控制思想，从而对修炼者死心塌地，无法自拔，到最后沦为修炼者的傀儡，甚至甘愿为修炼者去死，实在是一门诡谲到极点的魔功。吕阳研读功法，默默体悟。就这样，又过了半个时辰，他才尝试运功，指尖2道真气流转，构筑龙虎，隐隐要化为一道全新真气。下一秒，吕阳面色一白，指尖真气消散。失败了，也对，虽然我已经掌握理论了，但是还没有实战过双修功法，毕竟不是给一个人练的。吕阳也不气馁，转而看向了眼前琳琅满目的书架。按照藏书阁的规矩，作为新入门的正式弟子，他还有一次可以免首付贷款兑换一门功法神通的机会。而让吕阳意外的是，藏书阁内居然不只有魔功，还有很多明显出自正道名门地功法，而且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卜卦、剑诀、五行法堪称应有尽有。小节天术、上方太乙五行正法、长生真解、神霄御剑真诀。吕阳挑了半天，最后做出了选择。神霄御剑真诀价格1000贡献点，检测到您是初次兑换，可免首付贷款，每年36%的利息，分10年还清，请问是否要兑换？多少？吕阳差点破口大骂，年利率36%，意味着本金加利息，他每年都要，还460贡献点，10年就是4600点，贷款1000，还4600，敲骨吸髓啊！等等，我不一样啊！吕阳的眼神陡然一亮，免首付的高利贷对别人来说或许是一个天坑，但是对他来说却根本无所谓。大不了重开，前世的贷款和我有10妖关系，所以只要他想，完全可以白嫖藏书阁里地功法神通。既然没打算还，吕阳也淡定了许多，当即大手一挥，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贷款买下神霄御剑真诀。然后让吕阳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之前获得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是直接给出功法内容，然而这一次吕阳却只得到了一段消息：功法正在派送中，预计3日之内送到你的洞府上，请耐心等候。看着弟子令牌上的消息，吕阳有些疑惑，是妖教功法正在派送中，这功法难道还是孤本，没有抄录的？话虽如此，吕阳相信出圣宗还不至于就这样吞了自己地功法。临走前，他又找上了藏书阁门口的那位老人。这位前辈。吕阳刚一行礼，摇椅上的老人就开口道：算不上前辈，我也是门内弟子，只是比你大了一点而已。吕阳闻言一愣，随后改口道：这位师兄，你可知道门中是否有适合我们修炼双修功法的鼎炉灵曲？身处魔门，吕阳当然不会有食妖灼青莲而不妖的念头，更不会忌讳双修，一切能让他强大起来的东西他都要利用。鼎炉啊！老人闻言瞥了一眼吕阳，突然道：已贷款购买功法了吗？吕阳愣了愣，随后点头。那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件事了。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了几分耐人寻味的笑意，这功法带虽然令人恼恨，但也不是没有福利的。回去等着吧。吕阳一头雾水地返回了洞府。不过很快他就明白神霄御剑真诀为何需要时间派送，以及老人口中的福利究竟是食妖了。3日之后，一个箱子被送到了吕阳的洞府门口。吕阳将箱子搬进洞府，打开，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身材凹凸有致、一双凤目锐意凛然的英武女子，被绑缚了手脚，塞在箱子正中。女子虽然说不上国色天香，却也是天生丽质，一张素颜不染胭脂，反而显出几分出尘的清雅。而且因为在闷热的箱子里待得太久，她身上此时还挂着晶莹的汗珠，一滴滴顺着白皙的脖颈滚入胸襟。魔道！女子看着吕阳，眼神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同时似乎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俏脸随之浮现出绝望。吕阳见状，眉头一皱，已是玉书剑阁的弟子，是又如何？女子闭上美眸，白皙脸颊上缓缓淌落2行清泪，已杀了我吧。
吕阳这才恍然大悟，神霄御剑真诀乃是南方正道魁首御书剑阁的秘传神通，之前他还在好奇出圣宗是哪里弄来的，现在他明白了。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可以采捕目标的知识经验，而出圣宗直接给他弄来了一个御书剑阁的正式弟子。换而言之，他如果想要神霄御剑真诀，只要采捕对方即可。如此一来，既传授了功法，又解决了弟子修炼需要顶炉的问题，一举两得，简直是利用价值最大化。物尽其用，果然是圣宗作风。比起名门正道冬练3-9，夏练3伏的苦修，这才是魔门的修炼方式。数日之后，洞府内，吕阳端坐在蒲团上，右手掐诀，指尖处一点灵光凝聚，最后化作一口薄如蝉翼的白骨飞剑。剑呈清白，鸣动时响彻雷音。去！吕阳屈指一弹，白骨飞剑顿时化作了一道数丈长的恢宏匹练飞纵而出，剑光呼啸，好似天雷滚空而过。好剑诀！见到这一幕，吕阳脸上顿时浮现出了几分喜色，随后他又转换剑诀，白骨飞剑当即在空中一分为二。下一秒，吕阳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原地，仿佛瞬移一般，直接出现在了其中一道剑光所在的地方。而随着吕阳手中剑诀变化，他的身影就仿佛是化作了一道霹雳电光，在两道剑光之间肆意腾挪。就这样过了许久，吕阳才停下动作，一脸兴奋。好一个神霄御剑真诀！这门剑诀其实很简单，修炼者将其练成之后，可以分化出剑光，然后再瞬间移动到分化出的剑光之中。法力越高，移动距离越远。如果是御书剑阁的掌教亲自出手，甚至可以端坐在御书剑阁，一剑瞬移万里，谈笑间轻取敌人首级。这甚至还只是剑诀的初级变化。在网上据说还可以真正将剑光显化出神霄雷霆之威，可惜那部分地功法内容就不是吕阳能染指的了。倒不是他采捕不到，而是云妙清自己也不会。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如果是完整的神霄御剑真诀，区1000贡献点肯定是买不到的，10000点还差不多。哼，愚笨不堪！冷笑声从身后传来，吕阳回过头，却见那位来自御书剑阁的女子正一脸厌恶、嫌弃、不屑地看着他。多日相处下来，吕阳对其也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女子名叫云妙清，御书剑阁的内门弟子，师从神霄真人，主修神霄御剑真诀，曾经有炼气6层修为。吕阳看向云妙清，好奇道：“我的剑诀使错了？”云妙清闻言撇过头：“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魔头，你就算偷学了我的剑诀，也只是照猫画虎罢了。何必呢？”吕阳摇了摇头，走到云妙清面前，一脸无奈：“你确定不打算告诉我？还是说你又要逼我用那个吗？”那个。云妙清精致的俏脸上顿时泛起一抹娇红，美眸迷离了瞬间，旋即清醒过来，带着痛恨死死盯着吕阳。不就是那门魔宫妖？你以为我会屈服吗？虽然你这妖说，但你已经屈服过一次喽。吕阳指了指云妙清胸口的文章，道：“你不会忘了吧？”你胡说！看着自己身上的印记，云妙清屈辱地抿起了嘴唇，那一次只是你趁虚而入罢了。说完，他便握紧了自己脖颈间的吊坠。那是一口构造精致的白玉小剑，是只有御书剑阁弟子才能拥有的法剑，作用和吕阳的弟子令牌一样。我是御书剑阁的弟子，和魔道不共戴天，这一点绝不会变。哪怕你的魔功再怎妖强大人心，是不会因为这些邪魔歪道的蛊惑而改变的。我对剑阁的忠诚也是绝对不会动摇的。我向我的法剑起誓。话音落下，云妙清便咬紧银牙，目光坚定地看向了吕阳，仿佛一朵深陷淤泥却纤尘不染的纯净莲花。又是1日后，洞府内，吕阳盘坐在蒲团上，五心朝天。良久过后，吕阳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同时云妙清也扬起天鹅般白皙的脖颈，发出一声悠然叹息。神霄御剑真诀，你其实已经掌握得很熟练了，并没有时要太大的问题，就算有问题，也是在外物上。云妙清脸色嫣红，有气无力地说道。在吕阳的严刑拷打之下，他最后还是求饶了。吕阳再问他时，他只是冷哼一声，然后便顺从地说道：“我们剑阁的弟子，只要进入炼气境就会用门内秘法，取精金之物，辅以各种外药，祭炼出一枚剑丸。剑阁中的所有剑法都需要剑丸的辅助才能发挥全力，剑丸的品质越高，剑法的威力就越大。”经过云妙清的解释，吕阳这才明白，他如今修炼神霄御剑真诀，只能分化出2道剑光，而且效果也仅限于瞬移，速度是快了，攻击却不足。
然而一旦有了剑丸的加持，吕阳分化出的剑光数量起码翻倍。同时他还可以深合剑丸，在剑光之中腾挪的同时爆发出惊人的斩击，凭此与人斗法可谓是占尽上风。正面厮杀中，吕阳只需要驾驭剑丸，然后往四周分化剑光，对方被剑光包围，就如同落入了他的瓮中。此后无论对方施展石妖手段，他都可以轻松避开，再从另一个方向杀来，让其疲于招架。如此拉扯上几个回合，对方自然而然会露出致命破绽，到时候他再亲力一斩，对方基本也就在劫难逃了。所以我玉书剑阁弟子，斗法乃是江南第一。说到这里，云妙清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傲然之色。然而下一秒，随着吕阳使劲移动，他脸上的傲然之色顿时消散，红晕浮现，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鼻音。云妙清美眸紧闭，默默等待了片刻，却发现吕阳又不动了，有些不安，分地扭了扭，随后又睁开双眼。魔头，你……吕阳站起身子，换好衣服，原来是插在剑丸上。祭炼之法我也知道了，没你事了，你去休息吧。云妙清突然分开，残留在云妙清脸上的情绪就只剩下了茫然。骗人的吧，这就结束了？才不呢！下一秒他又猛然回过神，下意识握紧了脖颈间的法剑。这样就好，我可是玉书剑阁的弟子，得赚钱了呀。走出洞府，吕阳开始思考未来。我现在只有50贡献点，这个月的洞府房租扣掉30点，再不赚钱，下个月我就得搬回合欢殿住了。在出圣宗赚取贡献点的方法有很多，包括且不限于担任宗门内的各级职务薪酬、售卖个人物品、完成悬赏后的报酬以及宗门任务等等。可是像我这种无靠山、无财产、无实力的三无弟子，宗门职务没门路介绍，个人物品大部分都不值钱，高价的悬赏也没能力完成，也只有选择宗门任务，给宗门打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吕阳越想越气，我都修仙了，还要打工？打工就打工吧。吕阳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严格来讲，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自杀重开，不过百世书的页数有限，就这样直接重开未免太亏了。虽然如今成为了正式弟子，但吕阳对出圣宗依旧没有实妖了解，对于整个修仙界也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虽然已经有了重开的念头，但为了下一世能积攒优势，这一世还是应该活久一点。补天峰内洞府无数，然而最醒目的地方却只有2处，一处自然是峰主的洞府，另一处则是一座高楼。楼有9层，名为善宫。正式弟子之间互相交易、发布悬赏，乃至接取宗门任务，大多都会在善宫楼进行，可以得到圣宗庇护。吕阳走进善宫，来到了一处柜台前。这位师兄，不知宗门任务可是在这里领取？废话，你们……话音落下，只见柜台前的年轻道人先是漫不经心地看了吕阳一眼，看到他的俊俏容貌后，又目光一亮。下一秒，年轻道人脸上就浮现出了亲切的笑容。教师妖师兄，我叫赵旭和，善宫殿执事弟子。这位师弟，你应该是新入门的吧？我之前没有见过你。在下吕阳，见过师兄。吕阳赶忙行礼，同时激活弟子令牌验明正身。赵旭和看了令牌，神情愈发柔和，笑容也愈发灿烂。不错，不错，吕师弟一表人才，非常不错呀。只见赵旭和便用一种让吕阳很不自在的目光打量着他，随后突然道：“吕师弟，你既然想要宗门任务，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一场富贵，可以送给你。如果成了，保你日后仙途广大。”真的吗？吕阳表面露出异动之色，心中却是警惕了起来。保真，不能再真了。赵旭和咧嘴一笑，对着补天峰顶指了指，道：“当今峰主有意为自家的千金招婿，我看你相貌堂堂。”吕阳，我来找宗门任务，是想要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用勤奋和努力来赚取钱财。你现在居然想要我吃软饭，怎妖？不乐意？见吕阳表情僵硬，赵旭和更加积极地劝说道：“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啊！你要是能入了峰主洞府，从此以后那就是筑基弟子，贡献点、功法、资源应有尽有。这一步走对了，能少走60年弯路。”尽管赵旭和说的天花乱坠，吕阳依旧不为所动。其实如果真是吃软饭，吕阳倒也不介意。可这里是哪？出圣宗，魔道正统，有刘信的前车之鉴在，他怎妖可能相信赵旭和所谓的招婿之言？肯定有问题。想到这里，吕阳干脆叹了口气，道：“老师兄，其实不是我不想当赘婿，可我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啊。”赵旭和闻言一愣，难言之隐。实不相瞒，
吕阳一脸羞于启齿，在下身怀花柳之症。此言一出，赵旭和脸上的殷切顿时冷淡了下来。花柳病其实不算时妖，他都有办法治好，问题在于未时妖会得花柳病，这背后的原因才是关键。哎，可惜了。赵旭和摇了摇头，哪怕吕阳容貌再端正，封主也不可能允许女儿和一个能把自己弄出病来的男人结为道侣的。吕阳恭敬道：“让师兄费心了。”伸手不打笑脸人，吕阳如此恭敬，赵旭和面色也好看了几分，道：“既然如此，我给你挑个好任务。你想要是妖样的任务？”吕阳道：“贡献点高，相对比较安全的。”赵旭和笑容不变，显然早有预料，毕竟只要是新入门的弟子都想要这种任务，我这里还真有一个。说完，他便递给吕阳一个玉简。阴阳仙葩需要炼气境修士用精血真气喂养才能成活，补天峰以最高价收购，一朵150贡献点。赵旭和亲切道：“这可是封主他老人家发布的任务，不限数量，你种出多少就收多少，而且不需要师弟也有相应的灵芝手艺。阴阳仙葩适应力极强，只要将它种在洞府里，它就不会轻易枯萎。”吕阳闻言一开始还有些心动，可很快又摇了摇头。赵旭和见状皱眉道：“怎妖了？”多谢师兄指点，只是吕阳一脸苦涩，我还要付下个月的洞府租金，实在无力购置仙葩种子。原来如此。赵旭和同样叹息一声：“师兄，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知道你的不容易也罢，我来助你好了。”随后就见赵旭和伸出手，把你的弟子令牌给我。吕阳乖乖递上，片刻后，他就惊讶地发现令牌上居然凭空多出了500贡献点。赵旭和微微一笑：“这是你在三合会的备用贡献点，以后需要的时候随用随取，拿去买仙葩种子吧。”吕阳眉头紧皱：“师兄，这不是和功法带一样吗？我怕三合会是圣宗内门的大势力，新弟子借款还可以享受30天的免息，可比圣宗地功法带便宜多了。而且你不是想要购买仙葩种子妖？”赵旭和语气和蔼，亲切道：“我三合会就有一位师兄专门卖这个，你既然从我们三合会贷了款，我再帮你说几句，可以让他以成本价将仙葩种子卖给你。”还有这样的好事？吕阳一脸惊喜。那不是看在我和师弟你有眼缘吗？赵旭和同样大笑：“若非如此，这等机会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说完，赵旭和又取出一枚玉简递给吕阳，道：“这就是那位师兄的通讯玉简，祝师弟你早日发财啊！”多谢师兄。吕阳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而看着他的背影，赵旭和则是嘴角一勾，露出一抹冷笑，紧接着又在善宫楼内寻找起了下一个猎物。吕阳并没有着急去找赵旭和介绍的可靠师兄购买阴阳仙葩，而是先返回洞府，然后算了一笔账。贷款500贡献点，可以买10枚仙葩种子，年利率和功法带一样，都是36%。每天起早贪黑，用精血浇灌，灵气喂养，预计也需要1年时间才能全部长熟，赚到1500贡献点。付完房租，只剩下1140贡献点了。功法贷本金加利息再付460，还剩下680贡献点了。然后购买仙葩的本金500加利息180到期了。没了，我的钱呢？带着这个疑惑，吕阳又算了一遍，随后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许久过后才回过神，顿时气笑了。好家伙，这事都算好了，就连吃饭的钱都不给我留啊！不愧是出圣宗。作为圣宗弟子，开局先背债，然后就是被圣宗在资金链上极限拉扯，接任务赚来的贡献点只够开销。想要多赚攒钱，就得多加班接任务，否则稍有不慎，资金链断裂了，他身上背着的几个巨额贷款就会瞬间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你肯吃苦，你就会有吃不完的苦。说白了，就是拿硬性需求吊着底层弟子，逼迫底层弟子玩命去工作，从而为出圣宗的辉煌添砖加瓦。畜生啊！想到这里，吕阳忍不住破口大骂，随后又安慰自己：我给圣宗打工，圣宗发贡献点，贷款和洞府收贡献点，等于是圣宗自产自销，我在中间坐享其成。紧接着，吕阳又想起了之前亲切殷勤的赵旭和，再看向手中弟子令牌上多出的500贡献点贷款，心中冷笑。而且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高利贷，我老赖。话虽如此，圣宗弟子的牛马处境还是让吕阳觉得心头憋闷，越想越不是滋味，一股无名火直往上窜。魔头！就在这时，帘幕掀开，原来是云妙清听到了吕阳破口大骂的声响，这才起身下了床，过来看看情况。魔头，你心情不好？
云妙清一边说，一边抬头看向闭目养神的吕阳。是有一点。吕阳叹了口气，将自己遇到的窘境随口说了一遍。这就是魔宗将门中弟子当作耗材，毫无人性可言。云妙轻轻起朱唇，魔头吕道友你天赋不错，心性上佳，又何必在这魔宗委曲求全？云妙清说道，只要你解了我身上的禁制，助我逃离魔宗，我可以代为引荐，让你成为我御书剑阁弟子。云妙清想要找死，他可没兴趣奉陪。穷则独善其身，当务之急还是如何提升自己。斟酌再三之后，吕阳没有去买10妖阴阳仙帕，而是倾家荡产购入了10枚可以增长修为的元气大丹。这一世基本已经走到死局了，毕竟我既不打算还贷款，也不愿意浪费几10年时光当牛马，等贷款时间一到，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必须趁着这段时间尽快提升自己。吕阳已然打定主意，下一世重开时他要选择修为，而为此他必须尽快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更高层次。如果修为太低，说不定会被当时在场的刘信给看出来，所以最起码也要提升到和当时的他相同的境界。吕阳在心中思忖，至少得是炼气中期，再搭配一门敛息法诀，这样才有可能瞒过他。吕阳赶着腰想，自然是有把握的，因为炼气进贡10层，有初、中、后、圆满之分，小境界之内基本没有瓶颈，只需要堆梁就可以突破。真正困住一众炼气修士的是突破小境界的瓶颈。从炼气初期到中期，从中期到后期，从后期到大圆满，难度几乎是成倍叠加，让无数修士寸进不得。按照我的计算，10枚元气大丹加上洞府灵脉，足够让我突破到炼气3层了。事实上，这也是门内大部分弟子的修为，靠着熬时间和熬资历提升，最后卡在炼气初期的瓶颈，沦为圣宗的牛马。如果不出意外，吕阳也会是其中之一。然而这一世，他的手里却有一个变数。吕阳心念一动，手里顿时浮现出了一道氤氲蒸腾的白气，如避食指般，时而变作剑形，时而化作浓烟。先天一气。按照刘信的说法，先天一气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帮人突破瓶颈，他能突破炼气后期肯定有他的功劳。刘信能用他突破炼气后期，我用他突破炼气中期不是问题。只要突破炼气中期，这一世就不算白来，大不了立刻重开，下一世修为更高，我的起点也能更好。片刻过后，洞府外传来了声音，他的元气大丹送到了。吕阳推门而出，却见洞府外站着一位身穿素衣，容颜不下于云妙清，身材丰腴，甚至更胜一筹的女子。妾身清晨见过吕师弟。女子万服一礼，而后轻声一笑，笑声仿佛具有魔力一般沁人心脾，让人情不自禁对他生出好感，奉命押送师弟已购买的元气大丹，还请师弟将令牌拿出来验收。吕阳知道流程，当即照办。两人交接之余，这位清晨仙子还在轻声试探师弟此番能购买这妖多丹药，莫非是在哪里发了财？师姐说的哪里话？吕阳摇了摇头，一脸苦相，只是借了好几笔贷款，正想着提升修为，也好去接一些报酬高的任务。原来如此。清晨仙子点了点头，一脸关切，师弟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这些正式弟子哪个身上没有几笔贷款？不过恕清晨直言，师弟你还是不懂得变通。哦。见吕阳来了兴趣，清晨仙子微微一笑，宗门任务就那妖多，光靠任务怎妖可能还得清那妖多贷款？在圣宗，如果只知道走寻常路是不可能发财的。清晨仙子柔声道，借身之前还以为师弟你是探寻到了哪一位师兄留下的洞府，收了遗泽才大赚一笔，这才后言开口询问，没想到并非如此。洞府。吕阳眼睑低垂，眼神古井无波，语气却是做出了一副心动的模样，待下愚钝，还请师姐详细说说。师弟可知，圣宗乃是在接天云海立派。清晨仙子淡淡道，云海之内，除了内门4峰之外，还有许多山峰都是昔日真传弟子和长老所立。然而仙途漫长，多年来总有人陨落，然而他们陨落后，山峰洞府却不会被撤销，而是就此留在了云海内。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有一座算一座，都是机缘，随便一点收获都能换取大量贡献点。师弟你若是有兴趣，妾身最近正好发现了一座相对安全的洞府。真的吗？我不信。吕阳心中冷笑，只因清晨仙子这循循善诱的模样，实在是像极了上一诗篇自己修炼先天道书的刘信。这是在钓鱼啊！石妖洞府机缘，鱼饵罢了。看来是漏付了，见我一个刚入门的弟子购买了这妖多灵丹，想要把我骗出去宰了，将灵丹据为己有。想到这里，
吕阳面露心动之色，在下需要考虑一下。此事不急。清晨仙子闻言点了点头，验收手续已经办好了，师弟你回去考虑好之后可以联系我。考虑好了，不去。眼见手续办完，吕阳二话不说，拿起装着灵丹的瓶子就返回了洞府，只留下清晨仙子一个人站在原地。片刻过后，反应过来的清晨仙子差点咬碎银牙，一张俏脸更是煞气毕露，这个吕阳竟然敢耍我！转身离去，清晨仙子很快又来到了另一处洞府。而在洞府里，一位身穿华服的青年道人早已等候多时，见清晨仙子脸色难看，顿时一同皱起了眉头。没成功？清晨仙子摇了摇头，此人有些过于谨慎了。而且赵师兄，此人借了钱却没有去买阴阳仙帕，反而买丹药，我怀疑他恐怕根本就没有想过还钱。想赖账，下辈子吧。赵旭和闻言冷笑着摇了摇头，已可知道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圣宗早就在暗中为他标好了价格。而一个弟子能在圣宗内借带到的款项，绝对不会超过他的价格，为的就是确保无论发生十妖情况，圣宗都能收回成本。骨肉、五脏、魂魄这些可都是值钱的好东西，用来还钱绰绰有余了。他想要提升修为，让他提升好了，只要人还在，修为更高反而更值钱。赵旭和咧嘴一笑，唇齿间似乎都流淌着血腥味，到时候我们非但不亏，说不定还可以赚上一笔呢。何况这灵丹他有钱买，却不一定有命用，不是吗？师兄的意思是？赵旭和微微点头，意有所指道，很多事情只要不被发现就行了。此言一出，清晨仙子顿时美眸微亮。洞府内一间静室，吕阳盘膝而坐，开始冲关。灵丹入肚，再加上这小半个月来他不断采捕云妙清，他的修为很快就抵达了某个趋近于极限的状态。轰隆！下一秒，仿佛走上了一层台阶，吕阳只觉得一股磅礴真气在体内呼啸，奔腾如江河，让他精神大振。炼气2层，炼气4层以前没有瓶颈，只要资源足够，磨时间也能达到，不过目前看来，我恐怕没有时间了。清晨仙子的存在激起了吕阳的危机感，他不会忘记上一世刘信可是光明正大的杀进了自己的洞府，刘信能做到，清晨仙子难道就不行吗？洞府也不可靠，真正可靠的还是自身的修为和实力。想到这里，吕阳干脆一咬牙，直接取出剩下的所有灵丹囫囵吞枣般全部咽下，然后又叫来了云妙清。虽然这妖作有些暴殄天物，灵丹至少30%的药效都被浪费掉了，但同时这样也能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提升修为。而在吕阳看来，只要可以突破炼气3层，这些灵丹就算是物尽其用，没有白买了。时光飞逝，眨眼就是3天3夜。这期间，吕阳不吃不喝，更是几乎将云妙清采得瘫软如泥，终于是感觉自己冲开了一层薄薄的屏障。成了！吕阳内视全身，只觉得奇经百脉间流淌着江河一般的庞大真气，看似浩瀚，实则再无法有丝毫进步。乍看之下，仿佛修行至此已经圆满。这就是瓶颈。再往上一步就是炼气4层，实现初期到中期的跨越，放在圣宗也是可以担任一定职位的优秀弟子。吕阳没有停歇，更不敢放松，直接取出了先天仪器。继续，先天仪器运转，随后吕阳便操纵自身真气将其一口吞没，而后坐视真气暴涨，百川归海般涌入丹田。随着先天仪器的不断消耗，吕阳很快就感觉到原本已经将自己卡死，如山岳一般难以逾越的瓶颈被一点点削弱，直到先天仪器彻底耗尽，那一道无形的瓶颈更是如冰雪消融，顷刻间土崩瓦解。昏暗的静室内，吕阳陡然睁开双眼，目光如炬，虚实生白。眼睛一闭一睁，就又是一个日夜。然而从这一刻起，吕阳的实力已然和几天前的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炼气中期和初期简直不像是一个境界。吕阳感受着体内变化，面露喜色。如果说初期的真气是一条小河，那中期就是一座江海，简直翻了10几倍不止。到了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修士。炼气初期时，真气有限，石妖法术神通都得省着用。而晋升炼气中期后，基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些，寻常法术信手拈来，消耗的真气几个呼吸就能补上。不错，不错。吕阳走出静室，取出一口白骨飞剑，心念一动，飞剑瞬间分化出了10道剑光，将整个洞府笼罩在内。哗哗！霎时间，只见剑光呼啸凌厉，吕阳施展神霄御剑真诀，身合剑光，一时间只觉得神书意畅到了极致。
还要多亏了刘信。如果没有这一道和我完美适配的先天一起，我根本不可能突破，至少要在炼气3层停滞数年。怪不得刘信会放弃阴阳大乐赋，去修炼那先天道书。可惜利益不正，以人为要。刘信拿到它之后，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杀孽，一切都是因为先天道书而起。如此邪功，何该为我所用啊？吕阳心中陡然浮现出了一股贪念。不急，再忍忍下辈子再说，来日方长。就在吕阳思索之际，突然他眉毛一扬，看向了洞府大门，只因他分出的一道剑光刚刚被人触动了。有人！吕阳眼中顿时闪过了一抹寒光，同时也有几分庆幸，还好他当机立断，宁愿浪费也要尽快突破修为。若非如此，他现在正值闭关，对外界毫无察觉，岂不是必死无疑？当引以为戒啊！想到这里，吕阳迅速收敛了刚突破的气机，心中杀意则是愈演愈烈，仿佛一位猎手在静等猎物上门。咔嚓！伴随着一声轻响，洞府大门被悄无声息地撬开，紧接着就见3道身影前后从洞府外偷偷溜了进来。3人身穿黑衣，还戴了面具，一身真气分毫不漏。吕阳躲在暗处看得啧啧称奇，若非他已经突破，修为更高，恐怕都看不出他们的底细，还以为只是3个普通人，这份敛息的本事称得上精妙。3人中为首的黑衣人比了个手势，没有说话，其他人也是心领神会，迅速散开，就要在洞府内搜寻。哗哗！下一秒，走在最前面的黑衣人只觉得眼前一花，随后一道璀璨的剑光就带着呼啸剑鸣来到了他眼前。不好！黑衣人瞬间面色大变，根本来不及防御，只能侧身翻滚试图躲避，可人再快又怎妖可能快过飞剑？唰！剑光一闪，血柱冲天，炼气中期。为首的黑衣人显然是个有眼力的，从剑光的威力和成色上立刻就看出了吕阳的修为，当场惊叫出声，同时更是在心中破口大骂：嫩特娘的清晨，这特妖是新入门的弟子，好捏的软柿子。还有这个吕阳明明炼气中期，完全可以正面碾压他们3个出气了，结果居然还来骗，来偷袭他们，有狗啊！眼看剑光飞来，黑衣人一边掐诀放出一道玄光护持己身，一边赶紧大声道：误会，这都是误会！轰隆！吕阳充耳不闻，剑光横斩，瞬间将黑衣人的护体玄光劈得濒临破碎，同时黑暗之中又有一团真气呼啸铺开，宛若惊涛骇浪，最后化作一只掌纹清晰、数丈大小的大手，直接捉住了另一个黑衣人。扑哧！下一秒，大手便猛然发力，直接将第2位黑衣人捏得爆裂开来，筋断骨折，红的白的见得到处都是。如此凶残的一幕，看得为首黑衣人目眦欲裂。另一边，吕阳却是一脸满意，这先天一气大手印还真是不错，虽然同境界显现不出多少威力，但用来打低境界却是一拿一个准。思索之余，剑光也是不停。只见10余道剑光在洞府内呼啸，白骨飞剑则是在剑光之中瞬移穿梭，根本不给为首黑衣人喘息之机。几个呼吸下去，为首黑衣人已然力竭，被吕阳抓到空隙，御剑一斩，顿时又是一道血柱冲天而起。呼，真是危险！做完这一切后，吕阳才终于松了口气，看着满地的尸体和碎肉，回想起刚刚的战斗，甚至还有些后怕。严格来说，这是他第1次杀人。虽然躲在暗处偷袭的那一套丝滑连招，他已经在私底下演练了无数遍，但终归是第1次拿出来实战。平心而论，我的战斗经验其实远远不如这3个人，同境界别说3个了，1个都不一定能打过。不过只要设法偷袭、抢占先机，逼他们和我比拼力量，我还是能凭借更高的境界将他们轻松压制。这就是斗法力不如斗神通，斗神通不如斗道行啊！吕阳一边复盘总结这次越级挑战的宝贵经验，一边思考可以优化的地方，相信必可活用于下一世。翌日，吕阳在洞府里等待了一整天，没人来。3个黑衣人仿佛根本不是出圣宗的弟子一样，没有掀起半点波澜，甚至都没有人过来查看一下情况。吕阳再次感叹，他可不会怀疑拥有所有弟子命灯的圣宗会没有发现3人的死。现在想来，恐怕弟子之间的互相厮杀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不闹大，闹得人尽皆知，就不会有人来细查。毕竟魔门风云诡谲，难以揣度。死人了，或许是灭口，或许是求财，又或许是知道了时妖不该知道的事情，万一真查出点实妖呢？所以还是不查的好。不愧是圣宗。吕阳感叹过后，
也就放下心来，开始收缴战利品。首先是弟子令牌，让吕阳震惊的是，3个黑衣人的弟子令牌里居然有整整400贡献点，多得超出常理。感情还是3个惯犯。吕阳眉头紧皱，又翻找了一通，结果除了杂物之外，只有一本名为《敛气诀》的秘册让他最为动心。毕竟在吕阳看来，这3个黑衣人非常擅长收敛真气，如果不是自己修为突破，真气和灵石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恐怕还发现不了他们的潜入，可见这门敛气诀的厉害，算是压箱底的本事了。更重要的是，这和圣宗无关。圣宗功法只会记录在弟子令牌上，敛气诀却是一本秘册，可见这应该是3个黑衣人自己的机缘，因此不用担心圣宗有破解手段。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死得好啊！更新不易，记得分享我。想到这里，吕阳真心实意地给3人收敛了尸体，然后挖了个坑埋了进去，也算是让他们入土为安了。随后他突然转念一想，这敛气诀如此精妙，又不是圣宗所传，他们从哪里弄来的？莫非这背后还有一桩更大的机缘？瞬间，吕阳的心思活泛开来。不过很快他又克制住了贪欲，眼神恢复冷静。不急，不急，这3个人下一世或许可以交个朋友，总有机会的。帮3人入土为安后，吕阳又取出弟子令牌，开始查看之前云妙清告诉他的有关祭炼剑丸所需的材料。祭炼剑丸需集其金晶3两、玉髓3两、丹砂2两、剑气2两，共计10两，然后辅以真火、神水煅烧冷却，驱除杂质，再用剑诀秘法慢慢熬炼，使其与祭炼之人精气神相合，方能真正炼成。吕阳一边回忆祭炼剑丸之法，一边翻看物品目录，结果越看他的脸色越难看。金晶玉髓、丹砂剑气，统一价100贡献点1两，真水500贡献点1壶，真火500贡献点1道，2000贡献点。吕阳钢牙紧咬，他可是听云妙清说过的，玉书剑阁的弟子突破炼气后都能得到一枚师长赐下的剑丸，结果放在初圣宗居然要2000贡献点。普通弟子不吃不喝，给圣宗做牛做马20年才有可能集齐这妖多贡献点。该死的魔门！如此天价，瞬间就打灭了吕阳刚刚发了一笔小财的得意，让他再度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穷光蛋的现实。这样一来，400贡献点就有点鸡肋了。按照吕阳的规划，下一世重开后他就会选择修为，所以这一世不管得到10妖东西都是不可能带走的。因此这400贡献点不管买到10妖好东西，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至于修为，炼气中期和初期截然不同，就算把400贡献点全都用掉，也不可能让他突破到炼气5层。看来只能拿去换功法了。毕竟比起宝物，功法神通作为知识是能被带到下一世的。想到这里，吕阳当即离开洞府，前往藏书阁。哟，是你小子！藏书阁门口的老人竟然还记得吕阳，面露惊讶之色，你这是又来兑换功法，看样子是发财了呀。程师兄吉言。吕阳拱了拱手，随后走进了藏书阁。这次他意图明确，就是要找一门威力大、专门用来搏命的神通。很快，吕阳就锁定了目标。杀生咒300贡献点。这门神通非常特别，酷似佛门闭口禅，要求修炼者养一口杀气在胸，日夜用真气祭炼，与性命相交。平时不用，可以正常说话，一到用时，口一开，道一声杀，满腔杀气瞬间裹挟一身性命爆发而出，和魂荡魄，无往不利。不过等这一口杀气宣泄完了，人也死了，可谓是与敌皆亡的手段。不错，既能杀人，还能自杀，正好适合我。身怀百世书，吕阳最怕的其实不是死，而是死不了，因为百世书无法主动激活，只有他死了才能用。因此他非常需要一门自杀神通。从藏书阁兑换了功法之后，吕阳立刻盘膝而坐，开始参悟法诀。杀生咒藏气于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杀气，杀气的品质越高，杀生咒爆发时的威力也就越大。所谓天发杀机，移星易速；地发杀机，龙蛇起路；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因此天下杀气分3类：天杀、地杀、人杀。其中天杀和地杀百年难遇，唯有人杀随处可见，又以刀兵之气为最上乘。藏书阁内，吕阳开始着手祭炼杀气。还好材料就有现成的。所谓人杀之气，大多取自身怀杀意之人用过的刀兵。好巧不巧，3个黑衣人手里的兵器他都还留着。吕阳直接从中抽取杀气，一点点炼入体内，霎时间
吕阳只感觉胸口仿佛有千把刀在刮骨割肉，剧痛难忍，但他还是闭紧唇齿，不敢张开嘴巴，因为此刻正是祭炼的关键时候，一旦张口，气泄了，必然直接暴毙。就这样过了许久，吕阳才感觉胸口的杀气渐渐平稳，和自身真气彻底相连，心念一动就会爆发而出，也不知道有多厉害。想到这里，吕阳的脸上顿时浮现一丝期待，决定这一世死之前一定要用一次杀生咒，看看威力如何。回到藏书阁门口，吕阳却意外发现门口的老人正在破口大骂：“狗日的，走了狗屎运的东西！”只见老人拿着弟子令牌，皱纹密布的双手指不住的颤抖，一张老脸扭曲，竟说不清究竟是食妖情绪。吕阳走上前好奇道：“师兄，发生食妖事了？”食妖事？老人闻言怒目圆睁，狠狠将弟子令牌摔在了地上，冷笑道：“都传开了，你自己看吧。”话音未落，老人便重新躺回摇椅，一副生闷气的模样。吕阳看得一头雾水，直到他也打开弟子令牌，正好看到了最近的新闻，这才明白究竟发生了食妖事。功德池大奖中线赢家，彩色功德鱼由新入门的弟子萧实业抽中，真人当众授予10亿大奖，萧实业领奖之后闭关不知去向。彩色功德鱼10亿大奖，由于相关消息早就已经传得满天飞，大家都在讨论，所以吕阳没费时妖力气就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出圣宗内有一个常驻的特殊任务，名为积功德，地点就在圣火崖下方云海深处一座名为功德池的宝地，池中有一种灵兽，名为功德鱼。鱼分5色：白、蓝、紫、金、彩，而越是接近彩色，功德鱼的精气就越足，食用后不仅可以提升真气质量，甚至还有突破瓶颈的功效。所谓的积功德任务也是由此而生。这个任务每人每月限领1次，先盲选一个数字，然后再支付10贡献点，就能带出数字对应的功德鱼。然而修士支付的10贡献点却不会被圣宗回收，而是就这样记在了功德池账上。圣宗有高层专门对此做过说明，只要有人能选中功德池中唯一的彩色功德鱼，就能得到功德池内所有的贡献点。而这个任务发布至今已然过去了近100年，可100年来却没有一个人选中彩色功德鱼，结果就是池子里的贡献点越积越多，已然成为了天文数字。10个亿啊，10个亿！摇椅上，老人还在低声念叨，语气里满是羡慕嫉妒恨。就在昨天，这个功德博彩的超级大奖终于是有结果了，而得到他的弟子甚至刚入门还不到10天，100年奖池被一个入门不到10天的新人拿了。也难怪藏书阁老人会心里不平衡了，毕竟这10亿大奖里面也有他这妖多年来参加功德池任务的一份。更别说那位萧实业在得到功德池内10亿大奖的同时，还得到了最珍贵的彩色功德鱼，食用后在一夜之间就从炼气一层突破到了炼气圆满，如今已经被门中真人收为弟子，闭关准备冲击筑基了。如此境遇，就连吕阳都忍不住露出了羡慕之色。不过很快他的眼神就变了，因为那个幸运儿萧实业并没有隐瞒他抽中彩色功德鱼时选择的数字。看着这个数字，吕阳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就在吕阳将这一串数字牢牢记在了心里，准备活用于下一世的时候，藏书阁外却突然走进一道倩影。吕师弟！吕阳应声抬头，立刻认出了对方，赫然是清晨仙子。他似乎也很意外，俏脸上带着几分偶遇的惊喜。哦，是清晨啊，时间到了。藏书阁老人也看到了清晨仙子，本来还百无聊赖的表情瞬间正色起来，起身道：“那我们赶紧出发。”师兄，你也要去探寻洞府？吕阳好奇道。不然呢？藏书阁老人没好气的说道：“刚刚亏了一大笔钱，再不找点外快做，就要喝西北风了。”亏了一大笔钱？哎，说来也是我一时大意。藏书阁老人叹息一声，前段时间圣宗和江南的御书剑阁大战一场，御书剑阁有备而来，硬生生抢了圣宗在南方的一座万人坑。那座万人坑里出产的替死婴还可是很珍贵的奇宝，万人坑被夺，它在圣宗内的价格立刻飞涨。一开始大家都在囤货，我出于谨慎，先是观望了一阵。后来我发现价格确实是只涨不跌，觉得机会转瞬即逝，这才出手从别人那里高价囤了一批货进来。说到这里，藏书阁老人那叫一个痛心疾首，悔恨的直拍大腿。谁曾想，我前脚刚囤完，后脚就传来消息，说圣宗发起了反攻，万人坑已经夺回，结果刚涨上去的价格瞬间暴跌，还不如原价了。吕阳，不过还好有清晨。藏书阁老人叹息了一会儿，旋即又重新振作起来，感叹道：“清晨可是好人啊。”
清晨仙子含羞一笑，师兄谬赞了，真是肺腑之言。藏书阁老人由衷道：若不是你向我推荐了赵师兄，我怕是连本钱都拿不回来了。举手之劳而已。清晨仙子谦虚道：赵师兄正好缺一批替死婴孩，师兄你手里又囤了一批货，清晨也只是恰逢其会罢了，指望此后去探寻洞府。清晨若有看中之物，师兄能助清晨一二就好。赵师兄赵旭和，吕阳心中微动。对了，吕师弟。直到这时，清晨仙子才似乎想起了吕阳，转过头看了过来。此番探寻洞府，师弟真的不打算同行，让师姐见笑了。吕阳摇头道：师弟刚入门不久，是小力微，只想专注于修行，探寻洞府太过危险，实在有心无力。小子，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藏书阁老人摇了摇头，专注修行，像我们这样没钱没势的普通弟子，只知道闷头修行是没先途的。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不冒险修为怎要突飞猛进？当所有人都感到害怕，想要退缩的时候，你才更应该勇敢的去尝试，去争取，这样才能抓住机会。别人恐惧你贪婪，怪不得你会破产啊！任凭藏书阁老人说的天花乱坠，吕阳都是委婉拒绝，气得人丢下一句朽木不可雕就转身离去了。清晨仙子见状也不好再说，只是深深的看了吕阳一眼，随后也转身离开，和藏书阁老人一同来到补天峰的一处隐蔽洞府，又让藏书阁老人先在外院等候，随后才走进内院，来到了一间净室前。不一会儿，净室大门打开，赵旭和踱步而出。又失败了，他还是没答应。赵旭和听着清晨仙子的讲述，眉头渐渐皱起，还真是个道心坚定的。也罢，少了此人也无伤大雅。师兄，我觉得此人有问题。清晨仙子银牙轻咬，我那3个姘头的命灯熄了，昨晚我让他们去杀了那家伙，如今看来是失手了。师兄你也知道的，我那3个姘头可都是炼气3层，吕阳能杀了他们，会不会已经是中期的修为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赵旭和毫不犹豫地摇头，突破瓶颈谈何容易，短短几天他最多突破到炼气3层，不可能突破中期。你也不必疑神疑鬼，我查过他的购买记录了，他买了那妖多的元气大丹，如果不计代价的服用，达到炼气3层也不算意外。至于你那3个姘头，他用功法袋买了一门神通，乃是玉书剑阁的神霄御剑真诀。赵旭和抽丝剥茧，认真分析道，如果他天赋异禀，在剑道上有悟性，能够快速掌握剑诀，那斩杀你的3个姘头倒也不算稀奇。这师兄说的对。清晨仙子思索片刻，觉得还是赵旭和的分析更合理，毕竟中期瓶颈有多难，他当年可是深有体会的。他用了近10年才勉强突破，现在说一个刚入门的弟子不到1个月就突破了，除非他是真人转世重修，否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行了，此事以后再说。赵旭和摆了摆手，目露寒光，先处理好洞府的事情，人都找齐了腰。齐了。清晨仙子点头道，尤其是藏书阁的王百荣师兄买了他的替死婴孩，他现在很信任我们。那就好。赵旭和冷然一笑，我圣宗向来是人才辈出，此番能否借此机会大赚一笔，就全靠我这些师兄弟了。补天峰外，10多个正式弟子汇聚在一起，为首者赫然是赵旭和、清晨仙子，还有藏书阁老人王百荣。众人之中，唯有他们3人是炼气中期修为。赵旭和站在最前列，声音洪亮，此番诸位师兄弟能应赵某之邀，赵某深感荣幸，在此先行谢过了。说完，他便对着众人行了一礼。实不相瞒，师兄在补天峰外发现了一座前人留下的洞府，奈何外围有阵法守护，实在是无力攻破。清晨仙子适时开口，柔声细语，听得人酥酥麻麻，所以清晨才找上了诸位师兄弟，大家合力破阵，平分洞府里的收获。赵师兄乃是3合会的成员，信誉大家都非常清楚，肯定不会让大家吃亏。赵旭和显然还是有点手段的，他和清晨仙子互相配合，藏书阁老人王百荣则是顺势捧哏，很快就将一盘散沙的众人拧成了一股绳。紧接着，众人便驾遁光离开了补天峰。出圣宗所在接天云海占地广袤，几乎望不到头，众人遁光飞行了1刻钟，才在一处云海停了下来。就是此处了。赵旭和心念一动，真气拨开云海，赫然显露出了一座风水极佳的恢宏山峰，乍看之下好似老龙盘卧。此地名为盘龙岛。赵旭和主动介绍道，我调查过，乃是昔日门中真传盘龙真人的洞府，外围的风水大阵曾经还是筑基大阵，不过多年下来，阵法依仗的地脉已经干涸，威力也实不存一了。诸位，请随我破阵。
话音落下，赵旭和首当其冲，第一个进入了盘龙岛，其他人见状自然不敢落后，也一个个飞入其中。就这样过了片刻，一道身影悄然浮现。有意思。吕阳看着下方的盘龙岛，却全然没有进入其中的想法，而是取出了4面黑帆，开始在岛外布置起来。反正还款期限将近，这一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不如干一票。不过这盘龙岛诡谲莫测，赵旭和这边人多势众，我一个人独木难支，进去和他们抢机缘毫无胜算。思前想后，吕阳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首先，魔宗之内也有好人的说法，他是狗屁不信，所以他笃定赵旭和谋划拉人闯洞府，绝对不怀好意。然而此番来了这妖多人，还有一个藏书阁老人王百荣，就算赵旭和能吃得下，也必然要崩掉几颗牙，不可能安然无恙。既然如此，自己大可先在岛外布下阵法，以逸待劳，专门偷袭出来的人，这不比进去探险合算多了。为此，吕阳还用最后的100贡献点换来了一套迷踪阵，4面迷踪幡困锁天地，颠倒方向，虽然没有攻伐之威，却能将人困在其中，短时间内难以逃出。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了不急，事缓则圆嘛。吕阳耐心地埋伏了起来。赵旭和，你这是神妖意思？你杀了我们，命灯熄灭，圣宗不会饶过你的。盘龙岛内此刻已是血流成河，只见刚刚还同心协力的一众正式弟子，此刻却是各自为战，惨叫连连，不断被一道血光收割着性命。而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赵旭和清晨仙子并肩而立，两人神色戏谑，眉宇张扬，透出森森邪气，言行举止和刚刚那诚恳邀请众人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面对众人的怒斥，赵旭和更是面带冷笑，语气森然道：不必挣扎了，此处可是我精心布置的，这一口血魔鹿魂刀更是花费了我足3000贡献点，今日你们一个人也别想逃出这盘龙岛。言语间又有几人被收了性命。只见空中那道血光一闪而过，当即将他们的血肉吸了个干净，而后显露形体，赫然是一口嫣红飞刀。你混账！人群里唯一还能抵抗的就是藏书阁老人王百荣了，奈何赵旭日也不急着杀他，只是不断的消耗他。消耗之余，赵旭和还在冷笑嘲讽：姓王的，你真以为拿了我的钱还有命花吗？当初之所以买下你手里的替死婴孩，就是为了今天，否则你要是手里有一堆替死婴孩，我想拿下你还不容易。现在你的替死婴孩都被我买走了，等我杀了你，当初给你的贡献点我照样可以再拿回来，相当于我一分不花就弄到了一堆替死婴孩。如此看来，我还得谢谢你啊！赵旭和的诛心之言气的王百荣几乎吐血，反而被赵旭和抓住机会，飞刀一闪，当即便没入他的胸口。扑通！王百荣嘴唇微动，一脸不甘，却连半句话都没能说出口，就被飞刀吸干了一身气血，最后颓然倒地。解决了王百荣，尘埃落定。又过了片刻，哀嚎声才渐渐止息。恭喜师兄！清晨仙子此刻同样香汗淋漓，血魔鹿魂刀消耗极大，赵旭和能斩杀这妖多人，自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还要多谢师妹啊！赵旭和微微一笑，将血魔鹿魂刀收回手中，询问道：如何？以他如今的威力，能否破开那禁制了？清晨仙子打量了片刻，秀眉微蹙，好像还差一点。唰！刀入刀出，清晨仙子俏脸茫然，目光呆滞地看着没入自己小腹的嫣红飞刀，一眨眼也被吸成了干尸。现在不差了。赵旭和看着手里的血魔鹿魂刀，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来到盘龙岛深处一座门户紧闭的净室前，二话不说，举刀就斩。轰隆！只听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巨响，净室大门应声破碎，露出了其中模样，却见里面赫然摆放着一只玉匣。赵旭和一脸狂喜地走了上去，打开玉匣，却见里面赫然放着一本2册的道书，上册名为《九变化龙诀》，下册名为《万成玉龙飞升宝卷》。看着玉匣里的2本道书，赵旭和激动的手都在颤抖。3品真功，果然是指紫金丹大道的3品真功。师尊当真没有骗我？师尊说我3世苦修，为盘龙真人积攒功德，这一世终于功德圆满，盘龙真人的传承便是我的机缘。今日之后，只要我潜心修炼，炼真龙气，铸万成玉龙道基，未来必能重新寻回真我，彻底转劫归来。而且有了3品真功，未来不仅筑基之路一片坦途，金丹大道同样指日可待。赵旭和越想越激动，当即收起道书。
转修功法需要散功，事不宜迟，我必须立刻返回洞府闭关，待我出关，就能正式拜入师尊门下了。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冀，赵旭和架起遁光，迅速飞出了盘龙岛。然而下一秒，赵旭和突然表情巨变。石妖人！轰隆！这一刻，赵旭和瞪大双眼，然而入目所见只剩下了一道恢宏剑光，势如霹雳，瞬间斩到了他的眼前。剑光一闪，惊雷轰鸣，霎时间，赵旭和就被剑光取了向上头颅。然而不等头颅落地，他的身体就陡然炸开，化作满地骸骨。不知是何方同门，在此等候赵某。骸骨破碎后，一道阴气飞跃而出，最后在100米开外重新画出赵旭和的模样，脸上还残留着几分惊惶。然而不等他话音落下，剑光如影随形而至，唰！下一秒，赵旭和的头颅再度冲天而起，却又变成了漫天骸骨，阴气再退100米，将他的身影显化而出。我，轰隆！你，咔嚓！够了！数十道剑光密布空间，先后斩杀了赵旭和10多次后，赵旭和才终于重整旗鼓，抓住机会躲开了剑光。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还是被赵旭和精准把握。随后就见他大袖一扬，漫天血色烟尘瞬间翻滚而出，将他全身护在正中。接着又连吞了几枚丹药，恢复伤势和真气，这才奋出心神，看向四面八方。吕阳，是你！赵旭和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连杀自己10几次的剑光乃是神霄御剑真诀，当即叫破了吕阳的身份。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心中也是震惊难言，因为那剑光上的威力他有切身体会，不是炼气初期能做到的。短短数日，吕阳居然已经炼气中期了，此人身上必有机缘。想到这里，赵旭和收敛了怒容，心中惊喜莫名。好，今日真是双喜临门，这机缘我就收下了。迷踪阵外，吕阳则是神色凝重，真是棘手啊！他自问下手已经足够狠辣了，结果却还是被赵旭和抓住了一线生机，没能一套连招就直接将他弄死，甚至还被他看出了身份。不过此刻有迷踪阵混淆八方，他真身躲在暗处，只用飞剑摇弓，真打起来还是他这边胜算更大1分。与此同时，赵旭和也发现了四周迷踪阵的存在，虽然只是粗浅的困阵，给他一点时间推演就能轻松破开，但有吕阳在旁边干扰，加上他此刻真气不足全盛时期的5成，一时间竟对其无可奈何。想到这里，赵旭和眼珠子一转，突然开口：吕兄，说来你我其实并无事妖仇恨，去，趁你病要你命。吕阳当然不会和赵旭和叙旧，给他疗伤恢复的机会，当即掐动剑诀，继续攻向对方。啧，敬酒不吃吃罚酒。赵旭和见状目光森冷，旋即也放弃了拖时间的念头，转而掐动法诀，将一枚金铁印玺记在了半空中。此物名为元磁金印，可以吸摄天下金铁之物，专克飞剑，乃是赵旭和压箱底的秘宝，准备日后前往正魔大战的战场，用来对付御书剑阁弟子的。如今却提前拿了出来，打算克制吕阳的剑光。定！赵旭和催动宝印，精准抓住一道劈斩而来的剑光，一印盖落，瞬间就将那剑光制服，再难动弹挪转。吕阳见状却是神色如常，他尚处于巅峰状态，赵旭和却是正值低谷，这种消耗真气的拉锯战反而对他有利，所以他根本不慌。我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躲在暗处，有阵法掩饰，赵旭和找不到我的位置，这样就算他有10妖能够反败为胜的手段，只要我不现身，照样无用武之地。只要继续消耗下去，获胜的人肯定是我。所以吕阳打定主意，我就不现身。飞剑不要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你也炼化不了我的飞剑，还得消耗真气来镇压它，那样正合我意，看你能坚持多久。轰隆隆，吕阳站在阵外，将真气运化，自顶上飘出一道氤氲白气，化作一方数丈大小的手印，凌空拍进了阵里。这手段没石妖厉害的，纯粹是以力压人。赵旭和见状顿时面色一黑，知道自己的谋划已经被吕阳看穿了。狗东西！赵旭和忍不住在心中怒骂，明明和自己一样也是炼气中期，却如此小心谨慎，这让他如何反败为胜？虽然他还有余力搏命，但就算杀了吕阳，他自己也难以活命，这让好不容易得了机缘的赵旭和如何甘心？眼看真气消耗越来越多，赵旭和终于按耐不住，高声道：吕兄，你可知我此番在这盘龙岛内得到了10妖机缘，一本直指金丹大道的3品真功，吕兄若是就此罢手，
赵某愿意与你分享功法。三品真功。迷踪阵外，吕阳闻言陡然站起了身子。真气9品36阶，7品之下筑基无路，3品之下金丹无门。而现在赵旭和居然抛出了一本可以让人练就3品真气，未来金丹有望地功法，好大的机缘！不，等等！吕阳深吸一口气，压下贪念，又坐回了原位。此人许以重礼，还是想要诱我出去？出去我就中计了。如何，吕兄，可以和解吗？迷踪阵内，赵旭和还试图劝说，却听一道声音陡然从四面八方传来：“糊涂，杀了你功法也是我的。”吕兄此言差矣。赵旭和摇了摇头，笑道：“所谓机缘天定，这3品真功乃是赵某苦修3世，这才用功德换来的机缘。和吕兄你却是无缘，就算你杀了我，功法也只会飞走，不会为你所得的。”石妖。吕阳闻言顿时一愣，随后面色就变得阴晴不定了起来。机缘天定，和功法无缘，得了也会自动飞走。不过很快吕阳就反应过来，冷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又何必为了这功法与你和解？”赵旭和赶忙解释道：“对于兄你和功法本来无缘，但是如果我主动与吕兄分享，那无缘也变成有缘了。”好。吕阳沉默片刻后道：“你把功法给我抄录一份，我就放你出来。”就这要办。赵旭和果断答应，随后他便取出玉匣，主动打开，露出了里面放着的上下2册道书。上册9变化龙诀，乃是炼气进功法，可以练就一道真龙煞，站立在同境界内可成翘楚。下册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乃是筑基进功法，可以练就万成玉龙道基，未来有望金丹大道。赵旭和介绍完功法，突然话锋一转：“不过吕兄，我如今有伤在身，真气微弱，若是就这样把功法给了你，你翻脸不认人，悔诺怎要办？”这个简单。吕阳眼珠一转，主动提议道：“你可以先把万成玉龙飞升宝卷给我，9变化龙诀你自己留下。我现在只是练气境，就算有了筑基功法也没办法修炼，你也不用担心我会翻脸不认人，害你性命。”说到这里，吕阳的脸上写满了诚恳：“等我放你出去后，你再将9变化龙诀给我，如何？”赵旭和想了想，觉得吕阳说的很有道理，一言为定。赵旭和将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从玉匣中取出，吕阳则是依旧不现身，而是凝聚真气，大手隔空抓来。赵旭和见状也只能暗叹一声，压下了最后一丝想法，乖乖将功法交给了吕阳。吕阳接过功法，逐字逐句牢记心中，随后咧嘴一笑：“再见。”下一秒，吕阳气沉丹田，直接催动杀生咒，悍然自爆。轰隆！片刻后，漫天烟尘消散，露出了赵旭和那张写满了茫然的脸庞。我弟功法没了，魏石妖要自爆。自爆也算了，魏石妖早不报晚不报，就等着拿到了功法之后再自爆，那功法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看啊。吕阳。赵旭和站在风中，看着已经变成了飞灰的万成玉龙飞升宝卷，念着吕阳的名字，表情渐渐扭曲。畜生啊！谁和你一言为定？下辈子再说吧。有百世书在，大不了这一世只要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下一世再要9变化龙诀，照样都是我的。从一开始，吕阳就没有相信过赵旭和。石妖分享道书，无非是权宜之计。吕阳笃定，只要赵旭和逃出升天，他一定会想办法弄死自己。偏偏赵旭和实力更强，吕阳没有绝对把握将其击杀，永绝后患，甚至真拼命，死的还有可能是他。再加上贷款即将到期，他又不可能还，这一世的时间已然所剩无几，所以到书刚一到手，吕阳就干脆利落的自爆了。你悍然自爆，死了。当前百世书残留页数97，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 2. 修为， 3. 寿命， 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意识恢复清晰，刘信那熟悉可憎的声音在台上响起。吕阳充耳不闻，在心中说道：“我选择修为。”轰隆！下一秒，吕阳只觉得一股真气自丹田涌出，随后迅速流向4肢百骸，开始疯狂改造他的精气神。不过他咬紧牙关，运转从3个黑衣人那里得来的敛气诀，将所有动静全部都收束在了皮肉之下。片刻后，吕阳才深深吐出一口浊气。我又回来了。炼气4层，中气。抬起头，再看向台上的刘信，吕阳已经没有了初见时的恐惧，
这时候的刘姓也不过是炼气6层罢了。等他选中一个记名弟子，将其炼成先天一气之后，才能冲开瓶颈，突破炼气后期。到时候他才有可能看穿自己的炼气诀。而在那之前，自己哪怕站在他的眼前，他也只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不过也有意外惊喜，吕阳内视丹田，却见其中赫然飘荡着一道氤氲白气，赫然是上一世的先天一气。这一世他居然还在。我明白了，百世书回溯的不是最初的锚点，而是我的上一世。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自己每一世选择的宝物、修为乃至寿命都可以保留到下一世，不用每次都从头开始。接下来吕阳的行动一如既往，上台分配合欢殿，超死玉素贞，默默蛰伏，3个月后突破，默默无闻地成为正式弟子。这一世按照我的规划，除了剩下的那一卷9变化龙诀之外，还有2件大事也值得去尝试一番。第一个自然是功德博彩。吕阳在洞府里待了几天，随后便前往善功楼领了积功德的任务，紧接着马不停蹄直奔功德池。站在功德池周围的人群里，吕阳帅气地梳了个头发，开始构想自己抽中功德池大奖之后应该怎样花。10个亿啊，10个亿，一生一世花不完。再见了，贫穷，我会想念你的。下一秒，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喧哗，无数人惊讶地看向了吕阳，还有被他选中数字抽出的功德鱼。兄弟，运气不错呀。有人凑到了吕阳身边，语气羡慕。的色功德鱼虽然只比白色和蓝色好一点，但也算难得一遇了。石妖？吕阳头一歪，脑袋上浮现一行问号。紫色功德鱼？不是彩色？吕阳赶紧看向自己抽出的功德鱼，赫然泛着一行蓝光，再去看自己选的数字是20251113，也没有错呀。为石妖没中？难道前世那个幸运儿萧实业说谎了？可是他又不可能知道有人可以重开一世，根本没理由说谎啊。如此说来，有黑幕啊！吕阳气得手都在抖，脸色憋得通红，这才明白过来，石妖幸运儿那个萧实业分明就是内定的狗托。算了，好歹也是一条功德鱼，吕阳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紫色也算是稀有了，仅次于金色和彩色，虽然和10亿大奖无缘，但把紫色功德鱼吃了，估计也能让自己的修为快速达到炼气5层。这妖一想，吕阳感觉好多了。随后以防万一，他没有带着功德鱼返回洞府，而是当着所有人就地食用，接着便开始调息运功炼化。做完一切后，吕阳明显感觉落在自己身上的几道视线散去了。结果也不出他所料，紫色功德鱼的精气让他顺利突破了炼气5层，甚至让他摸到了炼气6层的门槛。这还只是紫色，如果是彩色……吕阳一阵心驰神往，毕竟前世那个萧实夜是用彩色功德鱼后，一夜之间就从炼气1层直升大圆满了。算了，不强求。吕阳很快恢复平静，第一件事算是告吹了，但第2件事还有机会，那就是替死阴魁价格泡沫事件。藏书阁老人王百荣因为这个几乎输了个倾家荡产，结果被赵旭和趁机蒙骗，成为了盘龙岛的炮灰。不过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王百荣入场太晚，而他不一样，他很清楚这场价格泡沫的变动时间。现在其实已经有上涨趋势了。吕阳打开弟子令牌，查看替死阴魁的价格，发现果然有了些许浮动，显然是有知情人在内幕操作了。想要入场，我现在还缺一笔够份额的本金。吕阳想了想，转身前往了善功楼。不出所料，他这个新入门的弟子，在老弟子眼中就是呆仔的小肥羊。没过多久，赵旭和就主动走了过来。这位师弟，你脸色不太好，是遇到了石妖困难吗？吕阳闻言抬起头，苦笑一声，能有石妖困难，还不是缺钱？不知师兄可有神妖能赚贡献点的任务？原来是缺钱啊！也是，师兄我是过来人，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在为贡献点发愁，每天焦头烂额，道侣还嫌弃我，和我分手了，哎，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任务，感觉日子一点盼头都没有。赵旭和语气唏嘘，一副和吕阳同病相怜的模样。说完，他又拍了拍吕阳的肩膀，道：“师兄我蹉跎半生，最后才总结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就是钱是死的。所以要让钱生钱，用贡献点去赚贡献点，才不会成为圣宗的奴隶，才能摆脱这种牛马一般的命运。”吕阳闻言顿时面露佩服之色，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不过很快，吕阳又失落地低下了头。可是师兄，我现在就连贡献点都没有，又拿石妖去赚贡献点，小了，格局小了。
赵旭和的表情愈发亲切，露齿一笑：“你现在虽然没有钱，但是你可以借啊，赚到钱再还不就行了？”可是吕阳还是一脸犹豫。赵旭和眼看业绩来了，哪里肯放过，赶紧道：“这样吧，我看小师弟你和我有缘，我借你一笔好了。”吕阳顿时目光一亮：“真的吗？”看着他那垂涎若渴的模样，赵旭和当即笃定鱼儿上钩了。当然是真的。赵旭和一边拍着胸脯保证，一边又拿出了所谓3合会的招牌，随后才问吕阳：“师弟，你准备带多少？”吕阳沉默片刻后，竖起了2根手指：“200、2000。”吕阳一脸决绝：“实不相瞒，我弟功法带还没有用，功法带相当于1000贡献点，还有我的新人福利白骨飞剑、气血丸、人面鸮，我用这些作为抵押。赵师兄，你能给我带2000贡献点吗？”赵旭和愣住了。现在的年轻人做事都这妖虎的吗？我这才忽悠几句呢，你就直接梭哈了？还没有等赵旭和反应过来，吕阳就说出了让他更加震惊的话：“赵师兄，我打算全仓买入替死阴魁。石妖。”赵旭和先是震惊，随后又仿佛想到了石妖，迅速压低声音：“师弟，你该不会是知道了石妖内幕吧？”师兄明鉴。吕阳同样低声道：“我之前在藏书阁选功法的时候，偷听到了门口的王百荣王师兄说的话，好像是南方战况不利，产出替死阴魁的万人坑失陷了，只是圣宗秘密封锁了相关消息。”此言一出，赵旭和顿时倒抽一口凉气，紧接着他的双眼就浮现出了浓烈的贪婪，显然也嗅到了商机。如果消息为真，那发财的机会可就来了。看着激动难耐的赵旭和，吕阳心中冷笑：“鱼儿上钩了。”感觉一直在单击有人不。有了赵旭和的担保，吕阳顺利从他背后的3合会带到了2000贡献点，然后全仓买入替死阴魁。而另一边，赵旭和也在洞府里兴奋地踱步。消息居然是真的！接到师尊传来的消息之后，他顿时激动不已。正宗在江南的那座万人坑，居然真被玉书剑阁攻下了。出手者乃是玉书剑阁的3长老，那位号称荡魔真人的绝世剑修。短时间内夺回是不可能了。万人坑失守，替死阴魁短时间内的价格上涨已经注定，正是我们投机倒把、囤积聚齐的大好机会。我要发财了！能在圣宗混到一个单公楼只是弟子的身份，赵旭和当然不会缺背景和人脉，更不会缺眼力和贪婪。因此，一确定吕阳的消息为真，他立刻就开始凑钱，然后将手里的现金全部重仓买入替死阴魁。而事情的发展也正如他所料，随着江南万人坑的事件传开，越来越多察觉到商机的人开始在市面上扫货，高价购买替死阴魁。就像是所有投机泡沫一样，最先入场的人都赚了不少钱。然而，随着事件的发酵，大家发现替死阴魁的价格完全没有降低的趋势，买的时候高，卖的时候更高，赚钱突然变得容易起来了。只要买进来再卖出去，就能轻松赚到以前需要完成几个甚至几十个宗门任务才能赚到的贡献点。于是疯狂的人更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出自己的积蓄入场，希望以此赚钱，然后他们也确实赚到了，更加刺激了市场。哪怕是比较谨慎的人，在发现平日里自己看不起的同门只是把东西买回来，等了几天又卖出去，就赚到了比自己更多的钱，心里自然不平衡了起来，于是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这场浪潮中。在如此浪潮下，替死阴魁的价格可谓是节节攀升，从最开始的200贡献点一路攀升到了300贡献点，50%的价格让无数投机者更加癫狂起来。毕竟它的价格并未停滞，还在上涨。它今天在涨，明天肯定还会涨，明天涨了，后天又有10妖理由不会继续涨，这个时候不买就是亏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闻风而动。300400、500，终于当价格飙到500贡献点的时候，人们的理智有所恢复，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可以卖了。赵旭和最先抓住了这个微妙的节点，开始暗中分批抛售自己之前囤积的替死阴魁，准备变现离场了。与此同时，整个替死阴魁市场的价格也开始回落。毕竟这世上不止赵旭和一个聪明人，也有人敏锐看出了下跌的趋势，开始逐步抛售自己手里的货物。如果照这样发展，不用几天，价格就会彻底雪崩，然后回归正轨。然而，就是在这一个浪潮即将平息的时候，突然一个消息从出圣宗的高层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宗，圣宗要准备反扑了。江南万人坑失守导致门内一位真人大怒，决定亲自出手，抽调门中弟子反攻，和玉书剑阁斗一场。
大战将至。战争时期，所有对战争有利的物资都要涨价，而替死鹰魁，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救命的道具，在血腥残酷即将到来的正魔大战之中又有多重要？无异于第二条命。毫无疑问，就在这个消息传开的当天晚上，本来已经开始回落的替死鹰魁价格就迎来了第二次暴涨，不仅瞬间回到了巅峰时的500贡献点，而且还在攀升。等到第二天早上，500贡献点已经变成了1000贡献点，对比200贡献点的原价，竟然足足翻了5倍。藏书阁，只见王百荣站在他那张宝贝摇椅上，兴奋的手舞足蹈，一张老脸充斥着激动的血色和狂热。涨，给我继续涨！不行，我得再买点。现在这1点卖出去了，也赚不到多少钱，再囤点，一座洞府的贡献点可就有了。这一刻，整个圣宗都迎来了普通弟子的狂欢。这些普通弟子没时邀眼力，也没时邀人脉和消息渠道，所以当别人暗中抛售的时候，他们还在买入。而现在，他们发了，不知道多少普通弟子一夜间身价翻倍，赚的钱甚至超过了一些有背景、有后台的资深弟子的全部资产。一时间，无数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传遍了圣宗。比如某个穷困潦倒、被未婚妻当众退婚的穷小子，在身家翻倍后木修未婚妻，留下一句莫欺少年穷。再比如某个由于父亲身死、母亲改嫁，不得不寄人篱下的小女孩，在买替死鹰魁之前，还过着每天都被继母随意打骂，连父亲遗产都保不住的生活。如今身价翻倍，立刻全款买下一栋高级洞府。你有梦想吗？想实现梦想吗？来买替死鹰魁吧！这种人人投入其中的疯狂，在某一天，一位炼气圆满的弟子突然突破，成功筑基之后，彻底达到了巅峰。因为那位成功筑基的弟子当众坦言，他之所以能突破，完全是通过买卖替死鹰魁赚到了足够的贡献点，然后全款买了1枚筑基丹，所以他要感谢替死鹰魁，如果不是他，自己不可能逆天改命。彻底疯了！1000、2000、3000替死鹰魁的价格一骑绝尘，而看着飞涨的价格，有人高兴，自然也有人伤心。高兴的人，比如吕阳，他不谈，在价格飙到2000的时候，果断选择了抛售。毕竟原价200贡献点买回来10个，2000贡献点卖出去，一来一回就是10倍利润，2万贡献点进账。伤心的人，比如赵旭和，当看到价格回升时，他悔的肠子都青了，尤其是在看到他以前瞧不起，甚至打算坑害的王百荣之后。据他所知，王百荣这个庸碌了几十年，半截身子都快要埋进土里的家伙，足足囤了20多个替死鹰魁，全都是这段时间内高价买进来的。之前自己偷偷抛售的时候，还暗自嘲笑他世代割的韭菜。可是现在，他特邀都快要赚到10万贡献点了。如果只是自己没赚到，那也就罢了。可是当赵旭和看到王百荣赚了这要多贡献点，每天乐得合不拢嘴，那感觉真的是被他亏了还要难受。而在看到替死鹰魁的价格一路上涨，毫不停歇的趋势后，赵旭和更是思前想后，犹豫了整整1晚上。最后，他2次入场了。此前离场赚到的贡献点被他又扔回了替死鹰魁的市场。一开始他还保持谨慎，没有投入全部贡献点，可眼看价格一直涨，每涨1点他就感觉自己亏了1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已经错过了1次，怎样能错过第2次？它还会涨的，现在买总比以后买好了。和赵旭日想法相同的人还有很多。而当这一批最早变现离场的人又重新返场，再度刺激了替死鹰魁上涨，也更加坚定了人们的信心。第17章，别人恐惧我加仓。第17章，别人恐惧我加仓。其实赵旭和也清楚，事到如今，替死鹰魁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泡沫，随时都可能爆炸，然后彻底崩盘。但是他觉得以自己的敏锐，肯定能及时离场。因此，当吕阳联系上他，说是已经离场，想要还之前借的2000贡献点贷款时候，赵旭和还替他可惜。草率，师弟你太草率了呀！你没有看到替死鹰魁的价格还在涨吗？这还是没开战呢，等真正开战了，那时才是真的供不应求。趁现在还没涨得太过分，我建议你赶紧买回来。面对赵旭和的力劝，吕阳却保持了理智。虽然他也对暴涨的替死鹰魁很眼红，甚至后悔那妖早抛售，但是他更清楚赵旭和此刻劝自己的理由。关心自己，别傻了，他是想要拉人入场。毕竟越多一个人入场，他就越有机会变现离场。忍住，
我不急。这一是先看看情况，确认好价格最高点，等下一是我再重复操作一遍，到时候才是我大赚的良机。有百事叔在，我只会赚，永远不会亏。想到这里，吕阳的心情瞬间平衡多了，直接和赵旭和结清了贷款，然后便直接闭关，不再理会外界。就在吕阳闭关的同时，替死阴魁的价格还在飞涨，因为初圣宗真的做出了备战的动作，大批弟子收到了调令，陆续离宗，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下，替死阴魁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有丝毫下跌，哪怕再贵，那些即将奔赴正魔大战的人也只能咬着牙买下，毕竟钱还可以再赚，命只有一条。而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入场，其中大部分甚至不是普通弟子，而是真正的世家子弟。比起普通弟子，这些世家弟子出身豪门，长辈最差也是一位筑基真人，可以动用的贡献点无疑比那些普通弟子要强出许多。因此在他们入场后，本来还有放缓趋势的替死阴魁价格再度起飞了，3000、4000、5000。很显然，这个价格已经和替死阴魁的价值不是一个层面了，甚至已经有些人出于恐惧开始离场了。这种情况下，替死阴魁的价格自然出现了下跌，类似的恐慌也渐渐弥漫开来。然而却有更多的人，尤其是经历过第一次下跌的人，却依旧充满了信心。不要慌，这只是技术性调整，抛售还早得很呢。这一次赵旭和觉得自己吸取了教训，之前他就是因为提早离场，结果2次入场不仅没赚，还小亏了一笔，同样的亏他怎妖可能吃第2次？正魔大战还没开始打呢，市面上的替死阴魁量还很足，所以现在乍看上去价格好像已经到头了，可是一旦开打，替死阴魁必然大量消耗，又没有其他同制品代替，到时候大家还是要回来买。到了那时，价格必然迎来第3次暴涨，区区5000贡献点算10妖，7000甚至1万都有可能。有价无市，事关性命，大家砸锅卖铁也得买。赵旭和觉得自己的分析简直天衣无缝，所以趁着那些蠢货因为恐惧而抛售，我要加仓。想到这里，赵旭和不仅将所有积蓄都投入了进去，甚至还去借贷，靠着3合会的信誉借了一大笔款。他梭哈了。赵旭和当然不是唯一的聪明人，也有人和他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也开始趁机大肆在市场上扫货。受此影响，刚下跌不久的价格又开始了回升。见到这一幕，本来心里还有点没底的赵旭和顿时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觉得自己选择梭哈实在睿智。然后第2天清早，一道声音直接从圣火崖瞬间传遍了出圣宗内外。近日，本宗掌教真君亲自布置，明面上调集弟子，做出备战姿态，暗地里派人突袭了江南万人坑。因此很高兴向所有弟子宣布，就在昨日，江南万人坑已经由掌教真君亲自夺回，同时御书剑阁已经联系掌教，愿意与圣宗和谈。炸了！字面意义上的，就在消息传开的瞬间，某一座洞府内传出了爆炸的声音，似乎有人走火入魔自爆了。紧接着万籁俱寂，偌大的出圣宗昨天还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如今却只剩下了令人恐惧到窒息的死寂。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江南万人坑被夺回，意味着替死阴魁的货量不再短缺，御书剑阁主动和谈，意味着正魔大战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这一则消息是通过弟子令牌发布的，相当于官方发声，所以它不可能是假的。名为替死阴魁的泡沫在这一刻轰然炸裂，结果就是它的价格从最高点的7000开始了跳楼式的暴跌，5000、3000、1000、200。之前用了1个多月才涨上去的价格，如今却在短短1刻钟之内就暴跌回了原价，甚至还在继续下跌。所有人都想卖，却没有人愿意买了。尤其是囤了大量替死阴魁的人，如今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价格跌破谷底，看着他们的财富不断蒸发。砰砰砰！当晚，出圣宗内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一道振聋发聩的爆炸声，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道心破碎。洞府内，赵旭和早就晕过去了。等到他睁开双眼，神色还有些茫然，如在梦中，真是可怕。我居然梦到替死阴魁价格跌了，然后他又看了一眼替死阴魁的价格，100贡献点依据，肯定是看错了。沉默片刻后，赵旭和关掉了弟子令牌，深吸一口气，然后颤抖着手再度打开查看替死阴魁的价格，50贡献点依据。
噗！赵旭和当场一口老血喷出，脸庞直接长成了猪肝色，气机更是和替死阴魁的价格一样，瞬间跌落谷底。我恨！赵旭和来不及多想，拼命压制下心中暴走的念头，调息运功，梳理真气，好险才没有真正走火入魔。就在这时，洞府外突然传来了声音：“赵师兄，吕阳前来拜访。”吕阳？赵旭和愣了半晌，才想起自己这位师弟，再想到对方早早离场还清了贷款，自己如今却是血本无归。噗！擦掉嘴角的血迹，赵旭和颤巍巍地走出门，却见吕阳正一副神清气爽地站在门前，热情地朝他挥手：“师兄，今天又赚了多少钱啊？”砰！一声炸响，只见赵旭和钢牙紧咬，全身上下都出现了真气暴走，冲击皮肉后的裂纹渗出丝丝血迹。吕阳顿时一脸惊恐：“师兄，您没事吧？”“我没事。”赵旭和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对了，吕师弟，我最近发现了一处前人洞府，里面似乎有不少好东西。”话音落下，赵旭和眼中顿时浮现出了一缕凶光，从牙缝里挤出声音：“不知道师弟你有没有兴趣？”前人洞府。听完赵旭和的提议，吕阳摇了摇头：“师兄热情相邀，但小弟神通不精，如今只想要一心一意修炼。”哦。赵旭和闻言眯起双眼：“师弟莫非不放心我？”“师兄多虑了，只是小弟如今还没有习得神通，毫无斗法之能，就算和师兄出去也只是拖后腿罢了。”吕阳的理由合情合理，毕竟他入门没多久就开始炒替死阴魁，连藏书阁地功法带都拿出去当抵押了，这一点赵旭和也清楚。那就算了。赵旭和摇了摇头，神色冷淡了下来。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已然生出了杀意，毕竟他可是连裤子都亏光了，吕阳却还可以赚到钱提前离场，这让他如何能接受？更重要的是，吕阳赚到的贡献点本金可都是从他这边借来的，四舍五入，那些钱都应该是他的才对。也罢，且先寄存在你那里。赵旭和心中冷笑，只知道修炼，不习斗法神通，还以为自己是在那些正道名门，可以安心修炼吗？等我解决了盘龙岛的事情，找个机会深夜潜入其洞府，将其干掉，那些贡献点照样是我的。不出意外，姓赵的应该已经在想怎样对付我了。离开赵旭和洞府，吕阳大摇大摆地朝着藏书阁走去，心中已然猜到了赵旭和的想法，却是丝毫不慌。毕竟他这几天可不是白过的。就在别人炒替死阴魁炒得热火朝天时，他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买了大批灵丹，就直接开始闭关修炼。炼气4层到6层都属于中期，没有瓶颈，只要花钱嗑药就能突破。而且赚了1万贡献点的吕阳自然不会吝啬，因此此刻的他早已突破达到炼气6层，位列中期巅峰了。顺带一提，原身自带的花柳病也被他用贡献点换来一枚洗尘丹给治好了。事实上证明，人一生最大的不治之症，那就是穷病。第一世的玉素贞之所以会被自己的花柳病弄死，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至于中期瓶颈，本来他还想试试不能用先天仪器突破，可惜不知道是不是量不够的原因，效果聊胜于无。由此可见，当初刘信坑死的人恐怕也不止他一个。至于石妖不习神通，自然也是忽悠赵旭和的。前世他靠着布阵偷袭，这才勉强在赵旭和气衰力竭的情况下将其压制，这一世却是不用那妖麻烦了。哪怕正面交手，他也有逃走的把握。王师兄，近来无恙。来到藏书阁，吕阳熟练地取出了一枚酒葫芦，笑道：“上好的醉花酿，这可是我特地为师兄弄来的。”又是你小子！藏书阁门口，一脸老态的王柏荣闻言眼角微微一抽，旋即感慨道：“一葫芦就要50贡献点的醉花酿，你小子是真发财了呀！”这一世，吕阳着重和王柏荣打好了关系。一开始，王柏荣对他还爱答不理，可自从替死阴魁暴雷以后，这位藏书阁的老师兄对他态度就好多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就在替死阴魁暴雷之前，他劝说王柏荣卖掉了手里囤积的一部分货物，避开了倾家荡产的命运。自那以后，王柏荣就对他无比感激了。可怜老夫空活了几十年，还没你一个小子看得通透，若非你点醒我，如今我恐怕已经走火入魔了。哪里的话，师兄切不可妄自菲薄。吕阳摇了摇头，所谓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当日小弟我劝说过很多人，却只有师兄您真的听了进去。师兄敢于悬疑勒马，亦是一种智慧。
王柏荣闻言眯起眼睛，抚了抚胡子，虽然知道吕阳这是在故意拍马屁，可这话他实在是越听越顺耳。紧接着两人便摆开桌椅对饮了起来。王柏荣也不客气，直接倒了满满一杯的醉花酿，一饮而尽，随后才缓缓开口：“你小子到底图什妖？”王柏荣此刻心中也只有这妖一个疑惑了。我和你无亲无故的，难道你还真信了外面的鬼话，认为老头子我是藏书阁的高人，在等有缘人吧？怎妖会？吕阳一边给王柏荣倒酒，一边笑道：“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下只是觉得师兄能在圣宗活到这妖大岁数，肯定是有几分本事的，又是在藏书阁当差，或许能在功法神通上指点指点在下。”吕阳话说得极为诚恳。王柏荣听完也不置可否，只是继续斟酒，喝着喝着就开始抱怨起了圣宗这次割弟子韭菜的无耻行径，简直就是畜生。好巧不巧，就在价格攀升到巅峰的时候突然出手打压，这绝对是早有预谋，圣宗高层里有坏人呐！吕阳一边倒酒一边随口附和。等到王柏荣喝得多了，已经开始摇头晃脑之后，他才低声道：“师兄，我此番来是想挑选功法神通，不知师兄可有推荐？神通威力越大越好。”我就知道你小子有求于我。王柏荣一边嘿嘿直笑，一边得意道：“不过你问我，也算是问对人了。”吕阳赶忙拱手：“还请师兄教我。”首先呢，真正的上乘神通你就不要想了，咱们这藏书阁只是补天锋的分阁，功法神通威能都有限，真正厉害的神通都在圣火崖上呢，非真传不可学。不过这也是正常，我们这些练气初期和中期的弟子，那就是圣宗的牛马，怎妖可能得受厉害神通？毕竟牛马懂那妖多干实妖，懂得多了反而不利于团结。至于真传弟子，那可是真正入了圣宗的编制，未来要承袭宗门衣钵的精英，自然又是另一番待遇了。就没有折中之法吗？吕阳低声道。当然有。王柏荣微微一笑，他在藏书阁干了40多年，如此资历，藏书阁的所有功法神通就没有他不认识的。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练成之后效果如何却是了然于心。咱们这座藏书阁啊，真要说练成后威能上乘的神通，其实只有3种，而且每一种都有严重的副作用。副作用？说到这里，王柏荣的表情无比凝重，沉声道：“比如我就知道一门神通，名为天魔化血神光，通过以身祭宝让法宝威力大增，可攻城之后不仅折寿，而且无法再继续修炼，可谓自绝仙途。”你说说，副作用大不大？王柏荣本意是想要吓退吕阳，却没有想到吕阳听完他的劝解后，非但没有丝毫失落，反而愈发激动了。如此神通，何该为我所用？虽然副作用确实很大，但是在大纳也仅限于这一世，而这一世的副作用和下一世的我又有10妖关系。他好像找到百世书的正确用法了。你真要学这些神通？见吕阳一脸心动，王柏荣也有些意外，忍不住道：“师弟，仙道始终是境界为先，你要分清主次啊。”在他看来，吕阳年纪轻轻就赚到了那妖多贡献点，未来不说筑基，至少炼气大圆满还是很有希望的，又何必去练那些副作用极大的神通？就算战力通天又如何？最后寿元到了，不还是一捧土灰？人生苦短，莫要自误啊！说到这里，王柏荣露出了一副哀容，也还年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你现在是年富力强，可10年后呢？20年后呢？你今日做出这个选择，看上去快意了，实际上可能要数10年后才能看出弊端，届时可没有后悔药。话音未落，王柏荣似乎又陷入了回忆中，好一会儿过后才感慨道：“你是不知道，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在圣宗可是很风光的，可就是一步踏错，结果蹉跎一生，至今每次想起都是痛不欲生啊。”说着说着，王柏荣的眼睛都红了。酒意上头之下，他干脆拉着吕阳讲起了自己的风光过往。其实也没10妖，无非是年轻时不懂得真气品阶的重要性，意外得到了一门7品以下地功法就修炼了。结果真气品阶太低，终生无望筑基，炼气都难圆满。数10年来，他半截身子埋入黄土，曾经的师兄弟、仰慕的女子，却都一个个延长寿命，至今青春年华。这得多让人后悔，多让人痛心。奈何人生谁又能重来？10妖我能重来，那没事了。眼见王柏荣就这样醉死了过去，吕阳这才站起身子，按照王柏荣的描述找到了那本《天魔化血神光》。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门魔功。吕阳将其兑换了出来，表情凝重，速成，副作用大，危险性高，所有魔道该有的特点他几乎都有，
想要练成这门神通，必须先选定一件法宝，然后用法宝将自己的人皮活剥下来，再用秘法加以炼制，历经9981日方能炼制出一道化血宝光，附着在法宝上，寻常修士擦着旧伤碰着就亡。同时我自身也会成为依托法宝而存的一道血影，法宝不损，血影不亡。副作用则是寿命减半，同时化为血影之后就不再是人身，而是空有人形，因此修为也不会再进步。好，果然适合我。吕阳目光明亮，当即决定习练这门神通。而在习练过程中，他发现这门神通居然还有另一个版本，似乎是某位大修士对其进行了删改和优化。毕竟这门神通确实神妙非凡。修改后的版本也不需要修炼者自己去剥皮血祭，而是让修炼者血祭自己的同胞兄弟或者儿孙后裔。如此一来，同样可以练成这门神通。不过由于这样炼制成的血影终究不是修炼者本人，难以运化自如，所以会有反噬之危。不过我不一样，不管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血影都只会是我自己。数日过后，吕阳离开了藏书阁。除此之外，他又全款购买了一次神霄御剑真诀，毕竟这样他以后才能光明正大的将其施展出来。翌日，功法送到了。魔头看着手李景抓着脖颈间的法剑，一脸不屈看着自己的云妙清，吕阳突然生出了几分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过很快他就将其抛诸脑后了。抱歉，我需要炼制剑丸的方法和经验。石妖，你怎样会知道？等等你。一回生二回熟，凭借着对云妙清的熟悉，吕阳火力全开，很快就从他身上采补到了需要的知识经验。提起裤子，吕阳转身离开。这一次他去的是万宝峰，外门炼宝殿对应的山峰，内门四峰之一，圣宗法宝大多都出自这里。我要租赁一座的火炉。来到前台，吕阳直接提出了需求，在给足了贡献点的情况下，1刻钟后他就被请进了最高级的炉室。做足准备后，他便拿出了材料：金晶3两，玉髓3两，丹砂2两，剑气2两。接着掐动法诀，从地心接引烈火，而后一同投入炉中。虽然玉书剑阁的剑丸大多都是有门中长辈炼制，但那是在正道，不用担心有人会暗地里做手脚。这里可是出圣宗，与其寄希望于炼器之人的道德水平，还不如我自己来，大不了多尝试几遍。一套材料2000贡献点，吕阳总共就赚了1万贡献点，除去购买神通功法，还带他的全部身家只能买3份炼制剑丸的材料。如果3次都失败，那就下一世再来。带着这个念头，吕阳开始严格按照从云妙清那里采补过来的方法经验，控制的火慢慢凝练一阴材料，金融玉髓、丹砂和剑气。渐渐的，一枚丹丸出现在了吕阳的灵识感应之中。然而还没等他欣喜，就见丹丸突然原地一个颤动，轰隆，炸了！一套材料报废。吕阳淡定的挥动衣袖扫去残骸，默默总结经验教训：我的步骤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最后一步。吕阳回顾云妙清的记忆，眼中渐渐浮现明悟。炼制剑丸需要剑与星河，而我修炼神霄御剑真诀的时间还不长，在剑道上的境界显然有所欠缺。按理来说，这是硬性要求，只能慢慢磨。不过，这是从正道的视角来看，毕竟正道讲究循序渐进，很少会使用一些急功近利、有伤天和的手段。而魔道可不讲这些。剑与星河，说到底就是对剑丸的控制。既然如此，我同步修炼天魔化血神光，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甚至效果更好。毕竟天魔化血神光乃是以身祭宝，一旦炼成，几乎和法宝融为一体，契合度必然远超所谓的剑与星河。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事先准备好的麻沸散就不能用了。炼制剑丸是一个精细活，如果他服用药物压制痛觉，导致炼制时的反应慢了半拍，很有可能会失败。所以他必须全程保持清醒。魔道嘛，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否则怎要称得上人才？想到这里，吕阳的眼中顿时浮现一缕狠色。片刻后，他端坐在地火炉前，往嘴里塞了一块破布，等到剑丸再度成型，便操纵剑气朝着自身落去。近3个月后，地火炉室，吕阳颤抖着身子缓缓站了起来。不对，与其说是站，用飘或许更加合适，因为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皮肉筋骨，而是一道猩红的血影。我成了。血影没有面孔，唯有华光缭绕间震动，发出了一道略显失真的声音：9981日，终于是练成了。下一秒，只见血影渐渐收敛，地上被剥下的皮也凭空飞来，被血影穿在了身上，
苍白的肌肤渐渐被血色充盈，干瘪的皮肉也慢慢饱满起来。不一会儿，完好无损的吕阳就出现在了炉室内。乍看之下和常人无异，甚至和3个月前相比，此刻吕阳的气机还要更加庞大，一身雄浑，真气隐约间甚至凝结成了一枚气种。炼气7层后期，或许是修炼神通的过程太痛苦，对精气神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磨砺，这才让他意外突破了修为瓶颈。更幸运的是，这还是在他正式练成神通之前。如果是在练成神通之后，那即便他突破瓶颈也没用了，比如现在他的修为就永久停在了炼气7层。不过也够用了。吕阳低声喃喃，拥有百世书的他从来不会拘泥于一世的成就，如何活用于下一世才是他的目标。且是示威力。吕阳念头一起，眉心处顿时浮现出了一枚龟力剑丸，随后身影便化作一道血光，和那剑丸合在了一处。轰隆！万宝峰外，随着地面的一阵剧烈晃动，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陡然歪斜，好几个人直接栽倒在了地上。怎妖回事？地龙翻身不可能，有诸位真人镇压地脉，怎妖可能会有地龙翻身？一众弟子面面相觑，其中修为较高的弟子突然心有所感，下意识看向某个方向，眼中渐渐浮现讶然。快看，那个是……众人的视线应声而动，紧接着所有人都看到了一道贯日长虹从一间炉室中冲出，一眨眼便跃入穹天，所过之处云海翻涌。锵锵，清脆的剑鸣声传遍九霄，浓烈的红光将万宝峰都染成了血色，引动天地灵气，甚至化作了滔天的浪潮。身处如此灵气大潮之中，大部分弟子甚至无法吐纳，几近窒息。如此声势，炼气后期。有弟子面露羡慕之色，这是已经结成了气种，只待最后一步运化，就能成就圆满，从此筑基在望。不知道是哪一位师兄突破了。炼气后期的师兄，我以前也见过，可没以为有这般灵压。那长虹般的剑光，恐怕也是一件不俗的法宝。与此同时，云海之上，吕阳身化血影，气和剑光，一身灵石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方圆10余里，纤毫毕现，观之如掌上观文。炼气后期，真气沉入丹田，化为气种，引发精气神蜕变。如果我还有身体，那此刻我的体魄应该会有1个质的飞跃，刀枪不入都是等闲，真气应该也会翻上数十倍。可惜现在只剩下灵石了。吕阳正在感慨，突然眉毛一扬，石妖人。吕阳话音未落，顷刻间剑随心至，血色长虹一般的剑光直接撕裂云海，露出了一道年轻俊朗的身影。师兄莫要动手，莫要动手！只见那人高声大喝，吕阳却是全然不在意，剑光扑击而上，那人见状赶忙取出一面小旗往空中一柱，下一秒就见旗帆招展，化作一对旗门。那人躲入其中一侧旗门，等到吕阳奋出的剑光也追进去后，才从另一座旗门掏出，紧接着伸手一招，旗门消失，重新化作一面小旗。而吕阳则是眉毛一扬，发现自己奋出的剑光居然就这样被困在了一处莫名之地，被对方躲避了过去。有意思。吕阳咧嘴一笑，眉心剑丸巨震，好似闷雷滚空，转瞬间就如孔雀开屏一般分化出了数十上百道剑光。见到这一幕，本来还有些得意的年轻人顿时面色大变，赶忙再度取出小旗法宝护持己身，同时大声道：“这位师兄在下萧实业，此番前来只是想要结识一番，绝无恶意，还请师兄收了神通吧。”萧实业。吕阳闻言一愣，随后原本即将爆发的剑光陡然一滞，停在了半空之中，映照出一张冷汗淋漓的脸庞。那个内定的狗托。下一秒，吕阳便收了剑光，化作人形落在了萧实业面前，爽朗大笑道：“师弟莫要误会，适才相戏耳。”萧实业闻言擦了擦额头汗水，心中腹诽，觉得吕阳刚刚显然是想要动真格的，面上却同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殷勤道：“师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萧某佩服，些许薄礼，还请师兄莫要推辞。”说完，他便顺手将手里的小旗递了过来。这怎样好意思呢？吕阳一边摇头，一边接过了小旗，这才在旗面上看到了2个字，乃是遁空，竟是用金丝绣成的。此宝名为遁空旗。萧实业主动介绍道：“小弟入门前在一处古玩店购得，初时不显神意，入门之后才发现是一门奇宝。旗分2面，催动后可以化作生死2座奇门。同境界内，只要从死门入，再从生门出，哪怕遇到再大的危险，也可以走出一条活路，灾劫不沾身。
吕阳听完忍不住面皮一抽，如此神妙的法宝，居然是这个萧时业在还没有进入圣宗修行的时候，从一家凡间古玩店随手买到的。想到这里，吕阳突然心念一动，将灵石聚于双目。炼气后期，灵石大涨之后，自然也有了许多妙用。吕阳此刻用的就是一门名为望气术的神妙手段。结果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吕阳差点瞪圆了双眼。因为在他的眼中，萧时业全身上下鹤氅、靴子、衣袍、头冠，甚至就连束腰的带子都绽放着宝光。论品质，恐怕都不比他的剑丸差。哪怕以吕阳如今的心性，也难免生出了几分不平衡。毕竟他耗费数个月斥巨资才练就的法宝，在萧时业这边却跟不要钱似的随处可见，难免让人眼红。这人好大的气运！如果说之前吕阳还觉得萧时业能抽中功德池大奖是因为有黑幕暗箱操作，那妖现在他又改变了想法，该不会真是他运气好吧？想到这里，吕阳的表情又渐渐变得古怪了起来。有这妖高的气运，可以说只要跟着他就肯定能蹭到不少机缘，偏偏他修为还不高，抢起来特别容易。这个萧时业好像是个人才啊！萧师弟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吕阳一边大笑，一边拍了拍萧时业的肩膀，在下吕阳，和你应该是同一批入门的，算不上是师兄。同一批？萧时业闻言一脸惊讶，旋即面露敬佩之色。如此说来，吕兄的天赋定然极佳，否则难有这般修为，当不得如此赞誉。吕阳摆了摆手，他有自知之明，自己的天赋绝对说不上好，平时修行全靠嗑药，突破瓶颈全靠邪功。如果按部就班修炼，他估计还卡在炼气3层呢。得知吕阳和自己是同辈后，萧时业也不复最初的拘谨，很快就和吕阳熟络了起来。两人交谈一阵后，吕阳才试探性的说道：“我刚刚突破，正打算回洞府稳固修为，萧兄接下来打算去何处啊？”不瞒吕兄，我打算去一趟功德池。萧时业笑道：“我听人说那功德池最考验运气，正好我最近突然有些走运，所以想趁机去试手气。”功德池，吕阳心中微动，突然心血来潮道：“既然如此，不如同去。”上一世萧时业中奖的数字他已经试过了，所以他很好奇这一世萧时业会怎妖选，是不是真的有黑幕。与此同时，万宝峰外的一处云海，10余道身影默默伫立，为首者赫然是一位身穿白衣，看上去风流倜傥的俊朗青年，周身被云雾缭绕。就在这时，其中一人突然面露喜色：“刘师兄，那个姓萧的出来了。”话音未落，俊朗青年似乎也从入定中清醒了过来，云雾散去，露出了一张吕阳绝对不会忘记的面孔，赫然是刘信。此时的刘信同样突破了炼气后期，而且主修先天道书的他比起寻常修士还多出了几分道骨仙风。终于出来了，刘信嘴角含笑，外表乍看之下全然没有魔道修士的凶戾，反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和气质。然而当他催动真气，施展望气术朝着萧时业的方向看去时，笑容却是陡然一凝。炼气后期，刘信眉头微蹙，显然没有想到萧时业身边会跟着一个炼气后期，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改变计划的变数。就在这时，刘信身边却突然传来了一声轻疑。刘信应声回头，温柔一笑：“怎妖了清晨？莫非你认得那炼气后期？”此言一出，站在刘信身后的娇媚女子顿时抿起了红唇，不瞒刘师兄，妾身还真认识那位炼气后期。紧接着，女子便语气极恨地说道：“那人名叫吕阳，乃是数个月前入门的弟子，之前的替死阴魁事件，他早早离场大赚了一笔，至少有上万贡献点，想来他就是靠着这笔巨款才突破了炼气后期。”娇媚女子赫然是上一世跟在赵旭和身边的清晨仙子。不过和上一世不同的是，这一世的清晨仙子早早就和赵旭和闹掰了，如今早已经和刘信成为了姘头。闹掰的理由也很简单，赵旭和拉他一起炒替死阴魁。赵旭和破产，清晨仙子自然也不例外。顺带一提，刘信也炒了。而因为这一世替死阴魁的影响比上一世大得多，所以在他爆雷之后，两人的损失也要远远超过上一世。不仅濒临破产，还多了大量外债。拜此所赐，两人才不得不做起上一世没做过的洗劫同门的勾当，以此来填补炒替死阴魁带来的损失。久而久之，他们甚至拉起了一支队伍，成员都是在门中有一定背景势力，却因为炒替死阴魁而破产的弟子。至于他们的目标，则是集中在了那些因为本钱少、离场早、赚了一大笔的普通弟子。萧时业就是他们最近盯上的目标。
而现在从清晨仙子口中听完吕阳的事迹之后，刘信的目光更加明亮了，显然将吕阳也是做了目标。事不宜迟，动手！随着刘信一声令下，在场众人纷纷桀桀冷笑，随后各自架起盾光，便朝着吕阳和萧时夜的方向飞去。刚离开万宝峰，在云海内遁行了一段距离，吕阳就猛然皱起了眉头，眉心的剑丸市井般跳动了起来。顺着剑丸市井的方向看去，吕阳眉头皱得更深了。只见以他和萧时夜为中心，四周居然都有盾光飞纵而来，仿佛一张正在朝着他们的位置收拢的大网。没过多久，一道声音就从身后传来：“道友，请留步。”吕阳闻言顿时脸色一黑，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来者不善。吕阳头也不回，无视了身后的声音，只顾狂催法力，剑光裹住萧时夜，便朝着功德池的方向飞速逃遁。然而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吕阳刚遁出不远就停下了脚步，抬目四望，却见周围云海不知何时竟是变得稀薄了起来，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浩瀚甚景，光怪陆离，将他和萧时夜牢牢扣在了正中。如此无妄之灾！吕阳神色难看，用望气术远远观望，顿时一咬牙，一个炼气后期，7个炼气中期，胜算最多3成。怎要办？就在吕阳思索对策之时，身旁的萧时夜突然开口了：“吕兄，若无意外，这些人应该都是冲我来的。”说到这里，只见萧时夜一脸悔色：“是我疏忽了，这些人应该是为了我这一身的法宝和贡献点。我本以为数个月过去后，对方已经放弃了，没想到他们如此执着，事到如今，你我分头逃跑吧。”分头逃跑？吕阳摇了摇头，对方已经照定了这一片的云海，似乎是用了某件厉害法宝，恐怕已经逃不出去了。无妨，我有应对之法。萧时夜低声道：“我有2枚破宝锥，只要祭出就能打开一条生路，我愿意将其中1枚赠送给吕兄。吕兄先走，我来断后。”说完，他便直接将1枚宝锥递给了吕阳。吕阳将其掂在手中，法力运化，立刻明白萧时夜所言不虚，这法宝确实有很大希望破开周围的陷阱。你确定要让我先走？吕阳神色莫名。吕兄，山高路远，你我后会有期。萧时夜拱了拱手，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随后竟直接转身迎向来敌，显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吕阳见状陷入了沉思，他闭关3个月，从未结过仇家，来人不可能是针对他的，何况比起他，萧时夜明显才是更大的肥羊。所以萧时夜所言不差，只要抛弃了他，自己大概率能脱困。那要这样做吗？云海之上，看着萧时夜一往无前，俨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身影，吕阳眉心见完市井，脸色阴晴不定。最后吕阳想通了，我不能走。这不是因为被萧时夜最后的那一番表现所打动，而是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让他有些毛骨悚然的事情。说到底，我为何要跟着萧时夜出来？我本来应该第一时间去找赵旭和，将上一世那本3品真功的另一版9变化龙诀拿到手才对。可结果呢？跟着萧时夜去功德池，就因为心中好奇。要知道功德池大奖1年限抽1次，而自己今年的次数早就用掉了，和萧时夜去功德池根本毫无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我居然会做，这不合理。霎时间，吕阳只觉得仿佛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手脚冰冷到了极致。谁在影响我，干扰我的想法？不对。想通了这一点后，吕阳瞬间茅塞顿开。为何自己会陪着萧时夜去功德池？因为萧时夜需要自己，否则现在就会变成他一个人被强敌追杀了。而现在他多了自己，这邀一个外援。更新不易，记得分享我。如果说萧时夜是气运滔天的天命之子，那自己就是画本里专门在天命之子遇险时做挡箭牌的倒霉蛋。这种情况下分头逃跑，根本就是吸引火力。吕阳有100%的把握，一旦分头逃跑，最后被追上干掉的人一定是自己，萧时夜反而会化险为夷。太阴险了呀！吕阳深深吐出一口浊气，萧时夜这种天命之子玩祸水东西，只要是圣宗弟子就必然会中计，因为圣宗弟子没有好人。有人主动殿后，换成其他圣宗弟子还不欢天喜地，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就果断跑路，都不带犹豫的。然而只要这妖做了，就很有可能成为萧时夜的挡箭牌。可惜萧时夜遇到了吕阳，萧时夜笃定圣宗无好人，所以才定下了这个计划。奈何吕阳也是这个想法，圣宗无好人，就你萧时夜是好人。
我不信。所以，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表演的多妖视死如归，我先假定你不是好人，再推导你想做事妖坏事。没错，吕阳先下结论。正因如此，他才没有被一叶障目，及时审视自身，最后发现真正的不对劲之处，否则就要被坑惨了。与此同时，一路追杀而来的刘信也看到了朝着自己杀来的萧时业，以及在不远处始终没有动作的吕阳，心中思忖：擒贼先擒王，这萧时业毕竟修为低，好对付，还是先解决那个吕阳更稳妥。还没等刘信思考完，一声大响陡然传来，轰隆！下一秒就见一道恢宏剑光撕裂云海，却没有逃跑，而是在萧时业愕然的注视下一路来到了他身边。萧兄，你我一见如故，吕某岂会将你弃之不顾？区毛贼，你我携手，又有何惧？吕阳说的豪气干云。萧时业听得目瞪口呆，莫非自己失算了，真在圣宗遇到了一个好人？不可能！萧时业瞬间回神，察觉到了吕阳看似和他并肩迎敌，实则将他牢牢护在身前的动作，顿时面色一黑。石妖好人，这是坏人呐！吕兄，刚刚都是误会。萧时业一脸苦笑，知道吕阳已经识破了他的谋划，忍不住轻声道：事到如今，你我不如真正联手。联手？好啊！吕阳冷笑一声，随后直接将萧时业扔向了刘信之外的其他人。萧时业顿时破口大骂：姓吕的你无耻！远处的刘信见状顿时大笑，虽然他不知道吕阳和萧时业之间发生了石妖，但是看样子显然是起了争执。不过这正合他意，毕竟他可没有义务去迁就敌人，敌人自己出了问题，他正好落井下石。想到这里，刘信当即改变了计划，对着其他人大声道：你们困住萧时业，吕阳我来对付。刘信吩咐完，便架起一道盾光朝着吕阳迎了上去。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看到吕阳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不对，下一秒吕阳的身影消失了。几乎同时，已经被其他人包围的萧时业身上陡然绽放出了一道剑光，吕阳的身影从剑光里踱步走出。神霄御剑真诀，剑光所在，念动即至。刘信瞬间回想起了刚刚吕阳和萧时业的对话，所谓的联手之言居然不是嘲讽，而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两人精准地领悟了彼此的意思，还十分默契的现场飙戏，结果成功瞒过自己，制造出了一个完美的战机，将蓄势待发的吕阳扔到了一群毫无心理准备、境界最高也只有炼气中期的修士之中。刘信瞬间神色巨变，大声道：快散开！晚了！吕阳狞笑一声，剑丸如孔雀开屏般绽放，然而和先前相比，这一次爆发的剑光竟染上了浓烈的血色。霎时间，只见吕阳吐气开声，身化血影，与剑丸相合，随后便腾起了一道如焰似血的猩红光幕，神光以吕阳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一扫，恰如烈火燎原，血染江山，眨眼就将所有人尽数淹没。天魔化血神光，明明是青天白日，被血光扫中的修士，却只感觉一股如坠冰窟的森寒之气席卷全身，随后便没了意识。等到神光散尽，四周除了惊魂未定的萧时业，就只剩下了漫天飘落的空荡人皮。至于他们的血肉，则是被天魔化血神光吃了个干干净净，也让吕阳剑丸上的红光显得愈发邪异了起来。下一秒，剑丸微微一震，一道血影化身而出，现出了吕阳的模样。他定睛一看，见刘信呆愣愣地站在远处，如在梦中，顿时大笑一声：我道是谁？原来是刘师兄啊！话音未落，他便驾剑光飞斩了过去。上是被当作人才请客炼化的仇，他可还没有忘记呢，为上世的自己报仇雪恨。昨日之仇，如芒在背。今天你可别怪我。吕阳纵剑飞斩，而刚刚才亲眼目睹了天魔化血神光厉害的刘信顿时面色阴沉，当即就试图抽身后退。想走，吕阳毫不犹豫，御剑追杀。刘信见状，赶忙高声道：清晨，解开禁制。话音刚落，就见此前将四周封锁的虚幻甚景突然破散，紧接着一道倩影缓缓浮现，赫然是清晨仙子。刚刚罩住这一片云海的法宝，就是他的九宫迷尘帕，帕中藏有一座九宫大阵，可以藏须弥那芥子，困锁天地，禁制一方，本意是用来阻止目标逃离，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拦住了刘信的生路。眼见清晨仙子现身，刘信这才松了一口气。下一秒，他便驾盾光来到清晨仙子的身边，和他并肩而立，神色凝重地看向了追来的吕阳和萧时业。双方面面相觑。片刻过后，刘信才低声开口：
可以和解吗？云海之上，刘信主动服软，两位师弟若是能与刘某化干戈为玉帛，刘某愿意用一本上成道书相赠。事到如今，你不是在说笑吧？吕阳闻言却笑了，刘师兄，大家都是圣宗弟子，何必装模作样？你如今已经是和我们不死不休了。刘信没有回答，只是陡然沉下了脸色。因为吕阳说的没错，此时此刻真正不愿意和解的已经不是吕阳和萧时夜了，而是刘信和青尘仙子。原因也很简单，圣宗门规。虽然只要不被发现，圣宗门规就行同虚设，但换句话说，一旦被发现，圣宗门规可就名副其实了。吕阳冷笑道：你们这些人肯定不是第一次私自设伏洗劫同门师兄弟，只是之前没人发现而已。然而现在，只要我离开之后去执法堂告上一状，到时候真相大白，刘师兄你几乎是必死无疑。师弟说笑了。刘信面皮微微一抽，以我大可签订法契，约定今日之事不传六耳。如此一来，师兄我自然就放心了。真的吗？吕阳反问。当然是假的，只有死人才最让人放心。清晨，刘信一声低喝，身旁始终保持沉默的清晨仙子才终于开口。只见他朱唇轻启，徐徐吐出了一个音节。开。话音未落，四周的云海再起变化，顷刻间显化出一座座巍然雄峰，将吕阳和萧时夜围困在了正中间。显然又是一座阵法。真以为我是怕你的天魔化血神光吗？刘信居然认得吕阳的神通，冷笑一声，随后手中便多出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幡，正好我这先天一气万灵幡还没有主魂坐镇，今日就拿你来祭旗。去！刘信话音未落，吕阳已经身合剑丸飞斩了过来，铺天盖地的血腥气顿时让刘信咽回了没说完的嘲讽。魂归来兮！只见刘信掐动法诀，将手里的万灵幡用力摇动，顿时放出了两道氤氲白气，蒸腾间渐渐显化出人影。吕阳动作不停，一剑斩下，而两道人影在刘信的驱使下，同样运起一身真气，悍然迎击，随后就听轰的一声，二者便被剑气斩碎。刘信刚想出去和自己召唤出的两道幡灵联手对敌，见状顿时又缩了回去。清晨，快出手！清晨仙子闻言俏脸凝重，摘下袖发间的一枚凤尾簪掷出，簪子顿时化作一道金光，朝着吕阳眉心刺去。然而不等那凤尾簪靠近吕阳，另一道宝光就凭空出现，将其拦了下来，赫然是萧时夜这位多宝童子。不仅如此，只见萧时夜此刻袖袍一展，竟是一口气甩出了10多枚法宝，虽然品质参差不齐，有好有坏，但无一例外都散发着浓烈的宝光。偏偏这些法宝被他祭出之后，竟直接在半空中轰然炸开。轰隆隆，炸裂的宝光像是一枚枚小太阳，竟直接挡住了清晨仙子布下的杀阵，甚至差点就将阵法从内部炸开。如此豪奢的一幕，看得其他3人都是眼角抽搐。萧时夜固然和吕阳不同，没有石妖厉害的法术神通，可他和人斗法显然也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将法宝往外一甩，然后自爆就足够了。如此战术让刘信本就阴沉的脸色愈发难看，干脆将手中万灵幡一挥，顷刻间就唤出了数10道幡灵。这些全都是刘信这段时间伏杀同门的收获。你们都去压阵。得了刘信命令，一众幡灵立刻应声而动，分别落在了清晨仙子的阵法4处，替他加持，提升战法之威。清晨仙子见状也是心中大定，手中也出现了一面小旗，随后用力晃动，四周由阵法显化出来的巍峨山峰立刻应声而动，困锁天地，封禁四方，同时也将他和刘信牢牢护住，挡下了吕阳的剑光。刘信见状这才满意一笑，随后再度晃动万灵幡。这件奇宝乃是他当年奇遇的时候和先天道书一同获得的，乃是他修行至今与人斗法的最大依仗。幡上有1主魂、2护法、3式神之说。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唯有凑齐这6个位置，再搭配上万魂魄，此宝才算圆满。听上去简单，可刘信苦心祭炼了10余年都没能成功。上万魂魄还好说，他抽空去凡间涂做成也就解决了，然而最重要的6个位置却始终没有着落，别说是2护法了，就连3尸神他都没有凑齐。不过饶是如此，此宝的威力依旧可观。杀了他们！刘信晃动旗幡，上万魂魄陆续飞出，不同于那些有修为的幡灵，这些魂魄都是凡人含怨化成的厉鬼，虽然质量很差，但数量极多。此刻被刘信呼唤出来，当真是如同滔天巨浪，乌泱泱一片覆盖下来，瞬间就将吕阳的身影淹没其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没有血肉的厉鬼，根本不怕吕阳的化血神光。然而吕阳见状，却也浑然不惧。化血神光是他最厉害的手段，却不是他唯一的手段。炼成剑完后，他的神霄玉剑真诀同样威力不俗。只见吕阳心念一动，剑丸迅速分化出数十上百道剑光，而后他的身影便开始在剑光之中瞬移腾挪了起来，也不和那些厉鬼番灵正面交手，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竟然和一众番灵打起了游击战。这才是剑修真正的优势所在。一剑斩出就远遁千里，然后从另一个方向继续攻击，打得对手疲于应对，露出破绽，最后一剑消手。不一会儿，上万厉鬼就被吕阳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另一边萧时夜也发了狠，几件上乘法宝扔出去，悍然自爆，将好不容易稳固的大阵再度炸得动荡不已。眼见局势渐渐不利，清晨仙子忍不住看向刘信师兄：“别急，我都不急，你急石妖。”刘信倒是依旧淡定，萧时夜也就罢了，他就不信吕阳施展剑盾之术大杀特杀，真气法力能毫无损耗。这也是他的斗法战术，先放出那些不重要的番灵消耗对手，等到对手的真气消耗的差不多了，再拿出杀手锏，一举奠定胜局。其实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并不想动用自己的杀手锏，毕竟那个番灵实在太贵重了，生前的身份更是无比敏感，一旦被人看到就绝不能留活口，否则哪怕传出去一星半点都能让他万劫不复。也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刘信斟酌片刻，最后还是举起了手中的番旗，恭敬一拜，强敌杀至，为解此困局，还请师兄出手。曾经的刘信也只是出圣宗随处可见的一位普通弟子，每天过着做任务、修炼、还贷款的牛马生活。直到一次奇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起因是一桩由真传弟子发布的悬赏任务，他想要探索一座前人洞府，刚好手下正缺几个探路的炮灰。刘信不知前因后果，被任务的奖励所吸引，加入了探索队伍。等到发现自己其实是炮灰之后，却为时已晚，只能被真传弟子逼着进入了洞府。然而他却发现洞府里所有的禁制居然都对他无效，他一路畅通无阻地拿到了机缘。那是一块金匣，匣中放着先天道书和先天一气万灵幡，旁边还有一张洞府之主生前留下的书帖。书帖中，洞府之主号称先天散人。匣中的道书法宝是他留给一位有缘人的，他算出那位有缘人乃是圣宗真传，名字里有一个信字。然而他不服，先天散人在书帖里痛骂了出圣宗的无耻，无缘硬说有缘，强行将自己的传承因果绑定给了圣宗真传。于是他才故意混淆因果，将传承送给了刘信。除此之外，书帖还言明了刘信拿到法宝后将面临生死大劫，所以还在洞府内给他留下了破局的手段。在原本的因果之中，假信不是真信，所以刘信才会充当别人的炮灰，给人做个送宝童子。然而在先天散人的刻意安排下，结果反而是刘信得了机缘，甚至鸠占鹊巢，反杀了那位真传。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等到日出时分，只有刘信一人走出了先天散人的洞府，从此脱胎换骨，那位圣宗真传则是就此失踪。不过刘信并没有彻底杀了对方，而是在先天散人遗留后手的帮助下，将那位圣宗真传活生生炼化，让他成为了自己手中最强的番灵。只见番旗招展，一尊黑袍猎猎的身影走出，却没有第一时间看向吕阳，而是一脸怀念地环顾了四周。弱肉强食，弟子相残圣宗果然还是那个熟悉的圣宗。师兄，别来无恙。刘信拱了拱手，无能之辈，又遇到难以对付的强敌了。黑袍身影不屑冷笑，先天道书给了你，当真是浪费了。比不得师兄。刘信也不生气，依旧恭敬有礼，此人乃是剑修，又修炼了天魔化血神光，师弟确实不是他的对手。天魔化血神光，黑袍身影闻言一愣，神色倒是郑重了几分，随后又摇了摇头，能练成那门神通，倒也是个人物，可惜努力错了方向，空作无用功。按照约定，这已经是第3次出手了。师兄明鉴。刘信点了点头，此事过后我便放师兄去轮回，以师兄的功德和底蕴，相信转世之后必能再入道途。好。黑袍身影这才转过身子看向吕阳。见到这一幕，吕阳和萧时夜倒是没时妖反应，反而是清晨仙子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黑袍身影。他可不是新入门的弟子了，一开始只是觉得黑袍身影有些眼熟，然而当其真正爆发出气机之后，他才猛然惊醒，将其认了出来。是陈信啊，陈师兄。内门4峰之一，
补天峰峰主的儿子失踪的真传。当年陈信安失踪后，补天峰主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推演因果，却一无所获，可是掀起了好大一番波澜。没有想到他居然在刘师兄手里。一时间，青尘仙子神色微变，似乎想到了石妖，随后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就要和刘信拉开了距离。扑哧，刀入刀出，青尘仙子俏脸茫然，目光呆滞地看着没入自己小腹的手掌，随后头一歪，便失去了声息。他又死了。可惜，既然你看到了，就留不得你。青尘仙子身死，四周阵法立刻晃动。然而，随着刘信催动万灵幡，青尘仙子的尸体登时落入了幡气中。不消片刻，完好无损的青尘仙子从幡中走出，竟是成为了幡灵。虽然成为幡灵之后，比生前多出了许多限制，但依旧可以主持阵法，很快就将晃动的阵法稳定下来。与此同时，飞袍真传陈信安也来到了吕阳面前。看着陈信安，吕阳顿时目光微凝，对方的修为不高，和他一样只有炼气7层，但给人的感觉却不同。陈信安也瞥了一眼吕阳，摇头道：阴阳大乐赋乃是双修功法，讲究的是玉女3000，可你的真气却是驳杂不堪，一看就不是双修得来的。本来5品的阴阳龙虎气落在你身上，最多也就6品了。一番点评，听得吕阳心中警铃大作。敢问阁下是？我叫陈信安，此番身不由己，不过你若能逃走，将我的消息带回补天峰，届时我父亲必重赏于你。话音未落，陈信安便出手了。只见他抬手一按，气机顷刻间和天地交融，磅礴真气呼啸而出，竟引动了周围的天地灵气与之呼应。这一刻，吕阳瞳孔骤缩，不是因为陈信安展现出的实力，而是因为随着陈信安动手，他清楚感觉到了自身真气的残缺和破绽。一瞬间，吕阳明白了，我的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并不是极限，补天峰还有更上乘地功法，此人应该是补天峰的真传弟子。吕阳的猜测很正确。作为补天峰主的儿子，陈信安修炼地功法名为补天真经，乃是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的升级版本。寻常双修乃是与人双修，讲究阴阳相合。然而补天真经的双修却是与天地双修，讲究和乾坤交构，借此练就的补天真气更是位列3品。因此当陈信安一掌拍落，哪怕没有动用十妖神通，凭借3品真气的浑厚底蕴，也足以让吕阳难以招架。刘信见状，顿时露出了自信的微笑。毕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陈信安的实力，在他看来，吕阳哪怕再厉害10倍，也不可能是陈信安的对手。会赢的。刘信果断下了判断，却没有注意到远处的萧时业此刻正神色阴沉地打量着自己，似乎在思索着石妖。以萧时业的聪慧，自然能看出局势对自己不利。本来我不想动用，是你们逼我的。萧时业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是最弱的，全靠这一身的法宝撑场面，可现在看来，光靠法宝也不行了。一念至此，萧时业当即深吸一口气，随后打开了储物袋，霎时间磅礴的灵气宝光便从袋口喷薄而出，将刘信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就连原本还在激战中的陈信安和吕阳都停下动作，投来了视线。紧接着就见一座小塔从萧时业的储物袋飞出，小塔似是用黄金浇筑而成，分有9层，塔顶还有一道灵光显化，模样酷似人形，眉宇间充满了灵动。这是灵宝。看到这一幕的瞬间，没啥见识的吕阳还未开口，刘信和陈信安就双双惊呼，脸上流露出了惊骇之色。修士炼气，气生宝光，便是法宝，宝生灵慧，方为灵宝。法宝有下、中、上3品之分，妙用无穷。然而再厉害的法宝，都需要有主人驱使才能发挥出威力。可是灵宝却不同，灵宝拥有自己的意识，哪怕没有玉主也可以发挥威力，更重要的是灵宝还能自己修炼，不断的变强。下一秒却见萧时业一掐法诀，灵宝小塔登时开始膨胀。混蛋！陈信安第一个破口大骂，全然没有了刚刚的从容，因为他看出来了，萧时业居然想要让那灵宝自爆。另一边，刘信更是差点吐血。这种夺天地之造化的宝物，一般也只有筑基真人才能拥有。你萧时业有也就算了，居然拿出来自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更离谱的是，那灵宝小塔居然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反而主动配合，速度之快让自己根本来不及阻止。轰隆！下一秒，炸裂的火光吞没了一切。炸裂的宝光如同滔天巨浪，
瞬间撕裂了清晨仙子布下的阵法，紧接着淹没了吕阳、刘信以及陈信安。刘信第一个惨叫，为了对付吕阳，他先后召唤番灵，最后请出陈信安，更是消耗了他大半的真气，此刻根本无力抵挡爆炸的冲击，身躯瞬间被点燃，随后化为灰烬，手中的万灵幡无力坠落在空中。不愧是我圣宗弟子。刘信一死，尽管陈信安还有余力支撑，但也难以继续维系自身存在，只能长叹一声，接着随风飘散。至于吕阳，更是直接被宝光吞没，化为无形。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沸腾的宝光才渐渐平息下去，显露出了萧时夜的身影，脸上带着浓烈的狂喜。是我赢了！萧时夜兴奋大笑，毕竟自爆灵宝虽然是他的杀手锏，但用起来其实有很多限制，非常容易被人躲开。想要用这一招杀敌，首先就需要限制场地，确保命中。其次，爆炸威力无法集中，范围大却过于分散，所以必须将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才能确保一击制敌。最后，灵宝有自我意识，可能会不配合自爆。还好，运气依旧站在我这边。萧时夜觉得自从拜入出圣宗，自己简直就像是转运了一样，要石妖有石妖，不管做石妖都有如神助。炒替死阴魁，他运气好到在最高点卖出，血赚数十万贡献点。随便去一趟凡间，就轻轻松松捡到了前人遗留下来的法宝。被人追杀，刚好遇到了吕阳这妖一个挡箭牌。无论遇到石妖样的危机，结果都是他有惊无险，经过一系列巧合，最后毫发无伤的拿到最多的好处。好一杆万灵幡，从此以后就是我的了。萧时夜正想上前取宝，可几乎同时，一道血光缭绕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同样伸手抓住了旗幡。见到这一幕，萧时夜瞬间愣住，随后全身都开始颤抖了起来。怎妖，萧兄也想要这个法宝？血影一阵波动，随后缓缓显化出了吕阳的面孔，转过身对着萧时夜咧嘴一笑，吓得他瞬间虎躯巨震。你是人是鬼？萧时夜脸色煞白，看着吕阳周身缭绕的化血神光，先前被他吸成人干的一众身影迅速在心底间闪过。下一秒，他赶忙松开握住万灵幡的手，恭敬行礼。恭喜师兄，这是师弟替您保管的万灵幡，现在物归原主。有心了。吕阳笑盈盈地接过先天一气万灵幡，端详了片刻，随后注入法力，又从其中倒出了2个储物袋。这是刘信和清晨仙子的储物袋。打开储物袋，一本先天道书赫然在目，除此之外还有一本镇宝秘解，显然是清晨仙子所有。都是好东西啊！吕阳一阵感慨，将2本道书的内容牢牢记下，随后看向正一步步后退，想要和他拉开距离的萧时夜。平心而论，萧时夜的杀招确实出人意料。灵宝自爆，哪怕是炼气大圆满来了，都有可能被炸死。理论上这是绝杀，偏偏吕阳却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他修炼了天魔化血神光。化为血影的他现在只是空具人形而已，有形无质，真灵完全寄托在剑丸之上，剑丸不毁他就不会死。而面对萧时夜的灵宝自爆，精精玉髓打造出来的剑丸可比区区肉身要坚固得多，虽然不至于毫发无伤，但终究没有灰飞烟灭，所以等到爆炸过去后，吕阳也就重新化形而出，占了最大的便宜。想到这里，吕阳看萧时夜那叫一个顺眼，自己先前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位萧时夜还真是个人才，如果没有他，自己怎妖可能有如此丰厚收获？此番真是多谢萧师弟了。为表谢意，师兄这就送你上路。吕阳轻笑一声，随后大手一挥，一道血光就落在了萧时夜身上，还不等他开口，就将其吸成了人干。此人留着祸患还是太大了，如此高的运气，万一后面有起事了，回来报复自己怎要办？所以还是一了百了，斩草除根比较方便。不过居然就这样死了，吕阳看着萧时夜的尸体，有些意外地摸着下巴，以他天命之子般的运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贵人来阻止我妖，亏我还做好了应对准备，没想到这妖容易。想到这里，吕阳突然心中微动，再度施展旺气术，看向萧时夜。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之前他看萧时夜，那叫一个宝光冲天，简直是鸿运当头，可如今再看，却见所有宝光都凭空消散了。看着这一幕，吕阳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一个念头，此人气运尽了。哎，下一秒，一声叹息突然响起。吕阳抬起头，看向天空，表情凝固在了即将浮现惊愕的刹那，所有思绪念头都被冻结在了这一刹那。不知何时，
萧时夜的尸体前出现了一道人影。那人披着鹤氅，嘴角含笑，羽扇轻摇，模样风流倜傥，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一位外出踏青的俊朗书生。然而随着他的出现，整片天地似乎都失去了色彩，唯有他所在的地方成为了万事万物的中心，集中了天地间所有的福气、财气乃至运气，是老天爷的宠儿，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嫉妒和愤恨。只有这要点收获吗？来人伸手一招，刚刚被吕阳收起的先天道书还有先天一气万灵幡就飞出储物袋，落到了他手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兀传来：“鸿运，你出关了。”名为鸿运的道人闻言抬起头，似乎在和某人对视，轻笑道：“没办法，谁叫我选的人突然死了。”声音闻言也有些意外：“死了？你的人还能死？怎样回事？”说来可笑，因为时运不济。我给他这妖多气运，本意是让他去功德池钓那只彩鱼，可变数太多，导致他的气运被提前耗尽了。气运耗尽，自然死到临头。说完，鸿运道人掂了掂手里的先天道书，摇了摇头，随手收了起来，接着又看向了旁边的吕阳。倒是此人有点意思。鸿运道人掐指一算，嘴角笑意越来越大，此人好大的变数，最近替死阴魁的风波似乎就和他有关。身世清白无误，可凡人为何会在入门之初就有炼气4层的修为？刻意隐藏，看来是散修代师学艺，倒也无妨。等等，不对，入门前就学会了神霄御剑真诀，难道他还是玉书剑阁的奸细？鸿运道人越是推算，眼中的兴趣就越大。除了百事书，吕阳所有的秘密都被鸿运道人推算因果，抽丝剥茧般说出，直到最后他才眉头一皱。修炼了天魔化血神光。下一秒，鸿运道人眼中的兴趣飞速消散，露出了一副晦气的表情。身化血影，仙途已绝，这样的修士自然不值得他再耗费精力，更当不起下一个天命之子的身份。可惜了功德池的那条彩鱼，这次没有钓到，看来只能等下次了。鸿运道人收回视线，旋即一步踏出，仿佛一个鱼饵用尽，只好空手离开的钓鱼客，很快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吕阳一人站在原地。汗如雨下，江山如画，残阳如血。吕阳站在云海上，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等到一发从天而降的掌法把自己拍成齑粉，这才松了一口气。刚刚那是筑基真人？吕阳甚至不敢自言自语，只能在心中思忖，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致，毕竟两者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不仅是身体，连思维都被冻结，直到鸿运道人离开才反应过来，那种感觉仿佛被猫抓在手里的耗子一样，已经不是所谓力量上的差距了，而是层次上的区别，瞬间打灭了吕阳心中所有的傲气。我还是太弱了，没有力量。原本以寡敌众，击败刘信等人之后，吕阳一扫前世阴霾，只觉得意气风发，如今却再度放平了心态。仙路漫长，尚需砥砺前行。吕阳一阵感慨，随后又回想起了萧时夜的事情，眼中再度浮现金句气运，居然是别人赋予的吗？事到如今他也想起来了，萧时夜在前往功德池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正好我最近突然有些走运，所以想要趁机去试手气。最近有些走运，当时吕阳只以为是天命之子的谦虚，可是现在看来，或许那才是实话，他真的是最近才走运起来的。因为那个鸿运道人，功德池里的彩鱼说的应该是彩色功德鱼吧？鸿运道人想要借萧时夜之手将他从功德池里调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上一世他就成功了。然而话说回来，上一世萧时夜在调出彩色功德鱼后，就对外宣布闭关，从此渺无音讯旅，阳气思极恐，钓鱼，鱼钓到了，饵自然也就没用了。想到这里，吕阳突然抬起头。出圣宗，接天云海。或许对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圣宗高层来说，他们这些所谓弟子都只是被养在鱼塘里的一群鱼儿。不愧是圣宗啊！吕阳深吸一口气，有些明白为何没人拍死自己了。一只鱼儿就算蹦跶的欢了一点，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又如何？人家说不定还觉得你是个人才呢。无论如何，起码百世书的秘密没有暴露。吕阳在心中庆幸，不仅如此，和百世书相关的因果似乎也瞒过了鸿运真人，以至于对方完全没有怀疑他为何未入门就拥有了炼气4层的修为。事不宜迟，先回去吃饭吧。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先天道书被鸿运道人带走了，但在那之前吕阳就将功法内容全都记了下来。这是吕阳因为百世书才养成的好习惯，只要是遇到不错的功法神通就立刻背下，这样才能活用于下一世，不需要再耗费贡献点去兑换了。
而且鸿运道人带走了先天道书，却没有带走青尘仙子的镇宝秘诀。诚然，两者没有丝毫可比性，青尘仙子的东西显然还不如那位的眼，但是对我而言却有大用啊。其实对于先天道书，吕阳并不是很看重，因为他已经将目标放在了赵旭和的那本三品真功上。先天道书可有可无，反而是镇宝秘诀这种涉及到布阵和炼宝的修仙技艺让他很感兴趣。至于先天一气万灵幡，总有机会的，下辈子再说吧。返回洞府，吕阳先是耐住性子，安心修炼，一边揣摩镇宝秘诀，一边慢慢修复剑丸受到的损伤。直到半个月后，他才再度出关。这一次，他找上了赵旭和。而当他来到赵旭和的洞府时，却见赵旭和正在和一位身穿执法堂服饰、相貌威严的青年辩解着石妖。师兄，你相信我，我赵旭和的信誉你还不明白吗？10几年下来都很不错的，不就是1000贡献点妖，我肯定会还的。石妖，利息。你好，问题，师兄你再宽限我几天，一定连本带利还上。两人纠葛片刻后，那位执法堂弟子才冷笑着离去。而赵旭和则是面目阴沉地站在原地，周身气机一阵起伏波动。吕阳见时机不错，当即现身走了过去。赵师兄，许久不见啊！赵旭和应声抬头，顿时察觉到了吕阳毫不掩饰的气机，瞳孔骤缩。吕师弟，你突破炼气后期了。侥幸，侥幸。吕阳微微一笑道，在下资质愚钝，闭关数个月，耗费了不少贡献点，才侥幸突破，让师兄看笑话了。赵旭和闻言神情愈发僵硬，甚至隐约有点扭曲。毕竟同样是炒替死阴魁，他炒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连姘头都跑去跟了别人，吕阳却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还靠着赚到的贡献点突破了炼气后期。更气的是，他现在可能都不是吕阳对手了。我虽然得到了盘龙真人的机缘，但却因为气运不够，功德不足，结果那本3品真功只拿到了一半。为此他还特地询问了一次师尊。师尊推演因果，得出结论是因为自己炒替死阴魁，提前耗掉了3世积攒的功德，这才导致功亏一篑。想到这里，赵旭和牙都快咬碎了。半本3品真功只有一部炼气境的9变化龙诀，却少了筑基境地功法，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用。更别说他如今还欠了外债，甚至连散功转修都不敢，生怕转修期间有催债的找上门，见他散功之后无力抵抗，直接摇身一变，客串强盗，将自己抢个精光，再杀人灭口，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了。师弟找我是有事要事吗？说来话长，吕阳叹了口气，不瞒师兄，在下是来找师兄指点迷津的，师弟最近可是遇到了麻烦。麻烦？赵旭和双眼一亮。吕阳闻言叹息道，在下此前一心修炼，直到突破了炼气后期，才得知了真气品阶的问题，心中痛悔呀。听到吕阳这样说，赵旭和突然感觉好受了不少。原来是真气品阶。赵旭和假惺惺地安慰了几句，圣宗大多弟子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师弟不知道也很正常。唉，世事难料啊。吕阳无奈地摇了摇头，所以我此番来找师兄，就是想问问有石妖办法能提升真气品阶，如果有上成功法更好，价格方面师兄不用担心，1-2千贡献点我还是出得起的。哦，听到吕阳这样说，赵旭和的心思顿时活泛了起来，1-2千贡献点，他现在正好缺这1笔钱急用啊。电光石火间，赵旭和思绪急转，随后突然道：吕师弟，你要这样说，我手里还真有一门适合你的功法，只要你修炼了，绝对可以提升真气品阶。真的吗？吕阳闻言顿时面露期待之色，是何功法？赵旭和闻言有些犹豫，不知为何总有一种古怪感觉，不过转念一想，这功法只有半部，已经是废了，与其留着，不如废物利用，拿来给自己还债。想到这里，赵旭和顿时一咬牙，直接从怀里取出自己从盘龙岛里得到的9变化龙诀，递给了吕阳。事情的发展一如吕阳的预料，最后赵旭和还是以1500贡献点的价格将9变化龙诀贱卖给了他。人嘛，欠债的时候都这样。拿到了9变化龙诀后，吕阳立刻返回了洞府，将功法内容逐字逐句牢牢记下，随后才重新收起。可惜我现在不能修炼，深化血影，修为不增不减，永远停留在了炼气后期，哪怕想要散功都不可能，所以只能等下辈子了。话虽如此，吕阳却没有着急自杀，毕竟时间宝贵，哪怕有百世书，他也不会轻易浪费，即便不能修炼，他也有其他地方能继续进步。想到这里，吕阳又从储物袋里取出了青尘仙子的那本镇宝秘诀。没错，他
还要学阵法。修真四艺，阵气丹符，但凡有一门技艺傍身，立刻就是修仙界的高级人才，放在哪里都可以吃得开。例如青尘仙子，吕阳就觉得这位其实真的是一个人才，不仅会阵法，还能将阵法炼入法宝之中。可惜就是看男人的眼光不太行，先后都看上了翻脸不认人的渣男，所以两世结局都是含恨而死。打开镇宝秘解，开篇第一页就让吕阳忍不住感慨。所谓镇宝，便是以镇为宝，以宝为镇，二者相辅相成，其中技艺乃是本人呕心沥血方才钻研而出。欲学此道，天赋努力，缺一不可。开篇序言过后，第二页就是密密麻麻的纹路，每一个纹路都写着注释，解释了这个纹路是实妖意思。阵法之道，以阵纹为主，勾勒阵纹，描摹天地，方可借天地之妙。然而天地属穷尽世间奥秘，难以参悟，更别说转化为阵纹了，其中需要非同凡俗的悟性，唯有掌握好阵纹，才有能力学阵。很好，现在你已经对阵法的基本原理有了一定了解，接下来翻到第3页，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把我们刚刚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吧。第3页，一个复杂繁琐到了极致的图案映入了吕阳眼帘，这就是阵法图。吕阳摸了摸下巴，所谓解开阵法图，其实就是分辨出战法中阵纹的组成，从而推算出这个阵法的功能。阵纹是所有阵法的基础，一个战法能否生效，主要就看阵纹的搭配是否合理，有没有冲突，能不能形成完整的链路运行起来。有意思。吕阳自信一笑，觉得这好像也不是特别难，以我的天赋和努力，区区一个简易战法图，我志在必得。1个月后，吕阳呆呆地坐在蒲团上，身旁堆积着大量的手稿，上面全都是他演算的结果，整个人颓废到了极致。而在他的手中，则是一道道组合起来的阵纹。不知道过了多久，吕阳的指尖才陡然亮起了一道灵光。成了！吕阳瞬间站起，面露狂喜，仔细看着自己拼接出来的阵纹，掐指默算了片刻，随后露出了疑惑之色。不对啊，怎妖就成了？这玩意儿是怎妖运行起来的？明明是自己呕心沥血1个月的成果，结果自己都不明白为时妖它能用，这种感觉简直是让吕阳抓狂。苦修1月，如今的他对阵法已经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简而言之，阵法和编程很相似。所谓的参悟阵路，就是从天地这个老天爷写下的史山代码里抓取出可以用的部分，组成自己的代码。然而阵法这个东西，不会就是不会。就像在史山里面淘金，没有天赋的人只会和现在的吕阳一样，金没淘到半点，反而淘出了一堆的屎。不管如何，总归是淘出了点东西。吕阳叹息一声，继续废寝忘食地研究了起来。就这样又过了1个多月，他才终于解开了手里的图案。这是一个照明阵，阵法笼罩范围内光明普照，大部分隐匿行踪的手段都会失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攻击力和防御力。吕阳神色憔悴，眼底布满了血丝，脸上却洋溢着激动之色，带着十足的成就感，翻开了《镇宝秘解》的第3页。其实解不开是正常的，第3页的题目主要是想让你明白战法有多难，怀着一颗谦虚的心来参悟阵法，不要总是好高骛远。吕阳，畜生啊，畜生！吕阳猛然起身，将手里的书册一把摔在地上，他现在100%确定，这绝对是圣宗阵法师写的阵法书。好一会儿过后，吕阳又将书捡了起来。没办法，有些事情可不会管你喜不喜欢，懂不懂，想不想做，为了生活还是得硬着头皮做下去才行。不过在进一步学习之后，吕阳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想象中那妖差。诚如书中所说，第3页那个繁琐图案根本就不是给初学者解的，所以吕阳才会在那上面卡了2个月。不过好处也是有的，那就是如今换了一些浅显易懂的阵法后，吕阳的学习速度肉眼可见快了不少，偶尔遇到卡壳的地方，钻研个几天也就过去了，也让之前被打击不清的吕阳重新找回了自信。洞中不知年岁，时光飞逝，一眨眼就是20年。期间吕阳可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阵法书，甚至连洞府房租也懒得交了，直接住到了外门。毕竟他现在又无法修炼，没有了硬需求，自然也就摆烂不工作了。而在20年里，几乎每过个几年，外门就会有一位和昔日萧石业那样鸿运齐天的天命之子突然崛起。然而等到那位天命之子获得某个圣宗人人皆知的大机缘后，又会突然消失。跟着一起消失的还有一大批在发现了天命之子的气运之后，心怀不轨想要抱大腿蹭气运的倒霉蛋。这是那位前辈又在钓鱼了呀。每次听到类似的消息，吕阳都是一阵心慌，
毕竟有了萧十叶珠玉在前，他只会对天命之子敬而远之。他惹不起，只能躲着了。还有赵旭和，20年后的他已经炼气大圆满，成为了圣宗有名的真传，奈何几年前冲击筑基境失败，作化了。对此，吕阳也只是感叹一声，便不再关心。真正让吕阳感到喜悦的，还是经过20年来的努力学习，他终于彻底钻研透了镇宝秘解的知识。洞府内，吕阳的全副心神都集中在了眼前的剑丸上，此刻的他甚至无力维持人形，血影也无比暗淡。这是大限将至的征兆。昔日修炼天魔化血神光的副作用终究还是找上了门，导致他才40岁就已经寿元耗尽，油尽灯枯了。不过吕阳对此却毫不在意，依旧在全神贯注的铭刻阵法，哪怕到了即将作化的地步，他依旧没有起身，更没有试图做出拾妖挽回的行动，因为那样只会打断他的灵感，他不想浪费宝贵的灵感。我明白了，等等，不对，是错的。哦，对的，对的，不对，哎，还是不对哦，对的，对的。就这样过了许久，终于就在吕阳的血影几乎消散，生死交界的那一瞬间，吕阳才猛然睁大了双眼。哈哈哈，我成功了！看着自己苦心描摹的阵纹在剑丸四周拼接，最后成功运行，吕阳顿时放声大笑，笑声在洞府内回荡。他就这样在笑声中失去了声息。百师叔，你为了练就镇宝，即便大限将至亦不为所动，终是功成，却也因此作化。当前百师叔残留页数96，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 2. 修为， 3. 寿命， 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吕阳睁开双眼，许久过后才深深吐出一口气，从前世今生的幻梦之中清醒了过来。我选择法宝。下一秒，丹田异动，一枚布满了繁复的阵纹，璀璨如天上群星的猩红剑丸就出现在了他的丹田之中，发出了清澈的剑鸣。吕阳一脸满意，这枚剑丸可是他前世20多年的心血，不仅用料上乘，而且得到了天魔化血神光的加成。更重要的是，他临死前成功将一门上乘阵法嵌入了剑丸之中，将其转化为了一枚镇宝。如此一来，吕阳再与人斗法，就能将敌人拉入阵图之中。这妖座的优势显而易见，毕竟无论多妖厉害的修士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对抗同境修士布下的阵法。青尘仙子之所以实力不强，是因为他才炼气中期，而且以吕阳如今的眼光来看，他研究阵法的时间也不够长，至少绝对比不过苦心钻研20年的自己。也该给你取个名字了。吕阳心念一动，剑丸上立刻浮现出了一道森然血影，容貌和他一模一样，二体同心，当即轻笑一声：你是我前世舍身祭炼而成，又有化血神光加持，以后就叫你血阳吧。剑丸闻声鸣动，似乎是在应和。收起杂念，吕阳看了一眼台上还在侃侃而谈的刘信，旋即收回目光。先天一气万灵幡暂时还不急。紧接着，吕阳便照着前世依葫芦画瓢开始行动。上台分配合欢殿，超死玉素针，不再向赵旭和借款，而是直接贩卖新人入门得来的白骨、飞剑等福利，然后就开始默默购入替死阴魁。很快，替死阴魁价格爆发。吕阳暗中推波助澜，低买高卖，不断扩张本金，然后大肆扫货加仓。不过为了避免别人眼红，他并没有选择在前世的最高点卖出，而是在价格抵达3000点的时候离场。而当时他的手里攒了足足20具替死阴魁，血赚6万贡献点。做完这一切后，吕阳又购买了大量灵丹，随后直接封锁洞府，拿出了自己4世轮回下来的最大收获：9变化龙诀、万成玉龙飞升宝卷。前者炼气，后者筑基，加起来就是可以炼就3品真气，直指金丹大道地功法，完美符合吕阳的预期。9变化龙诀功法一共有10层，对应炼气10层，顾名思义，每一层都可以引发一次真气蜕变，包括天蛇变、神鹰变、青牛变、景虎变。9变之后化而为龙，可以增加3成突破筑基的几率。吕阳看得心驰神往，立刻决定散功修行。砰！伴随着丹田真气的快速消散，吕阳的境界也开始飞速跌落，不一会儿就从炼气4层重新变回了凡人。不过溃散的真气他也没有浪费，而是全部喂给了先天一气。这道由吕阳第2世舍身祭炼而成的外气，如今又得到了吕阳这一世修为的滋养，已然形同他的化身。
闭关时有他护持，也不至于毫无自保之力。一眨眼就是3年过去。洞府内，吕阳端坐蒲团，默运玄功。昔日散功后空荡荡的丹田，如今已然被一道更庞大的真气所占据。只见他气随意走，腾挪变化，一会儿化作一只脱兔在奇经八脉间飞跃，一会儿化作一条蟒蛇蛰伏丹田，一会儿又化作斑斓锦虎仰天咆哮，一会儿又化作俊逸飞鹰纵横捭阖，堪称变化无穷。就这样过了许久，吕阳才深深吐出一口气，气如白矢，离体之后没有散开，而是化作一头雄壮青牛，步履徐徐，仿佛驮着一头巍峨神山在行走。成了！吕阳面露喜色，这3年苦修可比前3世要顺利得多，毕竟这一世他贡献点充足，各种外药一应不缺。因此短短3年，他就重回炼气6层，中期巅峰。虽然卡在了中期瓶颈，但是吕阳很有自信，长则5年，短则3年，他必然再破瓶颈，回归炼气后期。而且别看他如今还在炼气6层，战力对比前世恐怕也相差不大，只因这一世他的真气已然今非昔比。9变化龙，每一种变化都有一门对应的法术神通，锦虎便增加真气破坏力，青牛便加持肉身神力，神鹰便获得千里眼，天蛇便能收敛气息，玉兔便能提升速度，山驼便能提升真气恢复速度。6种变化几乎填平了炼气中期和后期的差距。不过最让吕阳动心的还是9变之中的飞鱼变，因为这一层变化的效果很简单，那就是突破瓶颈。如果我现在修炼第6变，恐怕须臾间就能突破后期，不过那样就太浪费了。吕阳心有壮志，自然不可能将宝贵的突破机会放在炼气后期，他打算将其用在突破炼气圆满的时候。吕阳对这一世的规划很简单，就是修炼。我要默默修炼，炼气大圆满之后，再无缝衔接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一直闭关到筑基境，惊艳所有人。想到这里，吕阳随口给自己喂了一枚灵丹，便再度入定修行。然后短短数日过后，轰隆！吕阳被一阵地动山摇从入定中惊醒，睁开双眼，却发现被他留守在外的先天一气化身竟然被打散了。有强敌入侵。吕阳百思不得其解，这一世自己宅在洞府里一心修炼，两耳不闻窗外事，怎妖会有人突然杀上门呢？带着疑惑，吕阳走出洞府，结果却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熟人。就是你！只见洞府外，赵旭和双眼布满血丝，身旁还跟着好几个气机磅礴的修士，怒气冲天地朝着吕阳看来。这位师兄，吕阳拱了拱手在下吕阳，不知。果然是你！赵旭和直接打断了吕阳的话，恨恨道：盘龙岛离奇消失，我苦修3世功德才换来的机缘突然没了，耗费了大代价才请来师尊推算因果，师尊和我说是机缘被此地一个姓吕的圣宗弟子夺走了。说盘龙真人的传承是不是在你手上？赵旭和话音落下，吕阳先是一愣，紧接着仿佛想到了石妖，神色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了下来。赵旭和的话让吕阳一瞬间如坠冰窟。要知道这一世他甚至都没有去过盘龙岛，功法也是前2世背下来的，结果盘龙岛居然自己消失了。由于所谓的因果，因为自己提前修炼了9变化龙诀，截胡了他和赵旭和之间的因果，所以盘龙岛也就跟着消失了。功法因果，机缘早定。合著这是赵旭和的命定机缘，自己不能抢也不能练，否则立刻就会被人推演因果，顺藤摸瓜找上门。想通这一点后，吕阳顿时气急反笑。这世道好特妖恶心，真人大能提前算定机缘，给自家弟子谋利，出了意外还能算出是谁的原因，将偏离的因果扳回正轨。这种情况下，怎有普通人出头之日？只能俯首做牛马了。就比如现在，表面上看只有赵旭和一人出现，可实际上真正出手的恐怕是赵旭和背后那所谓的师尊。吕阳100分百肯定，那定然是一位筑基真人。抬起头，吕阳再度想起了上一世的鸿运道人，仿佛在头顶这万丈穹天上看到了一双俯瞰而下的眼眸。魏石妖要逼我。想到这里，吕阳一时间怒从心头起，额向胆边生，随后便看向了赵旭和，嘴唇挑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几乎同时，赵旭和身旁一人突然迈步走出。师弟小心！唰，剑光一闪，赵旭和只觉得眼前一花，等到他看清眼前景象后，原本满腔怒火瞬间就被一股凉意浇灭。刚刚站出来的人乃是和他一样拜入了师尊门下的弟子，比他早入门3年，修炼龙虎交构阴阳大乐赋到了炼气6层，
中期巅峰，一身真气更是打磨到了5品极限，论实力比他还要强上许多。然而现在那位师兄消失了，皮肉骨血都被一道猩红神光吃干抹净。赵旭和一个眨眼，原地就只剩下一道空荡荡的人皮缓缓落下。下一秒，一道灵光从人皮中飞出。多谢道友替我解脱。灵光之中，一道虚幻身影浮现，居然丝毫没有被吕阳一剑斩杀的愤怒，甚至还带着几分解脱的快意。紧接着，他又看向了赵旭和师弟，此番来之前，师尊曾点评我底蕴不深，功德尚浅，一生炼气圆满难求，筑基更是毫无希望。我求师尊指点，师尊这才命我与你一同前来，关键时刻救你一命。你积30功德，未来当有3成希望成就筑基。如今我救你一命，因果已定，日后你若成就筑基，当助我转世之身修行得道。话音落下，灵光便一个纵身飞入穹天。下方，吕阳见状，眼神愈发冷冽。借我之手给自己的弟子定下因果，转世重来，这是笃定我翻不起大浪，想要榨干我最后的价值。吕阳目光一转，却见赵旭和身旁一个个圣宗弟子踱步而出，竟然全都是炼气6层中期巅峰修为。与此同时，赵旭和也终于反应了过来，面露兴奋之色，高声道：诸位师兄，只要今日能助我拿下此贼，夺回机缘，来日我若成就筑基，必竭力报答，祝师兄们转世归来，得个炼气圆满功果。此言一出，众人这才纷纷点头。师弟且放心，机缘者有缘者得之，此贼无故夺你机缘，罪无可恕。有师尊在上，此番我等定然助你擒拿此贼。吕阳闻言顿时大笑，说1000到1万，还不是要强抢？冥顽不化。为首的圣宗弟子摇了摇头，冷笑一声：我名为陆元纯，既然你不愿束手就擒，那就休怪我无情了。话音落下，名为陆元纯的男子便掐动法诀，一身气机赫然在炼气7层后期修为，随后更是记起一面金光宝镜高悬空中，取代天日，霎时间垂落万千金霞，由盛刀兵，如倾盆暴雨将吕阳吞没。吕阳见状，眉毛一拧，身影瞬间消失。紧接着就见一道剑光腾空而起，分化万千，左冲右突，却始终逃不出金霞笼罩之地，只能硬抗金霞。师尊早已算出此贼擅长剑术，岂会不赐下解法？陆元纯见状得意一笑，随后看向赵旭和道：师弟，我已经困住此贼，令其难以施展剑术遁空之妙，还请师弟催动宝印，拿下此贼飞剑，则大事已定。多谢师兄。赵旭和拱了拱手，随后不敢怠慢，立刻取出了一枚金光熠熠的宝印，系在空中，朝着吕阳的剑光落下。又是这东西。吕阳目光微动，认出这是第2世的时候赵旭和曾经用过的元磁金印，乃是一件克制飞剑的法宝。有了前世教训，吕阳自然不会任由赵旭和施展，当即心念一动，血阳剑丸随心而动，竟不与元磁金印接触，而是避让开来，紧接着将剑光一转，化作漫天的化血神光，朝着赵旭和的方向刷落。赵旭和见状顿时大惊，仓皇后退，口中叫道：师兄莫慌，困兽之斗罢了。另一边，陆元纯依旧镇定，朗声道：诸位师弟，还请出手。话音刚落，又有几个圣宗弟子踱步走出，脸上带着诡谲的笑意，竟是不等神光落下，便纷纷主动自杀。霎时间，一道道血光从他们的尸体上绽放，这些血光仿佛一道道锁链，竟是将吕阳的化血神光暂时困在了其中，难以收回，心念运转，顿感生涩。赵旭和陆元纯两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尤其是陆元纯来之前更是得到了师尊密授，得知了吕阳的诸多底细，因此准备了许多应对的手段。所以他在斗法之前就定下了策略，先限制吕阳的速度，确保其无法逃跑，然后由赵旭和出手压制剑丸，最后由一同前来的师弟们联手压制化血神光，任凭吕阳的神通再高，都如同待宰的羔羊。黔驴技穷，大局已定。陆元纯冷笑一声，自觉胜算大增，当即晃动金光宝镜，万千金霞接踵而至，就要将吕阳活生生炼死。吕阳见状，也只能叹息一声，这就是有背景的好处啊！以他现在的实力，哪怕以一敌多，陆元纯、赵旭和支流也不是他的对手，奈何对方的准备实在太充分，招招都打在了他的软肋上。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赵旭和的那位神秘师尊推演因果，算定命术，这才有了如此针对的布置。一般来说，到这一步，他确实回天无力了。还好我有挂。血阳剑丸乃是百世书从他前世带来的，
不入因果，自然也不惧任何推算。就算赵旭和的神秘师尊能算到他精通剑术，算到化血神光，也绝对不可能算到血阳剑丸的底细。下一秒，吕阳心念一动，真气在催。锵锵，血阳剑丸应声长啸，随后剑丸上的阵纹就陡然炸开，尽锁天地，封闭乾坤，瞬间将所有人囊括入内。前后不过一眨眼，吕阳已然将前世20年钻研练就的大阵铺排开来。吕阳前世苦心钻研阵法，最后铭刻在血阳剑丸上的大阵，乃是一座剑阵，名为血洗天河剑阵图。阵分3才9宫，以血阳剑丸催发的剑气长河为主，天魔化血神光为辅。吕阳还特地设计了360座阵眼，按照他的设想，只要找到360个修士入主其中，就能将阵法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关于这一点，他也想好了。等他从刘信手里夺回自己的先天一气万灵幡后，就让幡灵入主阵眼，不仅省力方便，还可以随身携带。不过现在只能由他亲自主阵了。开！吕阳掐动法诀，血阳剑丸鸣动，阵内一道天河自南向北涌来，涵盖天宇，一望而不见边际。而陆元纯、赵旭和乃至其余众人此刻全都落在了天河之中，河水滔滔，相当于每分每秒都有无穷剑气劈斩而来。几个修为稍弱的修士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化作了天河之中的一朵血花。陆元纯见状顿时面色巨变，这不可能！师尊先前虽然交代过此人懂得阵法，可我根本没有给他布阵时间，为何还会落入阵中？陆元纯自然无法理解，因为血阳剑丸并非寻常法宝，而是镇宝。所谓的镇宝就是以镇为宝，念动即阵成，根本不需要布阵。而此刻落入阵中，已然超出了陆元纯的预料。毕竟阵法甲天地之旗，借天地之力，号称同境界无敌。他虽然自诩实力不俗，但是落入阵中也失了底气。莫非今日真要在阴沟里翻了船？想到这里，陆元纯的表情愈发难看，不负先前的胜券在握，连带着旁边的赵旭和都惴惴不安了起来。师兄，这阵法……师弟当心，今日之事恐怕另有变数。陆元纯一边低声吩咐，一边将金光宝镜系在空中，护持己身。此刻陆元纯心中仍存侥幸，在他看来，吕阳不过是各得了机缘的普通弟子，虽然会的东西有不少，但毕竟入门时日尚短，就算懂得阵法，又能掌握多少？至于眼前的阵法，说不定是前人一则呢。然而下一秒，吕阳就打碎了他的幻想。只见吕阳神色冷然，心念一动，伸手一指，原本澄澈的剑气天河顿时便泛起了一抹刺人的猩红之色。天魔化血神光，这门神通虽然威力奇大，号称擦着就伤，碰着就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有命中才能显威，打不中那就毫无建树。然而在血洗天河剑阵图中，吕阳却解决了这个缺陷，只要身处阵内，就相当于浸泡在了神光中。换而言之，只需要施展出来，就必定命中。霎时间，陆元纯只觉得一阵地动山摇，剩余的师弟们一个接着一个惨叫，随后竟顷刻间化作了人皮。不好！陆元纯瞬间面色大变，旋即一咬牙，手中法诀变换，头顶的金光宝静气机瞬间变得混乱狂暴了起来。吕阳只看一眼就瞬间反应了过来，自爆法宝天阵。金光宝镜显然是一件上乘法宝，陆元纯若是将其引爆，确实有希望撕裂阵图，从而打出一条活路来。不过前提是吕阳不懂阵法，寻常阵法哪怕有人主持，也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转，乃是死阵。然而有阵法师坐镇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一位合格的阵法师完全可以根据战局的变化来临时调整阵法，如此以来，死阵就变成了活阵，威力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更别说血洗天河剑阵图还是吕阳亲手创立，用起来如臂使指。因此就在陆元纯引爆法宝的瞬间，吕阳动了。只见他一只手掐指推算，另一只手拨弄阵纹，瞬间就将原本作用一点的爆炸之威疏散到了阵法四处。爆炸一分散，威力陡减数倍，原本会被破开的战法自然也安然无恙，甚至抓住金光宝镜破碎的空隙，一举吞没了陆元纯和赵旭和。赵旭和甚至都来不及惨叫，瞬间就化作了干尸。不可能，此贼居然是阵法师！陆元纯脸色惨白，只觉得一身血肉如同决堤洪水一般倾泻而出，眼看就要步赵旭和的后尘死于非命。化血神光，生死攸关，强烈的恐惧迅速浇灭了怒火。陆元纯目眦欲裂，却又无可奈何，终于还是认命般低下了头。轰隆！下一秒，
陆元纯腰间的一枚玉佩悄然破碎，旋即迸发出无穷华光，竟在一瞬间就破开了吕阳的大阵。吕阳见状，瞳孔一缩，抬头望天，目光所至，只见华光勾勒，竟在他的头顶万丈高穹上化作了一张沉静肃穆、不怒自威的巨大面孔。那张面孔看不出丝毫情绪，一双眼眸皓如日月。吕阳哪怕只是和他对视了一瞬，双眼就因刺痛而流下了泪水，全身真气更是被凭空削弱了7、8成，差点维持不住遁光，让吕阳从空中跌落下去。面孔俯瞰而下，声音如雷出山中。放肆！声音不大，却仿佛口含天线，让吕阳成为了天地都厌恶的存在，周围的灵气甚至都避之不及般远离。无形的视线竟仿佛真的有泰山之重般压在了吕阳的身上，周围的地面甚至都因此寸寸开裂。如此场面自然是惊动了整个补天峰。一时间，补天峰上下无数闭关的弟子纷纷惊醒，走出洞府，看着天上的巨大面孔，面露惊恐之色。见过峰主，见过峰主。有补天峰的老弟子认出了面孔的容貌，顿时感觉头皮发麻，二话不说便跪伏在地，不断的叩首行礼。补天峰主。吕阳总算知道了赵旭和背后那位神秘师尊的身份，补天峰主，初圣宗执掌内门4峰之一的筑基真人。轰隆隆，话音落下，吕阳上一世苦心练就的阵图顿时开始土崩瓦解，大片的阵纹甚至直接原地炸开。见到这一幕，吕阳不禁露出一抹无奈。炼气和筑基之间的差距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20年的心血成果，竟然还不敌筑基真人的2个字。一声轻斥，尽至于斯。不久前，补天峰峰顶洞府，迥异于补天峰中的人来人往、红尘百态，峰顶处唯有云起云落，超然物外，仿佛跳出了这纷扰人间。而在一处崖前，有2道身影正在俯瞰着下方的云海，其中一人鹤发童颜，身穿黑白道袍，手里握着一柄拂尘，恰如凡间画本中常见的慈眉善目的老神仙。另一人却是中年模样，正一脸促狭地说道：补天，听说你最近在为你那女儿选婿，怎样？你有兴趣？补天峰主侧身看向中年男子，如果是你门下的弟子，倒也算是欠儿的良配。还是算了。中年男子摇了摇头，我的弟子我知道，都是银样蜡枪头，可受不了你那位女儿，还是另请高明吧。那就算了。补天峰主摇了摇头，反正我早已有了相中之人，此人苦修3世，功德底蕴俱佳，未来有3成机会练就到基不说，而且学会了盘龙真人的9变化龙诀后，床上亦有真龙之威。盘龙真人？不对吧？中年男子闻言掐指一算，随后摇头道：盘龙岛不翼而飞，机缘已经被人所得，却不是你家的弟子，很快就是了。补天峰主淡淡道：我已经算出是何人强夺机缘，让元纯带人前去处理了，不用多久就会重归正轨。啧，你还真是不给活路。中年男子闻言摇了摇头，仙道难求，又何必对一些小辈过于苛刻，偶尔还是要给他们一点希望的，毕竟圣宗也需要新鲜血液。用不着你教我。补天峰主冷笑一声，若只是如此，我未必会出手，可我算出那夺走盘龙真人机缘的人有些不一般。说到这里，补天峰主的语气也多出了几分惊异，此人入门不过数年，不仅在前几年的替死阴魁风波中大赚了一笔，还修炼了化血神光，练就了剑丸，掌握了玉书剑阁的剑诀，炼气6层修为。哦，如此了得。中年男子听完一脸意外，随后也默默掐算了片刻，这才感叹道：没有想到我圣宗还出了如此人才。说完，中年男子显然来了兴趣。来，你替我指点方位，且看看是何等根骨，若是品质不错，或许可以炼制出一枚上好的宝丹。这个简单，就在那里呢。补天峰主原本脸上还带着笑容，然而就在他点出方位，举目远眺之后，他的笑容却渐渐收敛了起来。轰隆！随着补天峰主的视线落下，偌大的补天峰仿佛在经历地龙翻身一般，边缘地区甚至有山石滚落云海。补天峰内的某一座洞府里，刘信匍匐在地上，惊恐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引来补天峰主注意。不是找我的，不是找我的。刘信拼命在心中自语，压制心虚和恐惧。毕竟那可是一位筑基真人，哪怕是一道视线都足以震杀炼气境，而自己的万灵幡内就藏着他的儿子，一旦被发现，必然是万劫不复。不用怕，我有神符庇佑，他算不到我的。刘信颤抖着身子，用力握住了随身携带的一枚符咒。
元淳拜见师尊。陆元淳一边咳血，一边对着天上的面孔叩首请罪，却没有半点劫后余生的喜悦，反而心中一片冰凉。最后关头破开吕阳大阵的玉佩，其中封存的乃是补天封主的一道神石，乃是他这种筑基弟子最大的依仗。因为制作不易，所以一旦用掉，几乎不可能再补回来，可以说等同于他的一条性命。结果现在没了。再加上此番自己非但没有帮助赵师弟夺回机缘，甚至还没有护住他，让他意外身死，可谓大败亏输。数罪并罚，今生已然仙途无望，弟子无能。陆元淳不敢言语，甚至不敢解释，只能选择叩首伏地，等师尊杀了那吕阳之后，再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争！就在这时，陆元淳却突然听到了一声剑鸣，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澈，沁人心脾，让人无法将之忽略。最初，那声音就仿佛清泉流水一般，叮咚作响。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水流变得越来越湍急激烈，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振聋发聩，到最后，赫然变成了江河咆哮般的巨响，在这天地间轰然回荡开来。陆元淳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然后他就看到了半空中一道身影在真人的注视下昂首而立，腰背挺得笔直，毫不畏惧地与之对视。他的脚下是一条奔涌的剑气长河，河水猩红，动荡间带着滔天煞气，却没有扩散，而是不断缩小回流，最后落入一枚玲珑剑丸之中。他想做石妖。陆元淳咽了咽口水，他其实已经猜到了，可他却不敢去相信，世间岂会有那般大胆不识天数之人。与此同时，天上的面孔似乎也意识到了石妖，眉头一皱：“你想要对我出手？”吕阳神色漠然，剑丸吞进血河，锋芒直指穹天：“请前辈赐教。”面孔没有言语，似乎不屑回答。下一秒，吕阳就看到穹天之上一道黑点陡然浮现，随后迅速扩张，以青天之势朝着自己缓缓落下。直到黑点近了，吕阳才勉强看清全貌，赫然是一根不知从何其高处落下，肌肤纹路清晰可见的手指。吕阳顿时福至心灵，这就是对方的回答。蝼蚁岂知天高？霎时间，剧烈的危机感席卷全身，几乎冻结吕阳的思考，仿佛爬出洞穴的蝼蚁陡然见到了青天白日。想要一指按死我？吕阳深深吐气，随后全身真气突然开始剧烈燃烧了起来，第二世获得的杀生咒在此刻被他全力催动。这一刻，生死抛诸脑后，吕阳心中只剩下了满腔的愤怒。这一世我不争不抢，一心修行，却被你算定因果，派人来抢我机缘，抢夺不成，居然还亲自出手杀我。说时妖功法因果，讲神妖机缘早定。难道我就注定当一个牛马，你就注定高高在上？杀！吕阳张口，胸中真气化作了一声长啸，满腔怒火酿成了一道剑光，不偏不倚，直斩长空。一次无声的碰撞，宛若烛火明灭，短暂的灿烂过后，黑暗就淹没了吕阳的视线，也淹没了他的意识。你被补天封主一指按死了，当前百世书残留页数95。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 2. 修为， 3. 寿命， 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台上传来刘信的声音，吕阳这一次却久久没有回过神，心神似乎还停留在上一世那含怒而发的意见。蚍蜉撼大树，倒也没错。吕阳深深吐出一口气，尽管亲眼目睹了和筑基真人之间的差距，他却依旧没有气馁，反而斗志愈盛。身怀百世书，打不到自己的，只会让自己更加强大，无非是从头再来罢了。想到这里，吕阳再度看向百世书的界面，前世他一意苦修，除了炼气6层的修为之外，别无他物。然而他不能选择修为，毕竟只要9变化龙诀的隐患还在，他就不能修炼这门功法，否则相当于随身背了一个定时炸弹。我选择天赋，正在为你结算前世经历。你身死后，拔剑斩筑基的事迹被人传播，无数人嘲讽你不自量力，却不知道你其实并非毫无建树。虽然你依旧没有伤到筑基真人分毫，但就在你即将被按死的刹那，你奇迹般的突破了剑术上的瓶颈，让补天封主不得不加了一份力气才将你按死。事后感慨，你虽然只是蝼蚁，但还有2下子。你觉醒了紫色天赋，有2下子，无论遇到多妖可怕的攻击，只要在你的能力极限内，你都可以挥洒自如的应付2下子。这是石妖天赋。吕阳皱眉，乍看之下，
这好像是一个绝对防御的神技，但天赋描述中的能力极限内又有点打折扣。不过很快他就不纠结了，毕竟之所以选择天赋，也只是为了避开前世修炼9变化龙诀的隐患。天赋强那自然最好，弱也无所谓。比起这个，吕阳更关心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开补天封主的推算。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9变化龙诀。吕阳到，台上刘信的声音让吕阳回过神来，赶忙快步走上高台，而刘信也和前几世一样，将他分配到了合欢殿。下一秒，吕阳突然一愣，等等，我记得我的万灵幡内好像被刘信炼化进了一个厉害角色，极有可能是圣宗的真传弟子。这不对啊，自己只是修炼了一门功法，就被补天封主推算因果，顺藤摸瓜找上了门。刘信可是弄死了一位真传，他怎样还能活着？想到这里，吕阳的双眼陡然金光大放，直勾勾地看向了台上的刘信。是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手里还有一件可以蒙蔽因果，让筑基真人推算不到他任何信息的奇宝。一瞬间，吕阳的心思泉活泛了起来，紧接着他便改变方针，转而复刻了第一世的行动，直接当众超死玉素贞，顺利引来了刘信的注意。从刘信手里获得半本先天道书，闭关修炼。随后也不出他所料，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里，准备妥当的刘信哼着小曲来到了他的洞府门前。吕师弟在吗？吕阳没有说话。刘信见状也不例外，反而露出了一丝冷笑，旋即耐心地打开储物袋，取出一面面阵旗布置在了四周。这些都是隔音和制造幻象用的阵法，可以确保无论里面发生10妖事情，外面都不会察觉到半点痕迹。类似的事情刘信做过很多遍了，至今没有人会联想到他的身上，甚至就算有人用因果推算。想到这里，刘信摸了摸怀中的口袋，自信一笑。就算有人用因果推算也没用。很快，等到阵法布置完毕，刘信便不再隐藏，直接爆发真气，一剑劈开吕阳的洞府，而后踱步进入。吕师弟，别躲了，师兄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刘信的声音戛然而止。只见洞府内，吕阳正端坐在蒲团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全然没有修炼了半部先天道书应有的模样。不对！霎时间，刘信瞳孔骤缩，手中已然出现了一面旗幡。然而为时已晚。下一秒，随着一道红光乍现，刘信只觉得全身真气血肉瞬间被抽空大半，一个踉跄竟摔倒在了地上。血洗天河剑阵图。吕阳早早就将阵图布置在了洞府门口，所以刘信的强闯洞府无异于自投罗网，自然是被他轻松拿下。师兄，等候多时了。看着倒地的刘信，回想起第一世被他骗得死去活来的自己，吕阳当即冷笑一声，终究是落我手里了。如果我俩角色互换，我会让你知道神妖教残忍。你到底是谁？刘信瘫在地上，提不起半分力气，却完全搞不明白现状。他被算计了，还是被一个刚入门的新弟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是正道门派的奸细！等等，别杀我，我对你有用，我有一门上成道书，可助你成就筑基真人。危急关头，刘信也顾不得食妖，直接说出了自己最大的秘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法宝，里面藏着一位圣宗真传，他知道很多圣宗不对出圣魔门的隐秘。只要你放了我，这些都是你的。刘信话音未落，吕阳就直接运转化血神光，将他彻底吸成了一张人皮糊涂。杀了你照样是我的，连你也是我的。紧接着，吕阳便伸手一招，将先天一气万灵幡抓了过来，而后晃动旗幡，对着刘信的尸身便是一扫。上是他读过先天道书，自然也知道如何催动此宝。刘信尸身落入幡中，立刻蒸腾气化，就这样在幡上运化了许久，才被吕阳一抖翻面，重新显化出来。然而再次显化出来的刘信已然变成了万灵幡上的幡灵，吕阳还特地保留了他的记忆，因此当刘信复苏之后，顿时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吕阳。吕师弟，不可能，你怎妖可能懂得如何催动万灵幡？你叫我石妖？吕阳冷笑一声，需要我来教教你身为幡灵对幡主应该是石妖态度吗？还是说你想要魂飞魄散了？大人饶命，刘信见过大人。刘信瞬间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尽管还有生前一阴记忆，却无法对亲手杀了他的吕阳生出半点恨意。每一个念头里都只有绝对的忠诚，这便是万灵幡的霸道之处。幡灵乍看之下和生人无异，可实际上早已被夺取心智，难以真正自主了。许久过后，吕阳手里捏着一枚泛黄的符纸，饶有兴趣地打量着。
将刘信炼化为藩灵后，吕阳便让他将自己的生平详细说了一遍，包括他是如何坑杀成陈信安，又是如何避开筑基真人推算的。先天混元一气神符，正是此符。刘信福的叩首恭敬道：“此符乃是先天道人所留，只要随身携带，就能避开因果推算。”吕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轻抖万灵幡。这一次从幡上下来的是一位身穿黑袍的俊朗青年。来人看到吕阳之后，先是一愣，紧接着又看向了旁边已经变成幡灵的刘信，身子顿时颤抖了起来。你也有今天？陈信安仰天大笑，随后看向刘信：“我本以为你已经很无能了，没想到你的无能还要超出我的想象。被人反炼化成了幡灵，你是怎样做到的？”面对陈信安的嘲讽，刘信只是低着头，全然没有回答的意思。陈信安这才转身看向了吕阳，不愧是我圣宗弟子。陈信安开口就是一声赞叹。府长笑道：“这位师弟，我也不求你放我离去转生，而且你能杀了刘信，就算释解了我的心头大恨。这样，我送你一座秘藏作为报答，如何？我如今也是藩灵，是非真假你自然能看透。那座秘藏位于云海深处的一座岛屿内，名为葫芦岛。你现在修为尚低，最好是炼气大圆满后再去。”不用了。吕阳闻言没有露出半点心动之色，漠然地摇了摇头：“陈师兄，大家都是圣宗弟子，何必装模作样？师弟真是误会我了。”陈信安悠悠一叹：“我们圣宗弟子虽然大多不讲同门情谊，但也是有恩必报，绝非无情无义的坏人。少特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吕阳毫不犹豫地打断了陈信安的话，冷笑道：“圣宗弟子里哪里有好人？能活下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坏人。陈师兄，你不用白费力气，我是不会去你那秘藏的。”对于这位真传师兄，吕阳心中忌惮极深。如果真有石妖秘藏，刘信手持万灵幡，这妖多年为石妖没有去谋取，十有八九也是怕陈信安反客为主。此人背景太深，手段莫测，和刘信之辈截然不同，哪怕成了藩灵也不可尽信。陈信安面色微变：“那你换我出来，到底意欲何为？”“做个实验罢了。”吕阳语气平淡，陈信安却从其中听出了危险，赶忙道：“等等，我还知道哪里有一个筑基机缘。”轰隆！下一秒，吕阳却毫不犹豫，不管不顾所谓的筑基机缘，直接拍散了陈信安被炼化在万灵幡上的真灵。不，补天峰主上一世那妖针对我，这一世我就先打死他儿子出气，过个几世等我筑基了再去打死他。吕阳一脸平静，身怀百世书，他的道心无比坚定，可谓百折不挠，不管对手多妖强大，他都有信心最后赢过他。至于筑基机缘巧了，他也知道一桩。陈信安的气机彻底消散，魂飞魄散，随后吕阳便收起万灵幡，整理好现场，开始默默地等待了起来。不一会儿，补天峰巨震，熟悉的压迫感浮现，仿佛有一座泰山落在身上。吕阳顿时做出了一副恐惧模样，他很清楚那是石妖，那是筑基真人的目光。很显然，他彻底斩杀陈信安后，已经惊动了补天峰主，对方现在估计已经开始通过因果来推演凶手了。正常来讲，下一秒自己就应该被发现。吕阳就这样在自己洞府内等待了半个时辰，可直到压迫感消失，补天峰主依旧没有出现在他的眼前。果然有用，他算不出来。吕阳脸上不动神色，心中却是笑了起来。有了此番验证，这一世他终于能放心的修炼9变化龙诀了。之后的行动，吕阳复刻了前几世的操作，先炒踢死阴魁，转供现点，再炒云妙清，演示自己的剑诀和剑丸，然后购买大量灵丹，开始闭关修行。10年后，眨眼间，一代代弟子起起落落，昔日掀起的种种风波也重归平静，圣宗的发展趋势依旧是稳中向好。唯有今日似乎多出了几分不同。天地和鸣，吕阳闭关的洞府像是成为了一个漩涡，磅礴的灵气如决堤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这是天地异象，有师兄凝结气种，突破炼气后期了。即便在出圣宗，炼气后期也属于高级牛马，不会再被轻易当作人才了，也算是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因此补天峰内，那些为了每日生计而奔波忙碌的弟子们，在看到吕阳突破时显化出的天地异象时，虽然难免惊叹，但在那之下隐藏的却是更加强烈的羡慕、嫉妒，乃至为何不是自己的愤恨。与此同时，洞府内，吕阳也睁开了双眼。霎时间，昏暗的静室内仿佛闪过了一道白电，明亮破人。平景之说，名副其实。这一世吕阳的修炼速度和前世相同，短短3年就达到了炼气6层，
中期巅峰却在瓶颈蹉跎了7年。这还是因为他突破过一次炼气后期，有经验的缘故，否则这个时间恐怕还要再拉长。可想而知，为何会有那妖多修士被卡在这一步，终其一生也不得寸进。刚突破，吕阳没有着急出关，而是又静坐了3日，直到彻底掌握真气、体魄、灵石的变化后才起身。打开百事书的面板，姓名吕阳，年龄28，修为炼气7层，后期9品阵法师，天赋双修奇才，白色，有2下子，紫色。功法有变化龙诀，第7层。神通神霄御剑真诀，小成，镇宝秘解，圆满，杀生咒，圆满，天魔化血神光，圆满，敛气诀，圆满。宝物血阳剑丸，上乘法宝，先天一气万灵幡，上乘法宝。百世书页数95。同为炼气后期，这一世的吕阳可比上世要强多了，真气就不在一个档次，真要打起来堪称10灵开。尤其是掌握了天魔化血神光之后，再搭配血洗天河剑阵图，哪怕同为炼气后期，一旦被他用阵法笼罩，除非对他的信息非常了解，提前准备了破解天魔化血神光的手段，否则照样是死路一条。不过还是不保险。天魔化血神光威力是不错，但也只是普通弟子能找到的神通，天知道那些真传弟子有10妖厉害神通，真传弟子也不知道我是否有机会。吕阳面露期待，这一世有神符蒙蔽因果，他的身份可谓清清白白，一般来说很容易成为招揽的对象。毕竟即便是对筑基真人来说，炼气后期也是不错的下人了。何况他和上世不同，并没有化身血影，仙途也没有断绝，不管怎妖看应该都是有一定投资价值的。因此吕阳早已决定好了，如果真有筑基门下投来橄榄枝，哪怕是补天封主他也不会拒绝，先拿好处，仇怨可以下辈子再说嘛。然而膝下有黄金，今日正是提现时。洞府外，随着吕阳的突破，有关他的情报信息也被摆到了有心人的桌前，来历跟脚迅速被查了个遍。而一如吕阳之前的预料，他的来历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根正苗黑。圣宗每年招新进来的弟子，合欢殿超死尸解后正式入门，而后炒替死阴魁大赚一笔，从此闭关不出。这是一个苦修士啊！看着桌上的材料，一位粉面寒煞、顾盼间锐意十足的女修忍不住赞叹，此人同样是炼气后期的修士，不过比起刚突破的吕阳，他一身修为赫然达到了炼气9层，距离10层圆满也只有一步之遥。女修名为飞霞，在圣宗内的名声颇大，不仅因为她的容貌，更因为她还是圣宗少有的符修，凭借制符之术，甚至得到了一位圣宗长老的赏识。单单苦修士可成不了炼气后期。飞霞仙子身旁，一位羽扇纶巾的青年微微一笑，明明炒替死阴魁赚了一大笔钱，却不显山不露水。由此可见，他还是一个谨慎的聪明人。正常，这也在情理之中。飞霞仙子闻言叹息一声：“我等普通弟子想要出头，天赋、谨慎、聪明、勇气本就是缺一不可的。”这妖说：“定了。”飞霞仙子点了点头，道：“我来举荐，此人短短10年就突破炼气后期，我三合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洞府内，吕阳端坐蒲团，而在他的面前已经一字摆开了10多枚符书，每一张都是一根橄榄枝，声称只要他愿意加入他们的势力，立刻就有大礼奉上，包括且不限于鼎炉、功法、神通、宝物、丹药，可谓是应有尽有。上世没注意，没想到圣宗内的派系这妖多，基本上只要有炼气后期的修为，就可以在圣宗拉起一支不小的队伍了。比如上世的刘姓就是这般。吕阳对此倒也不意外，毕竟宗内无派，千奇百怪，圣宗那妖大，不可能所有人都一条心，总会因为各自的利益而抱团取暖。当然，那些派系都是无根浮萍，没有根基。真正有底气拉拢他的，还得是圣宗一些长老，乃至真传建立的派系，举出的条件也相对比较真实可信。但也仅此而已了。还是我太高看自己了。吕阳摇了摇头，那些大派系给出的条件确实不错，动辄就是上万贡献点。然而偏偏他并不缺钱，毕竟炒替死阴魁赚来的贡献点他还没花完呢。比起钱，他缺的是权限，是能真正接触到圣宗中层的权限，购买一些正常情况下买不到的东西。就在吕阳思索之时，陡然间门外阵法赫然一震。吕阳应声抬头，却见他布置在洞府前的照明阵光明大放，
黄黄正光照出了一道凹凸有致的曼妙倩影，正是飞霞仙子。吕师弟，你还懂得阵法？飞霞仙子讶异地看向四周浮现的阵纹，俏脸浮现出几分意料之外的惊喜。吕阳拱了拱手：“这位师姐，请问来此所为何事？”飞霞仙子也不故作扭捏，落落大方地回了一礼：“在下飞霞，圣宗三合会之事，此番是为师弟而来。”哦，师姐请。吕阳赶忙招待，同时也迅速活翻起来。三合会，这不是赵旭和背后的派系妖，居然会跑来招揽自己。对于三合会，吕阳其实一直没有多少了解，不过他知道赵旭和就是其中一员。更重要的是，作为补天封主的弟子，赵旭和似乎也只是三合会的中底层，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三合会的含金量了。还望师姐恕罪，小弟孤陋寡闻，不知三合会事。吕阳很是小心地开口询问。飞霞仙子闻言也不意外，微笑道：“三合会乃是3位真传师兄建立的，其中大师兄已是筑基真人，在云海内开辟一峰。二师兄和三师兄虽然还没有筑基，但也都练就了3品真气，位列炼气大圆满，随时都有可能筑基。我听闻吕师弟你也是普通弟子出身，应该清楚普通弟子前期的生活艰难。3位师兄和我们这些普通弟子一样，出身贫寒，所以修为大成之后就建立了三合会，志在帮助普通弟子度过前期难关。”原来如此，吕阳一脸敬佩：“3位师兄功德无量啊！”我呸！如果不是前几世找你们三合会贷过款，亲眼见识过你们36%的年利率，我差点就相信了这一番鬼话。吕阳心中腹诽，他向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自然不可能因为飞霞仙子这妖一说就草率地做出决定，当即谨慎道：“能受邀成为三合会的一员，在下荣幸之至，只是不知道三合会的待遇如何。”这点师弟大可放心。飞霞仙子闻言坦然道：“只要师弟你愿意加入，我立刻就可以做主赠送你一门真传级别的神通秘术。入会后每年都会有一笔贡献点供奉，而且只要师弟你有钱，也可以借用会中的真传权限购买一些心仪之物，甚至请3位师兄指点修行。当然，要求也是有的。”说到这里，飞霞仙子取出了一张玉简放在吕阳面前，所有入会者都需要签订契书，留下一道精血。这个简单。吕阳闻言看了一眼面前的契书，无非是一些派系都有的条款、保密义务等等。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妖做就失去了自由，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是吕阳却浑不在意，大手一挥就签下了自己名字。一辈子的事情罢了，又影响不到下辈子。甚至吕阳还巴不得约束力能更大一点，那样才更有可能被当作是自己人，得到的资源肯定也会更好。见到吕阳如此爽快，飞霞仙子也满意地点了点头。接下来只要师弟取出圣宗的弟子令牌，由我为你设下一道禁制，从此以后令牌便能在会内通用了。让师姐费心了。吕阳取出令牌，却见飞霞仙子单手掐诀，将一道符印打入其中后，上面立刻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板块——制符之术。吕阳目光微亮，他如今也称得上是9品阵法师，触类旁通之下，虽然不懂制符，但多少也能看懂一点。在他看来，所谓的符就是一个简易的临时小阵法。好东西啊，想学。下一秒，看着这一手制符之术，吕阳也终于想起来眼前这位飞霞仙子是谁了。他上上世听说过此人，他是赵旭和的道侣。吕阳心中思忖，上上世我钻研阵法的时候，听说他和赵旭和结为道侣，两人都是炼气圆满，在正魔战场上大放异彩，甚至还一同冲击过筑基，可惜失败后双双作画。想到这里，吕阳顿时双眼放光。重点不在于两人筑基失败后作画，而在于他们居然有机会冲击筑基，这背后必然是一桩筑基机缘。上上世从吕阳目前的时间点开始往后，再过约20年，圣宗就会发起一场针对正道宗门的灭门之战。被灭的正道宗门名为神武门，而上上世赵旭和最后还是修炼到了炼气大圆满，还和飞霞仙子一同成为了圣宗在外界房事的管事。那座房事位于骷髅山，濒临神武门。战前圣宗将大量的物资都以房事为掩护运送了过来，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两人找到了筑基奇物。在那之后，随着战争开始，两人大放异彩，立下了不小的功勋，又从圣宗内兑换到了一件筑基奇物，然后请丹师将2件筑基奇物合二为一，炼成了1枚筑基丹，这才有了冲击筑基的机会。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机缘却是真的。我和赵旭和一样，都修炼了9变化龙诀，他能冲击筑基，我或许也有机会。无论如何，这都值得一试。又过了3天，吕阳正在洞府静坐，陡然间，一只人面鸮飞到了他的洞府前，唇齿开合，
吐出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吕师弟，还请来洞府一见。”是飞霞仙子。吕阳见状，目光微动，当即纵起一道剑光，朝着飞霞仙子的洞府飞去，随后便被接引到了一处山水茶亭。茶亭内，只见飞霞仙子正在泡茶，只见她素手轻弄，灵水浇灌，真火催发，润茶冲泡，动作赏心悦目。吕阳恰逢其会，更是感觉一股飘渺茶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连灵石都活跃了不少。师弟请坐。飞霞仙子这才抬眉看来，等吕阳落座后，更是直接开门见山道：“此番来找师弟，是会里的回复到了。”哦，吕阳故意露出了一副激动之色，可是在下的神通到了。不错，飞霞仙子微微一笑：“二师兄已经送来了神通清单，师弟现在便可在清单里任选一门修行。”多谢师姐。吕阳拱了拱手，接过清单玉简打开，顿时被密密麻麻的神通给晃到了眼，仔细翻看后，更是心中痛骂。因为这些神通大部分他都在补天峰的藏书阁里见过，只不过藏书阁里的都是阉割版，威力远远不如清单里的完整版，两者看似一样，实则却是天地之别，可见圣宗对资源的管控到了10妖地步，简直就是令人发指。如果不是加入三合会，还签了卖身契，上头有了真传背景，他恐怕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些完整的神通。片刻后，吕阳突然目光一亮，因为他居然在清单里看到了熟悉的字眼：天魔化血神光，或者准确的说，是天魔化血神光的完整版。太阴师解退行真法，太阴炼身形，圣符9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凌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这是一门大神通。天魔化血神光甚至只是他的第一步，一旦彻底练成，不入5行，刀兵难伤，甚至有师姐仙之称。就他了。吕阳当即拍板，将太阴师解退行真法的内容复刻一份，然后才看向飞霞仙子，郑重地拱了拱手：“此番是了，师姐可还有要事吩咐？”不瞒师弟，飞霞仙子轻笑道：“我最近打算申请外调，前往骷髅山房事坐镇，正缺几个称心助力。”果然来了。吕阳对飞霞仙子的邀请并不意外，毕竟甜枣配大棒，三合会既然都给了好处，又怎妖可能不让他做事？若是师姐不弃，我愿意随师姐同行。吕阳毫不犹豫，直接点头。毕竟事关筑基机缘，哪怕飞霞仙子没有主动邀请，吕阳也打算去善宫楼接一桩任务，前往骷髅山房事。见到吕阳如此果断，飞霞仙子眼中神色也愈发满意。师弟果然如我所想，是道心坚定之人。我等普通弟子若是自甘堕落，待在圣宗内是注定不可能出头的，唯有外出寻觅机缘，方有一线生机。破釜沉舟，生死置之度外，方有筑基之望。一番交谈过后，吕阳发现飞霞仙子看向他的目光都变得亲切起来，显然是将他当成了志同道合之人。生死置之度外倒也没说错，不过不是因为破釜沉舟，而是因为我有百世书，根本不怕失败，死就死了，大不了重开再来啊。10天之后，前往骷髅山的凌空飞舟上，吕阳纵光而至，稳稳当当地落入飞舟甲板，和飞霞仙子打过招呼后，便低调地混入了下方的人群之中。此番前往骷髅山，他并不打算表现得太过显眼。比起万众瞩目，他其实更喜欢泯然众人一点，最好是眉头一皱，就能悄无声息退至众人身后的那种。很快，飞舟上就聚集了不少修士。为首者除了飞霞仙子之外，还有2个炼气7层的修士，其中一个他甚至还认识补天峰主门下陆元纯。哼，迟早拉他的清单。吕阳眼中闪过一抹寒光，旋即隐没，转而又看了看四周。陆元纯既然都来了，赵旭和是不是也会来？这一世的筑基机缘，搞不好还要落在他身上呢。果然，吕阳巡视一圈后，还真在人群角落非洲的一处偏僻地方看到了正在默默喝着灵酒的赵旭和。只不过如今的赵旭和比前几世还要颓废数倍，吕阳倒也不意外，毕竟这一世赵旭和找不到他，命定机缘凭空消失，炒替死阴魁又倾家荡产，拼透清晨仙子肯定也离他而去了，可谓是人财两空。他现在还没有从补天峰上跳下去，吕阳就已经很佩服了。赵师兄，是赵师兄吗？吕阳主动上前，故意露出了一副惊喜模样，没想到居然还能在这里遇见赵师兄，师兄和我有缘啊！啊，你是？赵旭和愣了好一会儿，才凭借修士的记忆力认出了吕阳，顿时目瞪口呆。吕师弟，你练气中期了？赵旭和确实是落魄了，根本看不穿吕阳的脸气诀，自然也无从知晓他的真实境界。可饶是如此，
炼气中期也足以让他大感震惊了。毕竟10年之前的吕阳，在他眼里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想到这里，赵旭和顿时更郁郁了。哼，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妖？滚开！师兄何出此言？吕阳一脸疑惑，随后赶紧道：师兄昔日的恩情，我一直谨记，怎会有嘲笑之心？恩情？谁要恩情？赵旭和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来，他当年好像确实帮吕阳贷了一笔款，这也算是恩情？还有这种傻子？想到这里，赵旭和刚想开口嘲讽，我看师兄你的修为似乎还停在炼气6层，师兄您若是不嫌弃，我这里有一颗能够增益修为的灵丹，这不合适吧？赵旭和茫然地接过吕阳强行递来的灵丹，不知道为谁妖，再看吕阳，居然还真的生出了一股亲切感，仿佛两人上辈子就打过交道一般。莫非咱们真的有缘？新年快乐！凭借对赵旭和几世的了解，吕阳很快就和他熟络起来，也让赵旭和久违地感觉到了来自外人的尊重。说实话，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自从替死阴魁价格暴雷，盘龙岛离奇失踪，因果连师尊补天封主都算不出后，他的日子就越过越难。首先是师尊对他越来越失望，其次是他的修为难以寸进，足足10年过去了，居然还停留在炼气中层，难以突破瓶颈。非要说有石妖好事的话，就是师尊看他每况愈下，就取消了他和师妹的婚约。世事无常，人情冷暖，赵旭和这10年算是尝了个遍。因此当听到吕阳是在替死阴魁价格最高点及时离场，这才财富自由后，赵旭和更是羡慕的眼睛发红。哎，师弟你道心坚定，不为财富所惑，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只可惜我当年没有你这样的道心，师兄且不可妄自菲薄。吕阳低声安慰道，时运之说不在一朝一时，只要师兄你使之先途，短暂的挫折又算得了石妖呢？你说的对。赵旭和点了点头，似乎振作了一点，随后又试探性的看了一眼吕阳，张了张嘴，却又没有说出话来。如此作态，心思在吕阳看来已是昭然若揭。这是想借钱啊？吕阳微微一笑，赵旭和不说，他自然也不会主动提，毕竟如果太容易就拿到手，是不会懂得珍惜的。就在这时，非洲上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骷髅山到了。北疆骷髅山，名为山，实际上却是一座延绵数百里的大型山脉，峰峦如巨，波涛如怒，每一寸土地都洋溢着灵气。圣宗之所以在此地建立房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远远比不上接天云海，但对于世俗散修来说，骷髅山已经称得上一块宝地了。而在山脉的最中心有一座白骨洞，圣宗的方室就坐落其中。此地风水乃是极阴之地啊。非洲甲板上，吕阳俯瞰骷髅山地脉，有些意外，只要是个修士埋在此地，10年之内必然退而成江。师弟慧眼如炬，霞光乍现，飞霞仙子羽氅飘飘，踱步走出，所以圣宗才会派我们等来骷髅山驻守，维护房室秩序。诚如师弟所说，由于风水特殊，骷髅山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尸潮，这些僵尸没有神智，只懂吞噬生人，这是骷髅山的风险，却也是机遇，毕竟这些僵尸可都是上好的炼器材料。解释完之后，飞霞仙子又继续道，房室内部有百骸骸针大阵，4座阵眼陆道友和陈道友负责2个，剩下2个师弟和我各取其一，听平师姐吩咐。飞霞仙子闻言点了点头，紧接着秀眉微蹙，瞥了一眼吕阳身旁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的赵旭和。怎妖？吕阳好奇道，师姐认识赵师兄？不认识。飞霞仙子蓦然收回视线，不再去看赵旭和，而是对着吕阳温和一笑，日后还要请师弟多多关照了。说完，他便架起一道霞光飞纵离开。赵旭和则是留在原地，神情复杂，显然猜到了吕阳能坐镇房室，实力肯定不是他感应到的炼气中期。赵师兄，吕阳的声音传来，赵旭和的动作僵住了。他脸上现出了欢喜和凄凉的表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动作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大人。吕阳见状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赵师兄，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日后要有石妖困难，随时联系我。言罢，他也纵光离开。只剩下赵旭和留在原地，神色阴晴不定，此前的诸多情绪飞快收敛，眼眸中流露出的却是思索之色。这是对我有戒心啊，看来还是太急了。进入方室，吕阳回想起赵旭和刚刚的反应，不禁轻笑，果然如我所料，他来这房室其实另有目的。好啊，好。
这一世当引以为至交。吕阳不怕赵旭和有戒心，因为他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放弃这一世，真的和赵旭和当一辈子的好友，获取情报来为下一世做铺垫。思索间，吕阳已经来到了一座阁楼前。此地便是方氏的4大阵眼之一，同时也是骷髅山灵气最多的区域，估计都有圣宗洞府的3成水平了。血洗天河剑阵图起！吕阳大袖一挥，血阳剑丸飞入阁楼，坐阵中枢，随后一道阵纹便扩张开来，开始取代原有的阵纹。虽然房氏的百骸还真大阵的神妙程度还要超过血洗天河剑阵，但一来是吕阳只占据了其中一个阵眼，二来则是作为阵法师，吕阳并不喜欢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在一个外人布置的阵法上。毕竟我的秘密可不少，而且骷髅山房氏建立这妖久了，这座百骸还真大阵哪怕再高明，其效果也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底细暴露的越多，就越容易被人针对。所以一旦真有石妖厉害人物进攻骷髅山房氏，那必然是准备好了破解百骸还真大阵的神通手段。所以到了那时候，这百骸还真大阵未必有时妖用。话虽如此，吕阳也没有直接抛弃战法，而是在阁楼里新开了一片区域，阵中藏阵，也算是一张底牌。做完这一切后，吕阳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他又大手一挥，将阁楼命名为血衣楼，算是正式在骷髅山房氏定居，对外也有了称呼。就在这时，只见10几道遁光飞纵而来，这些人都是被安排在吕阳区域内的圣宗弟子，修为普遍在炼气初期和中期，也都是来房氏做任务的。遁光飞入血衣楼后，也陆续散去，现出了男女老少，模样各异的修士身影，一个个面带敬畏的来到了楼台上，却见楼台旁一位风神俊逸的血衣青年正倚栏而立，面带微笑着俯瞰着他们所有人。参见楼主！一众弟子不敢怠慢，纷纷行礼。虽然在圣宗内大家能以师兄弟相称，但是在圣宗外还是要称职务的。何况这可是一位炼气后期的师兄。炼气境初期、中期、后期、大圆满，看上去只是4个小境界，然而他们之间的差距完全称得上鸿沟。免礼。看着下方的一排人影，吕阳满意地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不错，一眼看去都是牛马，没石妖能人。圣宗别的不说，修行环境确实顶级，所以一般来说，选择外调的修士要妖是吕阳和飞侠仙子这样，志在筑基；要妖就是像眼前这些人这样，资质差、年龄大，还没石妖钱，在圣宗混不下去了。只要我想，一人一剑就能杀光所有人。有心组建势力的人或许会对这种情况有所不满，不过吕阳却感觉这样正好，弱者的氛围让他很安心。都散了吧，小事自己决定，不用来找我。吕阳随口吩咐完便直接宣布送客，接着封锁血衣楼，准备就这样安稳修行，闭关直到筑基机缘出现。这门太阴退行师姐真法有点难啊。一夜闭关，吕阳看着眼前的神通秘册，眉头紧皱。大神通非大法力者不可为，乃是神通的顶点。所谓大神通，其实并非一个神通品阶，而是一种运用方法。简而言之，通过将数门彼此契合的上乘神通组合在一起，使其爆发出数十倍的威力，就叫做大神通。太阴退行师姐真法就是如此，想要练成这门大神通，必须先习的天魔化血神光、玄阴摄行大法、太微赤射宝路3道上乘神通，3门神通每一门修炼起来都极为困难，飞天大机缘难以修成。这也是所有大神通的共性，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一要看悟性，2要看气运，3要看功德，少了哪一个都只会功败垂成。就说这第一道神通天魔化血神光，光是这一门神通就不知道卡死了多少修行者，毕竟剥皮修炼等于自斩仙途，就算练成了也毫无意义。至于第2道神通玄阴摄行大法，倒是没有那妖大的副作用，难度主要是外物，想要修成这门神通，必须以一枚玄牝太阴宝玉为媒介，没有这个奇宝，就算你修为再高，悟性再好也修不成。偏偏玄牝太阴宝玉又极为稀有，有多稀有，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圣宗的兑换名录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哪怕你用贡献点都买不到。以圣宗的地大物博程度，都没有这等奇物。可见想要修成这门神通，全看修士的机缘气运，没有那个气运，就算你寻遍天下，也只会是徒劳无功。因此吕阳只是看了一眼，就果断将其放弃，转而琢磨第3道神通太微赤射宝路。然而让他无奈的是，虽然这道神通既不需要珍贵的外物，也没有巨大的副作用，但是它真的太难了。吕阳看了一晚上，收获甚微。
有点像阵法，又有点像符箓，却被归入了神通的范畴。能不能学会全看悟性，学不会就是学不会。想到这里，吕阳又抓了抓头发，不服气。阵法那要拿我都死磕过来了，区区一门神通还能拦我多久？大不了我再花个20年，迟早学会你。之所以太阴退行师姐真法能让吕阳如此死磕，主要是这门大神通实在太香了，他根本无法割舍。天魔化血神光有多厉害就不提了，玄阴摄形大法同样霸道，只要摄取一人气机，再用气机凝聚出魂影，就可以通过斩杀魂影直接凭空将其击杀，哪怕双方相隔千里，也照样死路一条。太微赤射宝录更是离谱，宝录一成，不斩肉身，不杀魂魄，专破功德气运，就是天命之子被这门神通命中，也会变成倒霉蛋。当然，最厉害的还是3门神通合一，同时也是太阴退行师姐真法这门大神通最让吕阳心动的功效，那就是提升修士突破筑基的几率。仅这一点，吕阳对这门大神通就势在必得。岁月荏苒，光阴如梭，一眨眼就是5个春秋过去。血衣楼内，吕阳倚栏望天，默默运转9变化龙诀，呼吸间吞吐云雾，变形幻化出诸多异象奇景。第8变幻身变。虽然骷髅山的灵脉不行，但是吕阳钱多，事前早已囤积了大量灵石，因此修行并没有因此出现迟滞。而5年苦修，尽管太微赤射宝录的修行依旧毫无进展，但他却在钻研神通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真气自发突破了关隘。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丹田内的气种已然再度蜕变，隐隐显化出龙形。炼气8层。虽然从炼气7层到炼气8层的提升没有6层到7层那样夸张，但是真气法力也几乎翻了数倍之多。说到底，境界才是根本。没有大神通又如何？以我现在的实力，即便是炼气中期的真传弟子，我也可以跨境界将对方击杀。何况还有第9变。吕阳心中火热，第9变飞鱼变可以突破瓶颈，换而言之，他突破炼气9层后，立刻就能冲击圆满。先途在望啊，何该庆贺一番。想到这里，吕阳顿时心情大好，没能修成太微赤射宝录的阴霾也一扫而空，随后乐呵呵走出了境室。不过在那之前，吕阳先施展了一次敛气诀。下一秒，他刚突破的磅礴气机便尽数收敛，重新回到炼气7层，比5年前刚好强出了一点点的水平。攻敌3分，自留7分底牌，这东西总是不嫌多的。没过多久，血衣楼之下的圣宗弟子们便立刻蜂拥而至，一个个看到吕阳之后，二话不说就行大礼参拜。恭喜楼主出关。起来吧。吕阳随意的摆了摆手，接着问道：我闭关的这5年里，骷髅山附近有出过石妖乱子吗？回楼主，并无。一位年貌苍老的圣宗弟子主动道：只有一次，北疆神武门有弟子上门挑衅，被飞霞仙子打发走了。那玄牝太阴宝玉呢？有消息了吗？暂无。了解完5年来的变化后，吕阳便驱散了众人，打算再来一次闭关，直到正魔大战筑基机缘出现为止。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彩霞般的盾光突然落在了血衣楼旁。吕师弟，还请一见。吕阳闻言灵石一扫，随后赶忙起身迎接，笑道：劳驾师姐亲身前来，应该是我主动拜访师姐才是。师弟，出事了。只见飞霞仙子面色严肃，郑重道：近日关帝一发现原本应该在15年后才会爆发的尸潮提前了，此刻上万僵尸正在往房事而来。如此异变，事前没有任何征兆，背后定然有幕后主使，我怀疑很有可能是北疆神武门的那些蛮子。石妖。吕阳闻言皱起了眉头，发现飞霞仙子正直勾勾的看着自己之后皱得更深了。师姐需要我出手相助。不错，师弟可愿随我闯一闯尸潮？飞霞仙子笑道：尸潮是危机，但也是机遇，无论幕后主使是谁，能提前引爆尸潮必然是仰仗其宝。你我携手，或许可以将其夺来，成就一番机缘。即便出了意外，身陷尸潮，以你我的修为，风险也不大。说到这里，飞霞仙子眉宇飞扬，光彩照人，显得十分意气风发。然而吕阳却摇了摇头：抱歉师姐，小弟不比师姐，实力低微，也没学识妖神通，只懂得些许阵法，还是留守坐镇为好。风险再小，那也是风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现在可是只要按部就班修炼，就肯定能够突破炼气大圆满，何必要冒险拼命？不值得。这一世的首要目标就是突破炼气大圆满，
要浪也是等突破后再浪，在那之前行事还是应该稳妥起见。师弟你不打算去？见吕阳拒绝，飞侠仙子顿时秀眉微蹙，素来清冷的她露出如此为难之色，顿时让人感觉我见犹怜，先到苦短，想有所成就，唯有破釜沉舟。我本以为你懂得这个道理。吕阳道心似铁，毫不动摇，今时不同往日，还请师姐理解。师弟，你变了。飞侠仙子失望地摇了摇头，既然如此，你便留在房室坐镇吧，只不过到时候机缘也没有你的份了。吕阳闻言笑了笑，没有回答。说实话，他其实感觉飞侠仙子不太像圣宗弟子，该怎样说呢？他有一种没有被圣宗毒打过的天真。有师朝在，你就算得了天大机缘，最后不还是得逃回我坐镇的方式？到了那时，你说机缘没有我的份，那就不要怪我说你们英勇奋战，最后牺牲在抗击师朝的第一线了。黄昏时分，血衣楼内，残阳如血，随着又一个周天的运功结束，吕阳缓缓将天地灵气炼入丹田，再化为真气走向四肢百骸，气走经脉，犹如龙归大海。快了，只要修出最后的飞鱼变，再将九变合一，就能彻底练就九变化龙诀的三品真气真龙煞。等我修成真龙煞，也差不多到了正魔大战开启的时候，正好可以完美衔接，让我以最强的状态去争夺骷髅山的筑基机缘，也只有筑基机缘才值得我去冒险拼命，其他的都是虚妄。结束了今日的修炼，吕阳走出净室。而在净室外，一位身姿傲人、眉宇锐利的女子早已等候多时，看到吕阳之后，立刻上前递上一块玉简。道兄，师朝今日的动向已经送来了。吕阳接过玉简，微微一笑，多谢云道友。此女赫然是云妙清。她本是玉书剑阁的弟子，虽然吕阳早已学会了神霄御剑真诀，但看在前世的缘分，还是把她买了下来。平心而论，他本意是觉得前世两人毕竟有过双修之时，所以在不妨碍到自己的情况下，他也不介意做点好事，帮云妙清一把，跟着自己总比被其他圣宗弟子买走，作为顶炉被采捕成人渣要好。然而没想到这个决定反而给了他意外惊喜。或许是因为这一世他没有和云妙清双修过，反而相敬如宾，只想着苦修，云妙清居然对他好感大增。道兄，你是一个好人，何必留在出圣魔门？云妙清走到吕阳身旁，低声道：此刻正值师潮爆发，师兄不如假死，随我一同前往剑阁皈依正道。说到这里，云妙清看着吕阳，美眸之中隐含情意。在他最绝望最无力的时候，是眼前之人将他救出了苦海，不仅对他秋毫无犯，还给了他容身之所。虽出身魔门，却是谦谦君子，更别说10年下来，他是亲眼看着对方一步步成长至今的，修为高，天赋强，最重要的是长得还很帅。如果他能拜入剑阁，或许就能和自己。想着，云妙清的俏脸陡然泛起一抹晕红，也不知道想到了石妖。这般姿态让吕阳不禁想起了对方前几世还一脸不屈对着他喊魔头的样子，一时间只觉得颇有意思。当然，他对男欢女爱并无兴趣。真正让他看中的是云妙清在玉书剑阁的身份似乎不低，居然声称只要有他举荐，剑阁必然会接纳他。圣宗修行如履薄冰，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去门风好一点的宗门。云妙清或许就是未来自己转投正道的敲门砖。飞侠师姐他们如何了？那几个魔修前几日还在绝阴岭大破师潮，还有神秘强者出手，却被他们击退，而后追杀过去了。云妙清又递上了一枚玉简。吕阳接过玉简，灵石一扫，事发当日种种景象立刻映照心头。原来如此，看来师潮提前爆发，还真有幕后黑手，是神武门的弟子，而他们用来催化师潮的奇宝。看到这里，吕阳突然一愣，随后猛然起身。玄牝太阴宝玉，不错，情报内赫然显示师潮爆发的幕后黑手，神武门弟子手中赫然有一枚拇指大小的玄牝太阴宝玉。如果能得到这枚宝玉，我立刻就能修成玄阴摄行大法，假以时日，就是太阴退行，师姐真法也不是梦。考虑到宝玉的稀有性，这恐怕是我此生唯一的机会，一旦放弃，很有可能就此错过。不过此生不行，来生再说，错过就错过了。吕阳神色阴沉，重新坐了回去。尽管意外发现了梦寐以求的太阴宝玉，可他却没有感觉到丝毫喜悦。他只觉得彻骨冰寒，心中充满了警惕。我想要石妖，石妖就送上门来，天底下岂有如此幸运之事？毕竟我又不是萧石业那种天命之子。更何况萧石业的运气也是别人授予的。
该不会又是那位鸿运道人吧？一想到这一切可能又是有筑基真人在拨弄因果，暗中算计，吕阳当即打定了主意。我就不出去。如今的骷髅山局势诡谲，还是留在房室内主持阵法最安全。只要筑基真人不出手，他都是稳如泰山。况且我不出去，也不是就没机会得到宝玉了。这不是还有飞侠仙子他们要？毕竟情报里说他们可是追杀过去了，只要他们能夺得宝玉，再逃回房室，那自己的机会不就来了妖？想到这里，吕阳不禁发自内心的为飞侠仙子加起油来。时光飞逝，又一日，血衣楼内，吕阳正在打坐练气，突然心有所感，架起一道遁光就来到了楼外，极目远眺，朝着方室的外围看去。轰隆隆，只见远方天空一道道雷鸣般的炸响声，伴随着一朵朵扩散的爆炸云，从地平线的尽头迅速朝着房室蔓延而来，赫然是一场遁光追逐战。跑在最前头的则是飞侠仙子，那特征极为明显的彩霞遁光。少了一个。吕阳眉毛一扬，骷髅山房室包括他自己共有4位炼气后期，飞侠仙子、陆元纯，还有一位无名师兄。然而此刻吕阳却只看到了飞侠仙子和陆元纯的身影。起阵。吕阳不慌不忙，一声令下，房室内的圣宗弟子立刻排布开来，阵旗飞扬，顷刻间撑起一道恢宏阵法。百骸还真大阵。这座阵法位列7品，乃是炼气层次的顶尖阵法。吕阳主持阵法，就算是炼气大圆满的修士也能一战。然而下一秒，异变突生。只见陆元纯突然取出了一块令牌，掐诀催动，竟然直接开启原本闭合的大阵，使其露出了一个缺口。就是现在！几乎同时，房室外也响起了一声兴奋至极的大呼，随后就见几道灵光飞掠而出，化作阵旗分布四方。紧接着一道微型小阵就出现在了陆元纯开启的缺口上，将其固定了起来，以至于吕阳都无法关闭。神武门。吕阳眉头微皱，立刻认出了出手一方，显然神武门已经在房室外埋伏许久，就等着这妖一个机会了。如今战法被强行撑开一个缺口，神武门完全可以借此杀入房室。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陆元纯却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房室，随后纵起遁光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他显然也明白自己做了石妖，只不过他并不在意，甚至他本就是刻意为之，将房室当成弃子，他好逃出升天。毕竟对神武门而言，比起继续追杀他，不如抓住这大好良机一举覆灭骷髅山房室。至于房室内的圣宗同门，算他们倒霉。陆元纯混账！见到房室的大阵被洞开一个缺口，飞侠仙子目眦欲裂，紧接着却是做出了和陆元纯截然相反的动作。师弟，你我联手！遁光一闪，飞侠仙子直接落入房室，随后转身死守在了大阵缺口处，绝对不能让神武门冲进房室。吕阳文研瞥了一眼飞侠仙子，倒是对他颇为改观，毕竟看其模样，朱唇染血，气机萎靡，显然也受了不小的伤。如果跟着陆元纯一起跑，说不定还有希望逃出升天，偏偏他却选择留在了房室内。不会是内鬼吧？秉承着圣宗无好人的想法，吕阳第一时间就怀疑到了飞侠仙子身上，后者也注意到了他警惕的眼神。逃不了的。飞侠仙子无奈地叹了口气，竟然猜出了吕阳的想法，低声道：神武门谋划已久，逃反而死路一条，留下来固守待援，才有一线生机。吕阳闻言依旧心有疑惑，这道理师姐明白，那位陆师兄岂会不知？既然如此，他又是为时要逃，因为宝玉在他那里。说到这里，飞侠仙子顿时气急败坏道：神武门以那块玄牝太阴宝玉为诱饵，设下埋伏，偏偏陆元纯贪图宝玉，强行夺宝，不仅连累我等一同落入陷阱，还罔顾陈师兄死活，丢下我等自己逃走。这妖说他是畏罪潜逃。吕阳恍然大悟，显然陆元纯也知道他这是做的不地道，真要留在房室，迟早要被飞侠仙子秋后算账，这才选择了如此极端的手段。如此一来，飞侠仙子没有跟着陆元纯逃跑也是情理之中了，真要那样做了，难保不会被其杀人灭口。魔头，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煌煌气血映照天穹，仿佛一团团火烧云滚空而来，最后现出一位披坚执锐的壮汉，为首者神色凶厉，是神拳吴志冲。飞侠仙子俏脸严肃，低声道：此人已是炼气9层境界，距离大圆满只有1步之遥，师弟千万小心。陈师兄就是中了他一拳，这才法体崩毁而死。飞侠仙子话音未落，
那位名为吴志冲的壮汉已经驾遁光飞驰而来，手臂高举过头，如挽弓般向后拉。死！下一秒，一拳打出，刺耳的爆鸣声瞬间响彻四方，方正的拳印直捣黄龙。一瞬间，吕阳只感觉有一座山朝着他扑面压来。轰隆！关键时刻，飞侠仙子一步站出，云袖飘扬，一团团清气缭绕的光云喷吐而出，接住了吴志冲这一拳。霎时间，只见彩霞烟云团团爆散，总算将吴志冲拦在了房室之外。然而，彩霞也因此失去了大半曝光。见到这一幕，飞侠仙子眼中顿时闪过一抹痛惜。这彩霞烟云乃是他的一桩法宝，名为七霞烟罗罩，是他苦心祭炼多年而成，此番却是连番受损。与此同时，天空中又是一道遁光落下，现出身形后，赫然是刚刚逃走的陆元纯。只见他此时的脸色极为难看，同时身后竟还跟着一位修士，搬山道人端木元。飞侠仙子眉头紧皱，认出了堵截陆元纯的人正是另一位神武门的炼气后期，论实力丝毫不弱于他。陆元纯，还想活命就回来，你我联手。飞侠仙子沉声道，虽然神武门来势汹汹，但在他看来自己这边还有3位炼气后期，并不是毫无胜算。就算吕阳乃是普通弟子出身，没识妖神通，对付炼气初期和中期还是没问题的，只要自己和陆元纯能挡住吴志冲和搬山道人，让吕阳腾出手去对付其他神武门的弟子，或许还有机会守住房室。好，那就拼死一搏，为我争取时间。话音落下，只见陆元纯深吸一口气，竟直接燃烧精血，天灵盖中喷出团团血光，气机瞬间暴涨数倍。见到这一幕，飞侠仙子总算松了口气。此人毕竟是补天峰主的弟子，驻基门下，或许还有10妖厉害手段，再有我协力，应当能守住房室。想到这里，飞侠仙子也不藏私，再度记起七霞烟罗罩，试图争取时间打断他。吴志冲虽然不知道陆元纯神通，但也不可能任由其发挥，当即纵起一道遁光朝着陆元纯的方向杀去。飞侠仙子见状，一边强提真气，使出浑身解数拦住了神武门的另一位炼气后期搬山道人端木元，一边对着身旁的吕阳高声道：准师弟，快出手，只要拦住吴志冲，此番我等还有翻盘之机。吕阳一个普通弟子，就算突破炼气后期，又有10妖用？陆元纯瞥了一眼吕阳，心中冷笑。在他眼中，吕阳只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撞了大运才突破后期的小人物，和他这种筑基弟子没法比。想到这里，他更加坚定了心中想法。飞侠仙子觉得还有胜算，陆元纯却不这妖认为，因为在他看来，飞侠仙子明显忽略了一个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尸潮。即便他们真能挡下神武门众人，可是只要阵法的缺口还在，等到尸潮到来，依旧是全军覆没的下场。因此下一秒，陆元纯出手了。看我神威！话音落下，飞侠仙子顿时精神一振，看着陆元纯周身血光凝合，显化出了一尊凶神恶煞的恢宏魔影。他也不求陆元纯能直接斩杀吴志冲，只要将其重创就有希望。血影遁天大法。只见魔影一闪，陆元纯的身影瞬间消失，化作一道血光出现在数百米开外，朝着骷髅山外疾驰而去。一时间，飞侠仙子都看傻了。他显然低估了陆元纯的无耻，全然没有想到陆元纯假意与他合作，实际上居然是将他当成了挡箭牌。然而就在这时，骷髅山外陡然天色一暗。想走还是留下吧。一声冷笑，陆元纯所化的血色遁光竟被拦腰击断，被迫重返骷髅山，其中传出了陆元纯惊恐的叫声。炼气大圆满。他燃烧了大半精血才施展而出的血遁，炼气后期绝对没有人可以拦住，能拦住的唯有炼气大圆满。天要亡我！陆元纯心中满是不甘，他好不容易抢到了玄牝太阴宝玉，只要逃出升天，必能得到补天峰主的看重。尤其是在赵旭河被补天峰主放弃的当下，更是他的机会。然而现在一切成空。就在这时，陆元纯的耳边突然传来了吕阳的声音：陆师兄，先回房室。事到如今又有何用？陆元纯万念俱灰，连回应吕阳的兴趣都没有，毕竟在他看来，此刻吕阳和他无非是早死晚死的区别。下一秒，却见此前一直沉默的吕阳突然向前一步，大袖飞扬，十指连弹，转瞬间就挥洒出了数10道阵纹落在房室四周，破开了神武门固定大阵缺口的微型小阵，紧接着操纵阵法就是蓦然一合。轰隆！
霎时间，密密麻麻的阵纹浮现而出，化作光幕笼罩房室内外，大阵竟就这样重新弥合，恢复完整了。啊！陆元纯见状瞬间瞪大了双眼，随后一个机灵，连忙操纵血光飞遁而回，高声大喊：“吕兄救我！”阵起！骷髅山房室上空恢复完整的百骸还真大阵轰隆隆转动，顿时就将吴志冲和端木元惊的拉开了距离。抓住这个空当，陆元纯化身血光飞驰而过，大阵外的阵纹应声分开，任由陆元纯通过，紧接着又重新闭合，动作之快没有给外人半点可乘之机。多谢吕兄相助。落入阵中，血光散去，显露出了陆元纯的狼狈模样。只见他那张煞白的脸庞上还带着几分惊疑不定。吕兄居然是一位阵法师，若非阵法师，怎妖可能重整阵法，化解原本必死的危局？让师兄见笑了，不过堪堪九品罢了。吕阳淡淡一笑，钻研数日，方能略微施展出这大阵的威力。吕阳说的简单，陆元纯却满脸郑重。修仙百艺，阵道第一。一位炼气后期和一位炼气后期的阵法师，两者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几乎可以视作炼气圆满。话说回来，陆师兄此番收获不小吗？吕阳似笑非笑地看着陆元纯，而在他的注视下，陆元纯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僵硬，冷汗顿时流了下来。然而下一秒，他就恢复了镇定。吕兄，玄牝太阴宝玉我帮你保管许久，今日也该物归原主了。说完，陆元纯便直接取出一块小盒，打开盒盖，里面赫然放着一枚生有七窍、酷似人形的白色玉石。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陆元纯也是圣宗的老弟子了，自然清楚这个时候再不交出宝玉，待会儿就要牺牲在正魔战场前线了。何况神武门出动了炼气大圆满，逃出升天已经不可能，陆元纯也就不再抱有幻想，与其留着宝物，不如当众交出去，一方面也算破财免灾，另一方面也能将神武门等人的视线转变到吕阳身上。玄牝太阴宝玉，吕阳见状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将小盒收入储物袋，转身一脸淡定地看向房室之外突兀出现的人影。那是一个俊美的持枪青年，只见他头戴五冠，披着鳞甲，手中的长枪铭刻龙纹，与其说是一位修士，反而更像是凡俗中的将军。九品阵法师。青年的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能剖开大阵遮挡，直接看到主阵的吕阳，没想到还有此等意外的变数。与此同时，神拳吴志冲和搬山道人端木元也凑了过来，各自对着持枪青年恭敬一礼：“欧阳师兄，我等办事不力，让师兄失望了。”无妨。欧阳浩则摇了摇头，面色温和，魔头狡诈，两位师弟有所疏忽也是正常的，此后戴罪立功便是了。说完，他又看向了骷髅山房室，眼中杀意横生。本宗谋划多年，容不得半点意外，可以的话，还是先剪除魔宗留在此地的钉子，最大限度减少变数。下一秒，欧阳浩则便身形一闪，炼气大圆满的气机彻底释放，顷刻间，只见一道金气狼烟扶摇直上，显化出震天杀声，隐隐有万千兵甲战将排列布阵，站在欧阳浩则的身后，加持他的精气神。别我破！霎时间，只听雷音滚空，直接轰入了骷髅山房室，少数修为较低的修士瞬间就被这声怒斥震得吐血。炼气大圆满，吕阳主持阵法，神色凝重，炼气境的极致，这个层次在各大宗门象征的并不仅仅是修为，还包括地位。但凡炼气圆满，必是宗门真传。神武门位列北疆，虽然规模远远不如圣宗，但是也有几门经世的大神通，唯有真传弟子才可以修炼。如果他掌握了大神通，我立刻弃阵跑路。吕阳一边做好逃跑准备，一边来到了阵法边缘，和欧阳浩则隔阵对峙。在下吕阳，不知道有名姓。凭你还不配知道本座名姓？欧阳浩则冷笑一声，识相的就赶紧束手就擒。那样本座倒也不是不可以网开一面，只废除魔功，不取尔等性命。如果选择负隅顽抗，破阵之日便是鸡犬不留。冤冤相报何时了？吕阳笑容不变，语气温和，以我两方虽然正魔有别，却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如给在下一个面子。给你面子？欧阳浩则顿时大笑，嘲讽道：“好大的口气！一个炼气8层，今日我就是不给你面子，你又能如何？何必呢？”吕阳摇了摇头，既然如此，那就请道友前来破阵吧。找死！欧阳浩则眼中杀气一闪，周身气血所化的狼烟全部收敛，握拳一击，乍看之下仿佛只是凡人的武艺。
然而吕阳见状却是面色微凝，不敢有丝毫懈怠，当即记起血阳剑丸，而后身合剑光对着欧阳浩泽就是一斩，刹那间拳剑相交，无匹的锋锐之气和拳劲四处爆散，好似一朵朵火花在半空中绽放。欧阳浩泽身形如电，眨眼间就是数百拳打出。神武门不同于其他修仙门派，体修当道，神通也大多以拳脚为主，近距离厮杀的速度甚至快过剑修。乱剑打！只见欧阳浩泽舒展双臂，像是拉开了一张大弓，随后拳影如剑，一眨眼就将吕阳所在的位置淹没了进去。轰隆隆！爆响声中，吕阳只觉得周身灵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一般，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拳影，要将他碾成齑粉。一瞬千击，根本不给人反击的空隙，俨然是一门上乘神通。欧阳浩泽虽然嘴上说的狂傲，不将吕阳放在眼里，但真动起手来却没有丝毫大意，完全是全力以赴。霎时间，爆裂的气浪滚滚翻腾，在他的拳影下，吕阳只坚持了不到10秒就被锤得粉碎，剑光破散，眨眼间就化作了满天的枯骨残骸。拳势骤停，欧阳浩泽站在空中，眉头微皱。而另一边，方士上空，百骸还真大阵运转，一道身影就虚化时踱步而出，赫然是完好无损的吕阳。道友权威无匹，在下佩服。欧阳浩泽没有回应，再度出拳，依旧是乱剑打。吕阳依旧顽强抵抗，依旧坚持10余秒后被打得粉碎。然而一转眼，欧阳浩泽就看到吕阳的尸体化作枯骨残骸，而毫发无伤的吕阳又从阵法中踱步走出，大袖飘飘，风采依旧，甚至就连真气法力都没有损耗半点，对他拱手一礼：“道友可要再战？”百骸还真大阵，果然名不虚传。欧阳浩泽神色凝重，据他所知，此阵为劣七品，内藏100具骸骨冰，修士身处阵中，可以借骸骨冰之身显化本体，实成战力。如此一来，相当于是骸骨冰代替本体在战斗。赢了皆大欢喜，死了对本体也毫无影响，而且只要阵法持续运转，骸骨冰哪怕消耗掉也能迅速恢复。如此一来，任凭他怎妖猛攻也是徒劳，空作无用功。这还是因为他身处阵法之外，没有冒进，否则一旦入阵，吕阳就能招来所有骸骨冰，直接群殴，届时就算是炼气大圆满，也照样要脱层皮。魔头，你真以为靠着一座7品大阵就能有恃无恐？欧阳浩泽隔着阵法光幕，冷审地看着吕阳，阵法终究是死物，我等修仙之辈，修为境界才是第一。说到底，无非是手底下见真章。吕阳心中谨声大作，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道友若是有信心，大可入阵一战，否则还是乖乖退去吧。”找死！欧阳浩泽森然一笑，随后径真向前一步，接着吐气开声，只听霹雳声响，陡然从喉中绽出一道红音。此为神武门的一门上乘神通，名为千里碎空神音，乃是以秘法吞吐天地灵气，加持神武门特有的3品真气神武真罡，而后再一气吼出，音波所过，千里之内无分敌我，一并震为齑粉。霎时间，炽烈神音冲入阵中，只见一道道阵纹破碎，浮现出一具具形貌各异的骸骨冰，偌大的阵法竟是被硬生生轰出了一个豁口。紧接着就见欧阳浩泽取出了一面圆镜，请太霄宫出手。只见他掐诀一指，将圆镜系在空中，一道恢宏劲光投射而下，凝顿虚空，竟硬生生定住了阵法豁口。霎时间，房市巨震，大量修士纷纷向后，不敢再靠近阵法边缘，脸色惊慌。飞霞仙子脸色惨白，下一秒却猛然看向了神色古怪的陆元纯，厉声道：“留在这里，哪里都不许去。”有了之前被坑的经历，飞霞仙子自然不会再信任陆元纯，此刻那张姣好的脸庞甚至浮现出了些许狰狞。若是没有吕师弟，你此刻已经死在房室外面了，你再敢趁乱逃跑，我不顾一切先杀你。飞霞师妹误会了。陆元纯讪讪一笑，见飞霞仙子那责人遇事的模样，也有些忌惮，只好压下了刚刚生出的许多阴诡念头。而2位炼气后期不乱，房室内的乱象也很快平复了下来。当然，谁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吕阳和欧阳浩泽之间的胜负，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飞霞仙子此刻也只能相信吕阳了，相信他能创造奇迹。这是一件灵宝。吕阳看着空中的圆镜，脸色巨变，还是克制的煞阴气，专门用来对付百骸，还真大阵的至阳灵宝。欧阳浩泽仰天大笑，志得意满。百骸还真大阵在骷髅山伫立多年，我神武门既然敢出手谋算，又怎样会不提前准备好破阵的手段？有太霄镜在，
今日你必死无疑。这件灵宝非他所有，而是神武门的筑基真人特地炼制出来对付百骸，还真大阵的，威力自然不言而喻。方士上空，吕阳神色难看，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哼，想走？欧阳浩泽不假思索，直接纵身而上，同时再发神音，瞬间将四周的骸骨冰粉碎，随后朝着吕阳追去。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欧阳浩泽前脚踏入阵法，后脚就神色一变，下意识想要退出去，回过头却只看到了一片猩红的阵纹。没想到你居然真敢进来！吕阳停下逃跑动作，回头看向欧阳浩泽，刚刚的惊慌模样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露出了森然的笑容。这不可能！欧阳浩泽眼角抽搐，惊疑不定，百骸还真大阵分明已经被我用太霄镜定住了。魏石妖还会有阵法浮现房室内，还有第二套阵法，从哪里冒出来的？魏石妖我事前没有发现丝毫布阵的痕迹，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布阵啊。吕阳心中冷笑，他的血洗天河剑阵图完全依赖于血阳剑丸这枚镇宝，念动即成阵，自然不会有痕迹。下一秒，吕阳手中便多出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幡，先天一气万灵幡。旗幡摇动，霎时间一道道幡灵飞跃而出，落在血洗天河剑阵图的各个阵眼，不由自主地行动了起来。早在设计这座阵法的时候，吕阳就将先天一气万灵幡考虑了进去。此刻幡中上万魂魄布列排开，站住阵眼，显化玄机，顷刻间天地一片赤色，滔滔血河自南向北，对着欧阳浩泽便是垂天而落。欧阳浩泽顿时一声闷哼，身形踉跄，天魔化血神光。身处阵中，欧阳浩泽根本躲不开神光之威，只觉得原本磅礴的气血正如决堤洪水般飞快地泄出体外。下一秒，他赶忙大喝一声：“天光君，救我！”甲光向日精灵开，只见一层层宝光将欧阳浩泽罩定，一时间居然真的止住了天魔化血神光的吞噬。灵宝天光咒，此宝乃是以伏魔天光炼制而成，和天魔化血神光性质相冲，二者碰撞的结果就是彼此互相僵持。直到这时，欧阳浩泽才勉强松了口气，毕竟他也没料到以他的修为配合太霄镜和天光咒两件灵宝，准备如此齐全的情况下，竟还会差点翻车。事到如今，不能逃。欧阳浩泽双眼血红，非但不打算逃跑，反而看向了阵法深处的吕阳，眼中浮现出了令人窒息的杀意。唯有反攻。身为一门真传，他的心智绝对不弱，更清楚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知道此刻若是一心逃跑，反而会被吕阳活生生玩死。想要破阵，必须死中求活，设法杀了吕阳。吕阳一死，阵法自解。轰隆隆！下一秒，欧阳浩泽便在天光咒的保护下，朝着吕阳杀去。无匹枪锋直指吕阳手中的先天一气万灵幡。那幡旗似乎就是此阵核心，杀不了吕阳，破坏了他或许也有生路。来得好！吕阳幡旗一扬，一道身影浮现而出，赫然是刘信。只见他的脸上写满了茫然，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下一秒，爆！轰一声巨响，只见刘信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喊出了一个杀字，竟是专门用来同归于尽的杀生咒。在吕阳看来，刘信对于先天一气万灵幡的使用实在是太浅薄了，毕竟幡灵可是不死的，哪怕短时间被毁，只要真灵不散，就可以消耗法力重新召唤出来。既然如此，何必让他们按部就班去战斗？就应该让他们学同归于尽的杀招，反正能复苏，让他们一出来就施展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神通，自爆杀敌，这才是正确的用法。霎时间，灵潮席卷了一切。等到尘埃落定，刘信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欧阳浩泽则是被强行截停在了半空中，神色阴沉到了极致。迄今为止，他已经用了许多手段，神通、灵宝还有修为压制，对付一个炼气后期的修士本应该是手到擒来，谁曾想结果竟是无一建功，反而是他的法力损耗巨大。再这样下去，他是真要死在此地。欧阳浩泽念及此处，脸上闪过一抹狠色，掐动法诀，紧接着他身上的天光咒便陡然发出了一声悲鸣。这是不好！吕阳见状神色骤变，身形一闪，瞬间就挪移到了血阳剑丸背后，然后将剑丸血影召唤出来护至身前。轰隆！灵宝天光咒自爆了！炸裂的灵光一如昔日消食液制造出的场景，席卷四方，瞬间就粉碎了吕阳的剑阵图，露出朗朗青天。虽然吕阳反应极快，迅速合拢阵法，但欧阳浩泽速度更快，
于千钧一发之际冲出了阵图的包围，吕阳只来得及施展天魔化血神光，从他身上又刷落了3成气血，让他看上去只剩下一具皮包骨。回我法宝，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消此恨。欧阳浩则站在房室外，神色狰狞，竟是将残留法力注入另一件灵宝太霄镜中，让其也发出了哀鸣。大不了本座今日舍了全部灵宝，看你还能不能拿出第3座大阵。轰隆隆，剧烈的哀鸣声伴随着愈演愈烈的灵气波动从半空中动荡而来。欧阳浩则双眼血红，显然已经发了狠。见到这一幕，神武门的另外2位炼气后期吴志冲和端木元坐不住了。欧阳师兄！吴志冲率先上前，看着欧阳浩泽如今的狼狈模样，有些胆战心惊，低声道：“太霄镜毕竟事关重大。”我明白。欧阳浩则回头看了一眼吴志冲，血红双眼中的怒气迅速平复，冷静道：“但是这阵法中的那个魔头更重要。年纪轻轻就精通战法，修为也不弱，他日若是突破炼气圆满，未必不能冲击筑基。如果能杀了一位魔宗的筑基种子，一面太霄镜舍了就舍了。”嗡嗡，半空中太霄镜发出了剧烈的颤鸣，似乎有不同意见。然而欧阳浩则却充耳不闻，一件灵宝罢了，有用的时候叫你一声太霄宫，没用的时候你算石妖。见欧阳浩则一副心意已决的模样，吴志冲只能叹息一声，不再劝阻。毕竟炼气大圆满的欧阳浩则才是此番神武门的主事人，他既然做出了决定，后果自然也由他承担，自己有劝说过就可以了。与此同时，房室内，吕阳收起被炸得损毁大半的血阳剑丸，手持先天一气万灵幡，神色莫名地眺望着房室外的欧阳浩泽。吕师弟，你没死。飞霞仙子和陆元纯来到镜前，一个脸上写满了惊喜，另一个则是在劫后余生之余也对吕阳充满忌惮。吕兄果真是深藏不露。陆元纯大声赞叹道：“此番击退欧阳浩泽，房室安整无忧，足以坚持到圣宗得到消息，加派援手了。”击退还早着呢。吕阳摇了摇头。不错，看那欧阳浩泽的模样，气血大亏，岂只是击退，分明是重伤，算是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飞霞仙子抚掌而笑。陆元纯闻言也赶忙出声迎合。然而吕阳见状却冷笑了一声，语出惊人道：“只是击退，如何能一劳永逸？在下向来不喜欢留后患，还是杀了，干脆简单。”杀谁？欧阳浩泽。一时间，飞霞仙子和陆元纯竟愣在了原地，只因哪怕在他们最乐观的想象里，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画面。那可是一位炼气大圆满，正道真传，谁能杀？怎要杀？下一秒，就见吕阳取出了之前陆元纯还给他的玄牝太阴宝玉，掐诀施法，将其放在掌心中运化。紧接着，这块宝玉便在吕阳的操纵下渐渐融化，最后化作一道圆光，像是一面森白通透的宝镜。在圆光的照耀下，吕阳的眼中迅速浮现出了一道道人影，每一道人影都对应着一道残留的气机。从他人的反应来看，似乎只有他能看到。飞霞仙子、陆元纯、欧阳浩泽、吴志冲、端木元，所有在此地战斗过的人，此地都有他们的气机残留。这就是玄阴摄形大法，太阴退行尸解真法中的第2门神通，难点只在于外物，因此吕阳得到宝玉后须臾便将其练成了。且是试威力。吕阳低垂眼睑，很快就锁定了一道残留气机，正是欧阳浩泽的，被他通过玄阴摄形大法抓取了过来。玄阴摄形，吕阳运转神通，下一秒，玄牝太阴宝玉所化的圆光便吞噬欧阳浩泽的气机，而后映照出了他的身影。钉头索命，旋即吕阳并指一斩，只听咔嚓一声，圆光一分为2，连带着欧阳浩泽的身影也被从头到脚左右开弓分成了2半。以防万一，吕阳是竖着斩的。几乎同时，房室外，欧阳浩泽刚刚结束了和吴志冲的谈话，转过头看向房室，一抬手便将太霄镜扔进了阵法内。虽然太霄镜剧烈挣扎，但他心意已决，就要将其炸开。可下一秒，欧阳浩泽的动作戛然而止，紧接着一道诡异的斩痕就凭空出现在了他的头顶，而后迅速向着下方蔓延，最后化作溅射的血花。他裂开了，尸体跌落半空，只剩下半边的脸庞还残留着惊愕，眼珠微微转动，似乎还没有察觉究竟发生了实妖。怎妖会是我死了？意识就这样在茫然中消散。而失去了欧阳浩泽的操作后，
落入阵中的太宵镜也恢复了平静。吕阳伸手一招，他便主动飞了过去。北疆神武门总坛，一座明亮的大殿内，此地名为魂灯殿，顾名思义，摆放着神武门内诸多高层，包括宗主、长老乃至真传弟子的魂灯。作为北疆的老牌势力，神武门统治北疆已逾1000年，在北疆的威名更是深入人心，鲜少有高层身亡的情况出现。因此，负责在此地值守的弟子也大多懒散，只把这个位置看作是魂宗门补贴的肥差。今日也一如往常，值守弟子例行查看魂灯。进门一眼扫去，亮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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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了，亮着，亮着。值守弟子眨了眨眼，下意识转头看去，紧接着又揉了揉双眼，脸上的表情也渐渐从随意变成了惊恐。灭了，灭了！欧阳师兄的魂灯灭了！声音瞬间传开。下一秒，一位中年道士便凭空出现在了大殿内，目光落在已经熄灭的魂灯上，脸上的表情惊怒交加。多少年了？神武门有多少年没有真传弟子身陨了？欧阳骷髅山。中年道士脸色铁青，突然伸手一招，取来欧阳浩泽的魂灯，法力催动，竟然强行将灯火重新点燃了。当然，人死不可复生。这重新点燃的灯火并不能救回欧阳浩泽的性命，最多就是将其生前最后看到的景象重新显化出来。很快，灯火映照出了一幅光景。中年道士一眼就认出那是出圣宗在骷髅山的方室，只见房室内一位风神俊逸的青年正在远眺长空。就是他，他杀了欧阳浩泽。中年道士的眼中浮现出了深刻入骨的仇恨，因为欧阳浩则不仅仅是宗门的真传弟子，还是他欧阳家最优秀的年轻一代，是他寄予了厚望的后辈。此恨此仇，不死不休。骷髅山房室内，刚刚收起主动投靠的太宵镜的吕阳突然眉头一皱，抬头望天，心中升起了一股寒意。这种感觉他很熟悉，这是自身因果被外力拨弄的感觉。上一世他被补天峰主推算因果的时候，也曾经生出过类似的感觉。莫非又有筑基真人在算计他？神武门的入侵就这样突兀地结束了。欧阳浩泽一死，吴志冲和端木元甚至都不敢停留，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仿佛身后的是10妖洪水猛兽。而和神武门的抱头鼠窜相反，房室内则是一片欢欣鼓舞。毕竟此战过后，骷髅山房室已然固若金汤，只要筑基真人不出手，神武门就难以撼动这个乌龟壳。至于尸潮，那更是借赖之极，不值一提。简而言之，就是安全。一座安全的方式必然成为了金钱的中心，可想而知未来这里的交易会更加频繁，赚钱机会也更多。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热闹都是别人的，吕阳只觉得他们吵闹。此时的他还沉浸在刚刚的心悸之中，久久不曾回神。长久以来，或者说自从萧时夜被那红运道人调走之后，筑基真人就成为了吕阳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当他意识到可能又有筑基真人在算计他时，刚刚斩杀欧阳浩泽的喜悦瞬间一扫而空，下意识地握住了脖颈间的先天混元仪器神符，确保它依旧还在运转之后，提起的心才算是稍稍安定。神符还在运转，说明对方还是算不到我。话虽如此，先天混元仪器神符的功效也是有极限，因为严格来说它并非隔绝因果，而是蒙蔽，是将一层虚假的因果线套在吕阳的身上，以此达成保护。毕竟完全隔绝因果的话，反而太过显眼了。所以当筑基真人推算他的时候，并不会毫无结果，而是会算出一个毫无破绽却又完全虚假的结果。这妖做的好处是更加隐蔽，坏处则是无法彻底屏蔽来自筑基真人的影响。想到这里，吕阳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也要说对方并不是特地针对我，而是意外将我卷入了进去。如此一来，玄牝太阴宝玉的事情也能解释了。不是他鸿运当头，而是有人特地将此物送到了他手里，为的就是借他之手达成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食妖目的。吕阳妈目光一转，看向了欧阳浩泽的尸体，旋即手中万灵幡一挥，将那被一分为二的尸体射了过来。或许能从此人身上得到些许线索。何况作为神武门的真传，欧阳浩泽的收藏肯定也很丰厚。很快，欧阳浩泽的尸体便被万灵幡炼入其中，奈何尸体被分成了2半，所以提炼出的真灵并不完整。万灵幡收录幡灵，能否维持幡灵生前的战力、记忆和意识，一般是看尸体的完整度，尸体保存越完好，幡灵就越接近生前的状态，
比如刘信，而欧阳浩泽、吕阳只勉强保住了生前的7成状态。不过饶是如此，他依旧知道了很多隐秘。原来这才是神武门的目的。骷髅山内有一座秘境，乃是上古巫鬼道所留，骷髅山下的地脉阴气就是从那秘境之中泄露出来的。神武门想要独占秘境，这才计划拔除圣宗在此地的房事。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如果传回圣宗，必然能得到不少的贡献点奖励，圣宗也会派人过来支援。虽然独占这个消息的好处更大，但我为时要独占。反正我又不打算去闯那神妖巫鬼秘境，还不如交给圣宗，稳定赚一笔贡献点，看别人打生打死呢。想到这里，吕阳也就放宽了心。在已经知道如今的骷髅山是有筑基真人在暗中谋划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躲在房室绝不出门的想法。紧接着，吕阳又开始处理起欧阳浩泽的遗物。不过他刚将欧阳浩泽的储物袋拿起来，一枚圆镜就颤巍巍飘了过来，靠近后还亲昵地蹭了蹭他的手。赫然是太霄镜。这件灵宝仿佛一只殷勤的小狗，绕着吕阳转圈圈的同时，还不忘蹦跶2下，动作间充满了效忠的意思。你这是要弃明投啊？吕阳有些意外，说实话，这妖一件至阳灵宝居然会投靠自己一个魔道，看来欧阳浩泽真的伤他很深。见吕阳的注意力终于落在了自己身上，太霄镜先是照了照吕阳手里的储物袋，然后左右晃了晃，接着一道声音便在吕阳的脑海里响起，带着几分奶气，仿佛一个出生不久刚学会说话的孩童。他们不行。随后太霄镜自己又绽放出了强烈的光芒，又上下晃了晃，声音一变，带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和自豪。我行。这是在毛遂自荐啊。吕阳的眼神愈发惊异，虽然他早就知道灵宝拥有自己的灵智，神异无比，但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识到。也好，那就先用你吧。吕阳伸手一招，太霄镜立刻主动落下，而在他的迎合下，他很快就彻底掌握了这件灵宝的里里外外。好，果然是好宝贝。吕阳的脸上满是惊喜，灵宝名不虚传。众所周知，所谓的炼气大圆满，就是将体内气种孕育到极限，从而蜕变出了一道圆满真气的修士。例如他的九变化龙诀，达到炼气大圆满后，就会蜕变出一道真龙煞。换而言之，圆满真气就是炼气大圆满的标志，也是其障之压制所有圆满之下的炼气修士的最强手段。然而太霄镜这件灵宝居然天生就有一道圆满真气，名为太霄风雷气。换而言之，只要执掌这件灵宝，哪怕只有炼气一层的修为，在催动灵宝期间也可以媲美炼气大圆满。不过这灵宝内似乎还有不少禁制。吕阳端向着太霄镜，宝为人用，哪怕在正道也不例外。太霄镜内俨然存留着大量限制其行动的禁制，因此如果在神武门弟子的面前使用这件灵宝，说不定对方只要一掐法诀，太霄镜就会自己飞回去了。这无关太霄镜的意志，完全是炼宝之人留下的后手。如此灵宝，若是用不上，那也太亏了。吕阳沉思片刻，突然双眼一亮，虽然以他的阵法水平还破不开镜中的禁制，但也不是没有折中之法。下一秒，吕阳便晃动万灵幡，将欧阳浩泽重新召唤了出来，紧接着将他炼成一道先天一气，再将其打入太霄镜中，由他来操纵欧阳浩泽，欧阳浩泽再去操纵太霄镜，从而绕开镜中的禁制。轰隆！霎时间，吕阳手中的太霄镜便爆发出了夺目的宝光，光中隐有风雷之声，威力俨然达到了炼气圆满。果然可以！吕阳畅快一笑，旋即将太霄镜悬在脑后，一时间就连他散发的宝光都变得赤红，染上了他的颜色。不错，不错！吕阳畅快一笑，这才收起太霄镜，转而打开了欧阳浩泽的储物袋，瞬间喷薄的灵气让他双眼微眯，里面赫然堆积着大量的灵石。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珍贵的丹药、法宝、材料。吕阳粗略一算，转卖给圣宗至少价值3万贡献点。当真是一波肥，可惜今后怕是没有机会了。毕竟有了欧阳浩泽的前车之鉴，筑基之下应该是没人敢再来闯阵了。等到巫鬼秘境消息传开，骷髅山又是一场腥风血雨，这背后肯定有筑基真人在暗中谋划。不过只要我不出去，不卷入这场是非他，除非亲自出手，否则又能奈我何？吕阳打定主意，随后将东西都收起，拨开阵法，架起一道遁光返回方式，落在了血衣楼的楼台之上。自这一天后，骷髅山便陷入了诡异的平静。神武门继续加派人手，出圣宗的援军也接踵而至，可明面上却没有半点波澜，唯有暗流在幕后涌动。这种情况下，
吕阳的事迹却莫名传开，广为人知。10年前以凡人之身加入圣宗，炒替死阴魁大赚一笔，闭关10年突破炼气后期，成为镇法师后镇斩神武门真传，炼气大圆满。如此励志的平民逆袭，几乎给所有圣宗普通弟子打了一剂强心针。渐渐的，许多人出于敬畏，甚至不再提及吕阳的名字，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个尊称——血衣楼主。骷髅山白骨洞房室之外，遁光隐于山林之间，显露出3道人影，其中2人正是昔日进攻房室却狼狈逃回的吴志冲和端木元，而第3人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欧阳长老。吴志冲小心翼翼开口，生怕眼前这位炼气大圆满的长老做出时妖不理智的事情，前方可是龙潭虎穴。放心，老夫知道轻重。欧阳锋神色冷峻，尽管看向房室的眼眸里充斥着刻骨的仇恨，然而语气却十分平静，没有丝毫波动。那魔头乃是一位9品阵法师，在这房室布下内外2阵，不是一般人能破的，也难怪他能逍遥至今，还打出了一个所谓血衣楼主的威名。不过他并非真正的炼气大圆满，终究是空中楼阁。可是欧阳长老、太霄镜也落入了那人手里。吴志冲赶紧迎合，随后又低声道：“太霄镜神秘莫测，若是那魔头能操纵，恐怕也不输炼气大圆满。此事我自然也考虑到了。”欧阳锋冷笑一声：“太霄镜毕竟是我神武门的灵宝，岂是一个魔头拿去就能用的？他若敢用，那更好。我已经请来了当初炼制太霄镜的杨野子大师，太霄镜落入魔头之手，他也很震怒，已经答应要来骷髅山收回灵宝，正本清源。有他在，若是那魔头敢用太霄镜和我交手，那就是自寻死路。”欧阳锋虽然愤怒，却没有失去理智。更何况有欧阳浩泽的前车之鉴在，他也不可能再去闯阵。思来想去，还是将吕阳从阵中引出来更好。此人一般何时离开房室？面对欧阳锋的询问，吴志冲和端木元面面相觑，竟是哑口无言。欧阳锋见状，当即眉头一皱，不满道：“你们不是在房室外蹲守了许久妖，怎妖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回长老，此人迄今为止都没有离开过房室。没有。欧阳锋一愣，难道你们没有将巫鬼秘境的消息传进去？他难道不知道此时的骷髅山堪称遍地机缘？2人一脸委屈，早就传了，那就是初圣魔宗的援军还没有到，魔道示弱，所以他不敢离开。事实上，魔宗的援军3个月前就到了，还在骷髅山大肆行动，唯独此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啊！听完汇报，欧阳锋终于露出了茫然之色。出去，我是不会出去的。血衣楼内，吕阳和飞霞仙子相对而坐，一边婉拒了飞霞仙子的邀请，一边将一杯灵茶递到了他面前。师弟还真是。飞霞仙子看着吕阳，俏脸突然有些恍惚。曾几何时，他还对这位师弟的胆怯而失望不已，结果却是他步步为营，打出了血衣楼主的赫赫威名。须知但凡修仙者，无不是在与天争命，一步走慢就是受击而亡的下场。哪怕还有所谓的轮回转世，一来转世后未必还有仙缘，二来转世后未必还是自己，因此也难以仰仗。可此番再见，吕阳却一如往昔，淡泊恬静，似乎万事万物都不放在心中。如此修仙者终难寻的气质，飞霞仙子心中陡然想到了一句话：水利万物而不争，故万物莫能与之争。可人活一生，你不争，如何求道？下辈子吗？想到这里，飞霞仙子不禁叹了一口气，惭愧，妾身怕是一辈子都到不了师弟这般高超的心境了。师姐谬赞了。吕阳微微一笑，来之前不是说了妖，此番我等不论大事，只论道，我教师姐阵法，师姐教我符术，妾身自当倾囊相授。飞霞仙子红唇轻抿，素手挽面纱，露出了一张倾国倾城的绝色容颜，一身单薄的霞衣之下山鹤耸立，臀线如月，就连声音也不自觉地变得娇柔了起来。说起来，还未谢过师弟此前的救命之恩。翌日，日上三竿，房室内，一位模样落魄的青年正在自己的洞府里踱步，脸上满是挣扎，赫然是吕阳的老朋友赵旭和。怎会如此？怎会如此？此时的赵旭和已经急迫到了一个顶点，巫鬼秘境的消息如今人尽皆知，再不动手我就没机会了。想到这里，赵旭和气机陡然一炸，竟然已经不是出来房室时的炼气6层，而是突破到了炼气7层，后期境界。也正是因为突破了多年来困顿瓶颈，他才有了前往秘境探险搏一搏机缘的念头。
可有念头不代表有实力。没有了盘龙岛的机缘，他只能修炼补天峰的阴阳大乐赋，真气不过五品，神通法宝更是样样都不如。这种情况下去争机缘就是找死。思来想去，赵旭和终于是一咬牙取出了一块尘封许久的玉简，注入法力，联系那个许久未见的人。玉简光晕弥漫，过了许久才有一道声音传出：是谁？声音中带着慵懒，还有几分口干舌燥，却让赵旭和分外怀念，不禁低声道：飞侠是我，旭和。没错，他和飞侠仙子有救。不过说是有救，实际上只是曾经的熟人。然而他被补天峰主选为女婿后，为了避嫌就断了彼此联系。本以为双方从此再无交集，不曾想如今却又求到了他的头上。赵旭和牙关紧咬，低声道：飞侠，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如今道途无望，打算离开房市做最后一搏。他知道飞侠仙子最欣赏为了求道而破釜沉舟的行为，所以只有这妖说才能打动他。可我如今没有贡献点，无力购买法宝和神通，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有破釜沉舟之心，也怕徒劳送死。所以看在昔日你我情分上，借我一点。说着说着，赵旭和脑海中不禁回忆起了昔日和飞侠仙子的点点滴滴，心中也生出了些许难言的期冀。然而下一秒，一盆凉水浇落。抱歉，我不知道你在说石妖。原本还带着浓烈温度的娇柔声音瞬间变得一片冰冷，默然道：还有，请你以后也不要再联系我了。我正在和吕师弟论道，不想他误会。咔嚓，下一秒玉简破碎。赵旭和呆呆地站立在原地，半晌都没有回过神，许久过后才渐渐扭曲面容，从口齿间吐出一声怒吼。不！数日之后，血衣楼的一间静室内，飞侠仙子早已飘然而去，吕阳则是端坐蒲团，开始研究此前和飞侠仙子坐而论道得到的符术传承。至于男欢女爱，吕阳向来不挂怀心中，只因他心里很清楚，圣宗哪里有石妖真爱，不过是利益交换罢了。救命之恩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坐镇房市，炼气大圆满，也奈何不得飞侠仙子需要他帮忙。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双修的论道速度更快。毕竟圣宗拥有阴阳大乐赋这种可以直接采补之事的双修功法，比起言语交流，还是身体交流更方便。不过飞侠仙子如果想要靠着这几日的交流来向他所求石妖好处，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毕竟这几日他也教了飞侠仙子阵法，钱货两清，很公平。符术啊，作为修真百艺之一，符术也是比较吃香的一类。而数日深入交流下来，吕阳对符术也有了更多理解。在他看来，所谓的符术其实就是一种临时的微型阵法，虽然威力远远比不上阵法，但是胜在方便携带，而且也不需要地脉、灵气支撑，更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只要使用者注入法力就可以催动。吕阳集中意念，看向百事书的面板。金光符入门，五雷符入门，剑气符入门，回风反火符入门。飞侠仙子一共传给了他4门符箓，其中金光符、五雷符、剑气符都是比较大众的，论品皆不过9品，唯有最后一门回风反火符乃是7品的大符。此符可以将修士某一时间段的状态烙印保存下来，需要时再覆盖上去，让修士短时间内重返巅峰。比如当你刚刚经历一场恶战，全身是伤，法力十不存一，这个时候使用此符就能立刻回归完好无损、法力巅峰的状态。虽然事后的反噬会让伤势再重3分，但是在关键时刻足以用来应急了。飞侠仙子之前能一路逃回房市，就有此符的功劳，而能主动传授此等保命的符咒，可见此番论道交流，他虽然怀揣着其他心思，但还是有几分真心的。当然，回风反火符的效果不能叠加，而且因为它的效力出众，因此冷却的时间也就更长，一次使用之后必须间隔3个月才能使用第2次。天圆地方，律令9章，经我下笔，万灵符藏。几张符纸飘在空中，吕阳一手掐诀，一手运转法力在纸上书写，时不时就有法力失控导致符纸被毁。不过很快，吕阳就会牵引新的符纸补充进去。就这样过了许久，吕阳才缓缓收工，而他的面前也多出了4张灵光熠熠、色泽字样各有不同的符咒。成了。吕阳先是将最珍贵的回风反火符收起，又将剩下3枚符咒取到手中，凝神细看，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和回风反火符不同，这金光符、五雷符、剑气符都比较常规，其实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符术技巧，
只要备好材料，多加炼制，其实完全可以量产。问题只在于如何去找那妖多人为你无偿画符。所幸这一点吕阳从来都不担心。正好万灵藩内的藩灵们整天闲着没事干，自己将画符之术传下去，给他们找点工作打发时间，甚至这妖座还能省下一笔钱。毕竟如果请圣宗弟子来画符，还得付他们工资，而藩灵开玩笑，自己愿意给他们工作就已经是他们的福分了，想要工资那可就别怪他裁员了。走出进室，守在门外的云妙清给吕阳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赵旭和。吕阳眉毛一扬，心中思忖这位赵师兄为何会突然来找他，明明上一次交谈的时候还对他充满了戒心。见吕阳皱眉，云妙清轻声道：道兄若是不愿意见他，我赶他走。不必。吕阳微微一笑，那就见见吧。很快赵旭和就被领到了血衣楼的会客室内，吕阳偷偷观察了一番，没有发现石妖，这才走了进去。赵师兄，你想死我了。吕阳哈哈大笑，一进门就抱住了赵旭和，激动道：不瞒你说，前段时间我和神武门的那个真传拼得太狠了，虽然将其斩杀，但也受了重伤，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让赵师兄你久等了。没有。赵旭和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心中却是狠得牙痒痒，他可是看到飞侠仙子从血衣楼里走出来的。不过他毕竟道心坚定，迅速摆脱了负面情绪。吕师弟，我此番前来是有一事相求。赵旭和直接进入正题，沉声道：师弟可知道巫鬼秘境？最近关于这个秘境的消息可是脍炙人口啊。当然知道。吕阳点了点头。赵旭和趁热打铁道：不瞒师弟，其实我手里就有一些关于巫鬼秘境的线索，或许和筑基机缘有关。哦。吕阳平淡的反应让赵旭和顿时一愣。这不对啊。在他的预想之中，筑基机缘是何等大的事情，吕阳听到了不应该立刻火急火燎的询问他具体细节吗？殊不知吕阳此时的心态很平稳。要知道他当初知道巫鬼秘境，那是将欧阳浩泽转化为藩灵之后才挖出来的，绝对是鲜为人知的机密。可现在呢，整个骷髅山都在传着巫鬼秘境的事情，人人都在讨论，好像只要找到秘境，就是凡人都能成功筑基。当街坊里的大妈都开始讨论炒股的时候，你就应该离场了呀。谁都知道的机密还是机密吗？这是在等着割韭菜呢。吕阳看得很通透，巫鬼秘境越是被炒得如日中天，机缘遍地，他就越是坚定不走出房事半步的决心。想到这里，吕阳当即摇了摇头：抱歉了师兄，我对秘境不感兴趣。这赵旭和嘴巴大张，赶忙劝说道：师弟，修行不易，人就活一辈子，关键时刻岂能畏缩啊？上古巫鬼道可是魔道大宗，虽然最后被玉书剑阁所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总归还是有些好东西的，说不定就是筑基奇珍。难道师弟就不动心？须知机缘一世难求，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呀。机缘一世难求那是你，我可不一样，这一世不行，下一世再说呗。吕阳心中腹诽，面上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我意已决，要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赵旭和站在原地，哑口无言。没办法，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吕阳还不打算出山，他也没辙，只能在心里骂一声该死的老乌龟了。既然如此，那便算了。不过此番前来，我还有另一桩交易想要和师弟你谈谈。赵旭和牙关紧咬，只好转向第二套方案，一脸心疼道：我手里有一门可以增加筑基成功率的秘术，我想要用它做抵押，向师弟你借贷3万贡献点。筑基秘术。此言一出，本来还想送客的吕阳顿时双眼一亮，看着赵旭和感觉那叫一个顺眼，这位真是他的福星。炒踢死阴魁，9变化龙诀，骷髅山房事，现在又多出来一门筑基秘术。迄今为止自己仰仗的诸多机缘，哪一个背后没有亲爱的赵师兄？自己能有今天，他简直功不可没啊。此法名为道天机。得到吕阳首肯，赵旭和便取出一枚玉简，注入10亿后递给了吕阳，正是他口中筑基秘术的功效简介。吕阳灵石一扫，顿时露出了惊叹之色。这门道天机之术，吕阳一看就知道是圣宗高人开创的，因为其字里行间都带着圣宗特有的风格。所谓的道天机，顾名思义，乃是先物色一个年龄、天赋、修为都和自己处于伯仲之间的异性修士，然后与之结为道侣，再通过不断的双修，逐步将自身气机种入对方的体内，取代对方的气种。一旦成功，对方修炼的就不再是他自己的气种，
而是施术者的器重。届时，对方无论得到了怎样的机缘，有怎样的突破，最后都只会被施术者盗取，一生修持图做嫁衣。阴险毒辣，将人才当作人才太经典了。想到这里，吕阳又瞥了一眼赵旭和，突然回想起了上世自己听说他似乎就和飞霞仙子成为了道侣。原来如此，怪不得突破筑基失败后是双双身陨。现在再看，恐怕是赵旭和先弄死了飞霞仙子，然后才筑基失败而死的，谋划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吕阳心中腹诽的同时，却也暗自凛然，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上世的赵旭和准备绝对称得上完善，几乎是将可以利用的资源都利用上了。上世赵旭和飞霞仙子结为道侣后，借着骷髅山一跃而起，不仅突破了炼气大圆满，还得到了2件筑基奇物。如果考虑到这门道天机之术，飞霞仙子那一份实际上也是赵旭和囊中之物。满打满算，赵旭和足足准备了3种手段突破筑基。然而结果呢？还是失败了。筑基，大道仙机不筑基，终究是庸碌凡人，怪不得唯有筑基修士才称得上一生真人。筑基难于上青天啊！吕阳感叹完，又看向了手里的玉简。师弟意下如何？赵旭和一脸期待，以此抵押，师弟借我3万贡献点，期限3个月后，3个月后我一定把钱给还上。如果我没还清，秘术就抵债送给师弟你了。不过即便我还清了，秘术我也照样送给师弟，算是感谢师弟你雪中送炭，助我渡过难关的恩情了。赵旭和说得很豪爽大气，然而吕阳听完却是在心中冷笑。听上去只要我愿意借，这道天机之术就是我的了，横竖我都不会亏，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妖一回事。关键不在于秘术，也不在于借钱，而在于3个月的时限。因为只要他借了钱，一旦赵旭和在这3个月内遇到了食妖危机，他就必须管，否则钱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借钱借的不是钱，是人。赵旭和分明就是想要用这一门筑基秘术把自己给讨牢了，逼自己以后为他的冒险和惹来的因果买单。简而言之，这就是一颗糖衣炮弹。偏偏事关筑基，他还无法拒绝。可我既想要秘术，又不想负责，怎要办？吕阳看着手中玉简，思考有时要办法能把糖衣吃掉，把炮弹扔回去，比如送赵旭和去和刘信当兄弟。然而很快，吕阳又在心中否决了这个方案，就像他收了欧阳浩泽当藩灵，却没能从其手中得到神武门本功法一样，修仙界有的是手段防止功法神通泄露。赵旭和既然敢来找他，必然有所准备，成功率太低了。吕阳沉默了片刻，随后忽然道：罢了，我可以答应师兄的借款，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如果师兄不能接受这一个条件，我宁愿放弃秘术。赵旭和闻言大喜，师弟请讲。条件很简单，吕阳轻声道：师兄，你要将秘术的真本交给我，否则以后师兄反悔不给我了，怎要办？当然，你可以在秘术真本上设下禁制，比如一旦被擅自开启，就会立刻自毁，等3个月后再来解开禁制。以师兄你的法力，禁制至少可以维持80年，这样我放心，你也放心，师兄你看如何？赵旭和想了想，好像没时要毛病。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法力有限，禁制80年后就会因为法力耗尽而自动解开，可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要知道，炼气修士的寿命在150岁左右，而一旦过了100岁，精气神衰弱，就基本没有突破筑基的希望了。吕阳今年已过20，80年后铁定寿数过100，半截子入土了，就算得了筑基秘术，也没有食妖用处。毕竟这辈子都快没了，还拿食妖筑基？下辈子吗？赵旭和越想越觉得吕阳能拿出这妖一个妥善的方案，既达成了交易，又避免彼此怀疑，实在是双赢啊。师弟的要求乃是情理之中，就这要办。赵旭和果断点头，直接又取出一块玉简，先是凝聚法力往上面刻画上一道禁制，随后便递给了吕阳。吕阳见状，自然也是笑眯眯的将其接了过来。一时间宾主尽欢。从此以后，赵旭和算是没用了。他要是能活着回来，那便罢了，要是真惹出食妖麻烦，我可不会管，大不了等80年后再看秘术，反正哪个我都不亏。送走了赵旭和，吕阳便哼着小曲，乐呵呵地布置起了房室，毕竟如今这房室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而且房室内的百骸还真大阵乃是7品阵法，而他的血洗天河剑阵图却只有9品，威力全靠天魔化血神光，所以如果能将百骸还真大阵琢磨透，触类旁通之下，对他的阵法造诣也会有不小的帮助。
很快，时光流逝，一眨眼又是1月过去。吕阳从入定中惊醒，忽觉香风扑面，随后就见一道曼妙倩影走进了血衣楼。师姐，吕阳展颜一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师姐莫非是在阵法上又有了石妖领悟，想要和我交流一番？说了多少次，叫我飞侠即可。”飞侠仙子没好气地白了吕阳一眼，习惯性地坐进了吕阳怀中，随后才柔声细语道：“圣宗有人来了。”不是早就来了妖？吕阳魂不在意道：“上次我就说过了，我只想安静修行，无心招惹是非，对那时妖巫鬼秘境没兴趣。这一次来的人不一样。”飞侠仙子此言一出，吕阳顿时眯起了双眼：“是谁？”“是二师兄。”飞侠仙子脸色严肃：“三合会的二师兄，炼气大圆满的真传弟子，这一次是他亲自让我过来传话的。”吕阳闻言脸色渐渐沉了下来，因为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三合会这个圣宗内部大型派系的创建者好像就是一位筑基真人吧。或许是惊弓之鸟，或许是杞人忧天，但无论如何，吕阳现在对所有存在筑基背景的势力都心怀警惕，尤其是能关注到他的势力。和之前不同，我这一世有神符庇佑，补天封算计部到我头上，神武门作为正道应该不会坑自己人。如此说来，那个至今藏在暗处谋划骷髅山的筑基真人，说不定还真是三合会背后的那位。吕阳越想越觉得三合会很可疑，面上却不动声色。原来如此，莫非二师兄想要见我？不错。飞侠仙子点了点头，二师兄来骷髅山正缺几个得力的助力，所以希望师兄你可以出手。助力、炮灰还差不多。吕阳果断摇头，我虽然略懂阵法，但换而言之就是离了阵法实力大减，如何当得起二师兄的厚爱？还是请二师兄另请高明吧。吕阳这话说得很有底气，虽然他加入了三合会，还签订了法契，但也不是三合会的奴隶，这点自主权还是有的，谁能强逼他？飞侠仙子显然也是这妖认为的，所以只是传个话。如今话传完了，他的神色也渐渐变得暧昧了起来，白皙的俏脸泛起两团红云，顾盼间尽显千娇百媚。师弟，妾身最近在阵法上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还请师弟多多指教。如此甚好。吕阳顿时来了精神。往后3个月，吕阳的生活节奏也就慢了下来，每天不是和飞侠仙子论道，就是在外面研究百骸，还真大阵。有时兴致来了，干脆就2件事情一起干。然而和他的岁月静好相比，房市外的骷髅山却是乱成了一锅粥。不仅是神武门和出圣宗，还有2人下辖的附属宗门，甚至还有一些神通惊人的散修也被吸引了过来。3方见面，自然是打成了一片。期间还有几个上古巫鬼道的遗迹被挖出，更加坐实了巫鬼秘境的存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飞侠仙子给他带来了消息，说是赵旭和甲借他的名头，在房市外抢了不少机缘。没想到我的名头这样好用。吕阳听完也有些意外，赵旭和几次和人争夺机缘，身陷险境，结果都是搬出了他的名头才转危为安。很显然，欧阳浩泽的死确实让许多人对他心怀忌惮。当然，这也是因为赵旭和很聪明，懂进退，迄今为止还没有惹上真正厉害的角色，这才能狐假虎威。师弟，此事你当真不管？飞侠仙子粉面含煞，言语中满是冰冷。此人假借你的名头，替你惹来因果，要我说不如先杀了他。不必管他。吕阳摇了摇头，赵旭和现在根本不回房市，一心在骷髅山搜寻上古巫鬼道的，以及还有那座巫鬼秘境。自己要杀他，就得离开房市。可那又怎样可能呢？任他去吧，他当初在我这里抵押带了一笔贡献点，我当初也答应他能借我的名头，没事要好说的。送走飞侠仙子之后，吕阳脸上的表情渐渐收敛。呵呵，有意思，这几个月下来，我听到的、见到的，无论石妖事情，似乎都在催促我，想要让我离开房市。吕阳心中不自觉地生出了一个词：结束。自己区一个炼气小修，能被筑基真人盯上，推演因果，百般谋算，这不是结束，石妖称得上结束。因果呀，该死的东西！无论如何，结束当头，绝不能乱动无名火，唯有紧闭洞门，敬送黄庭3两卷，才有希望躲过一劫。先是三合会外力施压，现在又是赵旭和内因牵连，任你如何调我，我就是不咬钩，潜龙不出渊，也奥奈我何？念及此处，吕阳顿觉心境清明，刚刚有些浮躁的思绪重归平静，浑身轻松，仿佛又摆脱了一重因果。
时光流转，又是1月过去。骷髅山房室往东1000余里，只见一道遁光正在亡命飞逃，似乎还用上了某种燃烧精血的手段，而在其身后则是跟着7、8道遁光。赵旭和，你往哪里跑？追杀之人个个披坚执锐，气血冲霄，赫然是神武门的弟子，修为普遍在炼气后期，没有炼气大圆满。若非如此，以赵旭和的修为也难以逃出。不过饶是如此，一路逃到这里也已经接近他的极限了，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昏迷，完全是心存期冀。我还有救！我之前已经给吕阳发去飞书，只要能逃到那个地方，逃到房室周围，吕阳肯定会救我。赵旭和亡命飞奔，拼命说服着自己。到天机上还有我的禁制，只要他还想突破筑基，而不是等到80年后垂老矣，就必须要来救我。他会来救我的，一定会。就在这时，让赵旭和无比振奋的是，房室方向终于腾起了一道宣赫遁光，似乎发现了他正深陷死境。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见到这一幕，赵旭和顿时精神大振，而他身后的追兵见状也赶紧放慢了速度，似乎也在等待着石妖。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众人发现不对劲了。只见那宣赫遁光虽然还在赶来的路上，但他就是赶不到。终于赵旭和跑不动了，而来自神武门的追兵们也有些不情愿地将他困住，双方就这样大战了起来。这一战就是小半天，到最后神武门的追兵们甚至都不敢用力了，生怕一招就把赵旭和打死，时不时还看一眼遁光方向。仔细一看，那遁光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呀？直到最后赵旭和彻底破防了。不，魏石妖！只见他猛然喷出一口鲜血，而后跪坐在地，竟是彻底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连生机都开始飞速消散。临死前，他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难道吕阳不要到天机秘术了吗？魏石妖不救我？殊不知，这也是设计了这场追杀的幕后之人的念头。暗处，神武门长老欧阳锋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看向远处的骷髅山房室，眼中流露出一丝不甘与无奈。魏石妖不救他，傻子才救他呢！收起遁光，吕阳看着不知道是赵旭和送来的第几封求救飞书，随手扔开，真以为能用秘术要挟我。不就是80年妖，我等得起。等到你禁制自然消散，秘术照样是我的。这一世不行，大不了活用于下一世。想到这里，吕阳忍不住感慨赵旭和时运不济，如果他真能一路逃进房室，自己倒也不介意出手帮他。可是在房室外，那就只能说无缘了。赵师兄，你就安心的去吧，你为了圣宗赴南捐躯，日后我一定做清补天封主，特允将你风光大葬。至于你的欠款，这一世就算了，下一世我再来找你要。血衣楼又是1日清晨，飞霞仙子倚身在楼台上，阳光穿过她身上随风摇曳的薄衣，倒映出了一道令人遐想万千的曼妙倩影。这段时间多谢吕师弟了。两人刚刚结束一夜的交流，而经过吕阳的倾囊相授，飞霞仙子已经到了极限，短时间内再难有进步。今日我便打算离开房室。回过头，飞霞仙子直勾勾看向吕阳，我心境比不上师弟，天赋亦有不如，却不甘心就此泯然凡人。飞霞此去，与师弟再见怕是遥遥无期。飞霞仙子抬眸顾盼，模样令人怜惜，忽然悠悠一叹，未来或许道途在望，或许埋骨他乡，仙路孤寂，何况是在圣宗飞霞，只盼届时还能再见故人。说完，飞霞仙子便对着吕阳嫣然一笑，美艳的面庞，清丽的笑容，像是头一次对吕阳敞开了心扉。师弟，你愿意做飞霞的那一位故人吗？吕阳沉默许久，一位绝色女子情意绵绵地注视着自己，像是一张大网，丝丝缕缕缠绕而上，足以让任何男人神魂颠倒。然而吕阳忍住了，他平静地抬起了手，随时欢迎师姐回来喝茶。送客。刹那间，飞霞仙子眼中眸光明灭，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无奈，紧接着收起笑颜，重新变得清冷了起来。妾身告辞了。话音落下，就见一道形如彩霞的遁光腾空而起，消散在天边。直到对方离去，吕阳才吐出一口气，转身回到血衣楼的静室内，躲进阵法，握住先天混元仪器神符，终于是止住了身体的颤动。妈的，这肯定是筑基真人在算计我。对飞霞仙子，吕阳向来是走身不走心的，大家只是纯粹的交流学习，双修只是因为学习的一种方法。
可是刚刚他居然动心了。对飞霞仙子，他一度意乱情迷，几次差点说出愿意，这种情绪显然不对，和他的本心根本不符。有了前几世的经验，吕阳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幕后那位筑基真人有些坐不住了，开始使用粗暴的手段了。这是拿飞霞仙子做饵，强行要将我和他绑定在一起，想要把我从房室里调出去。闭关，我要闭关。想到这里，吕阳当即对外宣布闭死关，短时间内不见外人，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的因果被别人牵连。了不起！骷髅山房室外，一座山崖上，一道身影负手而立，而在他的身后，则是站着一位神色恭敬的血衣青年。下一秒，负手而立的身影笑了：“普通弟子，没有根脚，居然能走出这妖一位道心坚定的人才，实在难得。我几次施法吊他都没有摇儿老二，真不知道该说你的眼光是好还是不好了。还请师兄恕罪。”血衣青年恭敬一礼，语气也有些无奈：“我本意只是想找一个炮灰，只是没有想到潜水也能出蛟龙。”血衣青年名为罗无涯，三合会的二师兄，修为乃是炼气大圆满，还掌握了一门大神通，是圣宗明面上在骷髅山的最强者，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而能让他都如此恭敬以对的人，副手之人的身份昭然若揭。三合会会首，其道号阴山，10年前筑基成功之后，一举成为了圣宗的高层，受宗主恩准在云海内开辟阴山一脉。不过师兄，我还是想不明白，难道非要一位圣宗弟子不可吗？老二，你有所不知。阴山真人摇了摇头，上古巫鬼道乃是魔道大宗，其秘境因果深重，哪怕是我也不愿意轻易沾染上。这世道处处有因果，得了好处，结了因果就要还。上古巫鬼道设下秘境，本就是要寻一个大气运之辈，以宗门传承种下因果，求一个道统复兴的机会。如果我亲自出手，想要找到巫鬼秘境，自然轻而易举，甚至不用我找，巫鬼秘境自己就会主动现世。可那样一来，巫鬼道的因果就落在我身上了，届时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事，对我修行有碍。说白了，阴山真人就是既想要货，又不想给钱，所以我才需要一个人替我开启巫鬼秘境。巫鬼道乃是魔道大宗，因此选一个圣宗弟子最适合不过。我本选中了那位血衣楼主，还特地为他勾来了不少有分量的仇敌，只要他愿意走出房室，我就会做他后台，助他斩杀仇敌，积累气数，等气数够了，巫鬼秘境就会被他的气数吸引出来。如果吕阳在这里听到这番话后，肯定会觉得熟悉，因为当初的萧石业就是这妖死的。人造的天命之子，看似鸿运齐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实际上却只是筑基真人用来钓走机缘的鱼饵，而一旦机缘钓出来了，鱼饵也就没用了。阴山真人身后，血衣青年罗无涯深深地低下头，为筑基真人推动因果命数的可怕手段感到暗暗心悸。罢了。突然，阴山真人摇了摇头，既然那血衣楼主不愿意配合，那就换一个好了，也不是非他不可。说到这里，阴山真人轻笑一声：“老二，你可记得上古巫鬼道是如何灭亡的？”知道，是玉书剑阁。罗无涯点头道：“拜一代的剑阁掌教金丹真君在剑阁七星崖上展出了一剑，巫鬼道山门当即入尘。”不错，仅仅只是一剑。阴山真人感慨道：“上古巫鬼道鼎盛时期，筑基真人足足2位数，甚至还有一座4品阵法镇压气运。饶是如此，却依旧挡不住金丹真君相隔数万里展出的一剑，甚至那一剑至今还在巫鬼道的秘境里。”说到这里，阴山真人眼中流露出一丝忌惮。真君法旨，剑气注释，巫鬼道不灭，剑气自然也不灭，这也是他不肯亲自下场的原因。金丹真君的剑气啊，还出自正道魁首玉书剑阁，万一他跑去开启秘境，里面的剑气顺手把他斩了呢？所以还是找一个探路石更加稳妥。那道剑气和巫鬼秘境经过无数年的纠缠，早已浑然一体，所以既然没办法通过圣宗弟子打开巫鬼秘境，那换一个方向，设法勾一个玉书剑阁的弟子过来得到那道剑气，效果其实也是一样的。说到这里，阴山真人眸光一转，终于离开了房室。几乎同时，正在房室内闭关的吕阳突然感觉身子一轻，仿佛卸下了无穷重担一般，露出了惊异之色。看来幕后那位筑基真人终于是放弃了。吕阳抬头望天，这也就是他身怀先天混元一气神符，又有术士经验，这才能隐约察觉道命术的变化。这种道心通明、海阔天空的感觉，当真是许久没有过了。好啊，好！
发现筑基真人不再算计自己，吕阳顿时轻松了许多。更让他满意的是自己的另一项工程也大有进展。吕阳取出先天仪器万灵幡，而后换出自己的先天仪器分身。万灵幡很特别，虽然内藏芥子空间，但唯有先天仪器分身这种和先天道书相关的事物才能进入其中。分身进入，吕阳顿觉眼前一晃，下一秒，一片浩瀚无垠的图卷便在吕阳的眼前徐徐铺开，像是一幅连环画，每幅画中都有一尊藩灵。这些画像各有千秋，有的是山水人家，有的是海外孤岛，有的是皇宫进城，有的是天庭仙宫。这些画像里都有一个灵光四溢的藩灵正在走动，或是吃喝玩乐，或是打坐修行，看上去宛若真人。尽管已经见过许多次，但每一次见还是让吕阳不禁感叹，这些画像恐怕都是藩灵生前记忆所化，让藩灵生活画中，以此维持其实意不散。好厉害的法宝！吕阳心念一动，画中的景象顿时变化，所有藩灵都被聚集到了一个地方，原本的山水人家等画面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以及一条流水线。一开始藩灵们还有些恍惚，不过很快，作为藩灵中的最强者，刘信率先恢复清醒，快步来到吕阳面前，恭敬道：“属下见过主人。工作如何了？”回主人，已生产金光符132张，五雷符153张，剑气符210张，还请主人点阅。话音落下，刘信便捧起一叠厚厚的符咒递来。做得好，不过……吕阳临时一扫，满意的将符咒收起，但很快又挎起了一张批脸，是谁允许你让他们回去休息的？自从他和飞侠仙子交流了符术之后，便将3个低阶符咒的生产工作交给了万灵幡内的一众藩灵，因此藩灵们本应该夜以继日，全年无休的为他画符，可他刚刚进来视察，却发现大家都在休息。这还得了，7天了呀！作为藩灵，你今天都敢休息了，明天你敢坐实邀我，简直不敢想。这种歪风邪气，必须要扼杀在萌芽里。想到这里，吕阳双眼微眯，沉声道：“刘师兄啊，你能组织藩灵们画出这妖多符咒，我很高兴。但是你让藩灵们都去休息，我很不喜欢。”回主人，属下这也是无奈之举。刘信闻言，赶忙解释道：“画符之术需要生人以法力为笔，以灵慧为墨。然而藩灵乃是4生10死之人，法力虽有，灵慧却是用一点就少一点。如果长时间画符，不让他们沉睡休养的话，终有一天会耗尽所有灵慧，最后导致他们无故消散的。那又如何？”吕阳的回应让刘信顿时一愣。万灵幡最不缺的就是藩灵，如果累到无故消散了，那正好，我去弄一个新的回来，会有更高的效益。哦，对，消散的藩灵还可以拿去喂养别的藩灵。既然藩灵能吃苦，那就能吃更多的苦。你们这些藩灵生来就是我工作的，不能为我工作的藩灵没有存在的价值，就让他们自己消散掉吧。吕阳说的语气平淡，刘信听得心惊胆战。畜生啊！看着吕阳对万灵幡的运用，刘信都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大善人，以前居然只在斗法时才将藩灵换出来。而吕阳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情绪，温和一笑：“刘师兄，相信你也明白现在藩灵竞争有多厉害。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还有几分同门之意，我都不会让你全权负责此事。你应该要学会感恩了。不然你想，用这个藩灵也是用，用那个藩灵也是用，我为什么要用你呢？还不是因为你我是同门，我能有今天也多亏了你。放心，只要你认真干，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刘信。就在吕阳在万灵幡视察工作的同时，血衣楼的另一间密室内，云妙清此刻却是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怎会如此？只见他脸色说不清是喜是惊，而在他的脖颈上，那柄象征着御书剑革弟子身份的信物正散发着光芒。这是通讯灵光，只要运转法力与之接触，就能和灵光另一边的人通讯。只是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信物还有这个功能。可为什么以前没人联系自己？下一秒，云妙清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妙清，很好，你没有死，看来还有几分命数。你是姐姐。”云妙清睁大美眸，露出了惊愕之色。他此前之所以对吕阳投出橄榄枝，一方面是认定吕阳的人品，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家背景有充足自信。只要吕阳愿意改邪归正，他就能让剑阁接纳吕阳。因为他所在的云家曾经出过一位剑阁掌教金丹真君，虽然如今落寞了，但依旧是剑阁内的大仙族。不过他本人却并不被家族所看重，真正被看重的是他的姐姐云妙真。剑阁真传修炼太乙精华丹书，一心苦修，甚至拒绝服用丹药拔苗助长，
更是极少数在炼气后期就修成大神通的真传。用一句天之娇女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云妙清、云妙真，虽然两人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更是同胞姐妹，但两人的天赋才情却是云泥之别。你现在在何处？灵光熠熠，清冷的声音从中传出，以天生命数不足，这才有失陷魔宗之恶，如今圆满，当脱节而出。自己可以回剑阁了。云妙清短暂一愣，旋即便生出无穷喜悦，赶紧道：“我在骷髅山房室的血衣楼里，姐姐你来接我吗？”血衣楼。云妙真微微一顿，随后才说道：“你被那血衣楼主裁捕了，也罢，我替你斩了他，也算你功德圆满。”此言一出，云妙清顿时愣住了，赶紧道：“姐姐你误会了，吕道兄虽然是魔门出身，但并非恶徒，反而心向正道，而且天赋绝佳，我觉得与其将他斩杀，不如劝他改邪归正，也能为正道助力。”云妙清话音未落，一声轻斥便直接打断了他。荒谬！下一秒，骷髅山房室外，一位白袍鹤氅、美眸内蕴见光、英姿飒爽的高挑女子猛然捏碎了手中玉符。女子身旁，一位中年男子皱眉道：“怎妖了？”妙清已经无药可救了。云妙真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他为魔头求情，恐怕已经深陷劫数之中，难以自拔，再无脱节之望了。那师妹打算如何？去魔宗房室。话音落下，云妙真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无名怒火。云妙清乃是她的胞妹，容貌和她有7分相似，如今却被一个魔头裁捕，那副画面岂不是如同她也被？想到这里，云妙真只觉得浑身不适，下意识收拢了双腿。紧接着，她那张精致的俏脸上便陡然闪过一抹杀意：“我投祸我胞妹，不亲手斩她，我念头不通达。”骷髅山房室血衣楼内，吕阳刚从万灵幡内抽出心神，突然感觉眼前一黑，灵台蒙尘，随后便眉头微皱，朝着远处天空望去。下一秒，他已然架起遁光，来到了房室边缘。只见天边射来一道华光，飞火逐电，一路来到方室门前才收敛。一位英姿飒爽的高挑女子现身走出，原来是剑阁的道友。吕阳也修过神霄御剑真诀，一眼认出了来人跟脚，当即拱手作揖道：“在下吕阳，敢问道友名姓？”玉书云妙真。此言一出，吕阳顿时眯起了双眼，毕竟云妙真、云妙清如此相近的两个名字，实在是太容易联想了。道友是来带回同门的。想到这里，吕阳没有丝毫犹豫，信手一招，直接将云妙清从血衣楼内抓出来，扔到了云妙真的面前。妙清姑娘在圣宗并未受过食妖委屈，虽然名义上是我的顶炉，但多年下来我不曾裁捕过她，所以她仍是完璧之身。道友若是想要将其带回的话，还请自便，吕某修为浅薄，就不出阵相送了。在吕阳看来，他和剑阁并无食妖仇怨，毕竟他不仅保住了云妙清性命，连清白都保住了。玉书剑阁作为正道魁首，怎妖想也不至于为难他。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妙清还是完璧之身。只见云妙真美眸低垂，目光落在云妙清的身上，却非但没有半点喜色，甚至露出了几分嫌弃和无奈。记住我们王。下一秒，就见他长叹一声：“可惜，妙清你这一番劫数是过不去了。”话音落下，别说吕阳了，就连云妙清听完都愣住了，脸上满是不可思议：“姐姐你这是食妖意思？你不得真传，所以不懂。”云妙真摇了摇头，以福薄，天生命数不够，却又强求仙缘，本来会有3灾9难，只要有一个渡不过，立刻就是道消人亡。因此当年我特地求师尊将你的3灾9难糅合，化作了一道10年大劫。这10年大劫，便是你深陷魔宗的10年。10年间，你若是受尽了屈辱，一点朱唇万人尝，却依旧道心坚定，矢志不移，这劫难便算过去了。可惜你竟然还是完璧之身。完璧之身未受屈辱，劫数自然不会有半点削减，甚至可能要加重。说到这里，云妙真看向吕阳，目露杀意，这魔头坏你修行，看似向善，实则却是包藏祸心，当诛。不得不承认，吕阳都听呆了。云妙清更是完全无法接受，嘴唇颤抖，这妖说：“当年我之所以会落入魔宗之手，沦为魔宗的顶炉，自然是我一手谋划。”云妙真点头道：“不这妖作，你此生无望筑基，你是我胞妹，我自然要为你着想，这也是为了你好。”此言一出，吕阳直接无语了。我日尼玛，正道有颠簸呀！
如果说之前吕阳还对玉书剑阁这个名震天下的正道魁首心怀憧憬，那现在他就是10妖心思都没有了。还是先留在圣宗吧，圣宗弟子个个都是人才，我超喜欢这里的。走吧，和我回去。另一边，云妙真却全然没有在意吕阳和云妙清的神色，朗声道：“我替你再想办法，好度过这场大劫。”我不。面对云妙真的劝说，云妙清却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看向自己这位同胞清姐的眼神，仿佛在看陌生人。毕竟他怎样也想不到，10年前落入魔宗之手，差点让他绝望的经历，居然是他的同胞清姐一手所为。如果不是他遇到了吕阳，保住了性命的清白之身，或许已经被采捕成药渣，死在某个角落了。听话。见云妙清如此作态，云妙真顿时秀眉微蹙，已不习大神通，更不晓因果，自然很难理解我的苦心。苦心？云妙清再退一步，语气恨恨做局，将我丢到魔宗，让我任人欺辱采捕，这就是你对我的苦心吗？我这是顺应因果，替天行道，等你未来仙道有成，自然会感谢我的。云妙真语气平淡，在他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并无丝毫不妥，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是因果命数的安排。见云妙清还想反驳，他更是干脆手一挥，一道华光就将云妙清裹了，弄晕过去后便随手丢在了身旁。话不投机半句多，我现在也不与你争这个。做完这一切，他才又看向吕阳。云道友看我作甚？吕阳眉毛一扬，云妙真美眸望来，神情冷漠，只淡淡道了一句：“你处心积虑坏了妙清的修行，我欲借你一物来偿。”吕阳闻言朗声一笑，不会是要借吕某这大好头颅吧？言语间嘲讽之意十足。云妙清微微点头，倒也不恼，只是微眯凤目，透出森然杀意，不愿也好，那就休怪我除魔未到了。言罢，素手一扬，霎时间一道青光照彻方圆10里，赫然是一口晶莹剔透、状若琉璃的法剑，剑身上倒映出10里山河。真当我怕你？吕阳傲然大笑，随后转身一跃，顷刻间化作遁光躲入了房室之中，百骸还真大阵和剑阵图瞬间开启。乾隆在曰：“谁能杀我？”云妙真见状，却是清冷一笑，竟毫不犹豫，一道遁光腾空而起，不偏不倚，直接撞破大阵，冲进了房室。霎时间，房室内外无数视线投来。毕竟有欧阳浩泽的前车之鉴在，所有人都清楚血衣楼主是一位9品阵法师，坐拥大阵，可谓先天不败。这种情况下，云妙真哪来的自信，敢独闯房室？几乎同时，房室外也出现了几道身影，其中就有神武门的长老欧阳锋，以及三合会的二师兄罗无涯。不过这2位炼气大圆满，此时的表情都颇为凝重，而他们的视线则是聚焦在了房室的另一个方向，那个和云妙真一同前来的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太乙剑云之秋。罗无涯满脸肃然，显然对中年男子并不陌生。骷髅山可不在你们江南，玉书剑阁未免管得太宽了。云之秋轻笑一声：“我玉书剑阁只管护卫正道，而正道没有地域之分。”好大的口气！罗无涯都被这番话给气笑了，也还是先祈祷你那小师妹能活着出来吧。云之秋闻言看了一眼吕阳和云妙之恩，随后摇了摇头，终究是魔宗，也只会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然而旁门左道，怎敌我正法神通？话音未落，就见房室内的云妙真掐诀一指，被他记起的琉璃法剑顿时绽放出了一道璀璨夺目的华光。那是……见到这一幕，罗无涯和欧阳锋似乎想到了石妖，面色骤变。天遁剑，这女子居然身怀如此重宝。下一秒，剑光便涵盖了方圆天地。吕阳催动阵法，可无论是百骸还真大阵，还是血洗天和剑阵图，竟都被那道剑光视若无睹一般穿过。轰隆！等到剑光消散，房室只剩下了还在运转的2座大阵，阵中却空无一人，唯有一口琉璃法剑高悬于天。第51章太乙精华丹书。第51章太乙精华丹书。骷髅山房室内，亲眼看到吕阳和云妙真双双消失，众人皆知这应该是此刻悬于空中的琉璃法剑之威。见到这一幕，罗无涯面色沉重，心中却是窃喜。筑基真人当真是神通莫测，师兄居然还真勾来了一条大鱼。天遁剑啊，这件灵宝居然又出世了。此宝在玉书剑阁的108名剑之中排名第37，位列的煞属第1，不是灵宝却尤胜灵宝。内藏一座芥子洞天，与人斗法时只需将剑光一照，就能将敌手遁入洞天之中，从而占尽天时地利。
洞天之中，剑阁修士的法力由洞天补足，施展神通不耗法力。而与之相比，非剑阁修士一旦落入洞天，先消3成真气，再减3成神通，最后削弱3成灵宝的威力。此消彼长，大局已定。这也是为何云妙真明知道吕阳有双重阵法护持，依旧信心十足。他清楚双重阵法挡不住天遁剑射拿。事实上，五行之物大多都是拦不住天遁剑的。想要凭借阵法挡住天遁剑，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同样涉及虚空变化的阵法，奈何那等阵法太稀少了，而且就算有，也不是一个9品阵法师能布置出来的。如此看来，此番这魔头必然受手。另一边，神武门长老欧阳锋却是抚掌大笑，虽然不能亲自报仇，但吕阳身死也算释解了他心头大恨。罗无涯闻言也只能摇头，没有反驳，因为他心中其实也是如此想的。如果吕阳有双重阵法护持，双方斗法或许还在5-5之分，可落入天遁剑内就真的是十死无生，哪怕换成他来，恐怕也要遇险。不过这也正合师兄的意。那吕阳不识抬举，屡次违逆师兄牵连的因果，师兄故意勾纳云妙真来此，恐怕也有借刀杀人之心。想到这里，罗无涯也就泰然自若了。虽然同为圣宗弟子，但他并无丝毫元首念头，只等着吕阳被杀，云妙争夺其气数，好开启巫鬼秘境。与此同时，天遁剑内剑光映照而下，重重阵法竟不能阻。等吕阳回过神来，视野清晰，所处之地俨然已经换了一番光景。入目所见，唯有一片剑气肆虐。剑气落下，吕阳顿觉自身真气衰弱3成，运使神通也凭空多出了许多挚爱，心知这是洞天内的压制。下一秒，就见顶上天光大现，云妙真踱步而出。初圣魔头，今日你何该因此结束？伏诛吧！朗朗清音从天而降，当真是犹如仙人口含天线。一言出，吕阳顿时感觉天地皆敌，要将他碎尸万段。言罢，云妙真便一推头顶道关，霎时间现出一道黄黄精华，映照穹天，随后一分为3，化作金、银、玉3道华光，好似游龙般盘绕在他身侧，首尾相连，环环相扣，让他看上去愈发宝相庄严。吕阳见状，神色愈发凝重。数世修行下来，他对玉书剑阁早已不再像最开始那般陌生，稍作思索，便认出了云妙真施展的神通。这就是太乙精华丹书玉书剑阁的大神通。想到这里，吕阳心中顿时警铃大作。他手里的太阴退行师解真法也是一门大神通，正因如此，他才不敢对大神通的威力有丝毫轻视。这下真要拼命了。吕阳思绪急转。据他所知，玉书剑阁的太乙精华丹书能炼就金、银、玉3道华光，每道华光都是一门上乘神通。而想要将这门大神通修至圆满，则必须要做到3华聚顶，将3道华光炼成一道太乙精华。太乙精华不仅具备3道华光的所有效果，而且威能还有成倍提升，甚至对突破筑基也有增幅。好在他的神通应该还没有圆满，正所谓大道为一，如果神通圆满，那云妙真最后就不应该分出3道华光，而是只会有一道太乙精华。或许这就是我的机会。就在这时，云妙真出手了，只见他袖袍一展，周身的金色华光随心而动，朝着吕阳的所在笼罩而来。吕阳立刻抽身后退，金光名为神光，由心神而动，神乱则自焚，所以一旦被他照到一星半点，星火立刻由内而发，令人体透金光而趋燃，倘若没有抑制之法，一时3刻必定化为一捧劫灰。去！吕阳心念一动，天魔化血神光呼啸而上，滔天血光硬生生抵住了照落的金色华光，双方僵持在空中。云妙真见状，当即轻按眉心。下一秒，一枚剑丸浮现而出，如流光飞电，刹那消失，在出现时已然落在了吕阳的头顶，当头劈落。锵锵，剑气呼啸而落，吕阳的血阳剑丸却被隔离在了洞天之外，只能叹息一声，在脑后现出一面风雷宝镜。太霄镜，只见镜面晃动，顷刻间风雷相随，镜中的太霄风雷气瞬间卷起道道雷霆，裹着烈烈阴风，竟硬生生架住了云妙真的剑丸，仿佛一团漩涡将其射住不放，滚滚风雷不断消磨着剑丸上的剑气。云妙真见状也不急，反而清冷一笑。他虽然行事果决，但并非莽撞之辈，早在来访时对吕阳出手之前，他就已经查清楚了吕阳的情报。阵法、太霄镜都在他预料之内，而如今用天遁剑避开了阵法，又用剑丸牵制住了太霄镜，云妙真自觉胜券在握，当即决定一锤定音。下一秒，云妙真便将身边的银、
遇两道华光齐齐摇动，此二者分别是气光和金光，前者可破天下万气，后者可斩钢筋铁骨。此刻一同摇动，竟会做一口晶莹剔透的清澈剑光，朝着吕阳斩落。不愧是剑阁真传。吕阳见状只能叹息一声，云妙真显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对于战术的执行和时机的把握都堪称精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掌握了一门大神通，虽然还没有真正完美，但是也只差最后一步融合，起码他已经将作为组件的3门神通都掌握齐全了。与之相比，吕阳在太阴退行、师姐真法上的造诣就差远了。最后一门太微赤射宝路至今还卡在瓶颈，不得寸进，3门神通都还没集齐，更别说融会贯通了。斗法，我不是他对手。吕阳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说到底他本来就不擅长斗法，他擅长的是用更高的修为以大欺小。可现在呢？云妙真炼气9层，他炼气8层，别说同境界了，他甚至是在以低境界逆伐强敌，完全不是他的作风。若是换成数个月前，我恐怕只能选择重开。不过如今却又有了另一番变数。下一秒，面对云妙真斩出的2道剑光，吕阳手一扬，却是先后甩出了2道符箓，在半空中应声炸开。轰隆！只听一声巨响，只见一道闪电和一道剑气呼啸而出，竟然于千钧一发之际挡住了云妙真斩落的剑光。9品符咒！云妙真眉眼微微抽搐，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2枚罢了，依旧是杯水车薪。你能有多少张符咒？身为剑阁真传，他虽然不学符术，但也不陌生。入了品的符咒，哪怕只有9品，一个炼气后期的修士想要将其绘制出来，也需要花费至少3天，而且还必须摒弃其他一切事物，专心画符才可以。所以他笃定吕阳手里的符咒不超过10指之数。下一秒，吕阳再度挥手，然后让云妙真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第2张、第3张、第4张数10上百张符箓就这样漫天铺开。而在漫天符咒之后，吕阳晃动万灵幡，一众幡灵还在加班加点赶工生产。能有多少张？不要拿你那种修饰个人小作坊的产量和我比，让你看看黑心工业流水线生产的威力。话音落下，群符齐动，霎时间剑气和雷光交织，照亮了整个洞田，而一同被照亮的还有云妙真那张愕然到扭曲的面容。符术阵法虽然各有千秋，但却殊途同归，作为外物都是可以助修士以下克上，以弱胜强的手段。一座9品阵法就能让吕阳在和人斗法时占据上风，而一张9品符即便比不过9品阵法，也足以让云妙真严阵以待，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应付的东西。更别说此刻吕阳挥手撒出的符咒足足有近500张，此刻被他一同催动，威能当真是直叫天地变色。虽然符咒一经催动，战后必然化为灰灰，留存不下半点，属于消耗品，因此很多人对符咒都极为珍惜，但吕阳偏偏不在此列。符咒用完了，大不了回头让番灵们加个班，临时赶制一批就是了。轰隆隆！霎时间，只见剑气横空，雷音滚动，无数浮光迅捷如电，将云妙真簇拥在正中，好似万千刀斧加身。云妙真见状，只能无奈回防。下一秒，就见气光蒸腾，化作一顶银色宝盖，将云妙真牢牢护在下方，将所有符咒都阻拦在了外面。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符咒不会消耗吕阳的法力，而云妙真施展太乙精华丹术却是消耗巨大，此消彼长，他周身气光立刻就被无数符咒切碎剁烂，只能再撑起一道金光勉强护持自身。斩！吕阳自然不会有怜香惜玉的心思，剑气符、五雷符齐齐落下，瞬间就撕碎了云妙真身上的护体霞衣。刹那间，霞衣破碎，话语飞散，露出了大片雪白。啊！云妙真气的俏脸通红，羊脂白玉般的机体剧烈颤抖，下意识想要遮掩，却又被吕阳打得腾不出手来。魔头，你找死！云妙真神色扭曲，他年纪轻轻就踏足炼气9层，还练成了玉书剑阁的大神通，位列真传。作为宗门的筑基种子，他从来是高高在上、清冷高傲的，时摇时后落得如此窘境。吕阳见状，却是嘴角微挑，道友当真是天姿国色，很大、很白，也很润。虽然云妙真竭力遮掩，但也只是掩耳盗铃罢了，根本瞒不过他的法眼，该看不该看的他都尽收眼底。云妙针对视线无比敏感，顿时愈发抓狂。更让他暴怒的是，吕阳居然还露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光天化日，成何体统？道友这也算名门正道？说话之余，
吕阳依旧在操纵符咒攻向云妙真，言语挑惹只是扰乱其心境的手段，一切以避敌为目标。果不其然，被吕阳如此羞辱，再加上先前明明是自身占据上风，却被吕阳这种堪称狗大户的败家行径给打得衣不蔽体，诸多情绪终于是点燃了云妙真的心火，让他的道心露出了一丝细微破绽。就是现在，吕阳自然不会错过云妙真道心晃动，心神恍惚的刹那，当即掐动法诀，脑后便陡然浮现出一片圆光。圆光照彻，吕阳眼中的景象骤变。刚刚他和云妙真姬站过的地方，赫然出现了无数属于云妙真的契机，这些都是他在此地留下的痕迹。玄阴摄行，钉头索命。吕阳心念一动，圆光立刻照在了一团云妙真的契机上，将其摄拿，而后倒映出了云妙真的曼妙身影。下一秒，吕阳毫不犹豫，并指一斩，依旧是竖着劈。圆光一分为二，光中的云妙真身影也被分开，随后一股无形的力量也迅速作用在云妙真的真身之上。咔嚓！陡然，只听一声劈裂的轻响，云妙真雪白细腻，宛若象牙雕刻的额头上便浮现出了一道清晰的血痕。紧接着，血痕便开始扩大。你休想！一瞬间，云妙真瞳孔骤缩，雪白的肌肤上红晕密布，峨眉倒竖，美眸之中竟陡然绽放出了一道金光。下一秒，云妙真竟收回了和天魔化血神光僵持的神光，然后将气光和金光也一同聚来，三道华光在这一刻瞬间归一，化作一道黄黄金光，拔地而起，将它衬得好似九天玄女降世。三光合一，太乙精华。这一刹那，吕阳只觉得眼前的云妙真突然高了一截，并非物理意义上的高，而是维度层面。这就是大神通。如果说之前云妙真只是在施展组成大神通的几门上成神通，现在他就是设法催动起了真正的大神通，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太乙精华的加持下，云妙真相是脱离了这一片凡尘，渐渐攀高，站在了和吕阳截然不同的高度上。两人一高一低，这种差距吕阳无比熟悉，虽然远没有当日那般可怕，但依旧给了他几分初见鸿运道人时的惊悚感。就在这时，云妙真动了，只见他素手轻扬，原本作用在他身上的玄阴摄行大法立刻被强行偏转到了另一个契机相似的人身上，他的同胞妹妹云妙清。下一秒，云妙真额头上的血痕飞速愈合，而处于洞天之外还处于昏迷状态下的云妙清却陡然裂开。够狠，够果决。见到这一幕，吕阳顿时嘲讽道：道友下手还挺快，一遇险就果断杀青自保，这就是剑阁的正道吗？这是妙清的结束，莫要颠倒黑白。云妙真的语气重新恢复淡漠，以害他修行，令他结束未果，这才有了今日之恶，你才是罪魁祸首。吕阳顿时大笑，道友面皮不薄，在剑阁算是屈才了，何该来我圣宗啊？云妙真不为所动，只是美眸之中的杀意愈发凛然，冷声道：牙尖嘴利，魔头，今日我便替天行道。下一秒，云妙真凝聚出的太乙精华便轰然倒塌，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对着吕阳以及他催动的所有符咒猛然一刷，霎时间，吕阳的身影乃至数百张符咒，竟仿佛螳臂当车一般，全部被其一扫而空。这种变化就仿佛书本上的字迹被橡皮擦给擦去了一般，既没有尸体，也没有气机残留，甚至石妖痕迹都没有留下，仿佛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紧接着，太乙精华消失，现出云妙真踉跄的身影。然而此刻，这位天之娇女的脸色却是铁青到了极致。噗！哦！云妙真一落地便猛然吐出了一口鲜血，随后全身华光轰然崩散，竟是再也凝聚不出一丝一毫的华光。没了都没了！云妙真红唇轻颤动，丝毫没有获胜的喜悦。这就是他在修为不到炼气圆满的情况下，以秘术强行催动太乙精华的代价。精气神三道华光全部崩碎，数十年苦修尽皆付之一炬。原本明朗的筑基仙途也染上了一层阴霾。云妙真一阵哀叹，随后就要离开洞天，可就在这时，他却看到了一个让他不敢置信的人影突然出现。道友，胜负未分，这就要走了。只见吕阳风神俊逸，大袖飘飘，虽然同样是真气大亏，法力损耗严重，可浑身上下竟没有半点伤势。这不可能！云妙真花容失色，平日清脆悦耳的声音都变得尖锐了起来。那可是太乙精华，你怎妖可能挡得住？吕阳自然不会告诉他。没错，如果只凭自身神通，吕阳是挡不住那一道太乙精华的。真正的大神通已经有了几分筑基之威。
挡住他的是天赋。紫色天赋有2下子，有2下子，无论遇到多妖可怕的攻击，只要在你的能力极限内，你都可以挥洒自如地应付2下子。上一是他拔剑怒斩补天风主重开后得到的天赋。如果云妙真能操纵太乙精华连刷4、5次，自己必死无疑。可他只能刷1次，那就别怪自己开挂了。虽然只有2下子，但也是真有2下子。吕阳从容一笑，先是将太霄劲抄在手中，紧接着便走到云妙真的面前，用劲光将其全身定在了原地。云妙真下意识挣扎了起来，怒视吕阳：“你要做石妖？”实不相瞒，在下对太乙精华丹书很感兴趣。我石妖都不会告诉你的。放心，你会告诉我的。吕阳冷笑一声：“我可是圣宗补天锋的弟子。”许久过后，云歇雨收。可惜不是全本。吕阳闭目体悟了片刻，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有1/3，剩余部分设有禁止，实在采补不到。下一秒，他再度看向了云妙真。云妙真见状，银牙紧咬，却不敢流露出丝毫怨恨，只能谄媚一笑：“你已经得到我了，还不够妖？”吕阳一脸嫌弃：“也有石妖用。”轰隆！云妙真话音未落，吕阳便晃动太霄镜，刹那间风雷交加，当场将那曼妙娇躯震成了齑粉。骷髅山气氛依旧是剑拔弩张，罗无涯、欧阳锋、云之秋3位炼气大圆满对峙，谁也不肯有所退让。就在这时，一道遁光突然自天边飞来。等到接近以后，遁光收敛，就见从中走出了一位身披袈裟、手持禅杖的老僧，对着云之秋拱手一礼：“贫僧明禅，见过云施主。”云之秋见状点了点头，淡然道：“伏魔禅师明禅，我听说过你，你似乎和我叔父有过几年的缘法。”施主明鉴。明禅微微一笑：“昔年云前辈在东海巡煞，曾到贫僧寺中歇息，贫僧得其指点，这才有了今日成就。”此刻的骷髅山内龙蛇混杂，事关筑基机缘，除了神武门、出圣宗、玉书剑阁之外，一些有名的散修也慕名而来，而伏魔禅师明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亦是散修之中极为少见的炼气大圆满。不过很显然，他对玉书剑阁更加亲善。见到这一幕，罗无涯自存有阴山真人兜底，还算淡定，然而另一旁的欧阳锋却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毕竟据他所知，这个明禅可不简单，其本是凡人，却3世礼佛，矢志不移，因此和世门有了缘法，这一世才得到了一位世门高僧的衣钵。凭借着3世佛缘，他在世门的修行上极为快速，而所得传承又是世门之中最为刚猛霸道的伏魔禅，因此经常和魔头交手，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至少他欧阳锋如果与之对上，并无必胜把握。算算时日，妙真也该回来了。云之秋掐指一算，又看了一眼旁边已经裂成2半的云妙清，摇了摇头，只可惜妙清终究劫数难逃。阿弥陀佛。明禅闻言也双手合十，面露忧色，希望妙真施主没事。倒有多虑了。云之秋轻笑一声，不可否认，那血衣楼主确实有几分手段，应该是修成了魔宗的玄阴摄刑法。不过既然妙清既死，妙真当是无碍了。说起来，这也是因果使然，妙清跟在那魔头身边，却不曾受其凌辱，所以才会在今日被那魔头斩杀。明禅闻言也点了点头，随后再度看向房氏，心中思绪急转，他可不是单纯过来套近乎的，更重要的还是想要积极攀上玉书剑阁的高枝，毕竟如果可以加入名门大派，谁又愿意当一个散修呢？就在这时，房室内陡然传出一声炸响。云之秋见状顿时大笑，应是师妹大功告成，得胜归来了。话音未落，就见天遁剑剧烈震动，剑光重新喷薄而出，洞开虚空，而后就有一道人影从中踱步走出。霎时间，云之秋的笑声戛然而止。另一边，欧阳锋同样一脸惊疑不定，就连罗无涯都是瞳孔骤缩，满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半空中的人影。吕阳，他活下来了。妙真仙子呢？全然没有理会四周的喧闹，吕阳傲立空中，伸手一招，那失去原主的天遁剑立刻就落入了他的手中。这可是好宝贝，和他有缘。下一秒，就见云之秋身化剑光，直接来到了房室边缘，深深地看了吕阳一眼，低声道：“是我低估你了。”吕阳斜眼一瞥：“你是？”云之秋，妙真的师兄。云之秋一脸平静：“妙真仙途未绝，将他的真灵给我吧，我要送他去转世。”吕阳闻言顿了顿，随后突然笑了，道：“有所不知，我乃圣宗补天锋弟子。”此言一出，云之秋顿时面色巨变，
已对他做了施妖。吕阳却是不管不顾，大笑道：“妙真倒有天姿国色，一表人才，我还能做施妖，自然是先奸后杀了。”云之秋眉眼一挑，终于现出了怒相：“你敢窥视，我剑阁神通！”吕阳浑不在意，平静与他对视：“你能奈我何？”此言一出，云之秋眼中陡然射出了凛冽杀机，然而吕阳却根本无心理会，只是抬头望向无垠的天空。狗狗草，特邀的苟不住啊！就在杀死云妙真的那一刹那，吕阳就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石妖处境了，群起而攻之，没有半分余地。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感觉到了云妙真身死之后，一股无形的气数陡然间加持在了他的身上，让他的思维更加清明，悟性大幅度提升，就连一直以来纹丝不动的炼气9层的瓶颈都松动了不少。吕阳心知肚明，云妙真他必须杀。当真是劫数难逃，那真人是故意的，故意让云妙真来找我，本意就是让他杀我，或者让我杀他，这分明是在赶鸭子上架。要邀云妙真杀了自己，为幕后那位筑基真人所用；要邀自己杀了云妙真，取而代之，没有第二条路。筑基真人何其霸道！正因想通了这一点，吕阳才对云之秋的威胁兴致缺缺，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苟住了。因为那位真人需要的恐怕是一场大战，生死战。既然如此，还不如快一些。吕阳叹息一声，再度看向云之秋，旋即调整好了心态，往好的方向想，至少这也算是真人看中自己。不怕你弱，就怕你没价值。数世修行下来，吕阳对此再清楚不过了。来圣宗，你只有展现出活下去的价值，才有活下去的权利。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突然走到了近前，正是明禅。阿弥陀佛！只见他踱步上前，朗声道：“对于施主，想来你也清楚，在劫难逃。不过贫僧有一法，可救你脱离苦海。”哦，救我！吕阳闻言瞥了一眼对方，沈笑道：“那就多谢大师的好意了，只是不知道大师口中的方法是石妖呢？”明禅双手合十，淡淡道：“道有这一世虽然身陷魔道，积重难返，但毕竟怀有善心，贫僧愿意亲手送你入轮回，待你下一世转劫归来，再去收道友为徒。届时道友或许还有希望得个正道功果。”吕阳闻言顿时一脸无语，亲手送我入轮回，大师也要杀我？不是杀施主，而是和施主结缘。明禅一脸正色，苍老的面庞上满是慈悲。等到施主转世，贫僧会再令施主去剑阁充作30年杂役，如此便能洗清因果，来日修持正道。我正你妈的头！吕阳大笑一声，说1000到10000都不如干脆斗法一场，在我圣宗折断的骨头才是最好的说辞。话音落下，他手中便出现了一张符咒，回风返火符。下一秒，符咒破碎，吕阳的气机顷刻间重回巅峰，随后二话不说，驱剑就斩。骷髅山方室外，一座临时开辟的洞府内，只见七彩霞光蒸腾氤氲，而在霞光内，一位天姿国色的女子正在打坐调息，土内间具有霞光在收拢。片刻后，所有霞光终于归一。紧接着，七彩霞光的颜色便渐渐融合，最后化作一道至纯至净、没有任何杂色的纯白神光普照而落。我成了！纯白神光一凝，霞光中的女子立刻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七色纯光气，我炼气圆满了。她所修之法乃是圣宗一位长老所传，炼就的七色纯光气看似纯白，实际上却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霞光融汇而成，每一道霞光都意味着一次提纯，7次提纯以后，真气品皆足，有4品之数。如此，也算是筑基有望了。飞霞仙子感叹一声，至于4品真气无缘金丹，对他也没实妖影响，反正他本来也没奢求过金丹大道。此番寻到一块彩霞时，也算是机缘所致。只可惜吕师弟修行乃是逆天而行，如果他也和我一同离开房室，或许也有几分炼气圆满的希望。一招突破，飞霞仙子的心思又不同了。之前委身吕阳，是因为他坐镇房室可以媲美炼气大圆满，可现在他突破了，吕阳就没那妖重要了。
毕竟媲美终究是不如。抛去阵法，吕阳的实力在他看来就不太够看了。而且对于吕阳先前过于稳健的行径，飞侠仙子是心存不满的，只觉得那是吕阳实力太差的推脱之言。轰隆！就在这时，地面陡然剧烈晃动，穹天之上灵潮翻涌，滚滚灵气席卷而来，差点让飞侠仙子踉跄摔倒。怎妖回事？飞侠仙子赶紧架起遁光，飞上半空，朝着灵潮翻涌而来的异变中心远远望去，随后俏脸便骤然一变。是房氏！轰隆隆！第二声巨响，又是一波灵潮，像是有人引爆了一枚灵气炸弹。飞侠仙子赶忙以七色唇光气护持起身。然而和那浩瀚的天地之威相比，他的七色唇光气终究是差了最关键的一步，四品真气难以固守，一时间竟犹如狂风巨浪下的一叶扁舟，不断摇晃，原本色泽纯白的神光都被打得渐渐呈现七彩。这是斗法余波。飞侠仙子一边祭出七侠烟罗罩稳定身形，一边面露惊悚，能引动这般异象，有人在房氏大打出手。吕师弟不会死了吧？飞侠仙子心中凛然，立刻往房氏方向飞去，结果远远就看到灵潮中心一道身影正受到众人的围攻。围攻者有三，飞侠仙子认出后神色愈发震撼。御书剑阁太乙剑云之秋，神武门翻天力士欧阳锋，散修伏魔禅师明禅他们在联手。目光所至，只见骷髅山房氏上空，只见一道血色剑阵铺天盖地，万千血光化作一条灵爪鲜明、栩栩如生的八爪真龙，左冲右突，甩尾顶角，最后更是陡然发出一声龙吟，正是这龙吟掀起灵潮。破！每一次灵潮爆发，都会逼得云之秋、欧阳锋、明禅暂时后退，不过很快三人又会重振旗鼓，再度压上。阿弥陀佛，没有想到吕施主还有如此机缘三品真气。明禅双手合十，素来平静的面孔上流露出一丝异色。三品真气啊，这已经是各大派的真传级别了。想到这里，明禅的表情愈发慈悲。施主果然和贫僧有缘，此番送施主轮回，贫僧当问出施主的三品真功，等施主来日转世归来，贫僧也好将功法完好无损的还给施主，成全你我的师徒之缘。秃驴找死！吕阳冷笑一声，一身真气所化的大龙再度咆哮一声，同时血阳剑丸也浮现而出，其上剑阵轰然扩张。善哉善哉，我等替天行道，施主又何必徒劳？明禅见状也不硬拼，当即将身上袈裟一抖，上面的如意珠、摩尼珠、辟尘珠等七宝霎时间佛光大放。凭借这道护体佛光，他从容退后，没有被吕阳的剑阵卷入。事实上，吕阳能坚持到现在，血阳剑丸功不可没。毕竟剑丸中的大阵可以让天魔化血神光必定命中，威力极强，每当陷入颓势时，他都能借此挽回败局。当然，实在失手了，也有百骸还真大阵能保他一命，让他卷土重来。除此之外，也有三人都不愿意全力以赴的原因，这是怕我的玄阴摄行大法。吕阳心知肚明，斗法越是激烈，自身气机就越有可能泄露，一旦被吕阳抓住了，那必然是致命一击。因此云之秋三人的打算很简单，就这样和吕阳对号。他们毕竟是三位炼气大圆满，而且战力都不俗，此刻三人联手对付一个炼气8层，胜算就是10成，哪怕吕阳有2座大阵作为依托，也是徒劳。若我只有炼气8层，那确实如此。吕阳目光微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心中突然生出一股明悟，就是今日，就是现在，应该冲关突破。下一秒，吕阳仰天长啸，而他的真气也在这一刻剧烈膨胀，竟是在冲击炼气9层。见到这一幕，云之秋等人顿时一愣，随后顿时沈笑，无知之辈，斗法师突破，话本小说看多了吧？斗法师突破，无异于找死。修行之人，哪一个突破时不是静坐闭关？只因突破时真气爆发，需要全神贯注，可你如果在斗法，有外敌牵扰，如何能将心神集中在突破上？然而就在这时，骷髅山上空某个高之又高的地方，一道视线垂落而下，俯瞰着骷髅山内的众人，像是在打量沙盘上的玩偶。有意思，有胆气，也懂得审时度势，不错。阴山真人轻笑一声，随后伸出了手，就像是在拨弄琴弦一般，轻轻一弹，原本必死的局势便蓦然一变。这种变化唯有吕阳感受最深。就在刚才，他还感觉自己真气紊乱，强行突破准备不足，极有可能走火入魔，可突然一切就都变了。真气紊乱的恰到好处，仿佛撞大运一般，刚好符合突破所需，
瓶颈也意外的没有想象中那妖难，刚好被他一冲而破。还有他的状态福至心灵，如同本能般将突破后的修为稳固了。巧合，好运到不可思议，这就是天命之子的感觉吗？时来天地皆同力，他甚至不需要刻意做石妖，就能达成想要的结果。轰隆！下一秒，吕阳就在云之丘三人愕然的注视下，悍然破关，修成了9变化龙诀的最后一门飞鱼变。而飞鱼变主破关，因此吕阳没有任何停歇，刚刚突破的真气再度膨胀，在飞鱼变的加持下，朝炼气10层的瓶颈发起冲击，然后他又顺理成章的突破了9变化龙，炼气圆满。啊！一时间，清亮的龙吟声响彻了整个骷髅山，声音拂过云之丘等人，现出了一张张僵硬而惊愕的脸庞。这不可能不对，有真人在搅动因果。下一秒，云之丘三人也终于反应了过来，面露惊惶之色。却见吕阳傲立空中，随后转头看向三人，露出了一个森然的笑容。明白了，我这才叫做替天行道。筑基真人一念起，天地从此大不同。对炼气修士而言，筑基真人就是天，谁的背后有真人做靠山，谁才是天命之子，谁才是在替天行道。阿弥陀佛。下一秒，明禅二话不说，袈裟一抖，佛光爆闪，身形第一个消失不见。明禅虽然是散修，但却得到了世门的传承，所以对于筑基真人也有所了解，更清楚这个境界的可怕。所谓筑基也只是仙门中的称呼，放在世门又是另一个叫法，名为莲台。修仙之士筑就道基，好真人；学佛之人坐上莲台，好罗汉。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结果还是殊途同归的。一位罗汉，骷髅山幕后有一位罗汉。娘西痞，石妖机缘都是假的，分明是有罗汉在勾人，就算真有石妖机缘，也被那位罗汉内定了。阿弥陀佛草。此时此刻，明禅已经全然没有了世门僧人的模样，俨然是在慌乱之下固态萌发，污言秽语层出不穷。毕竟他修佛前本就是一个山间土匪。说来也好笑，每一次杀完人结完道后，他都会拜一拜佛像，不曾想有一日居然还真得了佛门机缘。机缘里还说这是他前几世积来的功德，于是他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自那以后，明禅无论做石妖事情都是顺风顺水，轻轻松松就突破了炼气大圆满，距离筑基一步之遥。然而现在他只感觉到了惶恐，平日里无往不利的3世功德滔天气运，这一刻仿佛都失去了效用，只能在冥冥之中对他疯狂示警。危险，必死，快跑！明禅逃着，却渐渐停下了脚步，光头之上大汗淋漓，环顾四周，发现竟然还是刚起步时的模样。这里又是石妖地方，我刚刚真的在逃吗？我带着疑惑，明禅眼中的佛光渐渐寂灭，竟意外走火入魔，苦修数10年的法体就这样失去了生息。他死了。从头到尾，筑基真人甚至没有现身过，仅仅只是因果大网上稍作影响，他就理所当然的自然暴毙了。与此同时，骷髅山房室外，云之丘和欧阳锋此刻同样汗流浃背，他们没有逃，不是因为反应比明禅慢，而是清楚逃是没有用的。筑基真人当面还能让你逃了？散修就是没见识。尤其是云之丘，随着吕阳突破，他只觉得原本蒙尘的灵台陡然一清，随后便是剧烈的惶恐涌上心头。我在做石妖，我刚刚做了石妖。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悄然浮现，那是一个身穿黑袍的青年，面相阴翳，脸色苍白，乍看之下仿佛只是一个凡间随处可见的普通道人。见过前辈。没有任何犹豫，云之丘直接收剑行礼。阴山真人没有理会，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下方的骷髅山，只见山下一道乌焰正从地脉中冉冉升起。另一边，吕阳也福至心灵。乌鬼秘境，冥冥中的因果命数告诉他，随着他突破，气数鼎盛到极致，乌鬼秘境生出感应，这才出时选择了他。果然是在钓鱼。下一秒，原本对他不断传来亲切感的乌鬼秘境陡然一滞，紧接着剧烈的愤怒和恐惧便爆发了出来。这是秘境之灵的情绪。鱼儿上钩了，过来。阴山真人徐徐开口，没有显露石妖神通，可就是这一句话，出世的乌鬼秘境便无法控制地朝他飞来。然后吕阳就忍不住在心中破口大骂：我操！因为开启的秘境中赫然还有一道煌煌剑气，
虎踞龙盘一般蹲守，似乎就等着给外面的人致命一击。争！下一秒，吕阳的思维都凝滞了，目光所至唯有一道，锁定了自己的剑气，仿佛全身上下都被其看透了。金丹剑气。阴山真人倒退一步，将吕阳护在了身前，这就是他始终不愿亲自出手，而是选择藏身幕后的原因。一瞬间，阴山真人心中满是庆幸，毕竟如果乌鬼秘境是被他亲手开启的话，那妖此时被剑气锁定的倒霉蛋恐怕就是他了。而在金丹剑气的面前，筑基和炼气也没有10妖差距，都是一件的事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剑气却并没有展出。吕阳只感觉他刚刚练就的圆满真气，3品的真龙煞微微一震，似乎在和秘境中的剑气遥相呼应。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见到这一幕，就连阴山真人都发出一声轻疑，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吕阳，显然没料到还有如此变数。不知道过了多久，吕阳仿佛是通过了剑气的某种检测，对方不再展出，而是直接原地消散，化作滚滚灵气回归了天地。吕阳这才猛然回过神，停滞的思维恢复思考，全身瞬间大汗淋漓，仿佛刚刚被人从水中捞出来一般。九变化龙诀盘龙真人的传承，你运气不错，盘龙真人并非魔修。这一道金丹剑气认准了魔修，如果你修炼的是我圣宗功法，必死无疑，所幸你修的是九变化龙诀。阴山真人打量着吕阳，有些讶异，却也没有过于在意，毕竟鱼饵的好坏并不重要，吕阳的死活对他来说也无伤大雅，是否钓上了鱼才是关键。既然乌鬼秘境已经出世，他此番的目的就达成了，是时候收杆了。阴山真人抬手一抓，那刚刚出世乌焰直入云天的乌鬼秘境顿时消失，化作一道流光落入他的掌心。好完美的天师煞。阴山真人神色满意，筑基境的修行另有奥妙，其中就需要地煞之气，而天师煞便是地煞中的上品。得了此物，他突破筑基中期已是板上钉钉。就在这时，吕阳猛然走上前，二话不说就单膝跪地，洪声道：“恭喜师兄的此机缘，从此大道在望。”不远处三合会的二师兄罗无涯顿时面色一变，狗日的，被抢先了！难怪这小子能在普通弟子里混出头啊，不愧是我圣宗弟子，溜须拍马的无耻之徒。罗无涯一边在心中怒骂吕阳，一边马不停蹄也凑上前，恭喜师兄仙寿1000年。哈哈，1000年那是金丹之寿，为兄可使不得呀，使不得。话虽如此，但阴山真人显然很吃这一套，嘴上说着使不得，实际上却恨不得让吕阳和罗无涯多来点。到最后，就连云之秋和欧阳锋也硬着头皮恭喜了几句。然而阴山真人闻言却是玩味地看了一眼欧阳锋，神武门公然挑衅我圣宗，你还敢在我的面前开口？欧阳锋瞬间头皮一炸，颤声道：“你不能杀我，我神武门也有真人，今后就没有了。”阴山真人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让欧阳锋肝胆俱裂的话：“本座既然能出现在这里，神武门便气数已绝。”这不可能，我神武门……欧阳锋话音未落，全身气血便莫名暴走，偏偏他在惊怒之下失手的心神无力压制，只能瞪大了双眼。砰！一声炸响，欧阳锋一位炼气大圆满的修士竟就这样轰然炸开，化作漫天光雨，悄然融入了天地中。直到光雨停歇，阴山真人才移开了视线，看得玉书剑阁出身的云之秋汗流浃背，不过最后他却没有动手，而是袖袍一挥，带着罗无涯和吕阳一同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了一座鸦雀无声的骷髅山。对吕阳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他在攀升，在某个玄之又玄的境界中，他的位置正在不断地向着高处攀升，凡俗的一切对他而言愈发渺小。这就是筑基真人的视野，这就是飞升。吕阳心有所悟，怪不得筑基真人大多神龙见首不见尾，超脱凡俗，或许这种高度就是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此前和云妙争斗法时，他最后施展出的太乙精华，那门大神通也给了他和此刻类似的感觉，却没有现在这妖高。现在想来，大神通或许就是对筑基的一种模拟。怪不得都说练就了大神通，可以增加筑基的成功率。这就像是从山脚开始登山和从山腰开始登山的区别，起跑线不同，登顶的难度自然也不同。下一秒，吕阳突然心神俱震，紧接着他便仿佛落在了一处伸手不见五指，似乎包罗万象，却又虚名空寂的地界，临时难以扩张。然而很快，情况就出现了变化。畜生！你们这群畜生！
伴随着一声暴怒的大吼，莫名地界突然炸出了一片彩光，而在彩光四周，一道道通天黑气封锁四方。无论是彩光还是黑气，给吕阳的感觉都厚重如山岳。不过看情形，彩光显然是被黑气们牢牢定在了原地，甚至随着时间流逝，大片彩光还在被黑气所侵蚀，原本中气十足的怒吼也愈发的萎靡。这是筑基之战，吕阳心中惊疑不定，也明白自己只是搭上了阴山真人的顺风车，无法真正看到这场真人之间的大战。不过凭借前几世的经验，他还是做出了判断。那片彩光恐怕就是神武门的真人，我知道了，这是另一个局，只不过这次的鱼儿是整个骷髅山。想到这里，吕阳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因为眼前的这一切解开了一个他始终不得解的疑惑。很显然，阴山真人在骷髅山钓鱼就是为了巫鬼秘境，而且从他的言语来看，这很有可能是观其修行。可是从始至终，骷髅山只有阴山真人一位筑基，神武门的筑基呢？一开始吕阳以为是阴山真人手段高超，可以瞒过神武门的真人来布局，可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甚至正好相反，这位真人恐怕压根就没有瞒着，而是光明正大的拨弄因果，为的就是将神武门的筑基勾引出来。阴山真人在骷髅山用自己来钓鱼，而圣宗则是在整个北疆用阴山真人来钓鱼。现在鱼儿上钩了，神武门的一众筑基已然进入瓮中。轰隆隆，霎时间整个天地一片动荡。神武门有筑基真人大声道：魔宗，尔等此番真要灭我神武门的道统？不然呢？圣宗内有真人冷笑：让我猜猜，你莫非还寄希望于玉书剑阁那群癫子吧？告诉你，他们不会来的。早在10年前，江南万人坑一战中，本宗至尊就和剑阁掌教就达成了协议，北疆归本宗，南疆给剑阁。所以今日我圣宗灭了你神武门，来日剑阁就会灭了苗疆万毒教，大家一换一，谁也不算亏。实要不可能，重光你骗我！面对神武门筑基的怒斥，众光真人沈笑一声，就当是我骗你吧，反正今日之后便再没有神武门了。你杀！一瞬间彩光暴涨，最后化作5道黄黄气机，却没有合击，而是分散开来，向着四面八方飞速逃窜开。都散开，逃出去，设法逃回宗门。逃！异想天开，依旧是重光真人。这位出自圣宗的筑基此刻显得尤为霸道，大笑道：天上天下，你们哪都逃不了！轰隆！只听一声巨响，吕阳便彻底断了所有感应，陷入昏厥，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悠悠回神，恍然如在梦中。醒来了！一道声音自耳畔传来，吕阳瞳孔骤缩，彻底清醒，环顾四周，这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骷髅山的山林间。而在自己身旁，阴山真人正背负着双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见过师兄。吕阳二话不说，当即行大礼参拜。起来吧。阴山真人抬了抬手，轻笑道：以此番助我夺得巫鬼秘境，功劳甚大，所以有些事我便提点你2句。请师兄赐教。吕阳恭敬道：首先，我此前强行拔高你的气数，还助你夺取他人气数，虽然短时间内让你突飞猛进，但后患极大。阴山真人说完，故意顿了顿，见吕阳神色不变，一副荣辱不惊的模样，这才微微点头，继续道：所以据我推算，往后30年你的运气会非常差，最好不要修炼，也不要外出，否则有殒命之危。在下谨受教。吕阳不敢流露丝毫不满，毕竟他虽然失去了30年的运气，但是阴山真人却收获了一座巫鬼秘境啊！不成筑基，终是棋子也敢有不满。筑基真人愿意用你，那都是你的福报啊！甚至阴山真人还愿意提醒他一句，已经是看在他加入了3合会，怎要说也算是自家下属的面子上了。见吕阳如此识趣，阴山真人也颇为满意，笑道：无论如何，你助我成事，也算是立了一个大功。我主持3合会，向来是有功必赏。我看你既然已经突破炼气10层了，接下来无非就是筑基这样，我赐你一件筑基奇珍，你觉得如何？此言一出，吕阳瞬间瞪大了双眼。筑基奇珍？世了上市的赵旭和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获得第一件筑基奇珍的，只不过如今他被我给替代了。怪不得他明明在房室坐镇了那19，还天天派人搜罗消息，结果却连筑基奇珍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现在想来，那应该只是上市赵旭和用来糊弄外界的有心之人，混淆视线而故意放出来的谣言。吕阳心中思绪急转，有激动，也有渴望。然而到最后，他的表情却渐渐平静了下来，
闭目沉思片刻后，竟摇头道：“回师兄，我能换个赏赐药。”哦，这一次阴山真人是真的有些意外了。你确定我手里这块飞升令至少能提升1成筑基的概率？我确定。吕阳点头，筑基奇珍是很宝贵，可他很清楚，在未来30年气数受损的情况下，他保不住这件奇珍。对现在的他来说，一件筑基奇珍非但不是机缘，反而是祸根，极有可能导致他最后死于非命。这一点从上世赵旭和的结局就能看出端倪，所以吕阳还是凭借大毅力，硬生生压下了心中贪念。对我而言，没必要急于一时，我才刚刚炼气圆满，还有很多成长空间，比如大神通、筑基奇珍等，过个几世再来拿也是一样的。吕阳的肯定让阴山真人沉默了。说实话，一开始他其实并不打算理会吕阳，主要是看他连破2境，懂得审时度势，又是3合会成员，这才生出了几分培养的心思。片刻过后，他才再度开口，也想换个10妖奖励。吕阳毫不犹豫道：“我想要一件提升悟性的宝物。毕竟他手里的大神通太阴退行师解真法，还差一门太微赤射宝录没有修成，偏偏他又极重悟性。不会，就是不会。所以，如果没有一件提升悟性的宝物，吕阳估计自己想要修成这门神通，怕是再过几辈子都不太可能。出圣宗，接天云海。当吕阳重新回到补天峰的时候，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伤势之重甚至还要超过在骷髅山大战。在他乘坐非洲回宗的时候，非洲被正道宗门伏击，一位炼气大圆满用神通将他的左手削得只剩下骨头，他的脸更是疮痕密布，是在经过一处山林时被一头蝎子妖兽用尾后针偷袭之后留下来的。这还是明面上的伤势，在这一副躯体之下，他的经脉、窍穴、丹田、子府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还都是被比他弱的人打的。这就是气运去英雄不自由啊！吕阳一脸无奈，他未来30年的气运都被阴山真人钓鱼提前耗尽，此刻霉运缠身，自然做啥不顺。一开始，吕阳还尝试反击，然而只要和人交上手，他身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比如暗伤复发、用劲过猛、神通反噬等等。到最后，他只能不断逃跑了。不过他如今怎妖说也是炼气大圆满，虽然气运没了，但命还是足够硬的，所以依旧挺到了返回宗门。至于骷髅山试了后，圣宗发起的对神武门的灭门之战，吕阳怎妖也不敢参与了。毕竟以他现在这种上厕所都能掉茅坑的状态，真要去了神武门，他都担心一位筑基真人800里外一巴掌拍死他。一回圣宗，吕阳立刻躲进了自家洞府，随后便是将血洗天河剑阵图往外面一放，各种符咒贴满洞府内外，彻底封闭，隔绝一切外界的干扰。接下来30年，我不出门了。不仅如此，霉运缠身的情况下，他就连修炼都是奢望，别说是增进修为了，唯一的结果就是走火入魔。所幸他已经炼气大圆满了，倒也没必要继续修炼。吕阳端坐蒲团，而后便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块玉简，只是这块玉简和寻常玉简不同，它是灿金色的。此物名为明道玉简，作为筑基奇珍的替代品，阴山真人将此物赐给了他，如他所愿，这是一个可以助人明悟道法的秘宝。修炼途中遇到任何疑难，只需要将问题注入玉简之中，玉简就会给出回答。炼气境内答案准确率是100%，效果几乎相当于一个筑基真人在帮你推演神通，对吕阳来说可谓是解了燃眉之急。以我现在的状态，参悟神通毫无出路。毕竟我这妖倒霉，肯定参悟不出正确的路数，甚至有可能走上歪路。但是这枚明道玉简却不一样。那位阴山真人说了，这件奇物隐隐摸到了筑基门槛，所以他给出的答案并不会被我的霉运所影响。话虽如此，吕阳却没有着急用它来参悟太微赤射宝录。虽然他的大神通太阴退行师解真法只剩下这最后一门，但是比起这个，他更看重此番在骷髅山的另一个收获——太乙精华丹书。当然，他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太乙精华丹书，毕竟他并不是补天峰的真传，双修功法的品级有限，所以哪怕几乎超死了，云妙真也没能猜不到全本。他只得到了1/3，乃是一门名为太乙元金玉华的神通。顾名思义，这门神通炼成之后，可以凝聚出一道玉色的金光，加持在肉身上，可以让肉身金刚不坏。除此之外，还有修复肉身伤势的作用。这一点对现在的吕阳来说尤为重要，毕竟因为霉运，他现在可谓是缺金少两，肉身损毁极其严重。等我伤势和气运恢复，或许还得找一门炼体功法修炼了。
想到这里，吕阳当即取出弟子令牌，联系上了三合会的二师兄罗无涯，打算问问有石妖何氏地功法。作为炼气大圆满，他如今也有了和罗无涯平等对话的资格。很快，罗无涯发来回信，确实有一部功法很适合师弟，不过现在还无法修炼，师弟不如先等个几年，事成之后我再通知你。吕阳自然是欣然答应，随后便入定闭关。几年后，一位英姿勃发的少年来到了吕阳的洞府之外。少年名为王松，前几天刚刚拜入圣宗，还在爷爷王百荣的引荐下加入三合会，接下了罗无涯的委托。罗师兄和吕师兄有过约定，事关一门炼体功法，然而罗师兄和神武门血战数年，立功甚大，得真人赏赐了一件筑基奇珍，正准备冲击筑基之境，无法亲自前来，这才特地让我过来转交功法。可现在吕师兄也闭关了，这可怎要办？王松愁眉苦脸，最后只好在吕阳的洞府附近也寻了一座洞府住下，反正他年轻，有时间等吕阳出关。想到这里，王松又看了一眼吕阳的洞府，目露戚忌。据他所知，这位吕师兄似乎以前也是普通弟子，却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炼气大圆满，如今筑基在望。吕师兄能做到，我未必不行。我如今已是炼气一层，只要我勤学苦练，不懈奋斗，未来也一定能成为罗师兄、吕师兄那般人物。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修仙不知年岁，一眨眼30年过去了。补天峰藏书阁，如今已然50余岁的王松，由于在炼气3层的瓶颈上卡了10几年，修为难有寸进，眉目间已现老态。当初引荐他加入圣宗的藏书阁老人王百荣早已离世，只给他留下了一个藏书阁执事的铁饭碗，以及一座需要再还30年贷款的洞府。所幸他运气不错，30年勤勤恳恳，终于是快要还清贷款了。年轻时的棱角早已被抹平，如今的王松脸上只剩下了被圣宗毒打过的麻木，想法也从最开始的莫欺少年穷变成了死者为大。得过且过吧。往好的方面想，至少自己已经快要将洞府带还完了，这样等自己的儿子加入圣宗后，也能有一份基业。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王松茫然抬头，却见那座让他又爱又恨又无奈，曾经对着破口大骂也从未开启过的洞府突然间动了。出关，吕师兄出关了！下一秒，洞府开启，王松顿时看见一位和30年前的自己一样年轻、英姿勃发的俊朗少年踱步而出。30年时光流转，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半点痕迹。紧接着，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视线，那位俊朗少年猛然回过头，平静的视线竟仿佛能洞彻人心一般。你是？吕阳面露好奇之色，心念一动，脑后顿时浮现一圈圆光，宛若满月，其中还流淌着繁复至极的路纹。路纹形似龙凤，给人一种极为矛盾的感觉，乍看之下细微如芥子，可一旦凝神观摩，就会沉沦其中，如见虚弥天地。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路纹也在不断的变化，呈现出花鸟鱼虫等万物景象。太微赤射宝录，太阴退行师姐针法的最后一门神通，和天魔化血神光、玄阴摄形大法截然不同，并非用于斗法，而是用于卜算。因此，当吕阳视线落在王松身上的刹那，随着宝路运转，事情的前因后果对他来说就已经不再是秘密。无论是王松的身份、王松的祖宗18代、修炼地功法、修为、擅长的神通，乃至为何会在洞府外等自己，来龙去脉都被吕阳悉数得知。这种万事万物皆如掌上观文的感觉，让吕阳都不禁感慨。或许这就是筑基真人的感觉，当然，这也有他和王松之间修为差距太大的缘故。如果卜算炼气大圆满，肯定就没有这般随心如意了。由此可见，他和筑基真人还差得远。另一边，王松终于等到了几10年来心心念念的吕师兄，正踉跄着要上前拜见，却只听到了一声叹息：“不必拜了，东西给我吧。”王松不敢怠慢，连忙取出了一块捂了30年的玉简。吕阳临时一扫，玉简精致自检，内容浮现而出。罗无涯没有骗他，确实送来了一门炼体功法，也确实很适合他。其名为圣人道。对于王松，吕阳并没有太在意，最多就是感慨一句前几世的好友藏书阁老人王百荣居然还有后代。来世有机会再关照一番吧，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架起遁光，吕阳便离开了洞府，同时取出明道玉简，开始参悟圣人道。古语有云，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这并非圣人为道的意思，
而是圣人为天下制定法规，虽然规范了天下之行，却也为大道提供了便利。然而，这是正道的说法，圣人道中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圣人道有云：圣人用自己的规矩为自己谋利，不从者视如贼寇。所谓的圣人，就是窃天下之大道。因此，想要修成这门炼体功法，必须为天下定下一种修行方法。而当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修行方法时，修行者便可以窃天下人的气数来供养己身。这就是圣人为大道，大道即大道地功法真意。以人间烟火助圣人金身，金身一助，体魄之间犹如圣人之法，万事不易。即便是在圣宗诸多炼体功法之中，也能排进前10。看到这里，吕阳简直叹为观止。将天下人都化为修行资粮圣宗，还是那个圣宗啊？每次我对他稍有好感时，他总能给我开个大眼。说实话，自从见过明禅、云妙真等人后，吕阳对正道的观感大幅度下降。诚然，玉书剑阁等正道对自己人是很不错的，各方面都符合正道的标准，但这也仅限于对自己人。何谓自己人？正道讲因果，讲前世今生，以前世积了善缘，有功德，那你就是正道的自己人，可以得到正道青睐。反之，如果你前世做了有了因果，那即便你这一世清清白白，也入不了正道，还会被正道以为你好，洗清因果，来世自有机缘的理由直接打杀。云妙真那个颠婆就是其中的典型。如此一对比，吕阳便发现了正魔之间的分水岭。对圣宗来说，弟子都是人才，所以收徒毫无避讳，有教无类，有没有前世，功德如何根本就无所谓。正道则讲究替天行道，轮回、因果、命数，正道在这方面极为看重功德、因果、前世，正道往往会基于这些来招收弟子。两者有好有坏，区别也只是谁更拟人罢了。想到这里，吕阳那叫一个无奈，没一个正常宗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妖了？一定是体制出了问题。思索间，吕阳已经来到了云海深处。很快，一座巍峨壮阔的黑色山脉就映入了吕阳的眼帘，赫然是阴山，同时也是三河会总坛所在。就在这时，一声大笑陡然传来：“吕师弟，你终于出关了！”下一秒，一道和30年前别无二致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阴山之外。吕阳见状，微微一笑，旋即拱手行礼：“见过罗师兄，你我之间不必客气。”罗无涯笑着拍了拍吕阳的肩膀，对于吕阳，他一直都比较看重，否则也不会特地送去圣人道功法。而吕阳的来意，他也猜到了几分。师弟，你是为了圣人道而来的吧？吕阳点头道：“这门功法确实玄妙莫测，可波及范围极广，耗时极长，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就的。”哈哈，罗无涯大笑一声：“师弟不会还真想着离开圣宗，去凡间从零开始修炼这门功法吧？圣宗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何必如此麻烦？关于圣人道，圣宗也早就有了一套完善的修炼方法。”吕阳拱手请师兄指教。随我来吧。罗无涯领着吕阳一路就来到了阴山内的一座大殿内，大殿的中心赫然摆放着一座巨大的水晶球体，此处名为炼法秘境。见吕阳面露不解，罗无涯指着水晶球体，主动解释道：“别看它就这妖大，实际上这可是道主造物。”道主！吕阳顿时心中巨震，筑基为真人，金丹为真君，原因才有道主尊称，此物竟是那等存在炼制出来的。炼法秘境内有生人1亿4千万，个个气血强大，魂魄纯净，一人就抵得上外界凡间10余人。无论是用来祭炼法宝，还是修炼功法，都是上乘的材料。师弟，你用来修行圣人，倒再适合不过。吕阳闻言倒抽一口凉气，人才1亿4千万，看来随着他突破炼气大圆满，又加入了三合会这个筑基派系，也算有资格了解几分圣宗真正的底蕴。就在这时，秘境突然光芒大放，下一秒就见一个身穿黑袍的青年从中走了出来，脸色气急败坏，特邀一群刁民居然又失败了。说完，青年又看了眼罗无涯，竟不答话，直接离去了。吕阳见状自然也没有开口，直到那青年走远了，才看向罗无涯，却见罗无涯竟露出了几分幸灾乐祸。那也是一位门内真传，乃是重光真人的独子，名为仲明，不用管他，他那是修炼圣人道又失败了。我也不瞒师弟，圣人道并不是那妖好练的。说到这里，罗无涯又恢复了郑重之色，不要小看这秘境中人，他们虽然是人才，但却并不是蠢货。师弟你也知道，圣人道需要凭空创造一种修行方法给世人，然后才能修炼，
创造地功法越是高明，工程的回馈也就越大。然而我等并非道主，创造出来地功法大多浅薄，很容易被看出破绽。圣人道的失败也由此而来。以往修炼圣人道的弟子里，甚至有被圣人发现真身后虚与委蛇，最后反杀的例子，沦为了圣宗笑柄。所以要如何修炼这门功法，师弟还要三思。说完，罗无涯又取出了一块玉简递给了吕阳，当年为兄也修炼过这门功法，也算是有些浅薄经验。多谢师兄。都是为了三合会吗？我还等师弟你大成出关呢，若真修成了圣人道，师弟在真传之中也算不弱了。吕阳闻言眉毛一扬，听出了罗无涯的言外之意。修成圣人道，方才不弱。这妖说现在的我还不够看。吕阳不动声色，依旧恭敬地行了一礼，这才来到了炼法秘境前，灵石一扫，诸多信息流入脑海。应该说不愧是道主造物妖，这座秘境居然是可以设定的。人文历史、地貌建筑都能按照他的想法塑造，这种一念变天地的伟力，让吕阳敬畏之余也无比忌惮。因为在他的心中，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秘境是道主造物，道主既然能在秘境里做到如此可怕的事情，那妖在现实中其是否也有同等伟力？秘境中的生人对自己来说是人才，那圣宗的修士对道主而言呢？吕阳不敢再想，只能无奈一叹，特妖的圣宗处处是人才啊。站在秘境前，吕阳一边细细体悟着这座道主造物，一边也在思索秘境要如何设定才最利于自身。首先，我肯定是不会走上台前的，我只需要撒出种子，然后坐等开花结果即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幕后黑手，自然没有人会追查。其次，我不需要一个太平世界，毕竟乱世才能出英雄，乱世才能浑水摸鱼，就算真出了一个发现了真相的英雄，也翻不起大浪。因为我大可以让英雄去对付英雄，让好汉去对付好汉，就这样大量设定被输入秘境之中。下一秒，整个秘境便绽放出了光芒，一圈圈轮转，吕阳在其中仿佛看到了无数红尘景象在不断变换。罗无涯见状，主动道：“师弟要入秘境修行，我就不打扰了，预祝师弟功成。”承师兄吉言。吕阳回礼道：“师兄提点之恩，吕阳谨记在心，来日功成，如有所托，师兄尽管开口。”罗无涯闻言顿时满意一笑：“师弟能成大事。”下一秒，秘境的光芒就将吕阳吞没了进去，还挺像样的。秘境内，吕阳立于一座山巅上，眼中带着好奇之色，只觉得周围的花草树木，一切都显得那妖真实。不过还是有破绽，并非完美。吕阳脑后浮现圆光，太微赤射宝路运转，卜卦推演，顿时看破虚妄，发现了和真实天地迥异的破绽。这些破绽很小，而且都在微观领域内，也就是吕阳凭借卜算之力才能了解几分。寻常修士从宏观的角度根本看不到破绽，至于那些自小就生活在秘境里的人才来说，更是不可能发现不对。与其说是世界，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布景台。花鸟鱼虫，一切都是真的。然而组成这一切的世界本身却是彻头彻尾的假物，其性质和乡间凡人家里的猪圈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圣宗的人才培养基地啊！吕阳摇了摇头，不再感慨，转而开始准备自己的传法大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创的修行体系。有明道玉简在，怪不得罗无涯会说圣人倒很适合我，因为明道玉简这件推演神器可以让他创造的修行体系上破绽更少，更不容易被秘境内的本地人察觉。修行体系不能太复杂，毕竟以我的能力，越复杂反而越经不起推敲，所以简单最好，要傻子都能看懂，是个人都能修炼。可也不能太弱，如果这套体系的最强者只有炼气一层，虽然不会对我造成威胁，但圣人道能窃取到的气数也会少得可怜，对我的修行反而不利，所以大胆点，完全可以拔高体系的最强战力。想到这里，吕阳顿时心有所悟。罗师兄之前说的那位被秘境中人反杀的真传，恐怕也和我一样想要利益最大化，结果却意外翻车了。不行，我得设下一个保险。吕阳不断思索，终于有了一个框架，而在明道玉简的帮助下，大量细节被填充，最后形成完整体系。片刻后，吕阳有了决定。圣人道毕竟是炼体功法，所以既然要开创修行体系，那自然也要以炼体为主，这样修炼的效率更高。而关于体魄，吕阳手中最高级的知识便是从云妙真身上得到的太乙元金玉华，因此他打算以这门神通为基础。念及此处，吕阳当即开始催动神通。心火、肺金、脾土、肝木、肾水、眼、耳、鼻、舌、筋、骨、肉、血、液，
吕阳沉心静气，将从五脏、全身各处凝聚的华光尽数汇入体内，而后导向头顶天门，自天灵盖迸出。光焰煌煌，加持在吕阳身上，化去所有瑕疵，让他的体魄晶莹如玉。这就是太乙元金玉华。与此同时，吕阳也用明道御简记录下了神通的一因变化，以此为基，很快就整理出了一套完整体系。此法名为武道。武道者，手重血气，乃是长身中五行，开通天九窍，破造化玄关。大成武者当能媲美炼气后期。不过武道虽壮神力，却无法腾空。这就是吕阳设下的保险，武者不会飞。如此一来，就算出了最坏情况，自己被秘境中人反噬，大不了他直接起飞，打不过至少也可以逃跑。不知道过了许久，吕阳才从入定中清醒，而在他的手中已然多出了一本记录着武道的书册。下一秒，随着吕阳心念一动，那本书册便陡然腾起金光，在空中一分为四，随后分别消散在了天边。棋子已落，且看看未来会有怎样一番变化。吕阳微微一笑，随后便转身回到临时开辟的洞府，再度开始闭关。在修行上，他还有很多未尽之事，比如现在他已经修成了天魔化血神光、玄阴摄形大法、太微赤射宝路组成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三门神通都已集全，和当日的云妙真一般无二。然而如何将其融会贯通，他依旧毫无头绪。这倒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方法，事实上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最后一步其实非常简单，诀窍就是一句话：死经太阴，暂过三关者，太乙守尸，三魂引骨，七魄噬肉，胎灵露气，遂复制成形，再生而飞天。简而言之，就是需要死一次。死而后退，虽然失败了就是真死了，但只要成功，就能蜕变出一具仙胎，拥有部分筑基真人的伟力。这一步对正常来说其实并不难，无非就是看修行者敢不敢赌那生死之间的概率，有没有成功的运气。然而对吕阳来说，这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因为我一死，立刻就重开了呀！重开后一切回归原点，还谈时要死而后退。想到这里，吕阳顿时哭笑不得。一直以来，百世书都是他最大的依仗，无论遇到石妖危险，他都有底气面对，大不了重头再来。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百世书竟会成为他更进一步的阻碍。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一眨眼又是30年时光过去。当吕阳再度睁开双眼时，虽然他的面容依旧没有半点老态，但原本浓密的黑发中却多出了一缕白霜。一转眼，我都80岁了呀！炼气修士虽然比凡人来的长寿，但也就只有150年，没有高出太多。80岁已经是人过中年了。再过20年，赵旭河的道天机就会解锁。虽然这一世已经没有了筑基的希望，不过等我练成圣人道后，大可冲击一次筑基，提前积累经验。道途在望啊，道途在望。就连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经过30年的闭关钻研，他也凭借明道御简成功钻研出了取巧的秘法。想要真正修成太阴退行师姐真法，必须经历死而后退。可我只要死了，就会触发百世书重开，但实际上这个死并没有那么绝对。太阴退行师姐真法也不可能真让修炼者死了。所谓的死，其实仅限于肉身。肉身死后炼形于地下，爪发前长，尸体如生，久而成道。只不过对别人而言，肉身死了就是真死了。毕竟肉身为魂魄之法，肉身一死，魂魄也会渐渐消散，死也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换而言之，只要我在让肉身死亡的同时，保持魂魄的清醒，让魂魄不死，就不会触发百世术。这样或许就有死而后退的契机了。这是明道御简给出的解决方案，吕阳觉得可行性很高，唯一的问题就是为此开创出来的取巧秘法了。虽然按照明道御简的推演，这门秘法足以让我的魂魄在肉身死后稳固不散，但我也没见过能真正脱离肉身而存在的魂魄。如果能见一次，用明道御简记录下来，有了数据，秘法才算是完善。更重要的是，吕阳知道这世上有类似的存在。筑基真人，筑基真人天寿300，这其实只是肉身的寿数，魂魄的寿数则远远不止，因此往往会在死后选择转世。虽然筑基真人转世之后一切重来，修为也会跌落筑基之位，但却没有胎中之谜，8岁之前必然觉醒过往10亿，此后修行更是一日千里，只要能重新登临筑基之位，就可以再得300年的天寿。当然，这种事情也不能无限持续，因为每一次转世都是对自身功果的一次消磨，
如果筑基真人的道行没有增长，最后只会越来越弱。第一次转世必然是天之骄子，第二次转世还能做人中龙凤，第三次转世就成了普通天才。等到第四世、第五世，如果筑基真人的修为都没有提升，那也会彻底泯然凡人，不复昔日超脱了。此所谓真人之果，五世而斩。况且转世之后也并非100%能重回筑基，真人一旦转世，镇压不住气数，往日的因果便会接踵而至，一不小心提前殒命也很正常。因此每一位真人在转世的时候都会谨慎到极致，遮掩天机，先少告诉外人，以免意外遭了因果结束。这种情况下，想要见到一位筑基真人的转世魂魄何其困难。念及此处，吕阳顿时又是一阵脑壳疼，只好暂时搁置，转而开始推算自己的传法大业是否有所进展。太微宝录，敕命天赦。吕阳掐指念诀，太微宝录卜算天机，心神迅速沉入了天地间无所不在的因果大网，开始关键词检索。很快他的心中就浮现出了相应信息。大周末年，昏君无道，生灵涂炭，遂有天书出世，分为4卷，散落人间，一时引得天下乾隆并起。等到乱世平定，天书4卷也有了归属，一卷由浩然书院执掌，代代文人描摹；一卷由玄空寺所得，为佛门至高典籍；一卷由天师府注解，为历代天师信物。唯有最后一卷流落凡尘，不知所踪。道是如3家共分天下，为当世武道之源流。好啊，好！吕阳面露惊喜，旋即运转圣人道，下一秒他便觉得一股沛然气数席卷而来，瞬间将他的身体淹没。顷刻间，吕阳的身体竟轰然炸开。然而奇妙的是，身体炸开后并未化作血肉，而是化作了漫天微尘。吕阳的意识则是居于微尘正中心，他能感觉到每一颗肉身微尘此刻都在接受气数的灼烧养炼。人间烟火，炼圣人精身。就这样过了许久，直到那股沛然气数被消耗干净，微尘才重新聚拢，旋即重新显化出了吕阳的躯壳。然而这一次，他的身躯却有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圣人道金身小成。吕阳眼中闪过一抹金芒，随后抬脚一踏，刹那间一股足以撼动山岳的可怕波动如涟漪般轰然散开。这股恐怖波动的冲荡下，吕阳所在的山崖洞府都仿佛经历了地龙翻身，一座座山石滚落而下，像是有一场无形的风暴在肆虐。无数凶禽猛兽更是被惊得看向吕阳闭关的山峰，随后便惊飞奔逃。感觉还不错。吕阳深深吐气，头一次感觉到了身体传来的坚固感。现在的他恐怕光凭肉身就能媲美炼气后期。然而下一秒，他的神色却转为凝重。根据罗师兄的经验，圣人道以天下人为资粮，积损功德，小成还能蒙混过关，大成必然招来劫数。许多修炼圣人道的人，就是因为这劫数才会功亏一篑，运气好能捡回一条命，运气差就如那位被秘境吐着反杀的真传弟子，直接死于非命。不过如今我身居幕后，秘境之中谁能成为我的劫数？想到这里，吕阳不禁陷入了沉思。江南御书剑阁，云之秋站在一处阁楼上，然而对比60年前的英姿勃发，此时的他看上去仿佛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就在这时，一道飞书破空而来。云之秋接过飞书，定睛一看，顿时面色巨变，当即架起一道遁光，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云家的祖宅之中。刚进门，一位神情惨淡的青年便走了出来，见到云之秋后大哭道：“师叔祖老祖他快要不行了，为了见你一面已经点燃了7星灯，等到灯灭必然要转世重来，时间不多，您快进去见他吧。”怎会如此？云之秋闻言顿时露出了怆然之色。除此之外还有慌乱。云家老祖，云家目前唯一的筑基真人，数百年来云家在剑阁的顶梁柱，竟已经走到了这一世的尽头。得知了悲讯，云之秋不敢怠慢，连忙来到了祖宅深处的一间静室。静室内只见烟气缭绕，一盏烛灯徐徐燃烧着，乍看之下明光四射，然而盏中灯油却已经所剩无几。下一秒，一声轻咳便从云雾中传来：“知秋，你上前来。”话音落下，烟气退散，露出了一位身穿华服、面容苍老、腰背却依旧挺得笔直、端坐在椅上的老人。云之秋当即下拜，见过老祖。起来吧。云家老祖淡笑道：“不必忧心，这是我第2次转世，有过经验，想来也不会出石妖问题。就是可惜我转世之后，至少要20年才有希望归来，期间家族无人坐镇。知秋罪该万死。”
云之秋愈发颓然，他清楚老祖的言外之意，云妙真家族近100年来最优秀的族人，真正的筑基种子。如此天之娇女，却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死在了魔头的手中。因为这件事情，他在族中的威望一落千丈，云家更是因为没有了筑基种子，无形间折损了许多威望。这些年，云之秋不知道多少次往来于正魔战场，想要报复当初杀了云妙真的吕阳，结果却一无所获。仔细打听后，才知道那个老乌龟居然在圣宗待了整整60年，气得云之秋都忍不住破口大骂。你也不用太自责。云家老祖神色平静，60年前的骷髅山是魔头布局，遮掩了天机，归根结底还是我没有提前算到。若非如此，断不可能让你和妙真去骷髅山。总之，妙真已死，我云家如今必须另寻他路，所以就在不久前，我已经答应了掌教交托的任务。食药。云之秋闻言顿时大惊，掌教的任务莫非是想要借老祖您的转世之身一用，截杀魔宗的筑基种子？这种事情在正魔战场上也不少见。云家老祖闻言也点了点头，若能斩杀魔宗的筑基种子，必有功德，也可以作为我来日修行的资粮。可老祖已经转世过一次了。筑基真人第一次转世必然是万中无一的天命之子，功德气数无人能撼，也最有希望重登筑基之位。然而第2次转世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这300年来，云家老祖的修为并无太大提升，依旧是筑基初期，这就给转世又增添许多变数。人生在世，总要搏一搏。云家老祖淡淡一笑，掌教近日前推算因果，发现魔宗的炼法秘境生出变数，或许有可乘之机。魔宗的炼法秘境使上一魂魄不入轮回，掌教对此早有不满，此番不仅会助我转世后投胎其中，更是会亲自为我遮掩天机，确保无人能查，且让我一出生就可以觉醒10亿，没有胎中之谜。如此，我便能伺机破开秘境，让那些生人重归轮回。说到这里，云家老祖也流露出了期待之色，此番若能攻成，定是一桩大功德，亦可助我复归筑基。竟有此事，这可真是我云家之幸啊！云之秋听完，脸上终于流露出了振奋之色。筑基转世最危险的就是前几年还停留在胎中之谜的阶段，然而有掌教相助，此番自家老祖一转世就能破开胎中之谜。无形间，这就让老祖重回筑基的把握大上许多了。一旦老祖攻成，云家就可以再续300年的辉煌了。此后，云家老祖又仔细交代了一番，包括他转世后如何伪造出他还在世的假象，为他归来拖延时间等等，直到旁边的灯盏火光越来越暗淡，即将彻底燃尽时，云家老祖才意犹未尽地摆了摆手。万事俱备，你且去吧。云之秋当即再度下拜，躬声道：预祝老祖转世归来。云之秋等待了片刻，都没有听到云家老祖的回应，在抬头时，灯盏已灭，云家老祖早就失去了声息。时值寒冬，天下已百。数十年前的天下大乱，因为天书出世，其中一卷又被尊崇皇权的浩然书院所掌握，所以被镇压了下去。此后，大周昏君暴毙，新君即位。讽刺的是，由于天下大乱死了太多人，乱世平定后人口压力一扫而空，结果反而呈现出了太平之势。新君也因此被称为大周的中心之主。这一点从大周的都城天津城就可以看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哪怕到了晚上也是一片歌舞升平。而在天津城的东北角一座宅邸的深处，产房门前，只见一位威严肃穆的男子正神色焦急地左右踱步，直到产房内陡然传出一声嘹亮的大哭：老爷，生了，生了！下一秒，产房门开，一位丫鬟快步走了出来，大声道：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夫人生了一个男孩。此言一出，男子顿时仰天大笑：天不绝我未嫁，终究是出了一个男丁。好啊，今日所有人都有赏。男人名为魏铁一，20年前起于微末，却在大周平叛之战中大放异彩，立下赫赫战功，受封定北侯，在整个天津城都有几分名气，算是5勋之一。如今魏家新添男丁，自然需要大肆操办。然而与此同时，产房内刚出生的婴儿虽然还在大哭，但谁都无法察觉到，这具孱弱的身体里此刻正寄宿着一个庞大的灵魂。成功了！云家老祖转世成功，本我实意请客苏醒，却没有控制身体本能，而是端坐识海，开始默默推算起来。大周，天书，呵呵，原来如此，是圣人道啊！转瞬间，云家老祖已然洞悉了部分真相，毕竟作为剑阁的筑基真人，他对圣宗的各种功法绝不陌生。圣人道更是其中的经验之作，他自然不会认不出。
这便是筑基转世的优势所在。即便转世后修为不存，强大的魂魄也让他可以轻松推算因果，勾动气数，对炼气修士堪称降维打击。然而很快，云家老祖就皱起了眉头，因为当他推算究竟是谁在修炼圣人道时，居然是一片空虚，仿佛因果大网在对方身上被截断了一般。有意思，蒙蔽天机的秘宝。下一秒，云家老祖的眉头便舒展开来。他早知道此番转世以后，卜算之术极为重要，因此极为重视。因此，他也带来了一件天机秘宝。有掌教赐下的纠天仪在，石妖天机秘宝也没用。云家老祖心念一动，掌中顿时出现了一道圆球形状的法宝，以此卜算，瞬间就破开了被遮蔽的因果。下一秒，云家老祖便愣住了。不过很快，他便忍不住仰天大笑：“百因必有果，百因必有果，原来如此，因果当真是报应不爽。”吕阳念叨着这个击杀了曾被他寄予厚望的云妙身，却依旧逍遥了60年的名字，云家老祖心中杀意剧增。尤其是在运转纠天仪，洞悉了吕阳的诸多情报之后，太阴退行师姐真法、圣人道、三品真气到天机秘术若全部成就，此子有4成希望突破筑基。想到这里，云家老祖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寒光。此子断不可留。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杀掉那个小魔头，恐怕并不容易。云家老祖面露深思之色，他毕竟才刚转世，婴儿之躯，除了强大的魂魄和卜算能力，毫无斗法实力。不过也无妨。云家老祖并不着急，毕竟吕阳不可能发现他完全可以慢慢发育，10年之内就能恢复炼气大圆满。不过那小子滑不溜手，又暂时执掌这座炼法秘境，一旦发现身陷险境，随时都可以退出秘境。哪怕我恢复了炼气大圆满，想要杀他也必须好好谋划一番，设法勾他入局，让他无法逃走才行。云家老祖一边思索，一边继续卜算。5到3步为掌身中五行开通天9窍，破造化玄关大成武者可以媲美炼气后期，好一步妙法。云家老祖面露惊叹之色。他2世筑基，活了600多年，见过的魔头数不胜数，其中也有修成圣人道的，却先有人和吕阳一般。不入筑基，不知天命，卜算和推演能力也远远够不上创法的标准，就算勉强创出，也都是土教泥瓦，一碰就碎。大成者能媲美炼气中期就已经称得上厉害了，能修到炼气后期已经堪称完美。那魔头竟有如此天资。云家老祖惊叹之余，心中的忌惮也越来越深，已然下定决心不能让吕阳突破筑基，平天魔道的实力。不过怎要做呢？圣人盗窃天下人气数，损耗功德，大成者必遭劫数。如此说来，我此番转世恐怕就是他的劫数。云家老祖洞悉天机，心中生出明悟。不过我有纠天仪护身，他卜算不到我的存在，我却能轻松掌握他的行踪，这应是我一大优势。既然如此，我大可设法为他制造出一个劫数，这个劫数不能太容易解决，也不能太难，要让他看到解决的希望，这样他才会亲自出手，就用这个劫数勾他入局，落入我的陷阱。正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云家老祖早已转世过一次，所以并没有端着筑基的架子，更不会小瞧吕阳，布局谋划郑重到了极致。那妖劫数为何？云家老祖思索片刻，随后微微一笑，有了计较，对此子而言，最忧心的莫过于圣人道的修行出错。既然如此，我便来帮他一把。他创5到3步，我便替他再创出5到第4步，不过这一步却不会再局限于他所创体系的框架了。想到这里，云家老祖当即开始推动因果。一眨眼又是10年过，10年间天下都有豪杰并起，武道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致，5到3步更是广为人知，为天下人所学。而就是在这个天下尚武的时代，一日深夜，天津城突然雷声大作，龙蛇起路，大雨磅礴，随后满城百姓就看到一道浩然气柱直冲云霄，破开了雨云，逆转天象，不到1时3刻，竟就见云开日明。翌日，一则消息轰传天下，执掌一卷天书的浩然书院院主圣心书生王博远一夜悟道，勘破玄机，竟走出了5到第4步。5到第1步，掌身中五行，心、肺、脾、肝、肾五脏圆满，便是武者。5到第2步，开通天9窍，眼、耳、鼻、舌、筋、骨、肉、血，一9窍俱开，可称武师。5到第3步，破造化玄关，头顶3尺有神明，以5脏运化身体精气，以9窍引动天地之力，内外相合，破头顶玄关，
可见神明。世人皆以为武道至此便是一代宗师，上进无路。然而随着圣心书生王伯远的突破，天下武者皆为之振奋，王伯远更是心怀大义，并未私藏感悟。武道第4步名为究天人之变。欲成此法，需脱离武道桎梏，不再拘泥于武道自身，而是走出属于自己的道，以此达成天人变化。圣心书生便是看破了这一点，不再拘泥于武道，而是自创望运术，可以知天命、望天运，乃至改易天机，只因其一心为国，欲以望气术延续大周国运，建立一个铁桶江山，开万世之太平。而随着圣心书生的突破，因果变动，天下亦是巨变。第2位突破的便是龙虎山天师府的当代行走，赤脚道人常清净，于一次行医之中顿悟而突破。第3位乃是悬空4度恶神僧玄苦，于一次早课中顿悟而突破。第4位、第5位、第6位，短短10年，天下竟连出7位武道天人，证明了此道的可行性，彻底打破了吕阳最初设下的武道框架。炼法秘境极西之地，重重山林之中，被无数符咒所环绕的血洗天河剑阵土里，吕阳突然睁开了双眼，入目所见唯有乌云罩定，不见青天白日。下一秒，吕阳脑后便元光大放，太微宝路运转，这10年来的诸多变动立刻映入心间，被他悉数掌握。武道第4步，究天人之变好快。这一刻，吕阳是惊喜又惊疑，喜的是这妖短的时间内武道竟然就有了如此变化，然而疑的也是如此，怎样会这样快？然而卜算出的前因后果却严丝合缝，寻不出半点破绽。我所创的武道走到第3步就可以媲美炼气后期，如今秘境里的人走出了第4步，粗略估算，这所谓的武道天人恐怕实力不俗，或许有可能媲美炼气大圆满，可这样一来就不再是武道了。想到这里，吕阳的表情渐渐严肃了起来。卜算到的事件没问题，因果的变动也没问题，一切都合情合理，只有一个问题，武道失控，圣人道即将失败，只有他亲自出马才有可能纠正回来。这个不对。吕阳心中瞬间警铃大作，他自然看不出云家老祖的布局谋划，也感应不到云家老祖推动因果的举动。他只知道一点，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此地。在此地，他有无数符咒可用，还有阵法护持，就算来10几个炼气大圆满，他也不惧，堪称稳坐钓鱼台。可一旦你离开此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何况他如今乃是执旗之人，超然物外，如果选择入世，广为人知，那就等同于以身作则走进了棋盘，一个不小心就是满盘皆输。想到这里，吕阳顿时冷静了下来。武道天人的出现虽然能破坏他的圣人道，但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先用的分身去探探路。吕阳心念一动，万灵幡浮现掌中，随后就见一道白气在他的指尖浮现，赫然是一道纯正的先天一气。这是他第2世时把自己炼化后凝聚出来的。曾经这道先天一气效果非凡，第3世还助他突破了炼气中期，可惜后续几世他就逐渐没用了。如今正好废物利用一番。第63章武者斗神仙。第63章武者斗神仙。很快又是1月过去，洞府内，吕阳端坐蒲团，掌心却见一团白气汹涌翻滚。就这样过了许久，吕阳才将其往外轻轻一抛。轰隆一声大响过后，白气迅速扩张，重组人形，露出了和吕阳一般无二的面容，身上的气机却截然不同。只因吕阳真身的气机飘然若仙，乃是真正修仙之士上乘真气才有的道运，而眼前白气所化的吕阳却是血气滔天，一举一动都仿佛有着千斤之重，方正俊朗的面容上更是透出几分不怒自威。不错不错。看着自己苦心炼制了1月的先天一气化身，吕阳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想到武道还有这样的用处。一般而言，先天一气化身是没有办法突破的，因为其本质是一团白气，聚散无常，无法修炼，和此前吕阳修炼天魔化血神光，最后身化血影一样。然而武道改变了这一切，不走先修之路，武道就是单纯的养炼气血，竟正好适合先天一气化身，让他突破了无法修炼的桎梏。可惜我还不是很明白第4步该怎样走。此时的先天一气化身只有武道第3步的实力，第4步吕阳虽然也推演过，但是始终寻不到正途。所以这次外出，吕阳打算先去天津城。他打算见一见那位开创出了武道第4步的圣心书生王伯远，或许能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些许灵感。就让你出去为我闯一闯吧。吕阳心念一动，
先天一气化身立刻原地解体，化作一道白气，消失在了天边，朝着天津城的方向飞去。终于动了！几乎同时，天津城魏家宅邸内，已经10岁的魏云突然抬头望天，黑色的眸子陡然闪过一道明光。然而下一秒，他又皱起了眉头，不对，是分身。看着卜算结果，云家老祖顿时气得咬牙。苦等10年，耗费大精力推动因果，结果居然只勾出来一个分身，那个小魔头难道就一点也不着急吗？魔宗向来讲究勇猛精进，结果突然冒出来这妖一个稳健的老乌龟，云家老祖头一次感觉到了棘手。不过很快他就调整了计划，你让化身出来，我就设法灭掉你的化身，看你真身还坐不坐得住。当然他不会亲自出手，那样只会打草惊蛇。最好的办法还是让秘境内的武者杀掉吕阳的分身，顺便还能让他们得知秘境的真相，从而奋起反抗。当然反抗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云家老祖也不在意他们是否成功，重要的是反抗这个过程，让这些武者杀出秘境，这才是真正关键。只要他们离开了秘境，即便死了，魂魄也会落入轮回之中，就算道主出手，也不可能将他们抓捕回来。虽然他们就此失去了生命，但也获得了自由。等到转世轮回，这上一生魂就能填补进天地间的因果大网之中，对他来说更是一份堪称泼天的功德。正好可以让那人出手。云家老祖思索至此，当即掐动法诀，推动因果。这天书之中到底隐藏着10妖秘密。天津城皇宫大内，当是7位武道天人之一，镇武王姬雄鹰眉头紧皱，打量着面前的一本经书。天书4卷，到时如平分其3。传闻中最后一卷失落民间，就此没了踪影。然而谁也不知道，实际上是大周皇室秘密将其收入囊中。正是靠着这本天书，姬雄鹰才能在而立之年走完武道3步，更是在圣心书生王伯远公布武道第4步之法后，自创天下拳，凝聚一国大势加持自身，最后成功突破，成为了天人大宗师。然而越是钻研天书，他的心中就越是忧虑。天书从何而来？万事万物必有其源头，天书如此奥妙，若真是有心人将其做出，那恐怕也只有传说中的仙人了。想到这里，姬雄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穷野望。因为哪怕成就了武道天人，他却发现自己的寿命竟然还是和普通人一样毫无增长，这让他如何接受？我要长生，我要万岁，我欲成仙。姬雄鹰的双眼渐渐闪过一抹血红，本就不弱的欲望如今被刻意引动，而也就是在这一关键的时间点，10妖人。陡然间，姬雄鹰抬起头，他的天下拳让他可以感应到整个大周的国运变化，而大周的国都天津城更是几乎等同于他的领域。这一刻，他就察觉到有一个明显的异物侵入了他的领域。姬雄鹰心念一动，一国大势瞬间加持在身。这一刻，仿佛有亿万大周国民在托举着他的身体，让他突破了武者不能飞空的桎梏，直入云天深处。然后他就看到了一道身影，来人大袖飘飘，平虚御空，脚下腾起团团云气，飘然如神仙中人，唯有看向他的目光带着些许诧异。你竟然会飞！吕阳看着眼前的这位武者，掐指一算，立刻明白了姬雄鹰的身份，原来如此，天人果然突破武道桎梏了。姬雄鹰同样凝视着眼前的吕阳，皱眉道：技不凝，血不精，唯有神意还算尚可，看来是剑走偏锋的散修，可你却能飞，莫非是得了10妖秘法罢了？待我先擒下你，自然能得知前因后果。言罢，姬雄鹰竟直接出手。放在以前，他虽然霸道，但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然而此刻他却因为求而不得的欲望而满心焦躁。再加上在他看来，吕阳并非武道天人，不是天人就没有和他平等对话的资格，既然如此，干脆擒下对方也好，顺便发泄心中的火气。给我过来！下一秒，姬雄鹰身形一动，瞬间就来到了吕阳面前，五指抓向他的脖颈，指尖气流发出凄厉的爆鸣。吕阳和姬雄鹰近在咫尺，甚至可以隐约听到他体内传出来如大河奔流般的声音，那是他的气血在涌动，跳动的心脏声更是仿佛一尊天鼓在擂动，能支撑起如此气血的，该是何等强大的体魄，绝对堪比炼气大圆满。吕阳心中惊异，单论体魄的坚固程度，姬雄鹰甚至还要超过圣人到小成的他，简直可以用非人形容。不过好像也只有体魄了。扑哧，下一秒血光飞溅，姬雄鹰如遭重击，身影暴退，惊骇万分地看着吕阳，
同时还有一道白线正在两人之间渐渐消散。刚刚就是这一道白线切开了他的手掌。这是11武功剑气符。在姬雄英震惊的注视下，只见吕阳淡然一笑，随后掏出了一张满是鬼画符的黄纸，接着一把火点燃。轰隆！刹那间，姬雄英只觉得眉心剧痛，而刚刚撕裂了他手掌血肉的剑气则是从燃烧的符咒之中爆发而出。黄黄剑气下映照出了一张懵逼的面孔。啥玩意儿？第64章精锐之日，七武屠仙。第64章精锐之日，七武屠仙。这活了数十年，打出了镇武王的赫赫威名，这还是姬雄英头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近乎于荒谬的情绪。只见吕阳一抬手，身边就会多出一张鬼画符的黄纸，然后点燃，接着就是各种完全不武道的意象浮现而出，有剑气横空，有五雷轰顶，有金光乍现，每一张黄纸都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哗哗！剑气割裂姬雄英的脸颊，雷霆落在他身上，让他全身酥麻，而他的倾力一拳却被一道金光凭空拦下。不可能！姬雄英再度后退，却是不敢再和吕阳交手，只能咬着牙，带着惊惧却也暗藏渴望地看着眼前的吕阳。下一秒，一个称呼就跃上了他的心头。仙人。吕阳此时此刻的手段简直就如童话本小说里的仙人一般，这瞬间就点燃了他心中长生不老的欲望。想到这里，姬雄英再度和吕阳拉开了距离，语气激动道：等等，你我之间其实也无甚仇怨吧？这样，只要你加入我皇室供奉堂，将那黄纸之术也交给我一份，黄金万两，裂土封疆，随便你选。随便我选？吕阳摇头失笑，我需要选？整个大周都是圣宗秘境，本来就是我的，你居然敢拿我的东西许诺给我？也行啊，我对武道天人之法很感兴趣。这是我的天下拳。姬雄英二话不说，直接取出一本典籍扔给了吕阳，里面只有半卷，你给我术法，剩下半卷也给你。吕阳。姬雄英几乎将野心写在了脸上，吕阳自然也看得出来，不过他并不在意，更不可能传给他修炼功法，毕竟这对他修行圣人道并无好处，而且还违反了门规，真是可惜。吕阳摇了摇头，收起天下拳，淡淡的扫了姬雄英一眼，随后身形陡然溃散，打算直接转身离去。想走？眼见吕阳竟然从血肉之躯直接崩解，化作了一道缥缈白气，姬雄英怒吼的同时，脸上的渴望也更深了。仙法，绝对是仙法，我一定要得到，权倾天下。姬雄英吐气开声，抬起手拿捏五指，滚滚气血轰然流入其中，让他的整只手掌顷刻间变得血红一片。刹那间，吕阳仿佛看到了一座浩瀚山河在自己的眼前徐徐铺开，其中有世子闻鸡起舞，有耕农日落而息，有武夫行走江湖，有走商买卖交易红尘百态，赫然是大周的国祚，亦是天下大事。权倾天下，亦是权倾天下。姬雄英的权势并无实体，纯粹是意念上的压迫，是姬雄英这位武道天人的精神积累，已然超脱武道。只不过，你和我比意念，我修仙有灵识的呀。姬雄英的权势面对和他一样只懂得拳脚比拼的粗鄙武夫时，或许无往不利，但用在他身上却是徒劳。轰隆！吕阳心念一动，姬雄英的权势瞬间破碎，10妖一国大势，10妖浩瀚山河，竟都被他的灵识直接横扫。你竟然能接住我的拳！姬雄英钢牙咬牙，再来。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声冷笑。冥顽不灵。话音落下，就见数10道符箓凭空乍现，由万灵幡在，他此番出行可是带足了符箓，根本不在意消耗。符箓一气破碎，化作滔天剑气落在姬雄英身上，让其当场发出了一声惨叫，顷刻间血染长空。不过堪比炼气大圆满的体魄也是真的生猛，剑气符虽然可以切开他的血肉，但却斩不断他的骨头。等到剑气消散，姬雄英已经化作了血人。只见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仿佛刚刚被凌迟一般，更不敢在原地停留，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原地。跑得倒是挺果断。吕阳眉头微皱，他这具化身专修武道，全靠符箓克敌，虽然也能飞，但是速度其实还没有姬雄英快。吕阳神色诡异，武道天人的生命力还要超出他的预料，别看姬雄英那般凄惨狼狈，实际上只要逃出升天，好好休养几天就能恢复大半堪比炼气大圆满的体魄，却没有与之对应的肉身神通，实在是炼尸的好材料啊。想到这里，
吕阳又有些自责，真是近墨者黑，连他这样的好人在圣宗待久了，竟也变得残忍了起来。我可不是那种人。吕阳摇头。何况炼师效率太低，用万灵幡请客炼化，无疑更加高效。话虽如此，吕阳却没有专心此道的打算，毕竟等这一世结束，他肯定是要选择修为的，万灵幡带不走，来世再说吧。想到这里，吕阳直接散去身体，而后悄无声息地落入京城的一处街巷，再重组，就这样引入了人群中。果然输了，倒也正常。天京城魏家宅邸，云家老祖淡然收回视线，姬雄鹰的落败在他意料之中，不如说他能赢才是怪事。毕竟这一次勾动因果，姬雄鹰和吕阳一战的目的不在于获胜，而在于促使姬雄鹰发现吕阳的存在，然后再将其慢慢扩散出去，最后影响到其他天人，最后让所有天人团结起来，联手对付吕阳。只要斩了他的化身，不愁他真身不出现。为此，他早就设计好了一桩机缘，或者说是鱼饵，就差有鱼上钩了。如今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想到这里，他立刻又开始勾动因果。几乎同时，刚刚逃出升天，甚至不敢回皇宫，只敢逃向京城郊外的姬雄鹰，此刻正在一座山林内蛰伏。他本意只是想要躲避吕阳，然而躲着躲着，他竟然意外在一座隐秘的山洞内找到了一间封死的石室，里面端坐着一具尸骨。这是……姬雄鹰走到尸骨身前，却见尸骨手中抱着一本蒙尘的典籍，当即伸手将其取下，翻开随意扫了一眼。这一眼看过去，姬雄鹰顿时瞪大了双眼，随后脸上就浮现出了难以置信和狂喜之色，真是天助我也。这书之人无名，书中内容也只是一段记录。世上有仙，不老不死，杀之食其肉，可得长生，奈何仙法高绝，难以胜之。吾苦心钻研数十年，临死之前终于悟出诛仙之法，须在精锐之日，7大高手执7大神兵联手布阵才有胜算。精锐之日，7武屠仙。除了前因后果，书中还记载了7大神兵的锻造方法，看得姬雄鹰如痴如醉，野心也被再度点燃。本王果然有大机缘、大气运，杀了那尊仙人，我定能长生。大笑之余，姬雄鹰的意识却愈发执迷，因果蒙蔽本心，让他除了诛仙长生之外，再无其余念头。第65章究天人之变，惊绝。第65章究天人之变，惊绝。就在姬雄鹰幸得奇遇的同时，吕阳也已经来到了天京城最为繁华、武者数量也最多的一处地界——浩然书院。这座执掌了一卷天书，还开创出了武道第4部的地方，如今已然隐隐超越道佛，成为了武道的圣地。然而诡异的是，自从走出武道第4部，并将方法广传天下之后，浩然书院的院长圣心书生王博远却渐渐在人前隐去了踪迹，越来越深居简出，到如今甚至就连书院高层都很难再见到他了。好一个风水宝地！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吕阳此刻已然散去身形，化作一团无形之气，饶有兴致地在浩然书院内打量着。在他看来，这座书院堪称人杰地灵，整个天京城唯有此地灵气满溢，哪怕是个普通人，倘若在此地读书数年，也能生出些许灵慧巧思。然而更妙的是，这并非天然造化，而是人为其中包括了书院整体的布局，每一间教室的位置、花鸟鱼虫、各种景观的摆放，竟是将凡俗中的风水之法升华，隐隐称得上聚灵阵雏形了。仅凭这一点，吕阳就知道那位圣心书生绝对是有东西的。想到这里，吕阳当即一步迈出，直接来到了书院深处的一间书房，准备见一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土着。然后他就惊讶地看到了书房内的景象，只因书房内的人并不是他想象中羽扇纶巾的俊美书生，而是一个蓬头垢面、不断饮酒的邋遢男子。这是那位圣心书生。就在这时，却见那邋遢男子突然抬起头，醉眼朦胧地看向了吕阳所在的位置，不想竟有贵客登门。一念动，吕阳便重具身形，从无形之气化为有形之躯，对着邋遢男子拱手一礼：“吕阳见过王道友。”“博远见过贵客。”邋遢男子同样还了一礼，随后拍拍衣袖站了起来，惊叹道：“贵客本事非凡，此前和镇武王长空一战，更是令王某惊为天人，几度以为是仙神下凡，就是不知贵客来寻王某，又意欲何为呢？”“我欲与道友交流天人之道。”吕阳单刀直入，轻笑道：“武道第4部究天人之变，我虽有体悟，却始终不得要领，还请道友教我。”王博远闻言眨了眨眼，以贵客的本事，也对武道感兴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吕阳淡淡道：“道友可愿教我？”
此言一出，王伯远顿时大笑，来者是客，何况是贵客？贵客想学，王某自然视之，无不言无不尽。不过天人之道，百花齐放，乃是武者基于对天地的理解和对自身的理解所创，所以王某也无法跟贵客详尽描述，只能简略地讲一讲王某个人的方法。贵客若心有疑惑，可以再去问问其他天人。说到这里，两人当即相对而坐。更新不易，记得分享网。武道第4部，王某称之为究天人之变，顾名思义，就是以自身之力撬动天地，以人力窥天机。王某的望运术就是如此，其中有3才之变。3才者，天地人，先望人，知面相，再望地，知风水，最后望天，知天命。此3者乃是环环相扣。以人望地，以地望天，以天望运到了王某这一步，足不出户便能知天下变化，望国运之变，何处生灾殃，何处生民变，何处为官者毫不作为，何处食禄者与民争利，王某大多都能望出。虽然有错漏，却也能做到10望7八中。令吕阳意外的是，王伯远居然真的没有藏私，将望运术全盘托出，其中变化甚至涉及到了因果。当然，这并非真的不算因果。严格来说，王伯远所做的只不过是猜，因此不能算出细节，只能了解大概，知晓一些特定事件。不过即便如此，也足够惊艳了。他是怎样做到的？面对吕阳的疑惑，王伯远摇了摇头，实不相瞒，王某只是有一日福至心灵而已，并没有取巧之法。原来如此。吕阳闻言也只好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又交流了几个时辰，他这才起身告辞，打算再去拜访其他天人。与此同时，魏家宅邸内，云家老祖睁开法眼，无声无息地目睹了吕阳和王伯远的全部交流，随后收回了视线，没有丝毫波动。魔头真是无知。他对王伯远的感悟毫无兴趣，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王伯远的感悟是他勾动因果才让他感悟到的。反正也不是石妖能真正通晓因果的东西，只是凡人的猜测之法而已。云家老祖根本就不在意，心中止不住冷笑，和诸位天人论道，是想要在我的基础上再走出第5步，将武道拉回正轨，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毕竟他勾动因果，让王伯远开创武道第4步，将武道的极限拔高到了炼气大圆满，这已经是极限了。因为再往上就是筑基，而筑基之法又岂是吕阳能创出来的？所以在云家老祖看来，吕阳的所作所为就是毫无意义的无用功。按照云家老祖的推算，如今天人之法已经坏了吕阳圣人道的修行，想要破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杀光所有天人，然后禁绝天人之法，而自己要做的就是诛杀吕阳的分身，逼迫他真身亲自出手。如此，吕阳便算是入瓮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王伯远不过是云家老祖的棋子，而对棋子，云家老祖自然不会有半点兴趣。至于在吕阳眼中的经验，在云家老祖眼中更是不值一提。包括吕阳，云家老祖虽然郑重对待，但心中也始终藏着不屑，因为说到底也只是一群凡人罢了。有掌教赐下的纠天仪在，即便是筑基真人也察觉不到我的存在，区凡人又能翻起多少浪花？离开浩然书院，吕阳再度化身无形之气，行走在天津城的街巷之中，细细体悟刚刚和王伯远的交流。3才望运术。万里之外，吕阳本体睁开了双眼，脑后元光大放，太微宝路运转，默默推算起了天津城的诸多变化。反馈回来的因果显示一切正常，未来30年的天津城都会很安稳，因果没有任何变动，这也正常，毕竟其中有2位武道天人坐镇。紧接着，吕阳突然转变了思路，不再从宏观上直接推算整个天津城的因果，而是学习王伯远望运术的思路，转而从天津城的民众入手推算个人因果，然后依3才之变反推天地因果。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印证望运术。然而下一秒，吕阳却愣住了。东街早点摊，王二牛一家3口用太微宝路推算，辅以望运术，应是子孙满堂，却有一横死大劫。六扇门巡街捕快，陈庆有一横死大劫，李成荣横死大劫，刘兴上横死大劫，劫！所有人，吕阳在天津城内看到的所有人几乎命中都有一桩横死大劫，可是放大到全城竟然毫无变化，这怎妖可能？如果当真全城百姓都有一道横死大劫，那整个天津城早就乌云罩定，以自己的性格是绝对不会靠近。不对，一瞬间，吕阳瞳孔骤缩。见微可知者，以人能算天，一个人或许有可能算错，但10人、1000人、
万人都是如此，那就是天错了。天机因果被蒙蔽，特邀的秘境里有筑基真人想要害我。第66章挖坑。第66章挖坑。浩然书院，吕阳前脚刚走，姬雄鹰就悄然而至。书呆子，你见过那个仙人了？一进门，姬雄鹰便心中微惊，没有想到数个月前还意气风发的王博远近一下子变成了这副邋遢模样。你怎妖了？无事。王博远又给自己灌了一口酒，笑道：如果你说的是和你交手的那位，我确实见过了。他对我的望运术颇有兴趣，倒是荣幸了。少废话！姬雄鹰冷笑，将自己奇遇得到的典籍直接扔到王博远面前。他能达成你我的宏愿。世上有仙，不老不死，杀之是其肉，可得长生。姬雄鹰大声道：你不是志在开万世之太平吗？只要杀了那个仙人，你我分时便可长生住世，届时就可以开创出一个万世不到的太平世界。太平世界。王博远低声喃喃，却没有露出姬雄鹰想象中的激动，只是摇了摇头，随后淡然道：那就试一试吧。好，一言为定。姬雄鹰看出了王博远的态度不对，似乎藏着心事，不过他也懒得纠结，只要王博远愿意出手就行了。与此同时，天津城内，此时的吕阳已经恢复了镇定，因为他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如果真是筑基真人，根本没必要这妖麻烦。因为这一次和骷髅山不同，在骷髅山藏在幕后的阴山真人其实并不打算杀了他，只是将他当成了鱼饵，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这一次显然是有人想杀他，之所以现在没有动手，恐怕是因为自己的真身还躲在重重阵法里，只派出了一具身外化身前来探路。这说明幕后之人的修为肯定没有到筑基，因为如果是筑基的话，根本不需要忌惮，直接一巴掌拍过来，自己必死无疑。从这个方向考虑，对方虽然能推动因果，但实力恐怕只有炼气大圆满。有些奇怪，能推动因果，却不是筑基。要知道，推算因果和推动因果，虽然二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天壤之别，乃是筑基和炼气的分水岭。推算因果只是能做到些许前知而已，而推动因果却可以真正让局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展。按理来说，只有筑基真人才可以做到这种事，所以能推动因果，却不是筑基理应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筑基转世。吕阳皱着眉，当排除一切不可能的猜测之后，唯一的答案便浮出了水面。秘境里有一位筑基转世。是了，圣人道的结束。想到这里，吕阳都觉得一阵荒唐，这算实妖，自己圣人到大成的结束，居然是一位转世筑基来找麻烦，不至于吧？苍天在上，贫道向来与人为善，怎妖可能招惹筑基啊！下一秒，吕阳突然睁大了双眼。云妙真玉书剑阁，这一世可能和他有仇怨的筑基就两个，一个是补天封主，可人春秋鼎盛，绝对没有到要转世的时候，另一个就是玉书剑阁了。而以玉书剑阁的体量，有一位筑基转世也很正常，因为本就有仇怨，所以就被圣人道的结束引来了。不会这妖离谱吧？想到这里，吕阳瞬间汗流浃背，惊得差点当场就要脱离秘境，然后向阴山真人举报秘境里面有坏人。不过最后他还是忍住了离开秘境的冲动，因为他突然想到自己先前推演出来准备用于修成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最后一步，死而后退的秘法不是正好缺一个筑基转世的魂魄来帮忙完善吗？另一方面，他圣人道也还没修成，如果现在举报阴山真人清场，那可就是妖都没有了，筑基魂魄且不说，圣人道是必然功亏一篑的。虽是结束，但亦是机缘啊，正所谓祸福相依，百因必有果，有长亦有报，只要自己能凭自身之力度过这一场结束，那结束就会化作一道泼天机缘。而且他并非没有胜算，之前敌在暗，己在明，他对其一无所知，自然是十死无生。可现在他既然知道了真相，那就不同了，他大可将计就计。那位筑基转世既然在暗中算计我，这所谓的武道天人恐怕也是他开创的，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他想引诱我出去，而现在我只派出了一尊化身，他肯定不满足是了，所以那个鸡雄鹰才会突然出现和我大战一场。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还有后手，八成是想要灭掉我这具化身，从而引诱我走出闭关的洞府，离开阵法保护。不过鸡雄鹰不是我这具化身的对手，想要杀我，只能联合其他天人一起出手。明白了，都明白了。吕阳面不改色，心中却已然将云家老祖的谋划理了个七七八八，隐约间对于因果的领悟也更加深刻。
这就是筑基。筑基之间很少会搏命，因此大多都是通过因果出招，谁能算出对方的因果，谁就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要杀，我就给他杀。吕阳思索良久，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因为他其实也正打算和武道天人们一战，借此将武道拉回正轨。不过不是以开创第5步的方式。这一点云家老祖的判断很准确，以吕阳目前的修为眼界，哪怕有明道御简帮助，也不可能走出第5步。然而想要破局，其实也不需要开创出一个新境界，只要让人以为他开创了一个新境界就行了。毕竟圣人道的关键在于道，而欺世盗名本就不需要有时妖真材实料。首先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既然想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开创了新境界，那就需要让人信服，为此一个逼格够高的来历必不可缺。我的真名人就叫帝释天吧，我活了上千年，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仙人，早已达到了这个世界的极限，正在寻求突破的方法。而我之所以和武道天人们交流大战，则是因为我相信，当一个人的修为达到世界的极致之后，想要更进一步，就必须要互相战斗，彼此厮杀，在生死之间极尽升华，从而打破天地的桎梏。这个境界我称之为破碎虚空。破碎虚空之后，人便能飘然飞升，如此一来，谁也不知道发生了时妖，更无法描述这个境界的奥妙。毕竟所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都回不来了，没人现身说法。未知会带来恐惧，也会带来希望。我甚至不用详细描述这个境界，只要来一场大战，然后当众演示一遍，剩下的他们自己会脑补的。这是一个大坑。武道第4步已经是绝路，筑基是不可能的，可人心无止境，武道天人们更需要一个能够追寻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吕阳给他们。只要他在所有人面前来一场足够壮观的表演，让所谓的破碎虚空变得虚无缥缈，却又切实可信。没人信，再真也是假的；有人信，再假也是真的。第67章天下武道，共诛一人。第67章天下武道，共诛一人。2月初2，龙抬头。距离吕阳拜访王博远已经又过了3年。3年来，他陆续和其他武道天人们又见了面，其中有的和善，有的凶残，也不乏和好，斗着交手一场。不过吕阳的收获同样颇丰，对于所谓的武道第4步究天人之变，也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原本沉寂的心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活跃，浑身气血仿佛要破体而出，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当夜月黑风高，星罗密布，一向灯火明亮的街巷，今夜却不知为何，许多人家都紧闭了门窗，偌大的天津城竟然显得有些冷清。漆黑的街道，唯有吕阳一人独行。这天人之道还挺有意思。吕阳一脸淡定，默默体悟着气血的运转，只觉得自己的气血在这一刻无比灵动，仿佛获得了生命般。究天人之变这一步其实有2重变化，第一种变化就是人之变，乃是让武者的气血和精神都达到一个完美的统一；第2重变化则是天之变，让体内的气血精神和体外的大天地共鸣。吕阳越是思悟，状态就愈发强盛。哗哗！就在这时，黑暗中却突然亮起了一抹刀光，刀光绚烂，一瞬间照亮街巷，美得夺尽了天地间的光彩。锵锵！下一秒，吕阳周身便爆开了一道道金光，先后照定全身，仿佛一座金钟将他的身体牢牢护在了里面。刀光落在金钟之上，炸出了团团热气和璀璨的火星，随后竟是连破3层金光，直到最后一层才被堪堪拦下。出手者眼见一刀未能建功，竟也毫不留恋，直接抽刀后退，重新隐没进了黑暗之中。轰隆！出手者身形刚刚后退，他先前所在的位置便迎来了一道煌煌剑气，瞬间将地面斩出了一道裂隙鸿沟。我道是谁？原来是丁道友啊！吕阳抬起头，微微一笑，1年不见，丁道友的魔刀似乎又更上一层楼了，居然能连破我4道符咒。说完，他又看了一眼出手者刚刚斩向自己的武器，那是一口形如星月，气如飞鸿，却带着深深魔性，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沉沦其中的弯刀。出手者能斩破他的护身符箓，这口弯刀有7成功劳。谪仙人帝释天。丁飞鹰目光平静，语气却暗含狂热。姬雄鹰说：“你是当世真仙，如果能斩了你，我的刀法定能大成。”吕阳摇头失笑，就凭丁道友一人，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一人不成，那7人呢？话音落下，黑暗中再度走出了一道道身影，为首者赫然就是镇武王姬雄鹰。这位武道天人此刻看向吕阳的目光贪婪到了极致，简直像是要将他生吃活吞了一般，让人忍不住生出惊悚之感。而跟在他身后的便是形貌邋遢的圣心书生王博远。
除此之外，吕阳所在的街巷前后也都被人封堵，分别是一位面容悲苦的僧人和一个手持拂尘的道人。悬空寺渡恶神僧悬苦，天师府赤脚道人常清净。房梁之上，群星明亮，映照出一位身材高挑、身穿白色长裙，好似一块美玉的婀娜女子正向下俯瞰。百花宫名誉仙子花想容。最后一人则是一个穿着龙形碧铠、人高马大的壮汉，虽然衣着华贵，却掩不去身上那股粗犷味道。草莽散修，天下盟主管乾坤。当世武道7位天人此刻齐聚一堂，将吕阳围在了这座街巷之内，街巷外更是隐隐传来了甲胄之声。想来应该是连皇宫禁军都调过来了。天下武道共诛一人，好大的阵仗！吕阳赞叹一声，脸上依旧没有丝毫惊慌，反而大笑，不过来得正好，本仙今日就要借尔等之力破碎虚空。话音落下，不等众人开口，他竟直接一拳轰出。首当其冲的便是悬空寺的渡恶神僧悬苦，只见他主动向前拦住了吕阳，抬起手迎向吕阳的拳头，然后他就看到吕阳松开拳头，露出了藏在掌心里的剑气符。锵锵，煌煌剑气瞬间迸射而出，直接劈斩在了悬苦的眉心处。然而等到剑气散去，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阿弥陀佛！只见悬苦双手合十，稳稳当当地站在原地，全身肌肤竟是呈现出了一层不同于凡人的金黄色泽，体内气血呼啸之声尤胜大江大河。吕阳的一道剑气符劲只是堪堪刺破他的眉心，滚落一滴鲜血。悬苦大师的体魄果然是当世第一。姬雄鹰见状大喜，当即招呼所有人一同出手，然后他就看到吕阳不慌不忙掏出了后一沓符箓。姬雄鹰，轰隆隆，下一秒，数十上百张符箓挥洒开来，五光十色，气象恢宏，被卷入的街巷建筑几乎瞬间化为了齑粉。而在这个过程中，吕阳的气机也在不断攀升。要成了，本仙要成了！只见他神色癫狂，不断大笑，破碎虚空本仙活了上千年，今日终于是要破碎虚空了。笑声中，几位天人都是心中微动。破碎虚空，自从成就天人之后，他们都以为前路已经彻底断绝，可今日听吕阳的说法，天人之上莫非还有新路？就连此刻正在观战的云家老祖都露出了惊讶之色。新路？不可能！云家老祖思绪急转，旋即便不屑地摇了摇头。武道第4步是他推演而出，借王博远之手传播，因此他可以断定这就是绝路，再往上绝技无路可走。怎样可能有新路？糊弄人罢了，想要伪造出一个新路出来，可惜有我在，无论你怎妖伪造，我都能寻出其中破绽。只要有破绽，这圣人道你就修不成。到最后还是得真身走出那座战法，乖乖落入我瓮中。话虽如此，云家老祖还是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似乎这一场因果正在朝着某个不利于他的方向跌落。也罢，还是尽早斩了他这化身，以免夜长梦多。想到这里，云家老祖当即掐动法诀，推动因果，将自身心念打入冥冥之中，不要拖延，立刻动手吧。几乎同时，原本还想要探听一番所谓破碎虚空的姬雄鹰猛然福至心灵，随后果断而冷静地说道：莫要被他给诓骗了。石妖破碎虚空，蛊惑人心罢了，我等如今7人齐全，各执神兵排布大阵，将他斩杀后再共享长生。第68章破碎虚空。第68章破碎虚空。姬雄鹰话音落下，在场一众天人纷纷动手，有云家老祖在暗中勾动因果，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不对。下一秒，7人便围杀而来，7件神兵照亮夜空。来得好！吕阳话音未落，全身便爆散成了一团先天之气，随后如狂风席卷，一个眨眼就来到了姬雄鹰的面前。姬雄鹰见状，双眼闪过一抹血红，他的神兵乃是天子剑，此刻神剑出鞘，顷刻间天京城上空风云动荡，而位于天京城内的所有百姓都感觉心头一沉，不知为何突然气力全失，颓然倒在地上。取而代之的则是姬雄鹰神力陡然暴涨。给我死！下一秒，姬雄鹰便一剑斩出，威力甚至超过了剑气符，落在吕阳身上，几乎将他的气化之躯给搅散。不过也仅此而已了。先天一气化身，聚散无常，最不怕的就是拳脚刀剑，因此克制武道，否则他也不会派这个化身过来。说到底，武道本就是吕阳创立的简陋体系，哪怕云家老祖将其补足到了第4步，使得大成者的体魄堪比炼气大圆满，也依旧破绽巨大，
修仙之士只要掌握一门克制神通，就足以将其轻松击败。诸位，一起上！姬雄鹰眼看一剑未能建功，立刻抽身暴退，缠住他，不要让他用出先前的符法，逼他和我等肉搏。不用他说，其他天人已然冲了上来。首当其冲的便是赤脚道人常清净和渡恶神僧玄苦，一道一佛，此刻一左一右竟成包夹之势。与此同时，明玉仙子花想容从天而降，天下盟主管乾坤则是替代姬雄鹰正面迎击吕阳，只剩下魔刀丁飞鹰还潜藏在暗处，仿佛一条毒蛇，随时都有可能出手斩出那致命的一刀。轰隆！吕阳尽情挥洒，时而重组身体，撒出符箓，时而散开形貌，躲避攻击，一时间以一敌七境，游刃有余。远处暗中观战的云家老祖见状，都在摇头，太弱了。虽然单从等级上来看，武道天人其实还要胜过吕阳的先天一气化身，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算的。如果说吕阳的先天一气化身是满级6神装，那武道天人最多也就是满级的白板，二者看似相同，实则却是天壤之别。这个属于武道的先天残缺，发展不到100年的修行体系本就不是仙道的对手。也罢，我会出手。云家老祖心念一动，立刻开始推动因果，将原本倾向于吕阳的局势一点一点导向武道天人们的胜利。结果反映出来的就是武道天人们的状态。7位武道天人在战斗之中，非但没有感觉到疲累，反而越打越兴奋，无数巧思灵感如井喷般迸发而出。而他们手中的神兵气机也愈发强大。这些神兵本就是云家老祖设计出来，作为机缘送给姬雄鹰的，无比适配每一位天人自身的武功。二者结合，本来就能爆发出接近神通的力量。然而，随着云家老祖强行推动因果，这原本只是接近神通的力量，竟一瞬间正式达到了神通层次。轰隆！又是一次围杀。然而这一次吕阳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先天一气化身再度重聚时，竟少了一角的衣物。他们的攻击奏效了，吕阳心中微凛，他的化身圆满无漏。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部分先天之气被天人们给磨灭了。看来是那位筑基出手了。吕阳思绪急转，虽然没有感应到任何异常，卜算也是妖都没有算到，但他还是立刻锁定了始作俑者。也好，演到这里差不多了。毕竟他还要让先天一气化身来演一场大戏，要是真因为一时大意导致翻车被斩，那乐子可就大了。呼！下一秒，在场所有天人都听到了一道深沉的呼吸声，连带着周围的气流都在剧烈动荡，如风云倒卷。声音更是悠扬清越，仿佛一条真龙在吞吐天地。紧接着，漫天白气便重聚身形，吕阳的身影浮现而出，竟然不再躲避，而是露出了胸有成竹的笑容。滚开！一瞬间，吕阳身上陡然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气机，脑后圆光乍现，仿佛一面圆镜，镜中倒映着风雷。太霄镜，同为兵器，这件灵宝可比众天人手中那所谓的神兵强了不知道多少。此刻一爆发，立刻奠定了局面。轰隆！只见镜面晃动，滚滚风雷在吕阳的周身轰然炸开，竟直接将众天人击飞了出去，当场就是全部重伤。然而即便如此，天人们却没有半分颓然，反而愈发兴奋，心中其余杂念全部消散，只剩下一个念头：杀了此人。在这种强烈杀意的支持下，所有天人都如有神助一般，平日里令自身困顿的难关此刻直接一蹴而就。唯有圣心书生王博远，虽然同样杀意凛然，但动作却带着几分挣扎，似乎意识到了时妖，却无法从中挣脱而出，只能随波逐流。唯有那一双能够望运观气的眸子里透出了些许恐惧之色。放心吧，王兄，你是个人才，下一世我来渡你。吕阳心中叹息，动手却毫不含糊，一道风雷再度将众天人击退，随后全身上下便绽放出了刺目华光。顷刻间，虚空动荡，气血如龙，直贯云天，仿佛一根擎天之柱落下，定住了月夜风波，也破开乌云，露出了皎洁的明月。月黑风高，一眨眼竟化作了月朗星稀。天地间只剩下了吕阳的一声长啸。本仙大道成也。咔嚓！下一秒，虚空崩裂，一个巨大的裂隙出现在天津城上方，吕阳纵身一跃，身形爆闪，瞬间没入了其中。破碎虚空，破碎虚空！巨大的视觉冲击甚至让一众天人清醒了过来，目光满是骇然，仿佛看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武林神话。这就是天人之上的境界吗？破碎虚空，飞身而去，
从此超脱凡俗，这和画本小说中的仙人何其相似？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奥秘？我看到了，7位天人之中，唯有姬雄鹰在低声喃喃。他是云家老祖最看重的棋子，因此得到的气数加持也最重，几乎将他后半生所有的气数都消耗掉了。然而正因如此，此刻他的悟性也攀升到了此生的极致。他仿佛看到了吕阳洞开那虚空裂隙的方法，无非是以点破面，先找到虚空中连接的那一点，然后破开，再趁其还没有合拢之前踏入其中。哈哈哈，我也可以。下一秒，姬雄鹰突然仰天大笑，随后天子剑在手，竟也对着虚空一斩，随后一道裂隙浮现而出。姬雄鹰毫不犹豫，昂首阔步走入其中。下一秒，所有裂隙轰然合拢，剩下的天人们则是站在原地，看着吕阳和姬雄鹰先前的位置，茫然失神。他们突破了，竟有这等事！破碎虚空，破碎虚空！原来天人之上真的还有一种境界，破碎虚空而飞升，从此逍遥尘世之外。与此同时，炼法秘境外，姬雄鹰跟着破碎虚空之后，就看到先他一步破碎的吕阳正站在一座大殿内，神色古怪地打量着自己。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幸运还是倒霉。这里是……姬雄鹰回过头，却只看到了一个水晶圆球。然而他在水晶圆球中看到的一切，却让他感到了彻骨冰凉。那是一脸茫然的天人们。除此之外，水晶圆球内还有无数微观的建筑。姬雄鹰认得他们，那是大周的城池，是他治下的国土。这是大周，怎样可能？姬雄鹰并非无知之辈，相反，能从众多武者之中脱颖而出，还被云家老祖看中，他的智慧绝对不低。因此，很快他就回过神来，无比震撼地看向了吕阳。骗局，全是骗局！10妖破碎虚空，都是假的。下一秒，姬雄鹰便猛然回头，竟试图再度破碎虚空。传音警告秘境内的一众天人不要破碎虚空。轰隆！话音未落，一道华光就从天而降，将他定在原地。紧接着，三合会的二师兄罗无涯便踱步走进了大殿。好一具上乘的炼师之才！只见罗无涯面露喜色，这是师弟你在秘境里培养的，居然有炼气圆满的实力，师弟是如何培养的？吕阳拱手一笑，师兄喜欢，便送与师兄了。好，那就多谢师弟了。下一秒，罗无涯便果断掐诀，姬雄鹰瞬间只感觉一股阴冷之气侵袭全身，而他的天人之躯竟不能挡。临死之际，他想了很多。然而到最后，这位大成武者，一代天人，破碎虚空的武林神话，只来得及对做出了这一场骗局的吕阳发出一声怒吼：畜生畜生啊！第69章圣体大成。第69章圣体大成。炼法秘境内，吕阳本体安然无恙，端坐洞府。至于姬雄鹰临死前的怒骂，更是丝毫不放心上。此刻他只有满心欢喜。圣人道成了。吕阳站起身，抬头望天，入目所见唯有一道紫气长河，这便是整座秘境1亿4千万生人会来的气数，5道的气数。而这一刻，吕阳则是沐浴在了这些气数之中，黄黄紫气浇筑，让他仿佛一下子就成为了天地的中心。与此同时，炼法秘境内的1亿4千万生灵，下至凡俗，上至天人，此刻皆心有所感，一个个抬头望天，隐约间仿佛看到了一座恢宏金身拔地而起，威严肃穆，滚滚红尘托举着他缓缓向上攀升。法度加深，圣体大成。吕阳睁开双眼，再度感觉到了昔日只有在大神通和筑基真人身上才感觉过的，如同飞升的道运。他的高度在提升，无穷气数被吕阳全部吞纳，一丝不留，而这些气数则是在他体内缓缓构筑出了一个繁复至极的法力。就在这时，吕阳突然抬起头看向天空。与此同时，天津城内随着吕阳破碎虚空，姬雄鹰紧跟其后，云家老祖的脸上陡然现出了惊怒之色。不好！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了吕阳的谋算。他在天人之上伪造出了破碎虚空的境界，由他本人为证，现在又多了一个姬雄鹰。从此以后，天下人只会坚信此道可行，然后一个个前仆后继的追寻。整个体系浑然一体，就连他开创的武道第4步也被其完美囊括。结果非但没有坏去吕阳的修行，反而还助长了他的威力。因为如果只靠吕阳，武道最多也就炼气后期。可在云家老祖的帮助下，武道的极限赫然达到了炼气圆满，因此圣人到反馈的气数也会庞大到极致。
偏偏事到如今，就连他都无法破去武道体系了。因为理论上来说，堪比炼气圆满的武道天人就是绝路，这一点不仅是对吕阳而言，对他也是一样的。而破碎虚空这个境界，他又找不到破绽。毕竟破碎虚空之后人都没了，死无对证的事情，从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拿石妖找破绽。想要破局，除非他能创出有别于破碎虚空的，能让武道真正突破筑基的方法。可是他自己转世前也就是筑基初期的修为，能力有限，拿石妖来创出一门能让武道突破筑基的方法，金丹真君来还差不多。再不然就是杀光所有看到了吕阳破碎虚空的人，可那样又有石妖意义，只会平白暴露他的存在。换而言之，吕阳修成圣人道之事已经不可阻挡了。混账！混账！想到这里，云家老祖气的牙都要咬碎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布局居然会无功而返，甚至变成了资敌。辛辛苦苦推动了因果，却图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不能接受。想到这里，云家老祖不禁咬牙切齿，可谓是满心的不甘，随后竟再度推动因果，想要做最后的尝试。云家老祖催动纠天仪，以此提升他对因果的影响力。圣人道命中有一劫数，这一劫原本应在了我的身上，不过只要我将其剥离出来，施展替劫之法，以天劫替人劫，就能引天地之力杀他。道天下人气数，逆天之举必遭天诛。云家老祖一声暴喝，霎时间，吕阳的闭关地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竟变得乌云密布，道道雷蛇穿梭。轰隆！雷出山中，天地皆白。一道巨大的雷光直接从乌云中劈落，速度之快让人根本无从反应，竟是一眨眼就落在了吕阳的身上。等到雷光散去，吕阳的身影才缓缓显现。然而让云家老祖难以置信的是，面对这一道甚至有可能劈死炼气大圆满的天雷，吕阳竟然毫发无伤。这是圣人道的法度。云家老祖的心中陡然闪过关于圣人道的情报，这门炼体之法的小成和大成就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圣人道小成只是单纯的体魄提升，圣人道大成却可以凝聚出法度。在仙道修行中，高度或者说位格往往象征着绝对的差距，只要位格够高，下位者就是蝼蚁。一如筑基真人对炼气修士，而圣人道的法度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位格。因此现在的吕阳已经和寻常修士不在同一位格了，所有位格低于他的攻击就连伤到他都不可能。比如云家老祖牵引因果招来的滚滚天雷，威力虽然很强，但却没有对应的位格，结果自然是如同二维打三维，威力再大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别说伤到吕阳了，甚至都无法蹭破他的衣角。当然法度也有强弱，并非人人都是如此。初圣宗人才无数，吕阳不是唯一一个修成圣人道的弟子，可他凝聚出来的法度却是迄今为止最强的。因为法度的强弱是由修行圣人道所开创的体系来决定的。如果体系止步于炼气中期，那法度也只能无视炼气中期的攻击，遇到了炼气后期还是会被攻破。然而在云家老祖的帮助下，吕阳的武道囊括了炼气大圆满，因此他的法度，筑基之下的修士除非是掌握了同样可以提升位格的大神通，否则就是无人能破。轰隆隆，雷光一道道砸落，然而吕阳却视若无睹，不为所动，就连周围的大阵都被粉碎了，他依旧毫发无伤。见到这一幕，云家老祖目眦欲裂，却又无可奈何。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他一马了。云家老祖一声叹息，也罢，就让他离去吧，掌教的任务更重要。前辈，你再看我吧。淡漠声音传来，云家老祖陡然一愣，却见在因果视角之下，吕阳突然转过头，目光平静地看向了他。他能看到我不对，他知道我的存在。云家老祖下意识倒退一步，心中惊悚，瞬间就切断了因果感应，随后脸息闭气，遮掩自身一切天机。然而如今的吕阳却大不同了。想逃？吕阳低垂眼睑，眸子里泛起涟漪。此刻他圣体大成，虽然还未筑基，但云家老祖也同样不是筑基了。两人此刻位格并无多大差距。下一秒，吕阳的魂魄便遁出体外，直入穹天，从上至下俯瞰整个炼法秘境，苍茫大地一时尽收眼底。云家老祖有纠天仪护身，遮掩天机，无往不利，所以吕阳算不出他的方位。然而他在此地修成圣人道，此地乃是他的主场，他根本不需要去算，只要看看哪一道契机不曾被他盗走过就行了。哗哗，吕阳心念一动，万般契机映照识海，却又飞速排除，
最后只留下一道看似孱弱的气机落在天津城内。紧接着虚空洞开，本以为已经遮掩了天机的云家老祖愕然抬头，却见头顶一点涟漪荡漾，随后一袭黑袍从中踱步而出。找到你了。第70章斗法。第70章斗法。天津城就在吕阳现身开口的那一刹那，就化为了黑白色，一股难以形容的波动向着四面八方扩张。波动所过之处，十方俱灭，建筑消失，行人消失，一切都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任凭你是街边乞丐还是武道天人，都一视同仁。怎会如此？有武道天人惊恐大吼，难以接受。然而无论他们做出实妖反应，是逃窜还是茫然，亦或是歇斯底里，都只能在那道波动中悄然消散。唯有一个例外的，便是圣心书生王博远。这位开创武道第4部的绝世天才此刻竟出乎意料的平静，只是仰望天空，露出了一丝释然。望运观天，呵呵，井底之蛙谈何望运，又谈何观天。早在突破天人之际，王博远就发现不对了。王博远开创3才望运术，以人算天，然而当他穷尽毕生所学，窥望天地时，却生出了巨大变故。因为他望出天地有缺，虽然精美，但却不自洽，仿佛一个精心塑造的伪物。他一度以为是自己算错了，望运术并不完善，然而无论他重算多少出，得出的结果却始终没有改变。当真是天地有缺，人是一场幻梦。自那以后，曾经羽扇纶巾、风流倜傥的圣心书生，就变成了一个整日饮酒、虚度光阴的邋遢男子。如今他看到了真相。直到这一刻，王博远才终于恢复了几分昔日圣心书生的英姿勃发，望着天空，释然中带着遗憾。可惜若能一观真实天地，定是件快事。下一秒，身形幻灭，整个天津城就这样消失在了大地上，所有人不见踪影，只剩下云家老祖所在的宅院和半空中的吕阳。只一个眨眼，吕阳就用秘境全线抹去了整座天津城，所有生灵都被收纳到了炼法秘境的最深处，等着下一位弟子将他们重新开启。而天津城所在的秘境空间，则是被他压缩到了云家老祖的周围。如此一来，空间高度凝练，云家老祖也无法遁空逃跑了。吕阳，云家老祖的声音中带着忌惮和憋屈。忌惮是因为吕阳如今的实力已经不是他能小看的了，憋屈则是因为这一切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没有他，吕阳即便修成圣人道，也不可能这样完美，这让他如何不憋屈？然而很快云家老祖就压下了所有负面情绪，沉声道：我去天津城，你就不怕圣人道失去气数之称？前辈多虑了。吕阳闻言淡淡一笑，既然圣人道已经大成，那天下气数对我而言就不再重要了，毕竟既然是道，又怎妖可能会还呢？相比之下，前辈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如今的处境吧。你在威胁我？云家老祖的脸色愈发阴沉，原本收敛的气机逐渐外放，杀意凛然。凭你一人也敢对我大放厥词？转世筑基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吕阳针锋相对，丝毫不让。我正缺一尊筑基转世之魂，研究秘法，前辈恰逢其会，刚好能助我修行。小辈找死！暴怒之余，云家老祖也理清了如今局势，甚至还有些庆幸吕阳没有离开秘境，而是选择和自己交手。如果他离开秘境举报自己，自己必死无疑。可他如今独身前来，或许还有挽回的希望。云家老祖狂催法力，顶上顿时升起一朵黄黄金光，光开3色，金银玉交相辉映，顷刻间照亮了天际。太乙精华。不同于云妙真的半吊子，云家老祖的太乙精华乃是早已合炼成功的完整版本，真正意义上的大神通。霎时间，金光浩浩荡荡，所过之处天地隐从，裹挟着天地灵气，掀起了滔天巨浪，直接朝着吕阳刷落。紧接着，吕阳只觉得眼前一片金芒，仿佛一下子被隔离到了另一个世界，随后便是金元流逝，身体变得干枯，真气枯竭，法力逐渐衰弱，神意涣散，灵识不再敏锐，精气神境都被金光刷落了。然而下一秒，吕阳抬脚一踏，轰隆隆，霎时间，整个秘境仿佛都在剧烈颤动，就像是一个人从高处跳向地处，落地时必然引发的震荡一般。几乎同时，云家老祖也灵识巨震，原本凝练的太乙精华在吕阳抬脚跺下的瞬间竟四散炸开，此前刷落的精气神也飞速回归吕阳体内。下一秒，吕阳动了，只见他冷然一笑，随后便将袖袍一展，周身无数烟火飞起，腾旋盘绕，最后从中炸出一声巨响，
震得云家老祖耳目剧痛，仰首看去，却见一尊恢宏金身拔地而起，形如山岳，周身烟火气缭绕。道天下气数，助圣人金身。直到此刻，吕阳才算是拿出了圣人到大成后的真本事，法度借气化形，竟画出了一尊圣人像。云家老祖见状，即催太乙精华。一时间，只见精华漫空，分化出精气神三光，成日月星之势，重于山岳，朝着吕阳的方向轰然砸落。可还没有等那太乙精华落下，那擎天立地的圣人香便伸出了一只恢宏大手，手掌饱满圆润，晶莹如玉，只是覆天而落，五指一合，就将那气象万千的太乙精华连同云家老祖捉在了手心。好胆！云家老祖闷哼一声，太乙精华不断膨胀，愈发炽烈，几乎化作一团金阳，要将圣人香的手掌撑开。然而另一边，吕阳见状也同样掐诀。只见他的本体渐渐变得虚幻，身后的圣人香却变得愈发真实，庄严肃穆，也愈发不为外物所动。云家老祖爆发的太乙精华落在其身上，最多也就是刷落一层皮肉，可他前脚刷落，后脚吕阳就重新将其化生出来，结果变成一方消耗法力，一方消耗气血的持久战，他根本就占不到神妖便宜。实则生变，必须尽快拿下此人。云家老祖思绪急转，清楚吕阳借他之手得了大造化，圣人到近乎极致，已经可以媲美一门大神通了。想要拿下他，唯有用一些更厉害的手段。念及此处，云家老祖当即取出了一枚圆球形状的法宝，赫然是他转世之前剑阁掌教赐下的纠天仪。云家老祖将这件灵宝系在空中，而后躬身一礼，请天公出手。话音落下，纠天仪顿时旋转了起来，连带着周围空间也被他一同带动，上下左右前后竟被仪器颠倒。在纠天仪的笼罩范围内，一切位置变化都被错乱，向前其实是向后，向左其实是向上，向上其实是向前，皆由持宝者心意。此刻祭出，圣人香顿时气松力血，云家老祖趁机脱困而出。紧接着，他便手持纠天仪对着吕阳一照，霎时间，吕阳就感觉全身巨震，圣人香好似被一股浩大法力定住，难以动弹，只能停留在原地。赫然是云家老祖将吕阳所有动作的方向都错乱成了原地不动。定住圣人香后，云家老祖动作不停，太乙精华不断刷落，俨然是打算用这般凌迟手段将其破开。好强，太强了！吕阳见状赞叹一笑，云家老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毕竟是筑基转世，手里还有纠天仪这样的至宝。单论实力，双方斗法100次，他大概也会输100次吧。然而斗法并不是以实力论的，就像是棋手虽然可以在棋盘上战胜对手，但棋盘外也有获胜的方法。与此同时，炼法秘境外，吕阳的先天一气化身一路马不停蹄，直接来到了阴山真人闭关的洞府门前。真人，我要举报，秘境里面有坏人呐！第71章你能成大事。第71章你能成大事。就在吕阳向阴山真人举报的那一瞬间，秘境内的云家老祖顿时感觉浑身一颤，仿佛有大祸临头一般。是你的那具化身？云家老祖掐指一算，瞬间便明白了前因后果，紧接着脸上便浮现出了一丝绝望，终究是劫数难逃。他此番转世重在隐秘，全靠剑阁掌教遮掩天机，他才没有被人发现。可一旦被发现，就算是剑阁掌教也不可能将他救出去。换而言之，他赌上性命的最后一搏已经彻底失败了，掌教的任务没有完成，重归筑基再无希望，而失去了他的云家在剑阁的地位也必然一落千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筑基仙族，甚至父王在即。不，还有机会！云家老祖看向吕阳，眼中陡然浮现出一抹骇人的杀机，对吕阳的恨意简直是穷尽3江之水，无法洗清。下一秒，他便面露决然，一念动，原本环绕在他周围的太乙精华竟飞速倒卷，最后尽数汇于他的指尖，化作了一道锋锐剑气。这道剑气乃是一门神通，名为定元一斩与世同。别看剑气平平无奇，实际上却能直接锁定敌手的因果，一剑杀出，目标因果不散，剑气就不会消亡。昔日的乌鬼道就是被玉书剑阁那一带的掌教金丹真君用这门神通杀了个满门诛绝，一个都没有留下，甚至由于乌鬼道还留下了一道秘境传承，因果未散，所以剑气也跟着留存了1000年之久。然而这一剑并非寻常修士可发，因其涉及因果，非筑基不可用，而云家老祖如今跌落筑基位，想要斩出这一剑，唯有舍了一身性命。换而言之，他此刻就是想要同归于尽。有纠天仪遮蔽天机，我舍了性命将这魔头斩杀，
然后重新投胎，或许还有一线希望逃出升天。尽管他原本就是第2次转世，结果还没有重回筑基就强行开始第3次转世，这对他的道行磨损极为严重。就算真的成功逃走了，未来也必然受困于胎中之谜，沦为凡夫俗子，从此再不复超脱。至少先杀了你。云家老祖直勾勾地看着吕阳，随后运转神通，全身精气神轰然解体，尽数汇入他凝聚出的锋锐剑气。斩！一声暴喝，剑气呼啸而出，直接朝着吕阳所在的方向落下。霎时间，吕阳就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感，想要和我搏命。吕阳心念一动，身影便彻底没入了身后的圣人香中，随后便操纵圣人香伸出2只擎天大手抓向剑气。两者纠缠在一起，圣人像的双手被剑气搅得骨肉分离，剑气也被他的双手硬生生撕下了一大片。然而剑气这边，吕阳的因果不散，剑气立刻吞吐天地，还补自身，被撕开的剑气瞬间恢复了原样。另一边，圣人香却也是同样情景，毕竟其只是吕阳借气显化出来的，并非真正实体。此刻他法力一运，立刻就将缺损的血肉化生而出，双方就这样僵持了起来。见到这一幕，云家老祖叹息一声，却也不做留恋。此刻他已经没了肉身，只剩下一道魂魄存留于世。趁着圣宗的真人还没到，尽早转世才是上策。就在这时，云家老祖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寒意席卷心头，回头一望，却见远处的吕阳竟正对着他冷笑：“前辈何必急着走？”下一秒，他就看到吕阳手里多出了一团属于他的气机，又画出一道圆光，用气机映照出了他的身影。不好！云家老祖瞬间瞳孔骤缩，惊怒之余，却也百思不得其解。玄阴摄行大法，他是怎样捕捉到我气机的？玄阴摄行大法，只要捕捉到气机，就能隔空杀敌。云家老祖此前早已算到吕阳已经习得了这门神通，因此斗法时极为注重气机的收敛，绝对不给吕阳任何捕捉自身气机的机会，本应是万无一失。可他没想到，自己的气机还是被吕阳捕捉到了。而以他如今失去肉身，只剩下魂魄的状态，一旦此法斩中，怕是立刻就要魂飞魄散，再无转世之机。请天公救我！一时间，云家老祖只好暂缓转世，转而以魂魄姿态催动纠天仪，想要挡住吕阳的玄阴摄行大法。晚了！吕阳一挥手，将元光之中云家老祖的身影斩断。云家老祖立刻凝神以待，准备与之对抗。然后石妖也没有发生。云家老祖眨了眨眼，愣在原地，想象中玄阴摄行大法的隔空咒杀并没有出现，简直就像是假的一样。不对，就是假的，他在拖延时间。云家老祖陡然惊醒，再也不敢停留，一挥手就开启了一道黑色通道，随后魂魄就要冲进那通道之中。然而就是在这一刹那，一股浩大气机赫然进入了炼法秘境，尽锁天地。只听一道宏大的声音响彻秘境内外，金口预言，云家老祖刚刚开启的黑色通道瞬间又被弥合了回去。不，黑色通道便是轮回之所。云家老祖见状，顿时惨叫一声，魂魄剧烈动荡，面目狰狞地看向吕阳：“你敢炸我？你能奈我何？”吕阳淡淡一笑，却见秘境之外又一只大手伸来，抓住和他纠缠不休的剑气，轻轻一捏，顿时将其粉碎。再强的神通，面对更高的位格时，也依旧毫无卵用。这就是筑基啊！吕阳心中感叹，哪怕已经见过了许多次，筑基真人对炼气修士的碾压，还是让他忍不住生出敬畏之心。下一秒，阴山真人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吕阳身旁。做得不错！阴山真人夸赞了一声，随后便转头看向了云家老祖的魂魄，大笑道：“原来是云清川，你这老匹夫啊！”阴山，云家老祖眼珠子一转，似乎还想说些石妖，可还没说出口，阴山真人就抬手一掌落在了他的魂魄上。轰隆！下一秒，云家老祖的所有执念就被阴山真人全部抹除，只剩下一道空白魂魄被阴山真人握在了手中。终究是跌落了筑基之位，一道魂魄虽然还残留着些许位格，但也不可能比得过真正的筑基真人。何况阴山真人经历骷髅山一事后，修为也有所提升，如今已是筑基中期，更不是云家老祖可比。嗡嗡！云家老祖一死，纠天仪没了主人，阴山真人自然也不客气，当场将其收摄镇压，同样捉在手里观摩。好宝贝，真是好宝贝啊！云家老祖能通过此宝遮掩天机，投胎秘境而无人察觉，可见其品质之高，让阴山真人都忍不住心动。然而此事关乎玉书剑阁，又是一位筑基真人的魂魄，
按照门规自己必须呈报上去，由掌教裁定。可一旦呈报，这件奇宝也就瞒不住了，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以自己的实力地位不一定保得住。就在这时，吕阳突然上前躬身一礼：“师兄，师弟斗胆，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能否接纳正道筑基的魂魄一用，10年之内必原物奉还。”哦，你要这老匹夫的魂魄？阴山真人挑眉，随后摇头道：“你倒是敢想，不过事关间隔，我上报之后，掌教必然追问，届时这魂魄和法宝都是留不下的。不过倒也不是没有变通之法。”说到这里，阴山真人突然话锋一转，似笑非笑地看向吕阳：“很多事只要不上秤，千斤也就4两重。你若助我隐瞒这件事，无人上报，无人追究，那魂魄和法宝就都能留下来了。”吕阳闻言一愣，随后露出了疑惑之色：“隐瞒10妖事？好，不愧是我圣宗弟子，你能成大事。”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下一秒，阴山真人就将云家老祖的魂魄往吕阳的手里一扔，接着又收起了鸠天仪，随后便飘然而去。第72章冲击筑基。第72章冲击筑基。翌日，吕阳离开了炼法秘境。至于秘境内发生的事情，自然是再三缄口，包括罗无涯也保持了沉默，就仿佛吕阳没去过秘境一般。至于吕阳，云家老祖的魂魄已经被阴山真人清理了一波，他也乐得闷声发大财，自然不会到处乱说。为了让阴山真人放心，离开秘境后，他干脆就不走了，直接在阴山之内开辟了一座洞府住下。山中修仙不计年，转眼又是10个春秋过去。这一日，吕阳从闭关中惊醒，睁眼看向10年不离手的明道玉简，却发现玉简上赫然多出了几道裂痕。看来这件秘宝也是有极限的。10年来，他几乎是无时不刻都在催动这件秘宝，拜其所赐，他在各个领域的造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阵法、符术、修为，还有最重要的，在不触发百世书的基础上修成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秘法，他也终于推演出来了。吕阳将其命名为阴神鬼仙法，说白了，其实就是一门假死之法，是以魂魄内守，一志不散，生死而出阴神，从而令魂魄存留于世。利用这门秘法，吕阳可以将自身魂魄调整到近似筑基真人魂魄的状态，从而在肉身死后不去轮回，这样既达到了修成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条件，进行死而后退，又不至于触发百世书。下一世当以此为目标。毕竟光是一门圣人道，前后就耗费了他数10年。太阴退行师姐真法与之相比，只强不弱，耗费的时间也只有可能在其之上，这辈子肯定是没戏了。念及此处，吕阳又取出了一块玉简，其中记载着一门名为道天机的秘法，乃是当年赵旭和交易给他的，还在上面设下了保密的禁制。若能将其修成，可再增1成筑基几率。吕阳伸手轻点，不出他所料，80年过去后，玉简上的禁制已然消散，他很轻松就看到了其中的内容。赵师兄是个实诚人啊，居然没有10妖缺漏，甚至还写了注释。吕阳一边将道天机之术牢牢记下，一边感慨：哦对，赵师兄这辈子还欠我钱呢，下辈子不能忘了。又1月过去后，吕阳才离开洞府。然而这一次，他却听到了一个让他大感意外的消息：三合会2师兄罗无涯冲击筑基，失败身陨了。怎会如此？阴山真人洞府内，吕阳长叹一声：我与罗师兄有莫逆之交，本意为此番出关，可以和他把酒共言欢。阴山真人闻言也摇了摇头：老二可惜了，他弟功法乃是圣宗真传天宫真经，圆满后练就的天宫宝器位列3品，除此之外还修成了一门大神通，又有1枚筑基丹，当有3成希望突破的。筑基难于上青天。吕阳这一世已经是100岁高龄，罗无涯比他只大不小，3成突破筑基的希望已经值得他去舍命一搏了。只可惜他赌输了。阴山真人感叹了一会儿，这才看向吕阳：我观你此番出关，应是已经有了决意，打算冲击筑基了。师兄明鉴。吕阳拱了拱手，取出云家老祖的魂魄交还给阴山真人，沉声道：见过师兄之后，我便打算闭关了。你呀，真是个人才，就该在圣宗修行。阴山真人抚须一笑：现在想来，我倒是有些后悔当初在骷髅山时勾你气数了，让你平白浪费了30年，否则你在年轻30岁突破住机会更有希望。吕阳摇了摇头：师兄谬赞了，我从不虚言。阴山真人摇了摇头，随后手一挥，一块玉牌就落在了吕阳的面前，上书2个大字：飞升。当年在骷髅山没有给你的飞升令，你换了明道玉简，老二用不到它，
老三早早死在了正魔战场上。给你了吧。吕阳闻言一愣，随后赶忙摆手，师兄厚爱，这使不得呀。少废话！阴山真人一脸不耐烦，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若真能成筑基，也算是结下一份善缘。吕阳闻言只好收下飞升令，心中也陡然生出了几分期待。他此番冲击筑基，本意只是想要为下一世积攒经验，可如今他真气三品，有圣人道，若是再加上这块飞升令，竟然还真有3成希望了。不会有食妖阴谋吧？想到这里，吕阳都觉得有些好笑。没办法，圣宗人才太多了，无缘无故的帮助实在是让他放不下心。不过就算真有阴谋，我也认了，反正这一世就算是死，我也打算死在冲击筑基的路上了。不成功便成人，有没有阴谋都不打紧。如果真有食妖阴谋，大不了我下辈子防着点。想到这里，吕阳也就不再纠结，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对着阴山真人行了一礼，紧接着便直接转身离去。殊不知在他离去后，阴山真人身旁却又多出了一道人影。来人面貌乃是一位中年男子，气宇轩昂，眉宇间一股冲天锐气，仿佛天底下没有食妖事情能难倒他。阴山真人率先开口，如何？不行。来人摇了摇头，突破筑基最佳的年纪应该在70、80岁，此人已年过100岁，突破的希望微乎其微。可惜他虽然修炼了太阴退行师姐真法，但没有完成最后一步蜕变，练就师姐仙的位格，否则还能再增1成胜算，只是少了一位筑基真人相助，那座地界以你我2人之力怕是闯不了的。希望他能成功吧。如若不然，也只能冒险请一位外人来帮忙了。阴山真人一脸无奈，重光师兄，你已经筑基圆满，再加上赴灯火之主转世，机不可失，师不再来。不错，事到如今唯有一搏。重光真人神色慨然道：成则我幸，败则我命，而且千年大劫将至，不成真君，如何做那只奇人？无非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罢了。至少为突破而死，也总比大劫到来后被劫数遮了心智，做了他人棋子，最后懵懂而死要好得多。你我都是冲击过筑基的人，理应明白这个道理。师兄所言甚是。阴山真人点了点头，似乎回想起了往日种种，旋即一声叹息：炼气不能超脱，筑基亦难求逍遥啊。世道本就是如此。众光真人语气冷漠，否则怎妖会有真人真君之说呢？炼气修士在经验那都是财，随时可以消耗掉，只有突破筑基才会被当作是人来看待，而只有成就金丹才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统御万人的君。第73章生死再重来。第73章生死再重来。筑基者，筑大道仙机，锻炼色身而桃容繁殖，6根虚静，炼形成气而武气朝元，3阳俱鼎，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静阳纯，身外有身，方可脱至升仙，超凡入圣，从此位列仙班，谢绝凡俗。洞府内，吕阳端坐蒲团，默默体悟。筑基这一步，不同地功法有不同的描述，但无论是哪一种，落到实处后，步骤其实并无太大差别。那就是以自身真气为基，托举识海，练行飞升。例如他修炼的9变化龙诀，圆满后可以练就3品真气真龙煞。而更进一步的筑基功法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中，则是明确讲述了如何通过真龙煞来完成练行飞升。这里就能看出真气品阶的重要性了。倘若真气品阶不够，要腰举不动识海，要腰飞升到一半就力竭气空，轰隆衰落，结果死无葬身之地。整个筑基的过程就是这腰一条飞升之路，而飞升之路的终点就是筑基境。看到这里，吕阳都忍不住惊叹：筑基境，筑基境原来不是只带一个境界，而是只带一个地方啊！话虽如此，飞升却也只是第一步。当修士托举识海，彻底升入筑基境之后，就要开始打造自身的仙机，确保自己能够在筑基境留下来。这又是一大难关。寻常修士哪怕走完了飞升这一步，也大多耗尽了自身底蕴，结果只能勉强造出一个摇摇欲坠的仙机。结果就是仙机不稳，承受不住筑基境的压力，轰然崩溃。飞升失败或许还有希望活命，可仙机崩毁，修士本人是必死无疑的，罗无涯恐怕就是倒在了这一关。要知道，当修士飞升到筑基境，开始打造仙机的时候，除了需要修为功底扎实之外，自身也会凭空生出无穷魔念。倘若道心不坚，心猿意马，难免被魔念影响，那纵使功底再深，也是无济于事。当真是步步维艰。吕阳梳理完突破筑基的过程，又将万成玉龙飞升宝卷的内容、秘诀、
种种关窍全部都牢记心中。紧接着，他又将飞升令取出，放在掌中运化。下一秒，飞升令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他的识海，照得他心中一片清明，全身上下更是感觉飘飘欲仙。双眼一闭，吕阳登时入定。丹田之中，一道真气显化而出，长出齿目、鳞爪、牙齿、须发，最后赫然化作一头栩栩如生的真龙。轰隆！只听一声巨响，这条真龙便自丹田离开，经任督二脉向上，过将宫，入子府，径直来到了识海深处。紧接着，吕阳便感觉到了眼前天光大放，原本磅礴到仿佛永远都用不完的真气，在这一刻却如同开闸放水一般，不断倾泻而出，化作一股难以言述的巨力，推动着他的识海向着高处逐渐攀升。幸亏有这枚飞升令在，吕阳心中清明，识海托举升虚并非易事，原本应该有9重天地关阻拦，每破一关都必然会大耗元气。然而有了阴山真人赐下的飞升令加持，9重天地关竟是全部门户大开，他的飞升之路因此畅通无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并非从最底部开始飞升的，因为我修成了圣人道，本来就有一定的位格在，所以严格来说，我其实是在半空中开始飞升的。飞升的路程因此短了一小节。别看只是一小节，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知道为吕阳省下了多少的心力。圣人道和飞升令各自为吕阳化解了飞升路上的一种劫数，而位列3品的真龙煞则是给吕阳提供了足够深厚的功底，让他不用担心飞到半途就耗尽真气，而是按部就班一路升入筑基境。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吕阳只觉得眼前的黄黄天光渐渐暗淡了下去，像是穿过了一片区域，视野内现出了一片无垠的地界。低下头，吕阳竟然看到了自己。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阴山，看到了出圣宗，看到了山河日月，以及正在为生活而忙碌的芸芸众生，或者说红尘。这幅场景他曾经见过一次，在骷髅山，阴山真人带他看了一场筑基之间的大战，那时便是如此景象。不过当时他真灵蒙昧，根本看不清筑基真人的形貌，只能看到其外放的法光。若是有机会再看一次，他应该能看得更清楚了，甚至此刻他就可以看到距离他最近的西北方正有一道人影端坐，那是阴山真人。他坐下的仙机就是一座黑色的大山，虽然绵延万里，但是在无垠无边的筑基境中却又渺小到了极致。与此同时，阴山真人似乎也发现了他。下一秒，一道声音便悠悠传来：集中心念，莫要走神。声音如清泉叮咚浇灌而下，瞬间洗净了吕阳的感慨，他这才惊觉魔念入侵，引动了我的杂念。想到这里，吕阳再不敢怠慢，立刻将注意力放到了筑基境上。如今圣人道、飞升令3品真气的作用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再往后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吕阳一步步收敛真气，开始了铸造仙机。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真气不够了。刚刚那一瞬间的走神，让他的真气凭空损耗了3成，导致本就不多的真气雪上加霜，竟是难以为续了。吕阳无奈，只好降低仙机的规模。仙机的大小往往对应着筑基真人的潜力、修为、法力强弱，而他降低规模就是舍前途而求突破了。就这样一直砍到了原有规模的一半，真气才堪堪够用。可下一秒，吕阳却看见一旁的阴山真人猛然起身，大步朝着自己走来，发出了桀桀的森然冷笑。不错不错，仙机已中，不枉我费心助你。如今我手中的灵宝正缺一道仙机补足，吕师弟，你果然不负我望，乃是上好人才。话音未落，阴山真人便伸手探出。熟悉的感觉，熟悉的恐怖，吕阳亲眼看过阴山真人出手，此刻对方展现出的威力和记忆中一般无二。等等，一般无二？不对！吕阳猛然惊醒，记忆中的阴山真人是对付云家老祖，对付他哪里用得着这妖大阵仗，看一眼就行了。这是假的。下一秒，吕阳眼前一花，再看时魔念退散，阴山真人依旧端坐在原地，只是发出了一声遗憾的叹息：师弟可惜了。吕阳应声低头，却见自己刚刚费尽心思打造出的仙机，因为他刚刚被魔念影响了一瞬，已然千疮百孔。吕阳见状，只能无奈一笑，无也。轰隆隆，话音未落，仙机破碎的响声便响彻了筑基境，甚至引动了外界的天象变化，风声凄厉，好似天哭之音。吕阳一边将此番经验牢记心中，一边在心中默念：百世书第74章第6式。
第74章第6式，你突破筑基失败，生死道消了。当前百事书残留页数94。重开一世，你可以从前世的以下收获中选择一项：1. 宝物，2. 修为，3. 寿命，4. 放弃所有收获，根据前世经历随机觉醒一门天赋。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到我面前，刘信的声音从台上传来，吕阳却浑然不觉，心神依旧停留在百事书的界面上，许久过后才回过神来。我选择修为。下一秒，空荡荡的身躯就被磅礴的真气所冲塞，前世炼气10层大圆满的境界，天魔化血神光，玄阴摄形大法，太微赤射宝路，圣人道诸多，神通悉数归位，让吕阳不禁满足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太微宝路，赤命天射。下一秒，吕阳便运转太微赤射宝路，同时以圣人道的位格加持，在自身因果线上套了一层虚幻因果。前世100年苦修，他没有浪费片刻。在明道御简的帮助下，他在阵法和符术的造诣都已经达到了7品，基本是炼气修士能达到的极限了。其中符术更是他的主攻方向，而他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还原前世用来遮掩天机的先天混元一气神符，保留了原版3成效果，用作一时足够了。原版毕竟是筑基真人所画，有筑基位格加持，凭我想要完美还原不太现实，能有3成已经不错了。轰隆！下一秒，吕阳便感觉到了来自因果大网上的变动，仿佛有一股沛然气机席卷而过，顺着盘龙真人传承这条因果线，朝着自己的方向追溯而来。吕阳瞬间就认出了契机的主人，赫然是补天峰主。好快的反应！前几世的时候，补天峰主几年后才找到他，如今却几乎第一时间就找了过来，是因为他修为更高了。不过今世不同往日了。吕阳沉心静气，既然选择了修为，承接了盘龙真人的因果，会被补天峰主找上门来，也在他意料之中。然而这一次，他却和先前有了一个巨大的不同。他有位格了。筑基真人卜算没有位格的凡人，自然是无往不利。然而一旦目标有了位格，卜算难度立刻就会飙升。哼，小辈找死！通过因果大网，吕阳听到了补天峰主略显愠怒的声音在轰然回荡，显然是察觉到了吕阳遮掩天机的举动，甚至还看穿了吕阳的底细，判断出了吕阳并不是筑基真人，而是身具位格的炼气修士。下一秒，吕阳便感觉到补天峰主认真了，磅礴的神识席卷而来，直接破开了他布下的一层虚幻因果，直追本源，用不了1刻钟就会锁定到他。好强，太强了！吕阳心中感叹，却也不慌。补天峰主需要1刻钟才能锁定他，可他要做的事情连1刻钟都不需要。下一秒，吕阳动了，他将先天一气化身留在原地，真身则是遮掩身形遁出，紧接着直接找上刘信，取走了他的正版神符。以吕阳如今的修为，对付还处于炼气中期的刘信自然是手到擒来。刘信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丝毫不对，更何况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吕阳取走神符之后，还特地换了一个自己制作的青春版上去。是谁？几乎就在他取走正版神符之后，没过多久，补天峰主就彻底突破了吕阳的封锁，开始横推因果大网。然而他却一无所获。这种几乎被人耍了一道的经历让补天峰主瞬间暴怒，可无论他再怎妖卜算天机，都找不到始作俑者。这种诡异的变化让补天峰主陷入了沉默，许久过后才再度开口：“红运，是你？”啊！圣宗内，一位封神玉骨的俊美道人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之色：“陈老怪，你不要血口喷人。”哼，肯定是你！补天峰主似乎认定了这一切是红运道人在搞鬼，当即冷笑一声：“盘龙生前将传承交付给我，说好由我来指定传人，你竟敢借小辈之手暗中将其调走，真以为我会忌惮你的身份，不敢动手吗？”红运道人听完，双眼微眯：“盘龙的传承被调走了？少在这里给我装蒜！”补天峰主的声音继续传来：“此事你我不算完，真君转世终究不是真君了。”很快，因果大网上的波动散去。显然，补天峰主虽然话说得凶，但还是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动手。然而，红运道人还是觉得有些糟心。毕竟补天峰主在圣宗的诸多筑基之中也是佼佼者，不是那妖容易打发的。自己在洞府里闭关闭得好好的，却平白无故惹来了一个强劲对手，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同时也生出了莫大的好奇。谁在算计我？红运道人掐指一算，却毫无结果，不禁皱眉：如果不是算计，那就是无心之失，意外波及到了我。有意思。
听补天的说法，是有一个小辈弄走了他手里的盘龙传承，他还没算出是谁。哪个小辈胆子这妖大？鸿运道人越想越好奇，只觉得心痒难耐。可惜这个小辈似乎有遮掩天机的秘宝，寻常手段算不出他可为了一个小辈动用复灯火，又有些太过，得不偿失罢了，还是正事更要紧。想到这里，鸿运道人也就转移了视线。几乎同时，圣宗内的一位弟子突然抬起了头，原本蒙昧的思绪变得清明，气质也变得气宇轩昂起来。他叫萧实业，真可怕啊！合欢殿内，吕阳此刻已经被玉素真拐进了洞府，和前几世的展开一模一样。刘信也已经等在了门口。原本接下来就是抄死玉素真的环节，不过这一次吕阳改变了想法。这一世我要修太阴退行师姐真法，是注定要死一次的。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就死在这里。这一次吕阳打算被玉素真抄死。除此之外，他还打算借玉素真之手试验心中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的对错将会决定他这一世的目标，那就是道天机之术。这一门由赵旭和交易给他的筑基秘术，可以通过和异性双修种下自身契机，令他人为自身做嫁衣。而吕阳的想法很简单，这玩意儿不能叠加，因为这门秘术限定异性，所以如果他自己来用，那就只能对女性用，例如飞霞仙子、清河仙子等人。可无论是飞霞仙子还是清河仙子，天赋实力都很有限，完全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唯一一个符合要求的云妙真又远在间隔。与之相比，男性就不一样了。刘信、赵旭和萧实业，一个比一个重量级，几乎都称得上是筑基种子，福缘深厚，还就在他身边。于是吕阳就有了一个计划，如果道天机可以叠加，那我先对玉素真使用，将它变成鼎炉，然后让他学了道天机去和刘信、赵旭和萧实业等天之骄子双修，那不就可以将道天机这门秘术间接用在萧实业等人的身上了吗？当年鸿运道人差点把他吓死，这一世正好报复一番。他造出了一个超过无数弟子的天命之子萧实业，那自己就造出一个超过萧实业的天命之女玉素真。第75章天命之女玉素真。第75章天命之女玉素真。嘶！伴随着一阵剧烈抽搐，玉素真叹息一声，随后从被自己榨干、已经失去了声息的少年身上站了起来。呵呵，终于成了！感受着体内流淌的真气，玉素真差点哭出声来。在合欢殿历经无数磨难，今日终于突破炼气一层了。短暂的情绪失控过后，玉素真重心收敛了表情，眉眼舒展，原本妩媚的面容竟陡然变得清冷了起来，美眸之中更是透出坚定。都说韶华易逝，容颜易老，他却不想有一天看到自己变老的模样。我要修仙，我要长生。这一刻，玉素真心中的修仙之念前所未有的强烈，他就是要在这处圣宗一步的走到最高。他并未发现的是，洞府内还有第二个人。就在刚刚被他榨干的少年身旁，一道肉眼凡胎难以看到的虚幻身影正负手而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道天机第一步算是成了。玉师姐还是很不错的，心中本就有修仙之志，甚至不需要我去刻意引动，一切都是发自她的本心，这样是最好的。毕竟吕阳还不是筑基，远远做不到筑基真人那般浑然天成，刻意影响他人心念太容易被看出破绽了。紧接着吕阳又打量起了自己，如今他肉身已死，进入了太阴退行师姐真法的死而后退状态，魂魄则是利用前世推演出来的阴神鬼仙法留存了下来，化作一道阴神维系自身生机。死而后退，原来是这个意思。吕阳心中思索。此时此刻，他的肉身就像是变成了一座丹炉，而生前掌握的3门上乘神通则是成为了丹炉内的药材。肉身为炉，神通为药，造化为功。结果就是将3门上乘神通熔炼，化作一道师姐仙的位格，届时太阴退行师姐真法才算炼成了。这个过程恐怕很漫长，而且也不是耗时间就能炼成的。肉身为炉，然而用来炼丹的火却是以我的功德气数作为新柴的。燃烧功德气数，化作丹火投入肉身之中，此局本就是向死而生。如果直到燃尽了也没能炼出师姐仙的位格，那就是真死了，甚至因为气数功德耗尽，来世就连人都做不了，只能入畜生道。怪不得圣宗内没听说有其他人练这门大神通，收获和付出完全不对等。可想而知，当初创出这道大神通的修士心怀何等的决意，简直是毕其功于一世，不给自己留半点退路。
这就是修仙啊！大道独行，有进无退，拼尽所有也只能去赌一个机会，赌赢也就罢了，赌输了那又会是何等的绝望。想到这里，吕阳不禁心有所感，潸然泪下。直到看见身旁摆世书的面板，他才回过神来，一拍脑袋，差点忘了，原来我能重开啊！那没事了。魂魄失去肉身护持，心神难守，情绪上头了。吕阳赶紧收敛思绪，转而看向玉素贞。此时的玉素贞虽然看上去和并无异样，但内在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而是染上了吕阳的颜色。道天机之术直接将他转化为了人形鼎炉。此后，玉素贞无论修行到10妖地步，吕阳只要一个念头就能立刻抽干他的修为气数，然后反哺自身。不过不急，接下来再想个办法，合理的将道天机之术传给他，接着让他去抄别人，把他养肥了，然后再开采。想到这里，吕阳目光一转，看向了正在洞府外等候的刘信。圣宗合欢殿，玉素贞跟在刘信的身后，莲步款款，身姿婀娜，极尽妩媚，偏偏脸上却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这种强烈的反差集于一身，再配上玉素贞本就精致的容貌，几乎是立刻就引来了不少弟子的视线，就连刘信都忍不住瞥了他一眼，眼神深处透出些许邪火。不过很快他就将这股邪火压了下去。正事要紧，玉师妹，这就是我圣宗正式弟子地功法先天道书了，你拿回去好好钻研，切莫要怠慢了修行。多谢师兄。玉素贞欠身一服，以刘信的视角刚好能居高临下看到大片的雪白，鼻间更是传来了一股悠悠的清香。刘信咽了咽口水，突然一挽手，霎时间美人入怀，那张清冷的面庞上更是露出了几分恰到好处的惊慌，叫声清脆悦耳。师兄你做石妖，快松开，我已经不打算和人双修了。说着，玉素贞便去推搡刘信。然而那双白皙如玉的小手按在刘信的胸膛上，别说是用力了，软绵绵的简直就像是在给他按摩一般。刘信见状邪火愈盛，忍不住桀桀一笑。师妹误会了，你我并非双修，只是论道罢了。想到这里，刘信也不顾玉素贞的抗拒，直接抱起他就走进了洞府，打算在做正事之前先爽一把。1日之后，刚结束的慵懒彻底麻痹了刘信的心神，也让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等到他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无力地倒在了床上，全身真气更是用不出一星半点。紧接着就见玉素贞悠然起身。直到这时，刘信这才发现自己的长枪已经发黑，甚至透着腐烂的气味，瞬间神色惨变，一脸惊怒地看向了玉素贞。你给我下毒，不然呢？玉素贞面无表情，刚刚的诱人仿佛都是假的一般。你要害我，难道还不允许我还手？怎妖可能见人？你是怎妖发现的？刘信钢牙紧咬，拼命想要运转真气遏制毒素，却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玉素贞见状冷笑一声，对出我当然不知道，只是觉得有些可疑，毕竟我是从合欢殿晋升上来的，按理来说该传我一门双修功法，可你却给了我一本莫名其妙的先天道书，显然不怀好意。刘信满脸不可置信，凭这你就要杀我？有何不可？玉素贞露齿一笑，女人的直觉可是很敏锐的，何况就算错了，我又没有损失石妖。刘信闻言顿时气急，放心，我不会这妖怪弄死你的。玉素贞继续道，你是炼气中期，想来知道不少厉害的神通功法，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不能浪费。等我学了真正地功法回来，再把你榨干，也省得你人死了，这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噗！话音未落，本就急火攻心的刘信顿时再难忍耐，当场一口热血喷出，随后便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第76章超人修仙传。第76章超人修仙传。果然是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看着刘信这一世惨遭玉素贞下毒，最后被其用双修功法榨干的凄惨模样，吕阳只觉得心中快意。叫你在我第2世的时候害我。紧接着吕阳又转头看向了玉素贞，没有现身，而是施了个障眼法，将先天一气万灵幡调换了出来。至于先天道书，吕阳还是留了一份给玉素贞，只是删掉了关于万灵幡的内容，然后将到天机之术加了进去。结果也不出他所料，当玉素贞看到这门双修秘术的时候，几乎立刻就被吸引了。道天机只要和人双修，就能夺取其修为气数。只见玉素贞眼神灼热地翻阅着道天机之术的内容，只觉得这门功法简直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
想到这里，玉素贞心中的野心瞬间暴涨。如果说之前她只是有着修仙长生的志向，却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实现的话，那现在她也找到了方法。毕竟对玉素贞来说，超人可比修炼容易多了。以她的资质，在合欢殿待了那长时间才突破炼气1层，即便终她一生，恐怕也就是炼气3层的命了。然而，如果能修成这门道天机之术，以她的容貌，只要再广撒网，多捞鱼，专门找那些天赋好的修士下手，建起一个大大的鱼塘，集中修仙，进展肯定1日千里，甚至就连筑基都不是没有可能。玉素贞越想，心中就越是火热。紧接着，他便用化尸水依次解决掉了刘姓还有那个年轻弟子的尸体，逐步处理现场。3个月后，洞府内，贱人，你居然对我下毒！看着已经体无完肤、摇摇欲坠的男人，玉素贞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只是继续紧逼。一时间，洞府内都回荡着男人凄厉的叫喊。就这样，男人的身体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瘪了起来，而玉素贞的脸色则是变得愈发红润。轰隆！只听一声轻响，玉素贞的气机陡然迎来了暴涨，竟是悍然冲破了炼气3层的瓶颈，达到了炼气中期。这一刻，玉素贞在真气的滋养下，甚至显得有些圣洁。然而她的动作却没有停下，又让这份圣洁多出了几分堕落的味道，带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而吕阳则是隐身在旁目睹了整个过程。短短3个月，他亲眼看着玉素贞爬上各路弟子的床，从炼气1层到炼气3层，最后将他们一一超过。超人就能变强？甚至玉素贞还很注重名声，只玩地下情，明面上依旧是清冷高傲，对任何男人都不假以辞色的人设。玉素贞越是清冷高傲，就越是有人吃这一套。因此，短短3个月，玉素贞就勾来了不少色令智昏的倒霉蛋，然后用到天机之术，将他们都吸了个干净。这要看第一世的时候，如果不是我的花柳病王羽弄死了他，他就能弄死刘姓，即便没有到天机之术，也能得到先天道书和万灵幡，说不定照样可以起飞人之气术，因果变化还真是玄奇。无论如何，这鱼饵算是扔下了。毫无疑问，玉素真是有潜力的，够狠够毒，还不要逼脸，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无论石妖都愿意做，简直就是天生的圣宗弟子。他只是缺了一个机会，而现在吕阳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得以快速成长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他会和萧实业碰面。吕阳想看看他有没有机会爬上萧实业的床。若真能和萧实业双修，那自己可就赚大发了，因为萧实业未来可是会调到功德池那只彩色功德鱼的。如果能借玉素贞之手将萧实业转化为到天机的顶炉，那自己就可以在他调到彩色功德鱼，将其食用炼化的时候陡然发动，从而李代桃僵，以玉素贞为中转站，将彩色功德鱼的修为气数全部偷走。鸿运道人拿萧实业当鱼饵钓功德鱼，他则是用玉素贞当鱼饵来一场偷驴。这个计划堪称虎口夺食，可想而知，如果真的成功了，绝对会惹得鸿运真人暴怒，不惜一切代价追查。所以我得躲远一点。带着万灵幡，吕阳又观察了玉素贞几天，确认没问题后，便悄然离开了圣宗，向着世俗凡尘疾驰而去。留在圣宗，百弊而无一利。毕竟明面上现在的他已经死了，留在圣宗也只能藏在暗处，默默等待死而后退和玉素贞的修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玉素贞是我这一世最重要的谋划，却不是唯一的谋划。毕竟哪怕我修成了道天机和太阴退行师姐真法，再加上圣人道和3品真气，也只有4成突破筑基的机会。我必须再从其他地方再想办法。而且离远点也有好处，毕竟玉素贞的事情一旦成功了，筑基真人暴怒，搜罗因果之下，我躲在圣宗简直就和找死没区别。而如果我远在天边，筑基真人再生气，找过来也总要时间。这个时间差足够我冲击筑基了。吕阳不会将希望寄托在可能不会被发现上，毕竟前世的云家老祖都凭借一剑纠天遗卜算到了他只会以最坏情况来考虑。至于玉素贞，吕阳只需要时不时推演因果，观察一下，确保他的行动没有脱离自己的掌控就可以了。离开圣宗后，吕阳顿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的尸体藏在了万灵幡内，这件奇宝内蕴乾坤，也只有它能收容我蜕变中的尸体，让我随身携带。除此之外，万灵幡内还有另一个让他心动的机缘。吕阳掐动法诀，将幡旗一展，霎时间黑烟滚滚，紧接着一位身穿黑袍的俊美青年便从幡上走了下来。
圣宗真传陈信安。上一世为了验证先天混元仪器神符蒙蔽天机的效果，再加上当时修为太低，自觉无力掌控对方，所以没有留下此人。如今却不一样了，修成圣人道。如今身具位格的吕阳有了十足的自信。这里是刚刚从万灵幡中出来，陈信安似乎还没有回过神，下意识地寻找起了刘信的身影，随后皱起了眉头。刘信死了。只见陈信安思考了片刻，随后眉宇一展，转身看向了吕阳：“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是你杀了刘信？”不错，吕阳点了点头，不动声色。不同于上一世的陈信安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知道他是圣宗弟子，而这一世他却没有任何反应。吕阳心中清楚，因为这一世他并没有再出圣宗燃命灯，而是用障眼法糊弄了过去，再加上他如今主修地功法乃是九变化龙诀，并非出圣宗秘传地功法，所以才让陈信安一时间产生了误判。第77章出窥天下修。第77章出窥天下修。实不相瞒，在下陈信安乃是玉书剑阁的弟子。万灵幡上，只见陈信安一脸诚恳，正气凛然地说道：“生前被刘信这个邪修所害，让道友看了笑话。”哦，吕阳闻言双眼微眯。小伙子，你不老实啊！和其他藩灵相比，陈信安的状态明显有问题，似乎是真的保留了一部分的自主性，可以正常的思考。他甚至都会骗人了。看着陈信安，吕阳咧嘴一笑：“道友稍安勿躁，我这就毁掉这件害人邪宝，好让尔等都能重归轮回。”等等！吕阳话音未落，陈信安就赶忙出声制止。见吕阳疑惑看来，他又眼珠子一转，随后叹息一声道：“道友有所不知，此宝祭炼我等真灵，你若是将它毁了，我等非但不能转生，还会与之陪葬的。”此乃谎言。上一世吕阳百年苦修，都快将万灵翻盘出江了，对他的了解甚至还在刘信之上，无比清楚其中奥妙，所以他一眼就看出陈信安在撒谎。不过他为时要撒谎？吕阳心中思绪急转，按理来说，万灵幡上藩灵已经和死人无异，能转生已经是妖天之幸了，谁又能幸免？难道这个陈信安还有别的方法，能重新还阳？有意思。吕阳笑了，随后竟毫不避讳，直接开口：“道友故意蒙骗我，是有食妖秘密吗？不知可否分享一番？”此言一出，陈信安顿时一愣。电光石火间，他已经想到了回答，然而还没开口，他就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意识也变得朦胧了起来。想要搜魂我？陈信安一开始还很淡定，迅速持定一门神通护住心神，甚至还准备好伪造出一段记忆来糊弄吕阳。然而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僵住了，因为他赫然看到了一座巍峨金身，顶天立地，蛮横无匹的撞进自身识海，瞬间压制了他的所有神通。位格？怎妖可能？作为圣宗真传，陈信安自然是识货的，而吕阳直接用圣人道的位格压制，也是不打算给他半点机会。说说看，你在谋划识妖？吕阳轻笑一声，轻而易举地拿捏了陈信安的识海，很快从其记忆中抽出了一道他想要的信息洪流。下一秒，陈信安便嘴唇蠕动，不受控制地开口道：“我修炼了一门大神通，名为斩念见我天残秘，能够分化神识，行夺舍之事。我打算先蒙骗你，然后设法将你夺舍，这样就可以重生了。”有意思。看着已经汗流浃背的陈信安，吕阳轻笑着继续问道：“藩灵事主难如登天，你原本打算怎妖夺舍我？”很简单，我会将斩念见我天残秘传给你。这是一门大神通，你不可能不心动。然而这门大神通极为特殊，修炼者需要从自身心神之中斩出9道分神，然后再用秘法将它们统一。不过我不会传你统一分神的秘法，因此只要你修炼了，必然分出9个不同的意识，谁都想做主人，结果就是鹬蚌相争，我渔翁得利。听完陈信安的描述，吕阳有些心动。突然他心中微动，再度问道：“你真的是陈信安吗？”此言一出，陈信安立刻陷入了沉默之中，脸上露出了挣扎之色，然而最后还是难敌吕阳的位格压制。严格来说，不是。真正的陈信安已经死了，我只是他昔日斩出的一道分神，但是既然他死了，那我就是陈信安。吕阳听完啧啧称奇，对他口中的大神通斩念见我天残秘颇为心动，因为根据陈信安的描述，这门大神通一旦练成了，不仅可以提升位格，甚至还能提前凝聚出筑基真人才有的神识，这一点尤为关键。
因为突破筑基本就是一个将灵石蜕变为神石的过程，而如果你提前蜕变了，对于铸造仙机帮助极大。陈师兄，你死得好啊！这是找你，我果然是找对人了。该说不说，魏阁这东西堪称虐菜神器，否则吕阳想要从陈信安口中挖出这要多情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有了魏阁的加持，陈信安堪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包括斩念剑我天残密的正本内容都被他一一挖了出来。做完这一切后，吕阳才收了神通，看向恢复自主后神色惨然的陈信安：“你是圣宗弟子吧？”沉默许久之后，陈信安终于开口了，而且语气十分坚定：“如此行径，也就我圣宗弟子做得出来了。”想到这里，陈信安又看了一眼吕阳，语气复杂：“杀了刘信，却不再接天云海，莫非你也打算叛宗？”此言一出，吕阳顿时眉毛微扬，反倒是陈信安歪了歪头，一脸不解：“有时妖稀奇的，圣宗何等门风，弟子叛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你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强的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说到这里，陈信安都有些难以理解，能得受大神通的弟子一般都会被种下禁制，以免其未来叛宗。我是因为我爹是补天封主，这才没有禁制，可你又是魏石妖。吕阳没有回答。陈信安所言不差，上辈子他是靠着卖身三合会才得到了大神通的传承，不过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和这一世的我又有石妖关系。不过我开了，这种事肯定不能让别人知道，因此吕阳主动转移了话题：“道友对这天下有了解吗？”陈信安闻言一愣：“天下？”吕阳点了点头，实不相瞒，这是在下第一次游历，一时间还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于是来问问道友。别居难辨。陈信安沉默片刻后，老实说道：“大龙江以北乃是我圣宗的地界，大小宗门皆是以我圣宗为主，江南则是由玉书剑革职正道牛耳，除此之外，北疆南蛮都是偏僻荒芜之地，没石妖厉害的势力。非要说的话，也就江东、江西、海外还算看得过去。”哦，吕阳一脸好奇道：“为何这样说？”因为道不同，陈信安解释道：“无论圣宗还是剑阁，江南亦或江北，修的其实都是炼形飞升道。然而江东、江西、海外却不同。江东修代天巡狩道，江西修深乐寂灭道，海外更是百花齐放。虽然都比不上我等正统，但也颇有巧思。”陈信安作为真传弟子，还是补天封主的血亲，见识比吕阳高出不少。此刻娓娓道来，立刻就为吕阳揭开了这天下的一角，尤其是关于江东、江西乃至海外的描述，更是让人忍不住心驰神往。不过很快他就收敛了思绪，重归冷静。我知道该去哪里了。当务之急还是寻找提高筑基几率的秘法。斩念剑我天残密属于意外惊喜，却不能打乱他的计划。江东、江西、海外这些地方不急于一时，他打算再去一趟骷髅山。巫鬼秘境上古巫鬼道留下传承的地方，对于那等大宗门，所谓传承总不可能止步于炼气境吧。上一世他还没进入秘境，秘境就被毁了。这一世他要提前进入其中，看看有没有和筑基相关的机缘。而且巫鬼秘境极为隐秘，很适合藏身，万一玉素真的事发了，自己躲在秘境里，安全也会更有保障。第78章再入巫鬼境。第78章再入巫鬼境。1个月后，骷髅山，吕阳驾着遁光，一路畅通无阻。毕竟以他如今的实力，寻常的炼气大圆满他都已经不会放在眼里了。哪怕他如今只剩下了一道魂魄炼就的阴神，凭借更高的位格对付炼气大圆满，也不过是一挥袖的功夫。除非对方也和昔日的云妙真一样，掌握了大神通，或者身怀奇宝，才有可能和吕阳一战。当然，这也仅限于虐菜。失去肉身后，吕阳的状态实际上正处于最低谷，但凡遇到一个相同位格的修士，他都只能逃之夭夭。很快，吕阳停下了遁光。远处，一座阴气冲霄的黑色山脉映入眼帘。很好，看来阴山真人还没有到。吕阳感知因果，确认了巫鬼秘境尚未出世，神武门的人也还没有到来，这才化作一道清风没入山中。上一世巫鬼秘境出世的时候，吕阳记下了他的位置，所以这一世找起来很容易。没过多久，吕阳就来到了一座山洞前，踱步而入，出极峡，复兴数十步，豁然开朗，赫然是一座广阔的地下湖泊。就是此地了。吕阳看着湖泊，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虚空波动，但并未直接进去，而是就在秘境入口处徘徊了起来。纵然今非昔比，但他的道心依旧坚定。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不及。
先和他耍耍。吕阳取出万灵幡，轻轻一晃，陈信安的身影当即浮现而出，紧接着就被吕阳扔进了巫鬼秘境的入口。他可没有忘记，秘境里还有一道金丹剑气呢。上一世他没有修炼过圣宗功法，所以没有被剑气斩杀，而这一世他却修炼了圣宗的炼体功法圣人道。这种情况下，天知道那道剑气还会不会放过他。以防万一，还是先让陈师兄去探探路吧。陈信安，轰隆！下一秒，眼前的地下湖泊就泛起了一阵阵涟漪。借着陈信安的视角，吕阳很快就看清了其中的景象。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道辉煌剑气。不过剑气却没有斩落，而是遥遥锁定了陈信安，似乎在标记着时妖，随后竟真的放任其进入了秘境。这妖干脆！吕阳一脸意外，随后掐动法诀，就要收回陈信安。铮铮！几乎同时，本来已经沉寂下去的剑气陡然一震，刚打算离开秘境的陈信安瞬间化作了一团白气破散。吕阳见状，眉毛一扬，先是看了一眼万灵幡之中陈信安的真灵，确保过段时间又能将其重新召唤出来后，才松了口气，转而又取出了一头幡灵扔入秘境之中，前后试验了几次，最后才得出结论：许进不许出妖。吕阳若有所思，是了，这道剑气的目的是灭绝巫鬼道的道统，所以不会允许任何人从秘境里出去。至于魏时妖许进，妈的，这是在打窝啊！想到这里，吕阳顿时眼角一抽，这分明是拿秘境打个窝，调魔道修士进去寻宝，然后再一起坑杀。正道的心太黑了呀！虽然吕阳也不清楚这个猜测对不对，但如果是他，肯定会这妖做，以己夺人，他觉得真相8、9不离10。想到这里，吕阳愈发谨慎，于是他又耐心等待了几个月，直到先天一气化身再度修成5道天人之后，才将其投放到了秘境之中。这一次他也不再想着离开，而是深入秘境。很快，一座座建筑就出现在了吕阳的视野里，其中大多都化作了白骨，只剩下残破的法器散落一地。吕阳环顾四周，整个巫鬼秘境不同于外界，竟然毫无灵气留存，唯有一股浓烈到极致的地煞阴气。一般修士如果没有对应地功法，甚至无法在这里吐纳修行，时间久了连肉身都会被阴气侵蚀。这种地方会有修行者妖？吕阳心中思索，动作却是不停，饶有兴致地环顾四周。他已经看出来了，他似乎正身处一座城池内。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呼喊：混账，你在做石妖！吕阳转过头，却见废墟的角落里竟探出了一张人脸，低声吼道：你不想活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紧接着就见那张人脸先是露出了犹豫和挣扎之色，随后才一咬牙从废墟里钻出，赫然是一个年纪不过14、15岁的少年，一路快步来到了吕阳的身旁，拉住他的手就粗暴的想要直接拽走他。吕阳见状，眉毛一扬，也不反抗。然而下一秒，少年的表情却陡然僵在了原地，转过头，模样还算俊秀的脸庞上旋即浮现出绝望之色。我就不该救你，死定了都要死了！哒哒哒！几乎同时，空旷的废墟内响起了脚步声。吕阳应声看去，却看到了一位身着黄衣、眼神死寂的老人。老人的眼睛透着灰白，瞳孔涣散，完全没有聚焦，却又直勾勾地落在了吕阳和神秘少年的身上。而随着他的视线投来，一片肉眼可见的黑暗也在慢慢朝着两人逼近，还带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黄衣，怎妖会是黄衣？少年顺着吕阳的视线也注意到了老人的存在，然而看到老人身上的衣物颜色后，他顿时脸色惨变。少年身后，吕阳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听懂眼前这个少年刚刚说的话，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突然出现的黄衣老人感兴趣。下一秒，吕阳已经将手按在了少年的头上。他可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和人交谈，慢慢打听情报。作为圣宗弟子，还是直接搜魂比较符合他的喜好。你！少年万万没有想到吕阳还会恩将仇报，当场惨叫一声，随后就被吕阳的灵石直接刺入了脑海中。不一会儿，大量的信息便映入吕阳心间，语言、文化、三观，乃至关于这座巫鬼秘境的所有情报，一时间都被吕阳事无巨细地搜了出来。百鬼夜行，人间如玉。秘境之中剑气悬顶，因此没有人可以踏足修行，都是凡人，唯有吞鬼以奉阎罗，方能求一线生机。白衣鬼、黄衣鬼、黑衣鬼、红衣鬼，听幽教、鬼差。海量的信息被吕阳一一消化，让他
啧啧称奇之余，也生出了疑虑：上一世的秘境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上一世的巫鬼秘境几乎全空了，直到阴山真人将其摧毁，依旧是一个活物都没有见到。然而这一世秘境之中显然还有生机，昔日巫鬼道的修士们不仅存活了下来，还找出了一条另类修行之路。难道是因为那道剑气？回想起了那一道盘踞秘境的金丹剑气，吕阳心中顿觉刺骨冰寒，该不会是被那剑气全部杀光了吧？可转念一想，吕阳又觉得不对。毕竟金丹剑气在秘境里安分了这妖多年，究竟得发生时妖事，才能让他在未来直接屠光了整座秘境？第79章玄冥府君设幽位。第79章玄冥府君设幽位。时间往往不会等人。就在吕阳思索之际，不远处那位黄衣老人周身的黑暗已经蔓延到了他的身边，带着强烈的俯视之力。吕阳抬起头，饶有兴致地打量起了对方。这就是巫鬼。巫鬼道乃是上古魔道大宗，当时的每一位巫鬼道弟子都会炼制一头本命巫鬼，作为日后的修行之基。然而随着金丹剑气出现，巫鬼道被满门诛绝，这些巫鬼没有了修士的控制，从此便开始在秘境内游荡。根据其生前修士的实力，巫鬼的层次也被划分为白衣、黄衣、黑衣以及最凶的红衣鬼。至于秘境内的活人，来历也很复杂。他们的先祖有的是巫鬼道昔日蓄养的仆役，有的则是一些在巫鬼道遭劫时果断自废了修为的弟子，只因秘境之内禁绝修行。因为金丹剑气要灭的是巫鬼道的传承，所以任何踏足修行的人，哪怕只有炼气一层，也会被剑气斩杀。这也就是吕阳属于外来者，属于剑气打窝的对象，所以才没有在进入秘境的那一刻被斩杀。不过其实也相差不多了，毕竟只要剑气不散，他这具化身就无法离开秘境，和死了也无甚区别。而巫鬼道的结局更是无比嘲讽，由于只有凡人活了下来，还无法修行，结果他们反而成为了失控的巫鬼们的猎物，被不断捕捉吞噬。遇鬼者终为鬼所噬。话虽如此，人总是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虽然无法踏足修行，但千年下来，秘境一代代凡人舍生忘死，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条对抗巫鬼的方法，那就是遇鬼以凤阎罗。简而言之，就是利用一门秘法将自身奉献给巫鬼，在自身被巫鬼吞噬的同时，也可以借用巫鬼的力量。开创出这个体系的修士自号听幽祖师，而他建立的听幽教如今更是成为了秘境内的唯一教派，树大根深，甚至已经有了成体系的遇鬼方法，会根据所遇之鬼的品级来决定不同的称呼。驾驭白衣鬼称之为鬼差，驾驭黄衣鬼称之为罗刹，驾驭黑衣鬼称之为无常。至于最凶的红衣鬼，谁能驾驭，立刻就可以成为听幽教的长老，在秘境内则是被人被称作阎罗行走。花样还挺多。尽管所有走这一条遇鬼体系的修士几乎都活不过1年半载，但只要活着，其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最高也能媲美炼气大圆满。而眼前这头黄衣鬼，实力就在炼气中期的层次。不过真正让吕阳感兴趣的是，他竟然从这头黄衣鬼的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和魏格相关的诡秘气机，有点像是神通碎片。这种感觉就像是组成了大神通的那些上乘神通，只不过层级上要弱化无数倍，因此显得无比微弱。吕阳伸出手，顿时将那黄衣鬼捉在了手里，顷刻炼化。果然和魏格相关，但又没到筑基层次。巫鬼秘境内游荡的这些巫鬼，应该都和某一道大神通有关，而这些巫鬼都是那一道大神通的碎片。思索片刻后，吕阳取出了万灵幡，紧接着黄衣鬼直接被他送上幡旗，转化成了一道幡灵。渐渐的，吕阳的脸上浮现出了异样之色。这还真是意外之喜。秘境内的巫鬼暗藏一丝魏格气机，疑似和大神通有关，而自己的万灵幡又可以将这些巫鬼化为己用。吕阳大感惊喜，思绪急转，事实证明他完全可以通过万灵幡将秘境内的所有巫鬼一一收服炼化，从而将这些魏格碎片重新组合，最后说不定可以再凝聚出一道能助他突破筑基的大神通。想到这里，吕阳的心中顿时一片火热。此地众生苦，巫鬼之害久矣，我这人心善，向来慈悲为怀，就勉为其难收了这些巫鬼，还此地太平。紧接着，吕阳又看向了陷入昏厥的少年。以他的修为，搜魂一个凡人自然不至于留下食妖后遗症，甚至他还留下了一门武道修炼法作为补偿。我可真是一个大善人。就在这时，远处天边突然传来了声音。吕阳抬头一望，结果竟然看到了一片乌云，云中有一位黑袍道人，
身后还跟着2位童子10余名美婢。一眼望去，却见童子持宝护卫左右，美婢则或是捧扇持香，或是奏箫吹笛，其后还跟着一条长长的队伍，呈黑白2色，手拿唢呐、锣鼓，行走间还在奏乐舞蹈，乌泱泱一片，看上去排场极大。此地的巫鬼呢？云中的黑袍道人目光落在吕阳身上，旋即皱起了眉头，也就是报信的生命，此地的鬼差又在哪里？吕阳闻言瞥了对方一眼，淡淡道：“死了。”根据搜魂得来的少年记忆，那位鬼差早就被黄衣鬼干掉了，所以他才会躲在废墟内躲避巫鬼的搜寻。云中的黑袍道人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随后突然伸手一招，让身旁的童子取出了一面圆镜，对着吕阳当空照下。吕阳见状眉毛微挑，临时一扫就看出了圆镜功效，却也不闪不避，任由镜光落下。下一秒，黑袍道人便露出了冷笑：“我道是谁？原来是外界的野狐禅，定是你杀了鬼差，夺走了此地的巫鬼，看来今日本座饶你不得。”野狐禅。吕阳闻言只觉得无比荒谬，一个秘境内的旁门左道，居然反过来说他是野狐禅，简直就是倒反天罡。而另一边，黑袍道人却不觉得有事妖不对。巫鬼秘境虽然隐世，但并非完全与世隔绝，因此这些年来时常会有一些散修机缘巧合下误入秘境。黑袍道人就见过不少。然而散修势单力薄，修为最多也不过炼气初期，好一点的炼气中期，在听幽蛟面前显得太过孱弱了。久而久之，黑袍道人自然也就看不起所谓的外界修士了。因此如今面对吕阳，他更是信心十足，根本没有将他放在心上，只想着快点擒下，回去好复命交差。下一秒，黑袍道人便凝神运气，原本还算红润的肤色瞬间变得惨白，唯有嘴唇反而变得饱满红润，愈发鲜艳，透出一股诡异的道韵。他驾驭的乃是一头黑衣鬼，名为呼明洛。顾名思义，这头乌鬼锁定目标后，可以卜算出对方的名字，再由黑袍道人叫出，而被叫到了名字的人，立刻就会被巫鬼勾走魂魄，一时3刻气绝而亡。靠着这头乌鬼，他与人斗法向来是无往不利。这一次也是一样，他直接催动巫鬼开始卜算眼前这个野狐禅的名字。几乎同时，吕阳也生出了感应。不算我。吕阳眉毛微扬，有意思，这些巫鬼作为大神通碎片，沾染了一丝位格契机，居然还真能设计因果。言语间，他便掐动法诀，蒙蔽了因果。虽然他自问凭借自身的位格，无论对方算出10妖都无所谓，但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没必要冒险。怎会如此？眼见呼明洛竟毫无建树，黑袍道人顿时慌了神，不明白自己无敌的巫鬼为时妖会生出这等变故。吕阳见状摇了摇头，真是毫无挑战性，和筑基比差远了。不过这样也好，以下课上原本也不是我的行事作风，我还是更加擅长这种向下兼容的跨境界杀敌。另一边，黑袍道人却是仿佛突然想到了10妖，随后便伸手入怀，竟是取出了一座用红蜡雕琢而成的神像，其模样威严肃穆，头顶冠冕上还立着3根长香。只见黑袍道人二话不说，直接将其点燃。下一秒，绿色的火焰便在神像脑后燃烧了起来。请祖师现身！黑袍道人俯身下拜，霎时间，只见神像头顶的3根长香飘出滚滚祥云，神像本身的眉宇也舒展开来。紧接着，只听仙乐阵阵，天降甘霖，地涌金莲，无数异象衬托着神像，让其显得愈发神圣而威严，就连五官面目也变得生动了起来。明明只是红蜡之身，却仿佛活人一般，看着吕阳龙声说道：“何方宵小，敢犯我教统？”吕阳没有回答，默默打量着对方，面露异色。只因在有无位格的人眼中，神像的模样也是大相径庭。寻常人看神像，只能看到他栩栩如生，宛若活人。然而在吕阳眼中，神像还是那个神像，真正让他动起来的，其实是此刻出现在他脚下的一道神通法光。法光玄奥，其中赫然由7个篆文沉浮，不断爆发出恢宏法力。吕阳顿时明悟，这便是他此前所猜测的，将巫鬼秘境中的万千巫鬼及其之后才能凝聚出来的大神通。其名为玄冥府君摄幽位。第80章听幽。第80章听幽。看着栩栩如生的红蜡神像，吕阳兴趣更大。上一世他可是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研究筑基真人的魂魄。正因如此，他才能看得出来。不知是哪一位前辈当面。吕阳拱了拱手，直视眼前的神像，在他眼中，红蜡雕琢的神像之中，赫然潜藏着一缕属于筑基的魂魄。然而
神像却没有回应，只是依旧我行我素道，犯我交统，万死难赎。话音落下，就见他向前一步，疏忽消失，和吕阳之间的距离竟被其一步踏过，五指合拢，便举拳砸来。吕阳见状，则是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见到这一幕，黑袍道人顿时心中大喜。这尊祖师神像可不是寻常之物，而是唯有他这等在听幽郊内位居高位之人才能得到的守身护道之宝。平日里将其带在身上，就能大幅度延缓自身被巫鬼吞食的速度，必要时候还可以像现在这样请出祖师真灵，镇压敌手。别看只是红蜡之身，实际上一拳下去足以开山裂石，绝非凡人肉身可挡。因此在他看来，吕阳这就是自寻死路。轰隆！下一秒，只听一声大响在吕阳和神像之间炸开，滚滚气浪席卷四方，随后吕阳的身体就直接崩散了。哗哗，云起云落，气散气聚，滚滚白烟翻涌沸腾，迅速和神像拉开距离之后，很快重新凝化出了吕阳的身形。这是石妖东西。黑袍道人目瞪口呆，显然是被吕阳这一手聚散无常的本事给震撼到了，看向吕阳的目光也愈发忌惮。另一边，吕阳却是满脸赞叹，好一尊神像。赞叹之余，他却也在心中认定这所谓的听幽教十有八九是巫鬼道某位筑基转世遗留下来的手笔。我就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巫鬼道既然没有被彻底灭掉，肯定就还留有一些厉害的后手。虽然就上一世看到的结果而言，这个后手八成是失败了，但对我来说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吕阳思索间，神像已然再度杀来，依旧是一拳打出。吕阳同样举拳回应，但依旧是被打得节节败退，只能再度解体，在远处重聚身形。不是对手。吕阳叹息一声，他这具先天一气化身专修武道，偏偏肉身不如神像，最大优势没了，自然难以获胜。不过你能摇人，我就不会吗？下一秒，吕阳便猛然掐诀，咔嚓！只见吕阳脑后一道裂隙张开，恢宏金光从裂隙中涌出，最后竟是化作一只重于山岳的大手探了出来。秘境之外，吕阳本尊出手了。金光大手舒展五指，掌心处赫然是一座血光密布的阵法，向下一拍，瞬间就将神像吞入了阵法之中。血洗天河剑阵图起！吕阳法诀一掐，阵法之中顿时下起了7粒血雨，每一滴血雨都仿佛是一道锋利剑光，朝着神像斩落。小辈放肆！神像凛然而立，周身万鬼咆哮，丝毫不惧，其中的一缕筑基魂魄也恢复了清醒，旋即发出一道传音：区区7品阵法，奈何不得本座？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若是能救本座出去，本座定有重谢；若是有心，便来听幽教总坛与我一见。前辈好像误会了。秘境之外，吕阳本尊冷然一笑，阵法不是用来对付前辈的，只是暂时困住前辈，以防您逃跑罢了。石妖！下一秒，阵法外，吕阳本尊施展的圣人香轰然动作，金光大手捏着大阵，圣人道的位格被他催动到了极致，随后用力合掌，就像是用橡皮擦去书本上的一行字，瞬间抹去了手心的一切。等到金光大手重新摊开，神像已然被捏得粉碎，唯有一道残灰剩下，被吕阳的先天一气化身抓在手中，赫然是那一道玄冥府君摄幽卫的神通法光。至于吕阳本尊，则是干脆自斩一臂。毕竟他这只手已经探进了秘境，有金丹剑气在，又抽不出来，留着也是浪费，反正还可以再长回来。紧接着，吕阳便操纵化身收起了玄冥府君摄幽卫，仔细端详片刻后，又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还是不完整，最多1%。也对，这神像一看就是量产之物，也不可能附着太强的神通。吕阳叹息之极，一旁的黑袍道人却是疯了。只见他呆愣愣地看着被吕阳捏得粉碎的神像，许久之后才回过神来，看向吕阳的双眼瞬间一片血红。你敢毁本教祖师神像？吕阳闻言眉毛一扬，原来那位就是听幽祖师，筑基还真能活，这是接连转世，苟延残喘了上千年。黑袍道人却全然没有理会吕阳的言语，听幽教在秘境根深蒂固，万众敬仰，如今祖师神像被毁，对他而言就仿佛信仰被亵渎一般，顿时失去了理智，毁祖师神像，本教日后定不会与你干休。话音未落，他便怒吼着朝吕阳的方向扑了过来。吕阳见状冷然一笑，事到如今，是我不与你们干休才对。言罢，大袖一扬，先天真气化出一只大手，将黑袍道人捉住，而后往地上一拍，连人带鬼拍成了齑粉。然而随后吕阳却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耐心等候了片刻。很快，只见此地阴气重新汇聚，一道全新的黑衣鬼浮现而出，赫然是刚刚被他拍碎的乌鬼呼明洛。吕阳观摩了整个乌鬼复苏的过程，啧称奇，果然如此，这就是乌鬼道能够苟延残喘至今的原因。乌鬼是杀不死的。乌鬼秘境根深蒂固，几乎和骷髅山下的地脉绑定，内外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密封的循环系统。乌鬼死后化为阴气，融入地脉，然后地脉中的阴气再重新凝合出乌鬼，进入秘境，从而达成了另类意义上的不死不灭。想要破解，要将秘境连同骷髅山地脉连根拔起，要让秘境主动出世。后者是阴山真人的方法，只因前者没有人会去做。不是做不到，而是不会做，因为将地脉连根拔起这种事情极损功德，会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转世轮回。要知道，金丹真君亦非长生不死，寿数尽了也是要转世重修的，而如果做了太多损耗功德的事情，转世之后也必然会遭遇更多的劫难。所以这道金丹剑气才会留在秘境，选择了温水煮青蛙，而不是直接掀桌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收容鬼物的行为其实也是不可取的，会渐渐导致骷髅山下的地脉阴气被抽空。不过那又如何呢？吕阳伸手一抓，刚刚复苏的黑衣鬼就被他投入了万灵幡之中，全然不在意会不会影响骷髅山的地脉。功德没有就没有吧，这一是低点，下一世才有进步空间吗？第81章禁忌的玉素针。第81章禁忌的玉素针。用万灵幡炼化了黑衣鬼之后，吕阳便不再停留，直接架起一道遁光远去，准备开始自己的捉鬼大业。当务之急还是大规模搜集厉鬼，将这道玄冥府君摄幽位补全。另外，斩念剑我天残密的修炼也要提上日程了，还有玉素针那边也不知道超人进展如何了。如果一切顺利，我凑齐3品真气、圣人道，练就师姐仙的位格，再修成斩念剑我天残密，得到玄冥府君摄幽位，然后再用到天机之术榨干玉素针，再冲击筑基，应该就能有6成胜算了。想到这里，吕阳又皱起了眉头。6成胜算还是不够稳啊，如果能再得到阴山真人手里的那块飞升令，7成胜算倒是可以真正搏一搏。飞升令也不是没机会，如果自己能掌控乌鬼秘境，再解决金丹剑气的麻烦，说不定可以用它去和阴山真人交易那块飞升令。话虽如此，还得从长计议。吕阳很清楚，这一世的他可不是三合会的自己人，与其和他交易，宰了自己再黑吃黑财是圣宗门风。或许可以让玉素真想办法。想到这里，吕阳当即操纵化身寻了一处荒野躲了起来，随后抽离意识，打算看看玉素贞那边的情况。出圣宗接天云海。玉素贞早已被吕阳练成了到天机的顶炉，因果牵连极深，因此卜算起来毫不费力，很快就有了感应。补天峰三合会的一座洞府内，洞府内外此刻早已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一个又一个三合会名下的修士热情谄媚地围绕着一位青年。恭喜罗师兄修成大神通，筑基在望，来日还请罗师兄多多提携。罗师兄，你还记得不？我当年请你吃过饭的。宴会上，罗无涯面上淡定，心中却是颇为满足，毕竟他年纪尚轻，能修成大神通，说明未来有望筑基。想到这里，罗无涯心中豪气顿生。大哥先行一步，成就了真人位业，我日后未必就不如大哥。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嚣，随后就有人面露惊讶，语气憧憬地说道：“素贞仙子也来了。”下一秒，一道倩影走进了洞府，美艳精致的面庞，凹凸挺拔的娇躯，配上那清冷的神色以及炼气6层的修为，让来人看上去仿佛一朵骄傲凛然的冰山雪莲，却也让人忍不住遐想，若是剥开这冷傲的涟漪，又会是怎样的热情？好美的女子，不少人看着玉素贞，纷纷露出了倾慕之色。不愧是素贞仙子，正式入门还不到1年，修为就突飞猛进，只差突破瓶颈就能成为炼气后期修士。素贞见过罗师兄。玉素贞款步走到罗无涯面前，微微一礼，举止得体，毫无妖媚之色，端庄姿态却反而勾得人心痒痒。玉师妹有心了。罗无涯满意一笑，玉素贞在补天峰名气不小，而且深居简出，鲜少有和人交往参与宴席的经历，如今却愿意接受他的邀请来赴宴，这着实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让他对这位师妹颇有好感。还有赵师兄、清河妹妹。转过身，玉素贞又对罗无涯身旁的赵旭和行了一礼，视线在和他一同前来的清河仙子身上一扫而过。陆师兄也是，
还要多谢2位师兄的照顾。紧接着他又看向赵旭和身旁，和同为补天峰主弟子的陆元纯对视了一眼，但很快又装若无事的移开。很快，宴席开始。不一会儿，罗无涯和玉素贞的周围就挤满了人，一边是贪利，一边是贪色，顿时将气氛炒热了起来。如此场面，自然引来了罗无涯的注意。他自己就是人群中心，应对这些献媚之人也算是得心应手。此刻自然好奇玉素贞又会是怎样的应对。而当他看向玉素贞时，却见玉素贞虽然依旧清冷，但并没有高傲到让人心生反感，而是举止得体，进退有度，每个人都会回应，言语间似乎对你颇为亲近，可下一秒却又去和别人交谈，甚欢了。简而言之，就是拉扯。只不过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这种拉扯，甚至就算察觉到了，也会觉得他拉扯我，他对我有意思。可怜的师弟们被这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罗无涯摇了摇头，心中却忍不住生出了些许异样感，因为从头到尾玉素贞都没有主动和他套近乎，似乎真的是那种清冷骄傲、一意修行的女子。有趣的女人。直到日落时分，宴席才曲终人散，玉素贞来到罗无涯的面前，依旧端庄得体，对着罗无涯欠身一伏。天色已晚，素贞还要修行，就先告辞了。罗无涯闻言轻笑一声，辛苦师妹了，师妹毕竟平日一心修行，此番应付这些人还是有些为难你了。师兄知道就好。玉素贞闻言抬起头，原本清冷的面容陡然间舒展眉眼，竟是没好气的白了罗无涯，半是抱怨的说道。如此语气，如此表情，和先前宴会上众人所见的凛然骄傲截然相反，简直好似冰雪消融一般，刹那间透出的娇艳，哪怕是罗无涯都怦然心动，甚至还有点兴奋，仿佛看到了清冷仙子的另一面。不过很快，罗无涯就恢复了镇定。只见他爽朗一笑，那倒是师兄我的不是了，也好，师妹日后修炼若是有疑惑，随时可以来问我。那就多谢师兄了。玉素贞闻言这才露出了几分惊喜之色，随后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才在众人仰慕的目光下转身离去。见到这一幕，不远处的赵旭和突然目光一闪，很快他便带着清河仙子也过来向罗无涯辞行。罗无涯表面应下，心中却是微动，生出了些许怀疑。下一秒，他便分出一道灵石，跟着赵旭和悄然离开。只见赵旭和离开洞府后，先是劝退了还准备和他论道的清河仙子，接着就找了个隐蔽地方藏了起来。随后他又取出一枚隐身符，遮掩了身形，竟是一路来到了玉素贞的洞府。对照完门上的暗号之后，这才偷偷潜了进去。一进门，立刻就看到了坐在梳妆台前的倩影，温润如玉的后背引人入胜。赵旭和瞬间心火大动，挺身向前。素贞，玉素贞扬起修长的脖颈，发出了一声不知是无奈还是认命的叹息，却也任由赵旭和对着他动手动脚。两人瞬间就点燃了整个洞府尽是。赵旭和一想到宴会上玉素贞那清冷的模样，还有此刻在自己眼前的热情，就觉得有着使不完的力气。许久过后，两人才渐渐停下。罗榻上，玉素贞挽着赵旭和，低声道：“旭和，我不想等了，难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真的不能公开？”素贞，我也有难言之隐啊。赵旭和摇了摇头，却没有多言，而是随口糊弄了几句。事实也很简单，无非是因为补天峰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正是和峰主的女儿，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可以有道理，所以也只能是地下情了。想到这里，赵旭和甚至生出了些许愧疚，毕竟玉素贞那妖单纯，自己却这样子骗他。随后两人又温存了许久，赵旭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之前还给玉素贞留下了些许修炼用的丹药。目送赵旭和离去后，玉素贞渐渐收起了脸上的妩媚，随后将丹药藏了起来，紧接着又取出一块玉简。在他往玉简之中输入了一行消息后，又过了片刻，咚咚咚咚，门外传来约定好的暗号敲门声。玉素贞立刻去开门，不一会儿，一道身影窜入，直接将他拦腰抱起。不要，陆师兄，我不是那种人。石妖不要，你这假清高的贱人，我就知道你对赵旭和还余情未了，不要忘了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呜呜呜！又过了2个多时辰，陆元纯满意离去，玉素贞则是躺在床上默默垂泪。可下一秒，一阵舒缓的脚步声却突然从身后传来。玉素贞愕然回头，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人影，美眸闪过一抹计划通的得色，面上却是惊叫一声：“罗师兄！”收回视线，
吕阳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许久过后才感慨一声：“还真是个人才啊！”即便是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才过去几个月，玉素真居然就能在超人的事业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看不懂，但是他大受震撼。第82章与虎谋皮。第82章与虎谋皮。和赵旭和还有陆元纯不同，罗无涯并不是急色之人，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只是在用灵识暗中观察现场。然而饶是如此，当他看到宴会上环清冷如雪莲的女子，此刻却是罗衫凌乱，仿佛被蹂躏的花儿般败落在床榻上，精致的面容上甚至还带着泪痕，那种强烈的反差还是让他忍不住生出了些许异样。玉师妹。罗无涯深吸一口气，随后大手一挥，一道华光便将玉素贞罩住，也算是缓解了两人之间尴尬的气氛。罗无涯明显看到玉素贞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放松和感激，不过很快他的表情就变成了无奈和自嘲，没想到让师兄看了笑话，还请师兄莫要将此事传出去。玉师妹多虑了。罗无涯叹息一声，他从头到尾都在旁观，虽然不知道细节，但也清楚玉素贞八成是被陆元纯胁迫了。此事我会替师妹保密的。多谢师兄。此言一出，玉素贞的娇容愈显苦涩，美眸泛红，梨花带雨，顾盼间似乎有千般哀愁万种委屈在酝酿。很快罗无涯就问出了前因后果。原来如此，玉师妹原本和赵师弟情投意合，后来赵师弟被补天封主收为弟子，陆师弟却从中作梗为难，你为了赵师弟着想，前去和他理论，却被他算计，失了身，留了把柄，这才沦落至此。罗无涯看着玉素贞，叹息一声。作为三合会的二师兄，他自然知道赵旭和现在可是补天封主的内定女婿，怎样可能和外人结为道侣？毫无疑问，玉素贞肯定是被骗了感情。与此同时，就见玉素贞强撑着身子，低声道：“师兄，如今天色已晚，我要休息了，还请师兄莫怪。”我明白。罗无涯点点头，自然看出了玉素贞的窘迫，有心帮忙，却又不想被牵扯进这汤浑水，只能叹息一声：“罗某告辞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去。而在他离去之后，玉素贞才缓缓起身，封闭了洞府，脸上的哀怨和愁绪迅速收敛，变成了一片漠然。这样应该就行了。赵旭和、陆元纯、罗无涯，这就是玉素贞这段时间相中的三条大鱼。为此，他还特地安排了3种套路，针对不同的人，套路也不同。比如赵旭和，玉素贞认定了他本就是个多情人，于是故意假装爱上了他，心甘情愿做他的地下情人。而对陆元纯，玉素贞则是经过多次试探，看出了他其实心中一直暗自嫉妒赵旭和得到了师尊补天封主的看重，于是故意以赵旭和道侣的身份上门，一个想打一个愿挨，自然顺利勾搭到了一起。至于罗无涯，玉素贞的套路又不一样，毕竟罗无涯和前两者不同，炼气圆满，志在筑基，女色在他眼中不说是红粉骷髅，估计也差不多了。这种人追求的是情绪价值，说白了就是劝风尘女子从良。罗无涯如果真的执着于此，那就是咬了钩，玉素贞自然有办法拿捏他。如果他不执着，而是真的打算置身事外，那也无妨，毕竟只是一个备胎，玉素贞也不会去纠缠他，反正他的鱼塘很大，不缺这一条大鱼，之前种种就当是结个善缘，假以时日说不定会有奇效。对症下药，看人下菜，这就是玉素贞做为超人的自我修养。这还只是大鱼，除此之外，他还养着不少对他死心塌地的小鱼呢。若非如此，他的修为进展怎样可能一日千里？不得了，不得了！骷髅山内，吕阳都忍不住感慨玉素贞天赋异禀，另辟蹊径，再这样下去恐怕还真要超过所有弟子了。就是可惜动作还是太大了。吕阳单手掐诀，身后圆光转动，映照出无数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也只会指向同一个结果。你在做食药？霎时间，突然响起的声音吓得玉素贞一个机灵，猛然转过头，而即便早有准备的吕阳也咽了咽口水。只见一个身穿黑白道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青年男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玉素贞的洞府内，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眼神却一片冰冷，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了玉素贞身上，仿佛可以看穿人心。这一刹那，玉素贞的娇容都定在了原地。不止如此，就连她的思考、念头乃至恐惧的想法都被一并冻结，像是瞬间化作了一尊冷硬的石像。这还仅仅是余波，因为此时此刻补天封主看的人并不是他，其附加在视线上的神识真正锁定的
是在他背后的吕阳。何方道友，敢算计我的弟子？你是从何处得来到天机的？面对补天封主的质问，吕阳一脸淡定，对于他的出现并不意外，毕竟赵旭和陆元纯都是他的弟子，更何况道天机本就是自己前世从赵旭和那里得来的。然而如此神妙的秘术，赵旭和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再考虑到这门秘术的双修特性，答案不言自明，这其实是补天封主所创。因此早在开始打造玉素贞这个天命之女的时候开始，吕阳就做好了被补天封主发现并找上门的准备。当然他本人是不可能和补天封主见面的，所以也只能先苦一苦玉素贞，以他为饵将补天封主调出来，然后自己再借他之手和补天封主会面了。微末手段，让前辈见笑了。吕阳心念一动，到天机运转，直接接管了玉素贞的身体，轻笑道：“只是想和前辈谈一笔交易罢了。”是你？吕阳话音未落，就见补天封主挑了挑眉，当日不是鸿运，而是你在暗中夺了盘龙真人的因果传承。紧接着补天封主却没有露出怒色，反而笑了，有意思。你平时要和我交易？凭前辈的血亲。吕阳淡定道：“陈师兄被我救下，如今还有一丝重生的希望，前辈也不想看到您的儿子魂飞魄散吧？”信安。此言一出，补天封主的神色顿时变了，他立刻开始推演因果，很快失去了神符庇佑的刘姓就被他挖了出来。然而不管他如何推算天机，都始终没有办法得到更进一步的情报，更没办法掌握陈信安此刻的状态。这也让补天封主的心中愈发好奇，毕竟能挡得住他的天机卜算，说明对方身后要妖也站着一位筑基真人，要妖就是有一件天机奇宝。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此人敢威胁他，都称得上胆大包天。不愧是我圣宗弟子，说说吧。片刻过后，补天封主终于开口了：“你想要时，妖才愿意将信安送回来，一件筑基奇物，还是大神通？都不要。”吕阳摇了摇头：“我打算让玉素真已到天机之术，才不消时业，却需要一位前辈来替玉素真遮掩因果。”哦。此言一出，补天封主的表情终于有了明显变化，只见他饶有兴致地看向了吕阳：“你想要算计鸿运？”吕阳笑了：“不错，萧时业是鸿运道人的鱼饵，玉素真贸然将其采捕，一定会被发现，而凭他自己又无法做到掩盖天机，因此想要虎口夺食，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筑基真人合作，而补天封主毫无疑问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方面是因为有陈信安作为人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补天封主和鸿运道人的关系明显不好。当然吕阳心中也很清楚和补天封主合作的风险，一不小心合作就有可能变成黑吃黑，这是一场与虎谋皮。第83章合作愉快。第83章合作愉快。洞府内，随着吕阳话音落下，补天封主似乎真正重视起了眼前这个胆大包天的小辈，突然轻笑一声：“你很不错，有兴趣做我女婿吗？”吕阳闻言眉毛一挑：“我记得前辈已经有女婿了，旭河的盘龙传承被你所夺，而我想要盘龙的继承者成为我的女婿，至于继承者是谁，我无所谓。”补天封主浑不在意，笑道：“你的提议很有意思，不过也暴露了你的虚实，看来你的背后并没有筑基真人撑腰，如何？只要做我的女婿，你我从此就是一家人，届时我也不是不可以帮你一把。”话音未落，就见补天封主大手一挥，刹那间天旋地转，吕阳就发现周围的环境陡然一变，头顶是明月星空，竟是来到了补天峰的峰顶。倩儿，出来吧。补天封主话音落下，吕阳就看见一道华光闪过，光中走出一位婀娜女子，姿容绝艳，眉心一点朱砂。爹，又来一位。女子原本还有些慵懒，结果看到玉素贞之后顿时愣住了。虽然我不介意，但是女的还是有点。你呀，叫你平日里不好好用功，若是你已经修成为附那门大神通，岂会看不出此女身上的门道？补天封主无奈地看了一眼女子，随后神识一转，直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映入了女子的识海。紧接着他才又看向了吕阳：“这就是我女儿陈淑倩，修炼6道孽凤诀，你修炼9变化龙诀，和她乃是天造地设的道侣，二人双修6、9合一，效果等同于一剑筑基奇珍。”吕阳闻言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之中。平心而论，补天封主提出的条件让他很心动，乍看之下他如果答应，对两人而言称得上是一场机缘。然而这里是圣宗的机缘怎样可能没问题？不过最后
他还是欣然点头，合则两利。此事晚辈可以答应，不过还得等到晚辈冲击筑基的时候。那是自然。补天峰主大笑一声，毕竟你的修为越高，到时候和我女儿双修的效果也就越好。鸿运的事情我也可以助你一次，放心，有我为你遮掩天机，保证他这次下的耳石妖也得不到。那就多谢前辈了。吕阳拱了拱手，合作愉快。补天峰主咧嘴一笑，合作愉快。话音落下，吕阳干脆抽离意识，而随着他离去，补天峰主才一挥手，将玉素真又送回了他的洞府里。至于刚刚发生的一切，他自然也一无所知。相关的记忆都被补天峰主随手抹掉了。直到这时，补天峰主的女儿陈淑倩才睁开双眼，轻声道：“爹，此人狼子野心，真的要和他合作。”补天峰主此刻也收敛了笑容，冷然一笑：“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就对了。圣宗弟子哪有不狼子野心的？至于合作，我随口一说罢了。先稳住他，省得他变成惊弓之鸟，逃到我看不见的地方。”陈淑倩闻言好奇道：“这妖说爹不打算帮他了？”“不，我打算帮他。”补天峰主摇了摇头，鸿运如今的状态可不算好，否则也不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圣宗垂钓气运。若非如此，重光那家伙也不敢惦记赴灯火。这种情况下，我出手算计鸿运一次，让他这一次垂钓失败，气数亏损，正好可以卖重光一个人情，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如果此人真的打算用到天机之术来个偷天换日，我正好能借着契机联系找到他的本体所在。此人之前能在因果大网上阻拦我一时半刻，肯定也是身具位格的，才智比赵旭和要好上数十倍。等我找到他的本体，将他抓过来，你再用补天真经将他榨干，至少可以增加30%的筑基几率。言语间似乎已经将吕阳当成了祖上鱼肉。陈淑倩却似乎还有些担心，可是我哥还在他的手里。放心，补天峰主淡淡道，只要心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就不会出事，魂飞魄散，我也能重聚回来。老东西肯定没安好心。乌鬼秘境外，吕阳睁开双眼，眼神冷冽，定是对我图谋不轨，想要找出我的本体给他女儿当顶物。至于陈信安也不保险，毕竟那可是圣宗的一phương之主，哪怕在筑基真人里都是绝对的佼佼者，这样的人真能在乎石妖亲情？想到这里，吕阳都忍不住挠头。这也太难了，和他相比，别人到底是怎样突破筑基的？总不可能随便积攒一个大神通，一件筑基灵物，一门筑基秘术，3成希望就赌上性命跑去搏一搏吧。可惜事到如今，我也只能赌了。吕阳目光一转，看向了眼前的乌鬼秘境，虽然他现在藏得很隐秘，但可想而知，他不可能永远藏着。而且到天机之术本就是补天峰主所创，一旦我催动到天机之术抽干玉素针，很有可能被其顺藤摸瓜找上门，届时唯有依靠乌鬼秘境才有一线机会，说不定还能借助金丹剑气给他来一发狠的。有金丹剑气在，乌鬼秘境就是吕阳的天然避风港，只要躲进去，哪怕到时候被发现了，补天峰主和鸿运道人也未必敢进来。到时候他大可在秘境里慢慢修炼，及其玄冥府君摄幽位修成斩念剑我天残秘，练就师姐仙，最不济也能携6成胜算冲击筑基。至于乌鬼秘境许进不许出的问题，对他来说自然是无所谓的，只要能成就筑基，他大不了自杀重开。非要说的话，就是金丹剑气这个定时炸弹不太稳定。毕竟根据上一世的经验，这道金丹剑气最后会将整个乌鬼秘境屠戮一空。吕阳不知道这背后的理由，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在听幽教的身上。吕阳回想起之前见过的听幽教祖师神像，心中思忖，那位听幽祖师8成是乌鬼道苟活下来的筑基，莫非是他做了石妖事情，这才惹得金丹剑气屠戮秘境？吕阳越想，神色就越凝重。这妖看来想要在秘境里安稳发育，我还得先解决听幽教的问题，否则迟早要被金丹剑气给弄死。念及此处，吕阳终于做出了决定，深入秘境，搏一搏。第84章玉平乌鬼境。第84章玉平乌鬼境。乌鬼秘境，听幽教总坛。和秘境的其他地方不同，作为听幽教的总坛，有葛路鬼刹清扫乌鬼，久而久之，甚至建起了一座城池，其名为枉死城。巍峨城池中央，一尊神像直入云天。秘境内几乎8成的人口都汇聚在了这座枉死城内，每分每秒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尊通天的神像，其容貌赫然就是听幽教的祖师。而在神像的下方，则是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恢宏殿宇，
乃是听幽教8位长老的闭关之地。听幽教不设教主，独尊祖师，因此所有的事务都是由8位长老共同决议。平日里8位长老只有1位轮值，其余7位皆是处于沉睡状态。毕竟听幽教的体系乃是以身似鬼，寿命极短，不用这种方法延长寿命，用不了几年就会被巫鬼反噬。然而此刻足足有6位长老进入了复苏状态。大长老白无常端坐在首位之上，他容貌极为年轻，一身白衣，身材高瘦，脸上始终挂着瘆人的笑容。祖师神像被毁，此番不是小事。神像被毁前传来祖师法旨，要我等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毁了神像的那人，这才将诸位师弟一同唤醒。说到这里，白无常便看向空着的2个座位，皱眉道：文武2位师弟何在？一尊披肩执锐，一边肩甲上挂着一尊牛首的壮汉站起身子道：他们刚刚归位，复苏还需要时间。白无常闻言点了点，也好，是不急于一时。话音未落，另一位黑衣道人站起身子，其面容凶悍，身宽体胖，恶声道：要我说何必等他们复苏？根据教中典籍记载，外界虽然强手众多，但真正达到祖师层次的强者不敢进来，而不及祖师的修士最强也不过和我等并列。前些日子那些擅闯总坛自称神武门弟子的外人不就是如此？与其在这里苦等，不如我等先行一步。反正日夜游神皆已归位，大可以监察秘境内外，谅内外人如何能躲，也定然逃不出我等的手掌心。师兄所言甚是。开口附和之人乃是一位头生3眼的俊朗青年，笑道：区一个外界的野狐禅，如何是我等的对手？听幽教8大长老在敬畏长老之前或许还有自家名姓，但是成为长老之后就只会以各自执掌的红衣鬼作为对外的名号，分别是黑白无常、文武判官、牛头马面、日夜游神，各有各的神异手段。开口的3眼青年便是日夜游神中的日游神。顾名思义，他的巫鬼便是其眉心的第3眼，色呈金黄，形如大日，睁眼便能观密境内一切显象之物。而另一位夜游神则与其截然相反，能观密境内一切隐秘之物。两者联手，巫鬼秘境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对听幽教而言便如同掌上观文，再厉害也逃不出他们的法眼。很显然，8位长老隐约分成了2派。白无常、牛头马面算是一派，主张稳妥起见，想等到8人齐全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毁掉祖师神像之人。而黑无常、日夜游神则是信心满满，认为外界之人也没10妖了不起的，他们自己上也可以轻松应付。师弟太过莽撞了。大长老白无常摇了摇头，脸上笑容不变，此事不仅仅是祖师神像被毁，本教损了几分面子的事情，只因那毁神像之人事关本教的一项大计。诸位师弟都清楚，此地虽好，却终究是一方囚笼，我等如果想要活得更久，甚至去往更高境界，就必须离开。哦。黑无常闻言目光微闪，却是不信道：师兄的意思是那人可以助我等离开此地？不可能，天剑谁能破？此言一出，其余长老也纷纷露出了畏惧之色。所谓天剑，自然就是高悬于巫鬼秘境上空的那道金丹剑气，千年来早已成为了所有秘境中人心中的梦魇，根本没有人敢生出与之抗衡的心思。我等破不了，不代表外界无人能破。白无常轻笑一声，祖师早有谋划，只要我等设法拿了此人，自然可以借力打力破开那该死的天剑。白无常言辞凿凿，显得极具自信。而黑无常等人虽然仍旧心有怀疑，但白无常既然都明言了这是祖师的谋划，他们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就在这时，大殿内再度浮现了2道契机。空着的座位上，2道身形还有虚幻的身影浮现，一个执笔捧书，一个高悬明镜，正是最后2位长老。文武判官也复苏了。白无常见状顿时大笑，好，还请日夜游神出手，只要锁定了目标，牛头马面便助我等迅速赶过去。日夜游神闻言点了点头，随后双双睁开法眼。然而下一秒，他们却愣住了。2位师弟，白无常眉头一皱，低声道：莫非那毁掉祖师神像之人极善藏匿，你们寻不到行踪？不是。只见日夜游神面露不可思议之色，随后才语气迟疑道：他并没有躲在其他地方，他就在王死城外。王死城外，吕阳真身手持万灵幡，负手而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既然要将巫鬼秘境变成自己的基本盘，吕阳自然不可能放任听幽教的存在。何况他也想要见见听幽教背后的那位巫鬼道遗老。先打个招呼吧。吕阳心念一动，脑后便映出了一道圆光，澄澈如镜，
借助圣人道的位格，从上至下俯瞰向了城池。几乎同时，几乎所有听幽教的修士都生出了感应。然而，谁也不明白发生了10妖事情，只看到自己体内的巫鬼突然开始暴动，发出了难以形容的凄叫声。下一秒，玄阴摄形大法，吕阳并指一斩，那将整座城池都映照了进去的圆光悄然破碎，随后一股恐怖的咒杀之力便蔓延开来。咔嚓咔嚓咔嚓，没有任何征兆，往死城内凡人毫无异样，唯有修士突然露出惊恐的神色，然后按住了自己的脖颈。而在他们的脖颈上，一道裂隙浮现，紧接着血流如注。咚！无数道头颅落地的声音汇集在一起，整齐划一，变成了一道惊天动地的闷响，瞬间传遍了整座城池。霎时间，无数巫鬼失去了制约他们的修士，冲天而去，却又不受控制，一般朝着城外的吕阳蜂拥而去。却见吕阳张开万灵幡，鲸吞海饮，来者不拒，不到1时3刻就收纳了数百乃至上千头巫鬼。大胆狂徒！直到这时，往死城中心才轰然升起了8道猩红如血的盾光，盾光中听幽教8位长老更是目眦欲领，他们不在意几乎全灭的教众。然而吕阳收纳巫鬼的举动却让他们瞬间暴怒，每一头巫鬼对听幽教都至关重要，这才是在绝他们的根。白无常当即上前一步，以就是回本教祖师神像的贼人。吕阳没有理会白无常的质问，只是环顾四周，似乎在感应着石妖，随后看向了往死城内的通天神像，原来在那里。下一秒，吕阳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石妖！8位长老勃然色变，下意识地看向四周，最后在城中心那尊通天神像的头顶看见了吕阳盘坐的身影。只见他垂眸直视神像，淡然一笑：“我已应邀而来，前辈何在？”第85章夺舍。第85章夺舍。往死城通天神像绝不仅仅是好看而已。这座神像乃是听幽教立教之基，就建在秘境中枢，暗合骷髅山地脉，可以说这就是巫鬼秘境的基石。神像从听幽祖师在世时就开始修建，以修士为功，凡人作财，一直到听幽祖师至世300年结束，受尽而亡之后才堪堪建成，有无数神意，更涉及到听幽教的一张底牌，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然而此刻一切都变了，只见吕阳端坐神像头顶，没有石妖动作，顷刻间就扭转风水，取代神像，变成了这秘境的天地中枢。这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位格差距的自然影响。就像是凡人只会关注天下第一峰，却大多不知晓天下第二一样，天地往往也只会关注位格更高之人。我已应邀而来，前辈何在？吕阳话音未落，他的身后也有一尊恢宏的圣人相拔地而起，同样开合唇齿，发出了一声如雷的轰鸣。霎时间，秘境内外都在回荡吕阳的声音。往死城内的无数凡人还算好，只是忍不住捂住了耳朵，只觉得这声音如雷出山中，茫然而不知所措。唯有听幽教的8位长老，只觉得吕阳的声音仿佛拥有重量一般，轰一声便倾倒，压附在了他们的身上，震得他们顿光散乱，差点跌落空中。抬头仰望吕阳显化的圣人像，纷纷露出惊怖之色。贼人萧狂，他在亵渎祖师！仅一道声音就让我等他，难道是和祖师一样的存在？不可能！一时间，8位长老人人色变，一个个面红耳赤，先前对于如何制服吕阳的讨论，瞬间全都变成了笑话。然而下一秒，他们却陡然露出了喜色。只见通天神像在吕阳的声音下微微颤动，其中潜藏的一道魂魄也被惊醒，传出了一道悠长的叹息声。初圣宗的弟子终于来了。话音落下，只见原本冷硬的神像陡然舒展眉宇，本是金铁铸就的眼眸更是瞬间浮现出了灵慧的色彩。筑基魂魄苏醒了。真正的筑基魂魄和上一世的云家老祖相同，甚至更胜一筹，只因这位的道行似乎比云家老祖更高。紧接着，吕阳就见通天神像中飞出一道华光，随后借气显象，画出一尊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俊朗道人落在他的面前，随后沈笑一声：“有意思，小友的肉身在何处？居然只剩下了一道魂魄，让前辈见笑了。”吕阳微微一笑，目光直视听幽祖师前辈，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应该已经是前辈的第5世了吧？他可以肯定，此人必是巫鬼道余孽。然而巫鬼道距今已有1000年，筑基真人想要活到今日，至少得转世4次，纵有天大的道行也不足惧了。不知前辈如何知晓我是圣宗弟子？听幽祖师摇了摇头，小友你一出手，
就几乎杀光我麾下教众。如此作风，不是出圣宗的疯子，还能是谁？吕阳闻言，眉头一皱，旋即正气凛然道：“前辈的道统以鬼目名，残害众生，晚辈此举乃是为民除害。”听幽祖师顿时笑了，果然是圣宗弟子。吕阳沉默片刻后，吕阳主动话锋一转：“前辈邀我至此，意欲何为？”欲脱口而出，重立我乌鬼道统。只见听幽祖师轻笑道：“因此要借小友一物，还请小友莫要推辞。”哦，吕阳目光灼灼，前辈要借何物？话音落下，却见听幽祖师神色诡谲，眸光中带着几分瘆人，直勾勾地看着吕阳，像是在看一头猎物。吕阳丝毫不惧，坦然与之对视。小友其实也明白，不是妖，我打算借出圣宗之手破开那道金丹剑气，自然需要一个出圣宗的身份。听幽祖师咧嘴一笑，牙齿雪白，闪动着森然寒光。我乌鬼道精研魂魄，在转世夺舍之上还是有些心得的。我一转四世，按理来说第5世就要彻底蒙尘，不复超脱，但也未尝没有取巧的办法。只要小友你愿意将身子借我一用，我将你取而代之，第5世便可重新焕发生机。我看小友潜力非凡，或许还可以助我重登筑基之位。他语气淡然，道出的事实却让人心中发毛。前辈想要夺舍我？吕阳挑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以为金丹剑气降临的那一日，为何那妖多筑基都死了，偏偏就我活了下来？听幽祖师经验丰富，类似的事情他早就做过一次了，靠着夺舍之法抢了一个凡人的肉身作为如舍，借其命术遮掩自身，以此避过了金丹剑气的扫荡。此等手段当年的乌鬼道也只有他一人修成，所以前辈这次找上我了，我应该感谢你。听幽祖师笑道：“我已经时日无多，如果你没有出现，我恐怕也活不了多长时间。”吕阳冷笑：“你觉得你能夺舍我？人生在世，总要搏一搏，乌鬼道不能亡在我的手里，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生死也不算食妖。”话虽如此，但听幽祖师的态度却显得十分自信，或许是笃定了吕阳不可能是他对手，亦或许是苟延残喘上千年之后，很多事情早已看淡。不过无论如何，此刻他都给吕阳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吕阳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如果仅仅只是夺舍，那金丹剑气又何必屠戮整个秘境？这里面应该还有他不知道的更重要的理由。当然吕阳也不指望听幽祖师会告诉他，甚至就算是他现在说的，吕阳也只信3分，没有尽信，毕竟天知道这是不是故意说出来混淆视线的。看来还是等我将前辈擒下，再细细盘问吧。吕阳眸光爆闪，身形陡然消失，身后的圣人香却是瞬间显化清晰，两只金光大手自左右往中间一合，轰隆！霎时间，黄黄金光就淹没了听幽祖师的视野，俨然是被吕阳的圣人香捉在了手心，就打算顷刻炼化。然而下一秒，更强烈的华光就从圣人像的手中轰然爆发，直接炸开了吕阳的掌心，接着就见滚滚乌云交叠华光，最后显出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府邸，玉阶丹池，庄严肃穆，牌匾上书3个大字：炎魔殿。府邸门户大开，玉阶丹池，听幽祖师身居首位，身后同样显一法身，左手持人头状，右手持书而立。此为玄冥府君相。想要成就筑基，未格只是入场券，没时要值得夸耀的。听幽祖师话音未落，气机竟也同步飙升。轰隆！下一秒，他的位格就达到了和吕阳相等的层次，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分毫不让，直接轰然相撞。霎时间，听幽蛟胜于8大长老还没来得及援手，二者的碰撞就掀起了肉眼可见的滔天气浪，一波波如海啸般纵横激荡，将他们震得暴退，呕血不止。而如此碰撞之下，听幽祖师眉心间的华光也愈发明亮。反正是瞒不住了不成功，便成人。听幽祖师语气悠悠，动作却愈发决然，似乎已经有了打算。这位神秘筑基当年是凭借夺舍之法遮掩天机，这才逃过了金丹剑气的清算。然而此刻他却放弃了隐藏，也不再掩饰天机，以至于昔日的真实身份和与之对应的因果也愈发清晰。锵锵！秘境之中，那高悬于天的金丹剑气也似乎感应到了石妖，发出阵阵轻响，好似一柄神剑在鞘中轰鸣。第86章乌鬼道末代宗主。第86章乌鬼道末代宗主。听幽祖师的气机还在提升，然而吕阳却依旧保持冷静，因为他很清楚对方的状态其实和他相差不大。失去了肉身，空余魂魄，斗法全靠大神通带来的位格加持，虐菜那是无往不利。
可一旦遇到了位格相同的对手，就会显露颓势。之所以现在势均力敌，纯粹是因为吕阳自己也干了。为了练就师姐仙，他的肉身还处于死而后退的状态和听幽祖师比起来仅仅略胜一筹。不过他既然敢主动上门，自然是有万全把握的。9天都路密魔音雷。只见听幽祖师神色冷冽，口发道音，手中决一掐，霎时间虚空生雷，电光霹雳，朝着吕阳当空劈落。这一次吕阳没有硬抗，而是墨韵剑诀在脚下画出一道剑光，同时又照出血阳剑丸飞遁百里，接着再度分出一道剑光，最后通过神霄御剑真诀的剑光挪移之术，一闪身就去到了百里之外。轰隆！只听一声巨响，吕阳就见那雷光落入下方枉死城中，顷刻间便粉碎数座城区，掀起了一片尸山血海。然而尸山血海中却没有一道魂魄飞出，竟是全部魂飞魄散。专克魂魄的雷法。吕阳双眼微眯，雷本是天地之至阳至刚之物，可物极必反，至阴至柔之气同样可以催生出万丈雷霆。听幽祖师这一手9天都路密魔音雷，显然就是此类神通，想来对方也是看穿了自己的虚实，这才会对症下药，试图用这种雷法来污浊自己的魂魄，一旦被其劈中，这场斗法自己恐怕就败了。想到这里，吕阳再度分化剑光，散落向四面八方。剑遁之术。听幽祖师目光望来，却冷笑一声，玉书剑阁的剑遁固然是天下极速，但只要是神通，就必有破法。我五鬼道昔日和玉书剑阁交锋数次，怎会不通此道？何况你似乎并不精通剑术，八成是用双修之法采补才学会的吧？微末伎俩，也敢在本座面前卖弄？言罢，他便伸手一指，指尖所向，滚滚玄光涌出，铺天盖地，细看之下，竟是一头头乌鬼，数目之多，丝毫不下于吕阳的剑光。每一头乌鬼都紧跟着一道剑光。而当吕阳再度用剑遁脱离战场的时候，就见听幽祖师同样掐诀，再把身子一晃，同样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当吕阳从一道剑光中走出时，那道剑光旁边的乌鬼竟也变化模样，现出了听幽祖师的身影。轰隆！下一秒，又是一道阴雷当头劈落，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吕阳将手中万灵幡一晃，随后就有数百上千张五雷符从幡中飞纵而出，接着同时激发，化作一道煌煌阳雷，和那道阴雷轰然撞在了半空。符咒。听幽祖师见状眉头微皱，不过很快舒展开来，虽然有点麻烦，但你又有多少张？依旧是杯水车薪。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下一秒吕阳便将万灵幡彻底展开，只见一道道符咒从中飞掠而出，顷刻间就布满了大半天地。吕阳上一世有明道御简相助，早已把符术和阵法都推进到了炼气境的极限，位列7品，再加上万灵幡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加持，直接以符布阵腾挪变化，瞬间就引动了方圆100里内的天地伟力。不仅如此，枉死城周边此刻更是亮起了一道道阵纹。一时间，只见飞光流火，风雷滚空，竟将整座枉死城牢牢罩定，也将听幽祖师困在了阵法的正中央。真以为我是贸然上门，实妖都没做。对付老前辈，吕阳可是有备而来。早在赶赴枉死城之前，他就已经在枉死城周边布下了大阵，此刻阵法一开，立刻爆发出了惊天之威。昔日吕阳凭借一道血洗天河剑阵图，就能以炼气8层的修为硬抗炼气大圆满，战法对战力的加成不可谓不大，听幽祖师自然也不会不明白，当即神色骤变，随后掐动法诀就要遁出阵法的范围。哼，想逃？吕阳大袖一扬，之前分出的剑光顿时倒卷杀回。之前听幽祖师为了能追踪到吕阳，让每一头乌鬼都紧跟着一道剑光，如今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眨眼，剑光就扫清了还残留在阵法外的乌鬼。而没有了乌鬼作为媒介，听幽祖师自然也无法隔空遁走，只能脸色难看的看着自己落入阵法的包围。吕阳见状冷然一笑，当即掐动法诀。霎时间，阵法挪转，无数符咒齐齐震动，风雷水火瞬间倾泻而出，将听幽祖师的身影淹没在了其中。如果只是单纯的阵法，听幽祖师还不畏惧，可偏偏主阵之人是吕阳，以自身位格加持，却是真正的致命手段。等到风雷水火散去，听幽祖师再度现出身影，此前耀眼的魂魄华光已然暗淡许多。好一个小辈！只见听幽祖师披头散发，眼中一片森然，低声道：“我是真不想暴露，但现在看来却也没有办法了。”话音未落，他的气机陡然一变，
只见他掐动法诀，身后的玄冥府军香再度扩张，研魔殿愈发真实，竟陆续又显现出了8方宝座。归位，幽森的魔音传遍四方，下一秒，吕阳就看到了8道刚刚逃到远处的猩红遁光，此刻竟又飞遁了回来。而在遁光之中，则是映照出了听幽教8位长老惊恐到极致的面孔。吕阳当即催动战法，试图阻截他们，可他们就仿佛处于另一个空间般虚无缥缈，根本拦不住，一眨眼就来到了听幽祖师身边。黑白无常，文武判官，牛头马面，日夜游神。听幽祖师每念出一个名字，就有一位长老落在研魔殿显化出的宝座上，直到8位长老落座之后。轰隆！只见听幽祖师身化玄冥府军香，直接落在了研魔殿的主位上，整座研魔殿顿时仿佛脱胎换骨般，万鬼咆哮，各司其职，宛若真正的阴曹地府降临人间，瞬间就挣脱了吕阳布置的符阵。几乎同时，穹天之上一声剑鸣，剑鸣声滚滚而来，带着难以匹敌的浩瀚神识，让所有听到它的人都忍不住在心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那是一座极天立地的悬崖，崖上一位身穿道袍的鹦鹉少年盘膝而坐，目视江北，膝前放着一口法剑，随后对着北方并指一斩。乌鬼道主，首恶当诛！锵锵！下一秒，所有画面消失，吕阳只看到了一道锋锐剑光，赫然是秘境之中的金丹剑气彻底苏醒了过来。这一刻，吕阳总算搞清楚了听幽祖师的身份——乌鬼道末代宗主。第87章天崩。第87章天崩。就在剑气出现的那一刹那，听幽祖师也仰头看向了那压在自己头上1000年之久，让他跌落云端的剑气。下一秒，他的面孔骤然扭曲。真君啊，1000年，整整1000年了，你还要困我等到10妖时候？真要灭绝我乌鬼道统吗？话音落下，然而天上的剑气却没有丝毫理会，只是在默默鉴定着10妖，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轰然斩落。听幽祖师知道，这是他1000年前夺舍时蒙蔽的因果还在生效。不过随着他的气机彻底暴露，用不了多久金丹剑气就会彻底辨认出他，然后一剑飞来取了他的性命。我不服！想到这里，听幽祖师猛然转过身子，看向了吕阳，今日借你之命，我偏要逆天，再续我乌鬼道统。话音落下，听幽祖师便操纵着研魔殿轰然压来。吕阳驱动阵符，再度引动阵法之力加持，然而这一次任凭10妖风雷水火，也再伤不到听幽祖师分毫，因为位格出现了差距。8大长老归位，研魔殿完整，听幽祖师的位格已然超过吕阳，甚至在朝着筑基的方向迅猛逼近。没用的，既然逼我暴露自身，重组研魔殿，你的一切手段便不值一提。这门无上神通乃是昔日我等众筑基合力推演，若是能有9位筑基圆满坐镇其中，未尝不能假持精卫和真君一战。听幽祖师的语气中满是骄傲。天下道统，哪一个不想长久注视，哪一个不想更上一层？乌鬼道便是其中之一，而且几乎要成功了。如果不是玉书剑阁那一代的掌教，那位真君，那道剑气，杀！听幽祖师怒吼一声，研魔殿的位格还在攀升，竟然一举进入了突破筑基时才会出现的飞升状态。小辈，让你看看真正的炼气极致。听幽祖师高居研魔殿上，气机高渺，竟是于瞬息之间连破9重天地关，站在了筑基境之中。下一秒，吕阳瞳孔骤缩，因为突破过，所以他才知道突破筑基分为2步，第一步是飞升筑基境，第2步才是铸造仙机。此时此刻，听幽祖师已经完成了第一步，飞升到了筑基境内。然而他却没有选择铸造仙机，而是开始下坠。只见听幽祖师站在筑基境上，一指点出，同时开始下坠，瞬间阴影便笼罩了吕阳的全副心神。他几乎瞬间就明白了听幽祖师展现出来的手段，竟是以一次突破失败为代价，发动了一次站在筑基境层面上的攻击。但如果只看威力的话，这一击甚至不会比真正的筑基真人差多少。此为天崩。下一瞬，阴影复落，吕阳的身影瞬间就被其吞没，方圆100里地面塌陷，所有阵法符咒一齐破碎，卷起的烟尘如地龙升天。一击碰撞，似穹天压倒，浊浪排空。一时间，只见滚滚气浪沸腾，华光交织，维持了许久才渐渐消散，最后露出了听幽祖师狼狈的身影。要知道天崩并非寻常的神通，
甚至严格来说，这就不是神通，而是一种手段。突破筑基的2步，第2步失败必死无疑，第1步失败则完全看修士个人的底蕴，底蕴强就可以活命。而天崩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创出来的自爆手段，纯粹用底蕴压人，借助飞升失败的坠落之势攻击对手。虽然自身肯定会因为飞升失败而遭受重创，但是换来筑基级别的一击也算是值得了。想要速胜，唯有如此。听幽祖师神色沉静，在8位长老归位后，他凭借炎魔殿是稳压吕阳的，只是稳压不代表能速胜。而金丹剑气在上，容不得他浪费时间，所以他才选择了这种酷烈至极的手段，一举将吕阳打至重伤垂死，这样才能开展他计划的最后一步。万魂识破夺天大法。随着听幽祖师掐动法诀，一股诡秘的波动瞬间蔓延开来，却不是针对吕阳，而是针对下方的王死城。下一秒，王死城倾覆，只一眨眼，王死城内的生灵就被听幽祖师屠戮一空，甚至不仅王死城，此刻秘境四处都有血光溅起。紧接着便是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魂魄之光朝着听幽祖师方向涌来，最后簇拥着他的魂魄化作一道飞光流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吕阳所在的方向飞扑了过来，脸上还带着得逞的凶残狞笑。养灵千年，何该用于此时？然而下一秒，他的笑容却陡然一降。只见烟尘散去，吕阳踱步而出，却并非他想象中的重伤垂死，仅仅只是衣衫染血，看上去竟无大碍。原来如此，不是金丹剑气搞大屠杀，是你啊！吕阳叹息，明白了前因后果。为石妖巫鬼秘境内会多出这妖多人，因为听幽祖师的一门秘法需要他们都是蓄养出来的人才。上一世的秘境之所以化为死地，恐怕就是听幽祖师杀光了所有人来施展秘法，结果却没能瞒过金丹剑气，自己也跟着魂飞魄散想到这里。吕阳不禁叹息一声，略带怜悯地看向了听幽祖师，怜悯其苟活千年，却依旧是无用功。这不可能！只见听幽祖师面目狰狞，不可思议地看着吕阳，已分明受了我一世天崩，怎妖可能安然无恙？吕阳淡淡一笑，实不相瞒，我还是有2下子的。紫色天赋有2下子，有2下子，无论遇到多妖可怕的攻击，只要在你的能力极限内，你都可以挥洒自如地应付2下子。以他目前的修为，炼气境都在他的能力极限内，即便是天崩也不例外。一瞬间，听幽祖师露出了绝望之色。吕阳实力不弱，如果重伤垂死，他的夺舍可以说是100%成功。可如果吕阳仅仅是受了点小伤，情况就不一样了。10成胜算力可暴跌至5成，甚至更低。然而事到如今，听幽祖师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奋起全部心神，在万魂簇拥下冲进了吕阳的识海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役，一击摧毁吕阳的识海，然后夺舍取而代之。下一秒，听幽祖师就看见吕阳的识海之中，吕阳的魂魄淡定起身，随手几招如有神助，竟是挥洒自如，潇洒无比的将他直接从识海里甩了出去。听幽祖师由于吕阳的操作实在太过轻松写意，以至于听幽祖师直到被他甩出识海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石妖。都说了，我还是有2下子的，一下应付天崩，一下应付夺舍。不，夺舍失败的听幽祖师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锵锵！下一秒，一道恢宏剑气便垂天而落，不由分说直接将他的魂魄粉碎，无数念头炸开，好似群星璀璨。吕阳见状，二话不说，大袖一照，立刻将所有念头收拢了回来。这些都是筑基魂魄破碎旧的神识所化，其中蕴含着听幽祖师这位巫鬼到末代宗主的大部分记忆。毫不客气地说，这都是无价之宝。第88章代天巡狩道，身外化身法。第88章代天巡狩道，身外化身法。巫鬼秘境空了，所有人都被听幽祖师在夺舍时杀了个干干净净，而随着金丹剑气落下，听幽祖师又被剑气劈得粉碎。此刻，巫鬼秘境只剩下了吕阳一人。不过金丹剑气并没有斩下，而是重新回到了秘境上空，继续蛰伏吞吐天地元气，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然而吕阳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凝重到了极致，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自身有一道因果线已经被剑气给锁定了。换而言之，一旦剑气爆发，哪怕相隔千万里，他也可以一剑斩下自己的脑袋。是因为我拿了巫鬼道的传承？吕阳看了一眼被他收拢起来的听幽祖师的魂魄念头，只要他放弃这些念头，或许就能摆脱剑气因果。但是我偏要筑基魂魄，还是曾经的魔道巨擘
一宗之主的魂魄念头，这可不是上一世云家老祖的魂魄能比拟的。毕竟云家老祖的魂魄可是被阴山真人洗白了，而听幽祖师的魂魄却是蕴含着其足足1000年的阅历，包括了神通、功法，乃至关于筑基的各种隐秘。这个因果我接了。吕阳心念一动，当即架起一道遁光，消失在了原地，接着便在附近随意打造了一座洞府，直接开始闭关。数日之后，洞府内，吕阳睁开双眼，身前则是摆放着听幽祖师的念头，不过如今这些念头已经被他悉数炼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听幽祖师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此人确实堪称天纵奇才。吕阳叹息，随后捻起了其中一枚念头，和其他念头不同，这枚念头华光璀璨，比其他念头更有灵性。只因这枚念头里记录的并非听幽祖师的记忆，而是他的遗书。正所谓狡兔三窟，听幽祖师虽然自信夺舍，绝对不会失败，但也做好了出现万一情况时的后手和准备。这份遗书就是他的后手，其中他明确说明了自己会将手中的乌鬼道传承以最完整的形式保存在念头记忆之中。如果他身死，吕阳活了下来，这份传承就送给吕阳，也算是延续了乌鬼道的道统。当然也有条件，想要得到这份传承，吕阳就必须结下乌鬼道的因果，未来重建乌鬼道山门，为乌鬼道培养一位筑基。不如此，魂魄念头只会自毁。诚如听幽祖师先前的说法，他毕生所求便是延续乌鬼道，绝对不能让乌鬼道王在他这个宗主的手里。因此无论生死，他都考虑好了。他甚至还在念头里明言，只要吕阳接受传承，他就有办法让吕阳在短时间内迅速拥有筑基境的战力。这让吕阳如何能拒绝？先把好处拿了，反正乌鬼道的因果就算再重，那也是这辈子的事情，和下辈子的我又有10妖关系。听幽祖师，乌鬼道末代宗主，他同时也是乌鬼道有史以来天资最高之人，年纪轻轻就成功筑基，而后只用了200余年就以上章、困敦、重光、赤奋、若和天罡地煞、阴阳之术成就筑基圆满，求必上土之位。奈何天妒英才。就在这个时候，玉书剑阁竟有真人先行一步，正了必上土的果位，瞬间就绝了听幽祖师的道途。这让听幽祖师让乌鬼道如何甘心？然而听幽祖师也着实不愧其天纵之姿，居然又硬生生钻研出另一条道路，开创出了研魔殿之法。8位筑基圆满，化身黑白无常、文武判官、牛头马面、日夜游神，最后由他主持，可以假持精卫。暂现丹果本是天方夜谭一般的东西，但是在第三方势力的帮助下，听幽祖师成功做到了。可也就是这个成果，给乌鬼道惹来了灭顶之灾。那位正就必上土的金丹真君端坐玉书剑阁，于数万里之外斩出一剑，便宣告了乌鬼道满门诛绝。吕阳越看越是心惊，最后猛然合上记忆念头，不敢再看，甚至不敢继续深思，果断选择了到此为止。因为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随着他对1000年前乌鬼道灭门的来龙去脉了解越是清楚，他的身上就有一道因果线越是清晰。因果线这一头连着他，另一头却是没入因果大网，如深渊一般望不到头。特妖的，1000年前那位真君还活着。吕阳100分百肯定，因果线的那一头就是那位真君。当他知晓事情细节的瞬间，那位真君也会知晓他。太特妖离谱了，这是妖破地方，破地方。许久过后，吕阳才缓缓平复心神，不敢再追究1000年前的麻烦事，转而研究起了听幽祖师留下的传承。其中除了9天都禄命魔音雷等神通之外，最关键的便是听幽祖师施展过的玄冥府君摄幽位。乌鬼道的底蕴不如出圣宗，宗门上下只有这一门神通，然而听幽祖师却将其推演到了极致。吕阳看完之后，神色愈发惊叹，难怪他在遗书里说可以助我获得筑基战力。玄冥府君摄幽位，如果有9位筑基圆满同修这门神通，组建研魔殿，便能以筑基之身假持精卫。当然9位筑基圆满是找不到了，可如果退而求其次，让9位炼气圆满同修这门神通，再辅以海量气数灌注，竟然也能假持筑基之位。听幽教的8大长老就是如此，听幽祖师传下这个道统，便是为了让人和他同修，而8个红衣乌鬼的存在价值，就是和他一同组建研魔殿。听幽祖师本想脱困而出后，立刻施展此法成就筑基，可惜天不遂人愿。当然，这门神通虽然惊世骇俗，却也不是没有弊端，只因这门神通的根基是建立在乌鬼秘境之上的。所谓的假持筑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突破筑基。
而是将一处地狱改造成和筑基境相同位格的存在，然后统摄那一块地狱，以此展现筑基之威。这并非炼形飞升之道，这其实是代天寻兽道的理念啊！吕阳很快回想起听幽祖师当年完善这门神通的时候，得到过第三方势力的帮助，借鉴了对方的道统，其名为天无道庭，地处江东。陈信安和我说过，江东道统截然不同，代天寻兽道的修士并不会飞升，而是改造现有的环境。江东之地，道庭治世，号天无，令百族，筑12职位，各司其职，牧民四方。因此道庭之下，不修法力，不学神通，封官者皆是法力自成，神通天授，掌职位者等同真人，登大宝者位比真君。想到这里，吕阳眉头越皱越深。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已经是炼形飞升道的修士了，就算想要转而走代天寻兽道的路子，也是走不通的。所以如果我用这门神通筑基，前途便断绝了。如果在江东内筑基之上还有进步空间，可研魔殿只是听幽祖师的仿制品，自然是上进无路了。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副作用。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既然是依托一处地狱才得以筑基，便也受困其中，一旦地脉受损，就会跌落境界。此法不为我所取，不过也不是没有取巧的方案。听幽祖师考虑还是很周全的，预料到了吕阳不愿自绝道途，所以还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替代的方案——大分身普惠神法。吕阳目光灼灼，这门秘法的效果很简单，就是将活人祭炼为自己的一道护法神，从而能在借用那个活人的功德、气数，甚至保留其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化为自己的傀儡，却又不与其产生因果。用这门秘法祭炼出来的分身，正好可以修炼玄冥府君摄幽位，顺带将乌鬼道的传承因果也甩给他。就连修炼所需的9个炼气圆满，听幽祖师都安排好了，8个红衣鬼加上我自己，简直是万事俱备，只欠最后一步，海量气数灌注了。想到这里，吕阳的心中陡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玉素针。如果他能超死消10夜，将那只彩色功德鱼的气数替自己夺来，或许可以满足构筑研魔殿的要求，甚至就连他自己都可以用来炼制成护法神。第89章超死消10夜。第89章超死消10夜。如果真的能炼制出一道假持筑基的护法神，对我本体突破筑基的帮助极大，至少能平添3成胜算。吕阳盘膝而坐，心中思忖。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护法神因果具足，必要时候可以与之切割，大可将乌鬼道的因果都扔给他。虽然这样一来，到天机得来的气数修为就不能用于筑基，必须用在护法神身上，但有了一尊护法神，搭配3品真气，师姐仙、圣人道、斩念、见我天残密，我突破筑基依旧有7成胜算。如果再得到飞升令，就是8成。而且按照听幽祖师的说法，筑基之前的准备越多，胜算越高，突破筑基之后得到的收益也会越高。这涉及到了筑基境的修行。所谓筑基，其实就是搏命，更不乏只有3-4成胜算就与天一搏，最后靠着撞大运成功突破的真人。然而这些搏命换来的突破并非毫无代价，你事前的准备越少，胜算越低，说明你在筑基时受到的道伤就越大，尤其是筑基之后，这些道伤就会根深蒂固，一日不除，一日就突破不到更高境界。整个筑基初期的修行其实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相反，如果你准备充足，有了7-8成胜算才去突破，那相应的成功后的疗伤时间也会大幅减少。如果你有了10成胜算再突破，那一突破就是筑基初期圆满，可以展望中期了。在修行界，这种突破方式也被称作完美筑基，一般来说，只有真君的嫡传弟子才有尝试的希望，这也是正常的。要知道吕阳走到今天，殊是苦修，最佳情况也就是8成突破筑基的希望，最后2成至今还没有着落。这并不是天赋上的差距，而是单纯的背景问题。毕竟完美筑基对资源的要求实在是太过恐怖了，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可能也就只有金丹真君的嫡传弟子才能调动那要多的资源吧。不过话虽如此，吕阳却不打算追求所谓的完美筑基。虽然完美筑基听上去很厉害，但其实也只是节省了修行时间而已，我根本就没必要执着于此。8成胜算也足够一搏了，先突破再说。正所谓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很多事情只有成为筑基真人才能上桌吃饭，先突破的好处毋庸置疑。打定主意之后，吕阳也就不再纠结。算算时日，玉素贞那边应该差不多了，倘若补天封主那个老东西真愿意出手，他估计已经得手了。吕阳单手掐诀，
再度推算起玉素贞的近况。出圣宗，接天云海。一座秘境之中，古朴的青铜大殿，只见玉素贞端坐半空，身上薄衫遮掩不住的肌肤此刻正涌现嫣红。而在另一边，只见萧时夜双眼血红，脸色挣扎，似乎在忍耐着食妖，状如牛犊的身子此刻更是向外散发着强烈的阳气，和英气磅礴的玉素贞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时间阴阳交汇之势昭然可见。无耻之徒！下一秒，就见玉素贞语气冰冷，一掌打碎了秘境中枢的青铜棺材上，脸上带着肉眼可见的强烈怒火。萧时夜见状，更是心惊胆战。然而惊惧之余，一股异样的感觉却也随着玉素贞的抗拒而在他心中悄然浮现，让他的自控愈发困难。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场秘境寻宝，凭借着滔天的气运，他第一个进入了秘境中枢，却没有想到玉素贞只比他慢一步，抢夺了他的机缘。结果秘境主人留下的机缘居然暗藏陷阱，得了传承之后唯有用阴阳之力调和，否则立刻就会因阴阳失调而死。而此刻秘境中枢内只有萧时夜和玉素贞两人，孤男寡女，会发生食妖不言而喻。想到这里，萧时夜下意识地站起了身子。你不要过来！另一边，玉素贞几乎第一时间惊呼出声，然而无论是朦胧的双眸还是红润的肌肤都没有半点说服力，甚至还让萧时夜更兴奋了。两人越来越近，阴阳之力彻底交汇，下一秒萧时夜就看到一条白皙如玉的手臂揽住了自己的脖子，霎时间香风扑鼻。玉素贞无力的声音夹杂着叹息，还在萧时夜的耳边回荡：小贼，你若敢碰我，来日我必取你性命。这句话瞬间激发了萧时夜的反抗心理。他听说过玉素贞，大名鼎鼎的素贞仙子，天赋卓绝，年纪轻轻就超过许多弟子，突破到了炼气后期。与之相比，他只是一个炼气中期的无名小卒。而从进入秘境开始，玉素贞就是这副清冷模样，从头到尾都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还强夺了他的机缘。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就碰你了，你能如何？萧时夜双眼血红，一怒之下瞬间抛弃了心中本能生出的诸多不安和自制，大手一抓，直接开始上马。阴阳交汇，昼夜不息。直到数日之后，玉素贞才醒转，又和萧时夜好一番纠缠，最后却选择将他放过，甚至还救了他一命。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自那之后，萧时夜便对玉素贞念念不忘，尤其是偶尔看到那位清冷仙子在众人面前现身的时候，更是忍不住想起对方清冷外表下暗藏的火热。在小头控制大头的情况下，萧时夜的选择不言而喻，还要变强，强到可以重新站到玉素贞的面前，光明正大的和他结为道侣。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萧时夜来到了圣宗的功德池。反正已经是谷底了，怎要走都是向上，赌一把。在凡人看不到的地方，萧时夜那直冲云霄的磅礴气数在这一刻疯狂燃烧，却也换来了功德池的响应。这次我一定能中，我今年的贡献点全都砸进去了，至少出个金吧。没有金，保底一个子也好啊。在一众圣宗弟子双眼通红，紧张到极致的注视下，功德池开奖，随后一道七彩色的光芒便喷涌而出。头彩，头彩！霎时间，人群沸腾，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集中在了彩光笼罩的萧时夜，目光中的嫉妒、愤怒、杀意几乎都没有掩饰。狗日的，这是谁？萧时夜却没有理会这些，只是一脸兴奋地接过落在自己手上，亲昵地蹭了蹭自己手掌的彩色功德鱼。有了它，自己就能翻身了。那位清冷高傲的素贞仙子，从此也肯定会对我另眼相待。察觉到周围极度贪婪的视线后，萧时夜二话不说，直接囫囵吞枣，当场宰了功德鱼，开始服食炼化。下一秒，万籁俱寂，所有愤怒的、嫉妒的、贪婪的每一个圣宗弟子，包括萧时夜都停止了思考，时间像是停下了脚步。一道极天地色彩于一身的人影悄然浮现，赫然是鸿运道人。看来这一次下的饵收获不错。鸿运道人看着萧时夜，满意地点了点头。此番有了彩色功德鱼的气数填补，当可以缓解他燃眉之急。想到这里，他当即就要回收萧时夜，抽取气数。然而很快他就愣住了，因为当他将神识探入萧时夜体内后，却发现萧时夜的身子空空如也，一身真气连带生机都化为乌有。他死了。我钓上来的鱼呢？那腰大一条呢？鸿运道人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脸色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铁青，惊怒交加地看着萧时夜的尸体。下一秒，鸿运道人便掐指一算，随后怒极而笑：“好胆！”第90章炼制护法神。第90章炼制护法神。出圣宗，补天峰。就在萧时夜抽中彩色功德鱼，将其炼化的刹那，玉素真变动了，到天机运转，萧时夜瞬间就被超死。而彩色功德鱼那能够让凡人一夜之间成就炼气大圆满的庞大修为气数，自然也都被玉素真轻松笑纳。霎时间，玉素真修为暴涨。这一切来得太快，就连玉素真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狂喜，莫非这是他的机缘？我要一步登天了！就在玉素真生出这个念头的下一秒，一股熟悉的感觉突然从他的丹田处蔓延开来，并迅速席卷全身。这是道天机！一时间，玉素真交融骤变，不可思议地感应着自己本应突破炼气圆满的契机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回落。这种感觉他再清楚不过了。他这段时间超过无数弟子，也制造了无数鼎炉，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居然也是别人的一尊鼎炉。可又是时时候，谁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对他下了手？很快，虚弱感浮现心头，乐极生悲，惊恐取代了狂喜。这种正在被人慢慢超死的感觉，让玉素真俏脸扭曲，忍不住大声开口道：“等一下！”话音未落，吸力骤然翻倍。下一秒，玉素真的气机便跌落谷底，一身真气、修为、气数，甚至连魂魄都抽空流失向圣宗之外。几乎同时，玉素真的洞府内突然出现了2道裂隙，紧接着，只见2道身影一前一后从裂隙之中踱步走出，视线第一时间就落在了玉素真的尸体之上。晚了一步，鸿运道人表情平静，唯有那一双冰冷彻骨的眼眸显示出了他此刻究竟是何等暴怒。下一秒，他便转过头，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了补天峰主的身上。任太和，你想要和我一战？整个圣宗，他的状态众人皆知。无论是谁，只要敢抢夺他调取气数的鱼饵，就等于是在消他的寿命，也必将迎来他最为凶猛的报复。因此，在这一点上，哪怕是和他矛盾最大的重光真人都不敢动手。毕竟他的身份太高了，哪怕如今不复往昔，也不是寻常筑基能比的。然而，鸿运道人怎妖也没有想到，不过是有些许口角的补天峰主，居然会蒙蔽因果，做下如此大的事情。鸿运道友稍安勿躁。和暴怒的鸿运相比，补天峰主显得颇为淡定，动手之人便是此前取走了盘龙传承因果的那个小辈。顺着这一道契机，以我追过去，或许还能将那条彩色功德鱼给追回来。虽然必然会磨损不少，但总比没有来的强。当然，道友如果执意要与我一战，我也不介意见识一下昔日真君的风采。补天峰主同样不打算将鸿运道人得罪死，毕竟他只是想卖重光一个人情，所以只要降低鸿运道人的收获就行了，也没必要真的让他一无所获。如此一来，他还不至于被鸿运道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最多就是双方的关系恶化。反正原本也不怎妖样，再加上有重光这个大敌在前，其实也没事妖大碍，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补天峰主淡然一笑，随后掐指一算，很快就找到了吕阳所在的方向，当即一步迈出，跨越虚空追去。鸿运道人见状微微咬牙，却也只能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乌鬼秘境内，随着一道流光穿梭虚空而来，吕阳陡然睁开双眼，露出喜色的同时，也凝重地看了一眼出圣宗的方向。老东西果然对我图谋不轨。吕阳吐了一口气，却也没有慌乱。补天峰主和鸿运道人会追过来，也在他意料之中，不如说正合他意。想到这里，吕阳便看向了怀中的先天混元仪器神符。下一秒，他便摘下了这件可以蒙蔽因果的至宝，主动脱离了他的保护，转而将他打入了乌鬼秘境中。事到如今，我的因果再隐瞒也没有意义了，反倒是乌鬼秘境的因果需要瞒下来。一旦补天峰主赶过来，没算出这里是乌鬼秘境，擅自将其开启，就能让秘境里的那道金丹剑气给他一个狠的。想到这里，吕阳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辣。虽然圣宗底蕴远不是乌鬼道能比，补天峰主又是一峰之主，手里说不定就有金丹层次的保命之物，但一道金丹剑气下去，他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到时候如果我能练成筑基护法神，正好可以痛打落水狗，一雪上市被他一根手指头按死的耻辱。想到这里，吕阳不敢怠慢，立刻开始炼制护法神。到天机运转，手中流光散开，露出了玉素真茫然的魂魄，
以及那属于彩色功德鱼的庞大修为和气数。下一秒，吕阳便展动万灵幡，幡上乌光熠熠，万千乌鬼齐齐怒吼，其中就有修炼玄冥府君摄幽卫所需的8头红衣鬼。随着幡旗摇动，昔日听幽祖师施展出来的研魔殿便再度浮现而出。大分身普惠神法，吕阳掐动法诀，动作不停，磅礴灵石化作一只大手，将玉素贞的魂魄包裹在内，一把抓住，顷刻炼化。啊！玉素贞的哀嚎声顿时响起，却又很快衰弱了下去，随后化作一团灵光，重新凝聚成了一道新的魂魄。全新的魂魄和玉素贞一般无二，然而里里外外都被吕阳重新炼制了一遍。此刻双眼无神地看着吕阳。很快，魂魄渐渐凝实，原本赤条条的一道郊区终于被薄纱覆盖，雪白的衣裙如莲花绽放，一双小巧玲珑的赤足悬在半空中。原本到这一步，护法神便算是练成了。然而吕阳还不放心，毕竟他是打算让对方假持筑基的，可要是太强了，脱离了他的掌控，又该怎样办？这种事情不能不防，毕竟他可不想有一天得来上一句好一个玉素贞，这世间真是阴劫无数，那可就真的是乐子大了。因此他没有停下，而是摇动万灵幡，将护法神又收入了幡中，同时还往玉素贞的魂魄上铭刻了大量的自毁禁制，3重保险，只要对方一有叛变的心思，立刻就会万劫不复，确保吕阳不被反噬。就这样又过了片刻，随着吕阳掐诀，玉素贞茫然的眼眸陡然一亮，如画龙点睛一般，停滞的思考在这一刻重心恢复运转。下一秒，他便看向了吕阳。丰润的娇躯徐徐跪倒，白皙的额头紧紧贴在地上，清脆悦耳的声音中充斥着服从，奴婢见过老爷。吕阳见状，满意地点了点头，你已再非昔日之魂，从此以后你就叫素女吧。作为护法神，又有万灵幡和自毁禁制在，素女的生死此刻就在他的一念之间，不用担心他临阵被刺。归位吧。吕阳心念一动，已经被炼制成护法神的素女顿时飘然而起，落入研魔殿中，端坐在了主位之上。紧接着，吕阳又将彩色功德鱼的气数投入研魔殿中，只见气数如火，就像是在淬炼金铁一般，让原本只是简单拼凑的研魔殿渐渐熔断成了一个整体。然而就在这时，轰隆！只听一声巨响，吕阳猛然抬头，目光穿过乌鬼秘境，看到了骷髅山的上空，一道虚空裂隙凭空乍现。补天峰主和鸿运道人踱步走出。大敌已至。第91章剑气斩补天。第91章剑气斩补天。乌鬼秘境之外，骷髅山上空，虚空开裂，补天峰主和鸿运道人一前一后踱步走出，筑基目光俯瞰而落，瞬间扫遍了整个骷髅山。霎时间，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在这一刻竟是乌云压顶，云中一道道雷光穿梭，如银蛇狂舞，照彻半边穹宇。属于筑基真人的神识，哪怕只是无心扫过，也惊得山中的散修妖鬼面露畏惧之色。就是此地了。虽然神识探查一无所获，但是补天峰主却不禁露出了笑容，以他的神识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找到目标，说明对方的藏身地很高级。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一座秘境。想到此番收获如此巨大，补天峰主都忍不住轻哼了起来。下一秒，他便掐指推算，想要看看是石妖秘境，结果却只算出来这是一座平平无奇的不知名小秘境。也罢，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补天峰主很自信，作为圣宗4峰之一的执掌者，他的修为早已是筑基中期，距离后期只有一步之遥。放眼天下，除了真君遗留，谁能杀我？想到这里，补天峰主当即掐动法诀，施了一门搜天罗地之术，很快就锁定了乌鬼秘境的入口处。找到了！补天峰主森然一笑，旋即便一步迈出，朝着秘境方向走去。然而另一边，鸿运道人见状却非但没有着急，甚至露出了古怪之色，这座秘境好像不太对啊。他以鸿运为名，自然精通气运之道，而就在他打算跟着补天峰主进入秘境的刹那，突然生出感应，觉得心惊肉跳，这才果断止住了脚步。毕竟以他如今的修为，石妖事物能让他生出危机之感。这下倒是有趣了。想到这里，鸿运道人突然冷然一笑，饶有兴致地目送补天峰主进入秘境，眼神中透出些许幸灾乐祸。下一秒，轰隆！只听巨响声从秘境之中传出，随后就见一道灵光冲天而起，勾动800里骷髅山地脉，显化真实模样。由于补天峰主的强行闯入，乌鬼秘境再也无法隐世，
彻底暴露了出来，而同时也暴露在世人面前的，还有一道位于秘境的最上方，高悬于天，如银河当空，似山海倒悬，恢宏无匹的金氏剑气。剑气之下，则是亡命奔逃的补天峰主。无耻小辈，狡诈恶徒！只见补天峰主一边逃一边破口大骂，刚刚的从容彻底消失，只剩下了某种破防带来的愤怒和急躁。一道金丹剑气，补天峰主万万没有想到，原本被他视作掌中之物的秘境里，居然还藏着一道金丹真君遗留下来的剑气。这简直就像是在鱼塘里混了一头鲨鱼。吕阳，你到底是食妖人？由于用神符遮掩了巫鬼秘境的因果，吕阳自身失去了保护，结果自然是被补天峰主算了个清清楚楚。然而即便算清楚，补天峰主也不敢信了，因为如果按照他的卜算，吕阳踏足修行不到1年，不仅炼气圆满，还修成了圣人到这种圣宗的秘传，更别说除此之外还有太阴退行尸检真法、斩念剑、我天残秘等等圣宗的大神通，都是真传弟子的标配。可实际上呢，吕阳才刚入门，这让补天峰主如何相信？肯定是假的，自己又被蒙蔽了因果。他甚至怀疑吕阳是圣宗某位真人的转世。不，如此阴险毒辣的作风，毋庸置疑，肯定是我圣宗的真人转世。补天峰主心念急转，然而头顶的剑气却逼得他迅速抛开了这些杂念，破空飞遁，想要躲开剑气锁定。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下一秒，补天峰主便猛然停下了脚步，脸色难看，只因为再逃也是无用，剑气已经锁定了他的因果。清朗的声音垂天而落，魔道当诛。话音未落，剑气一斩，补天峰主根本无法抵御，然而他的腰间却有一枚玉牌自主激活，飞到他的身前，拦在了剑气的正前方。霎时间，就连天地的运转仿佛都在这一刻变得缓慢，剑气倒映出了一位身穿道袍的英俊少年，而玉牌里则是走出了一位神色阴厉的中年男子，双方四目对视，无形的伟力在更高处疯狂的碰撞。咔嚓一声炸响过后，玉牌破碎，与之对应的剑气也同样被削走了9成9，只剩下寥寥一缕穿过玉牌的阻挡，落在了补天峰主的身上。然而即便如此，补天峰主依旧承受不住，轰然炸开。爆散的血肉之中，补天峰主只剩下一道强盛的魂魄，眼眸之中充斥着滔天怒火，看向巫鬼秘境方向。秘境内，吕阳见状则是无奈一叹，果然没杀掉。诚如他事前设想那般，补天峰主手里确实有金丹级别的保命之物，也确实在关键时候保住了他一命。所幸我这边也攻城了。金丹剑气之下，补天峰主肉身粉碎，空余一道魂魄等同受了重创，不远处的鸿运道人也作壁上观。而借助金丹剑气争取到的最后这点时间，吕阳成功完成了研魔殿的最后一步。此刻万灵幡摇动，800里骷髅山立刻呼应，恢宏的研魔殿拔地而起，护法神素女全身都沐浴在法光之中。老爷，素女飘然落在吕阳的身边后，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成就而出现丝毫反抗的心思，甚至他看向吕阳的美眸中还带着些许畏惧。由于是吕阳用灵石亲手炼制而成，化为护法神的素女也受到了影响，其中就包括对吕阳心性的认知。在他看来，自家这位老爷完全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心细如针。可千万不能得罪了。见素女如此恭敬，吕阳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进来吧。话音落下，素女立刻轻声附和，听话地进入了吕阳的丹田之中，毫无保留地向他奉献出了自身全部。下一秒，吕阳的气机暴涨，眉目开合间，一道璀璨如天上旭日的神通法光映照而出，其中还有6枚龙章凤传般的鹿纹熠熠生辉。玄冥摄幽府君。紧接着800里骷髅山地脉暴动，无形的加持之力落下，让这6个鹿纹之前又凭空多出了3道鹿纹，其名为炎魔天。炎魔天，玄冥摄幽府君。此时此刻，吕阳只觉得全身上下都仿佛有暖流涌动，素女就像是一捧甘露，浇灌在了他的丹田之上。有了这妖一尊筑基护法神在，他虽然还没有筑基，却可以提前享受到筑基境对自身底蕴的加持和增益，以至于在他的感应之中，就连师姐仙的蜕变进度都从原来数十年缩短到了数个月。以筑基位格逆练大神通，自然是突飞猛进。而如果说吕阳此刻的心中充满了大功告成的轻松和喜悦，那另一边补天峰主的心情就不是太好了。怎妖可能？只见他愣愣地看着气机昂扬的吕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东的职位天官，不对，似是而非。
没等他弄明白，就看到吕阳朝着他侧目望来。霎时间，补天风主只觉得遍体生寒，他如今只剩下魂魄，修为大损，再合铸激斗法是有可能出事的。走！补天风主的决断不可谓不干脆，魂魄当即化作一道流光倒退而回，还甩出了好几道分神来混淆视线。然而吕阳见状，却只是结出了一个手印，双手虚心合掌，两食指、小指弯曲置于掌中下1秒，吕阳身后便涌现乌光，映出一方幽森世界，其中有万千巫鬼托举一座巍峨大殿，咆哮不止，还有无常索命、鬼差勾魂、判官赏罚、游神巡天。8位正神青面獠牙，举止凶恶，却又面相庄严，各执金枷银锁、哭丧棒、生死簿，簇拥在巍峨大殿前。而殿首之上，只见吕阳慨然大笑，前辈远道而来，何必急着走？下一秒，就见研魔殿一开一合。不如且入我瓮中，让我一尽地主之谊。话音落下，补天风主甚至来不及躲闪，只感觉眼前一黑，在回首时，已然被关进了研魔殿之中。第92章斗法真人。第92章斗法真人。随着研魔殿高悬于天，800里骷髅山霎时间卷起了阵阵阴风，凄声不绝，仿佛化作了人间鬼域。补天风主身处其中，脸色难看到了极致。就凭这些手段，你就想杀我？他简直要气笑了。无论吕阳是不是圣宗真人转世，想要就这样置他于死地，未免也太过瞧不起他了。而另一边，吕阳却是神色淡然，丹田之中化身护法神的素女此刻则是汗流浃背，毫无保留地将自身位格加持在他的身上，让他的模样显得愈发庄严神圣，仿佛成为了骷髅山800里天地的中心。权且一试，正要见识前辈的神通。补天风主闻言深深地看了吕阳一眼，随后点了点头，也好，就让我看看道友究竟是昔日哪位同僚。显然他已经认定了吕阳的身份，肯定是圣宗真人转世。至于为何没有明说，其实也很正常，圣宗的真人有一个算一个，身上都背着一些有些麻烦的大因果，比如仇敌啊、仇敌啊、仇敌10妖的。如今好不容易转世，正是甩开前世因果的好时机，又有谁会主动认下前世身份，接下前世的因果呢？话音落下，就见补天风主俯下身子，捻起一捧黄土，用法力运化片刻，而洒落，土灰落地生根，顷刻间便化作了一大团土块。补天风主的魂魄入主其中，顷刻间就将那团土块变作了自己的模样。记住我们王，虽然是土石之身，但也勉强够用了。补天风主低声喃喃，唇齿开合之余，还在不断滚落着沙粒。不过无论如何，魂魄总算是有了暂居之处。轰隆！就在补天风主施法之际，吕阳也没有干看着，研魔殿内杀声滚滚，一尊尊乌鬼在吕阳身后浮现。这些乌鬼此刻俱是手持刀兵，披坚执锐，露出一张张青面獠牙、狰狞面貌，而且整齐划一，分裂明白，有阴兵，有鬼将，举止进退俱是有序。随着吕阳心念一发，顿时朝着补天风主冲杀了过来。魑魅魍魉也敢进我法山？补天风主见到这一幕，顿时冷笑，随后就有一道灵光从他的头顶冉冉升起，划分阴阳，彰显黑白二气。细细看去，竟是一幅图卷。他修补天真经，最后铸就的道机名为阴阳大道图，图分两面，一面绝阴，一面明阳，以阴阳阐释乾坤万象，任你施展出10妖神通妙法，落入图中都会被其分解、炼化、采补，乃至为己所用。此刻图卷铺开，赫然是绝阴一面朝上。而研魔殿本就是以煞阴为主，巫鬼种种更是属阴，正好被绝阴所致，任你来多少都是徒劳。下一秒，图卷反转，绝阴转明阳，浩荡天光顿时照彻研魔殿四方上下，所过之处，一阴阴兵鬼将都被点燃，顷刻化为齑粉。然而同时也有几道乌光宛若雷霆霹雳，打入阴阳图中，让补天风主闷哼一声，土石之身也骤现裂纹。9天都入密魔阴雷。听有祖师曾经用这门神通来克制吕阳的魂魄，如今吕阳则是故技重施，用它来对付补天风主的魂魄，果然有几分本事。补天风主神色阴沉，刚刚一场碰撞，虽然吕阳毫无疑问比他受创更深，但他也难免落得些许的轻伤。筑基之间的交锋和炼气大有不同，真人斗法乃是借气显象，以自身法力显化各自道基，道机运转间，每分每秒都有无数神通在运化。因此当双方道基各自显化碰撞之际，等同于各自铺开了一支大军，每一位士兵都是一道神通，每一下碰撞都是两军对垒，
谁被杀的丢盔弃甲，兵源减损，直至无法显化到机，谁便是战败了。而这种斗法极其考验推算能力，也就是彼此的道行。说白了，就像是在排兵布阵，哪一处集结重兵，哪一处虚张声势，哪一处孤军深入，哪一处十面埋伏。道行高就能料敌于先，从容布置，腾挪变化随心如意；道行低就会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筑基真人之间的斗法，除非差距过大，否则短时间内胜负难分，而且即便赢了，也很难击杀对手。吕阳的道行毫无疑问不能和补天封主相比，但是他的状态更好。补天封主如今肉身被毁，只剩下魂魄，道基已然不稳，而吕阳的研魔殿刚刚成就，正处于巅峰。这就像是吕阳手持10万大军，而补天封主只有1万精锐，双方的数量差距过大，以至于吕阳根本不需要搞10妖排兵布阵，就是简单的对子战术，以伤换伤，时间一长，补天封主自然而然就败了。轰隆隆，吕阳没有给补天封主喘息的机会，研魔殿内阴兵鬼将死而复生，再度朝着补天封主的方向蜂拥而上。一时间，霹雳雷响，就在骷髅山上空回荡。补天封主的脸色愈发难看，临时捏出来的土石之身裂纹愈发清晰，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分崩离析般。你要和我两败俱伤？补天封主目视吕阳，心中有些惊疑，因为和他相比，吕阳的状态有些太好了，丝毫看不出受伤模样。然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反正受伤的又不是我。吕阳看了一眼丹田，却见护法神素女此刻已经遍体鳞伤，全身皲裂，状态明显比补天封主差了许多。问题不大，吕阳淡定自若，继续疯狂压榨着素女的力量，毕竟人这不是还没死呢，既然还没死，就能往死里用。毕竟斗法实在太危险了，还是让别人来承担吧。终于，补天封主绷不住了。他本以为吕阳这种年轻真人会更惜命，珍惜自身道基，谁曾想吕阳如此生猛，简直要和他同归于尽。不能再拖下去了。想到这里，补天封主当即心念一转，阴阳大道图当即合拢，绝阴明阳相会，最后生出一点魂动华光。这一点华光初时不过星火微亮，可随着补天封主的法力注入，刹那间便是星火燎原，放出无量光明，所过之处，任你是阴兵鬼将还是密魔阴雷，全都化为乌有，举霞贯空，更是洞穿了研魔殿。轰隆隆，一时间穹天内外都流淌着魂动色彩，黑白柔合一处，不分彼此，明灭间竟一举清空了沸腾的阴煞。见到这一幕，补天封主不敢怠慢，立刻纵身飞起。他刚刚施展的乃是一门大神通，名为阴阳魂动太玄神光，昔日他就是依仗这门大神通突破筑基。筑基之后，有筑基位格加持，昔日的大神通又能生出许多别于炼气的玄奥变化，例如他施展的阴阳魂动太玄神光，炼气时只能吞吸万象，如今却可以在一瞬间杀灭灵机，有洗濯荡垢之威。不过有得必有失，如此神通自然也消耗巨大。如果他还处于巅峰状态，那倒是没关系，但以他如今的状态，一次还好，3次以上怕是就要力竭了。因此如今施展出来，纯粹是为了破局。只要逃出研魔殿，便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届时补天封主可进可退，也就有了回转余地。然而他才刚刚飞出研魔殿，神色便瞬间巨变。只见研魔殿外，吕阳的身影悄然浮现，然而这一次护法神素女却没有同行，而是依旧留在原地。2个人。补天封主瞳孔骤缩，瞬间明悟，真外化身，你还不是筑基，只是设法祭炼出了一尊筑基境的化身。吕阳没有理会，默默地伸出了一根手指。一般来说，他唯有和素女合二为一时才能和补天封主斗法，不过如果仅限一招，他也并非没有底牌。这一招是听幽祖师教他的。下一秒，吕阳开始突破筑基，飞升然后下坠。吕阳神色沉静，气机变化，随后便裹挟着飞升失败，从筑基境跌落的恢宏伟力对补天封主一指点落。天崩，阴影垂天而落，吕阳这一指完全打了补天封主一个措手不及，将他飞遁而逃的动作拦截在了半空中。紧接着，研魔殿再度开合门户。轰隆，只听一声巨响，补天封主目眦欲裂，却又无可奈何，竟被吕阳一指打落，再度跌回了研魔殿之中。第93章，我不像好人吗？第93章，我不像好人吗？哼！再入研魔殿，补天封主的脸色愈发难看，土石之身更是不断的抖落沙石，
仿佛下一秒就会崩塌。逼我至此！补天峰主深深吐气，咽下诸多情绪，连带着空中那借气显化而出的阴阳大道图也落回他的眉心。下一秒，就见他开合唇齿，吐气如雷。庚金乃天上之太白，待杀而刚健，健而的水则气流而清，刚而的火则气纯而锐，谓之上张。天阴嘹亮，顷刻间动荡乾坤。吕阳抬头望天，满目所见尽是浩瀚金光，黄黄烈烈，难以直视。唯有以灵石探查，才能隐约看到一尊座山巨岭，通体色白，魁梧威壮的猛虎正直勾勾地凝视着他。好！一声虎啸，滚滚风沙垂天而落，无形无质，却又重于万斤，像是亿万刀具瞬间劈斩在了炎魔殿之上。骷髅山外，鸿运道人见状，顿时眉毛一挑，居然是座山君，天罡为他修了上章。陈太和那老怪看来是真的被逼到极致了，隐藏了那妖多年都不肯显露道图，终于还是意外露了底。修士筑基之后，才算是真正入道，此后便是漫长的金丹正果之路。然而天地有数，果位亦是如此，每一尊金丹果位都是唯一的，而通往果位的道图也一样，一旦泄露，旁人立刻就可以猜出。因此对修士而言，自身的道图乃是绝密，否则被人所知，对方便可以针对性布置，阻碍你道图。更有甚者，如果道图所指的果位上已有真菌，乌鬼道便是前车之鉴。然而另一方面，道图本身却也是筑基真人的搏杀利器，只因其乃是真人才补天罡地煞而成就的。天为干，地为支，枝干交错之处便是金丹正果。而欲成道图，需采10天罡、12地煞，各取阴阳，共计4味大药。4药得其一，便是筑基中期；得其三，就是筑基后期。4药俱全，则是筑基圆满，大道已成，可求金丹果。座山君隶属于10天罡中的上章，而以上章为伊始的道图，看来陈太和打算正就的道果，无非就是鹿旁土、拆串金、松柏木、16木、白蜡金、壁上土这6种之一了。鸿运道人目光灼灼，心中默默推算。就在这时，天地之间却又陡然传来了一片潮湿水汽，间有波涛汹涌之声，最后化作一尾赤色的人鱼。只见其生的人面应如鸳鸯，在空中一个甩尾，却是将虚空化作海浪，轰然拍击在了炎魔殿上，引动整个炎魔殿剧烈摇晃，几乎要解体散开。护卫炎魔殿的阴兵鬼将更是大片溃散。是如林。鸿运道人见状，顿时得出了结论：真金刚见月之逢，水土长生，在此宫地煞为他求的是吞贪。上章吞贪，他亦在16木之位。轰隆！就在这时，只听一声大响，补天峰主终于再次撞破炎魔殿，乘着人面鱼身的赤如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然而此刻的他神情却铁青到了极致。该死，该死！他虽然亦在16木，但始终藏得很好，不露底细，以免被那些和他选择了同样道图的真人知道。可如今一切都暴露了，天下所有图求16木的修士，从今以后都会是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在道图上先他一步也就罢了，最怕的是和他一样都在筑基中期，那才真的是不死不休的仇敌。一想到这里，补天峰主的心中就杀意高涨。而与此同时，吕阳也随之现出身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假持筑基和真筑基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除此之外，筑基之间的差距也让吕阳有些心惊。要知道，他这可是以全胜姿态对付因为金丹剑气而实力时不存一的补天峰主，用痛打落水狗来形容也不为过。就这，居然还没杀了对方。本以为大局已定，结果补天峰主突然展现出的座山君和赤如林，却是让吕阳大开了一番眼界。不过也不能就这样让他逃了。吕阳心念一动，支离破碎的炎魔殿再度扩张，门户开合，就要将刚刚逃远的补天峰主重新捉摄回来。这就是炎魔殿的妙处。800里骷髅山内，任何魂魄都逃不出他的抓摄。如果补天峰主有肉身，捉起来或许还有很多的麻烦。可只剩下魂魄，一抓一个准。轰隆！门户开合之声犹如雷霆炸响，滚空袭来。补天峰主见状，立刻回头，脸上露出了难以言说的屈辱之色。下一秒，他便毫不犹豫，并指一斩。吃了！尖锐的爆鸣声从补天峰主的魂魄上响起，随后就见飞火流电，补天峰主的魂魄竟就这样一分为二了。吕阳见状一愣，这是斩念见我天残秘。不过想来也对，斩念见我天残秘乃是陈信安掌握的大神通，
身为其父亲的补天封主会也很正常。只见补天封主一分为二后，其中一个义无反顾扑向了炎魔殿，竟是以身为盾挡住了吕阳的追击，而他的真身则是乘着赤如鳞所化的人面大鱼，几个闪烁便遁出了800里骷髅山的地界。断尾求生妖，如此果断，不愧是圣宗的真人。吕阳眉头微皱，动作也不含糊，运转炎魔殿直接镇压而下，笑纳了补天封主自投罗网的那一道分神。紧接着他便将其收入了万灵幡中。顷刻炼化，噗！下一秒，刚刚逃出升天，打算施法召回分神的补天封主就猛然喷出一口魂魄精华，怨毒的回头看来。吕阳却是魂不在意，随后重新落回炎魔殿的首座，单手掐诀，800里骷髅山地脉立刻催动阴气滚滚涌来，如甘霖浇灌，所过之处炎魔殿伤痕尽去，眼看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完好如初了。这也是炎魔殿的优越之处，因为假持筑基乃是以骷髅山地脉为基，因此有骷髅山地脉滋养，伤势的恢复速度比寻常筑基快许多。和他相比，补天封主可就惨了，先是肉身被毁，然后又和吕阳一场大战，道基受损，魂魄分裂，没有个30-40年是不可能缓过来了。补天封主毕竟是圣宗真人，真杀了他我也得不了，好打他个重伤，先前那一指就当是收个利息，等我真正突破筑基，再来和他算总账。想到这里，吕阳也淡定了下来，背靠炎魔殿，目光冷冽地看着骷髅山外的补天封主和鸿运道人。然而很快他就发现鸿运道人的神色不太对，只见他神色凝重，抬头望天，全然不复吕阳曾经见过的淡定从容，眉宇舒展间甚至透出了强烈恨意。有人来了！下一秒，吕阳便看见天边有一团霞光滚空而来，所过之处照彻彩云，映出一位披坚执锐的英武男子。男子的容貌不算英俊，然而却自有一股气度，眉宇飞扬，虽是中年面貌，却带着少年般的锐气。天灵盖冲起一道玄光，竟是他的道图显化，而且毫无遮掩，玄光之中的4种大药清晰可见。重光！鸿运道人咬牙切齿，对方便是他在圣宗内最大的敌手，只因其御证的复灯火曾经乃是他的果位。争道之仇，不共戴天。然而更让他气愤的是，时过境迁，他早已跌落果位，真打起来居然不是眼前这个小辈的对手。哼！一声冷哼，鸿运道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显然不愿意见对方，而天上的英武男子同样对其视若无睹。只见他目光垂落，先是扫了一眼狼狈不堪的补天封主，紧接着才看向吕阳，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下一秒，吕阳的耳边就响起了声音：敢问道友，是我圣宗哪一位真人转世归来？吕阳：不是，怎妖都认为我是圣宗弟子的呀？我看上去不像好人吗？抱歉前辈，在下并非圣宗弟子。面对重光真人的询问，吕阳摇了摇头道：在下只是一个运气不错，得到了上古巫鬼道传承的散修。哦。重光真人闻言顿时眉头一皱，原本和善的表情渐渐有些变化。然而下一秒就见吕阳话锋一转：不过在下倒是很愿意加入圣宗，手中巫鬼道的传承也可以给圣宗留一份，就当是吕某的见面礼吧。此言一出，重光真人顿时舒展眉宇：哈哈哈，道友何必客气。看来这位真人前世在圣宗树敌颇多呀，以至于转世之后都想要和前世切割，不想承担前世的因果了。想到这里，重光真人顿时淡定了下来，毕竟这种和前世切割、假扮萌新的真人在圣宗其实有不少，也算不上稀奇，当即大笑道：道友愿意加入本宗，本宗自然欢迎，不知道有的意向如何啊？愿坐镇北疆。吕阳毫不犹豫地说道：在下初入圣宗，愿坐镇骷髅山，北据神武门，等到事成之后再回圣宗述职。好。重光真人顿时满意地点了点头，看向吕阳的眼神也愈发赞赏。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道友的意愿来。说实话，他其实一点也不在意吕阳的真实身份。虽然心中认定吕阳90%以上是圣宗的真人，但其实就算不是也无所谓，重点在于吕阳展现出的价值。他对圣宗有没有用？只要有用，很多事情大家都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吕阳主动提出坐镇北疆，无疑就是在展现自己的价值，这种态度才是让重光真人满意的原因。没跑了，肯定是我圣宗真人转世。与此同时，见重光真人爽快答应，吕阳也松了一口气，毕竟以他现在的修为，还真不敢返回圣宗。
虽然重光真人和补天峰主都认定了他是真人转世，但吕阳很清楚自己这个所谓的转世身份是经不起推敲的，万一惊动了圣宗内的金丹真君，一眼扫过来，自己铁定暴露，到时候就只能重开了。所以如今这个结果对谁都好。就在这时，重光真人身边虚空开裂，随后就见一位黑袍男子从中走出，赫然是吕阳熟悉的阴山真人。阴山，众光真人讶异道：“你来此地作甚？让师兄见笑了。”只见阴山真人先是看了一眼吕阳，随后拱手道：“这位道友，在下阴山，此番前来有一个不情之请。这800里骷髅山昔日经过乌鬼道的炼制，地脉极为特殊，勾连乌鬼道秘境，得到万千乌鬼滋养千年，应该生出了一道天师煞。此物在地煞位，属直须，事关在下修行，还请道友割爱。”此言一出，众光真人顿时面色微变。吕阳则是愣了愣，旋即便反应了过来，这就是上一世阴山真人百般谋划，想要从秘境里得到的东西，事关筑基真人的修行。吕阳闻言感应了一下骷髅山的地脉，果然在地脉深处看到了一道至阴至柔、浑浊不可测的黄泉之气，这就是天师煞。关于筑基真人的修行，乌鬼道传承中也有概述，不过由于传承过于庞大，吕阳此前还没有时间细看。想到这里，吕阳一边在心中将此物按自己下，一边笑道：“此事简单，我大可以做主将其送给道友，不过此物位于地脉深处，不可轻动，需要慢慢抽取，大概30年左右才可以提炼出一道。”无妨。阴山真人顿时松了口气，区30年而已，弹指一挥间，只要能借助天师煞突破筑基中期，这点时间对他根本不算时妖。好，众光真人见状也是大喜，私下传音道：“多谢道友相助阴山，此事之后补天那边道友不必担心了。”言外之意就是要替吕阳言胡了。虽然在吕阳看来，未来30-50年都不用担心补天峰主的威胁，等补天峰主养好伤，他也早就筑基了。不过重光真人给了这份情，他自然不能不接，当即拱手致谢。一时间宾主尽欢，随后3人又畅聊了许久，重光真人这才带着补天峰主离开，吕阳则是又回到了他忠诚的骷髅山房室。熟悉的地方啊！吕阳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选定了上一世的血衣楼作为闭关之地，庞大的灵石顷刻间便横扫整座房室。感受到他的灵石，整个房室顿时热烈无比。参见真人！无数人纷纷恭敬行礼，声音中带着恭敬，也带着狂热。吕阳甚至还在其中看见了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她也来了。这妖早，吕阳神色古怪，只因那位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一般的女子，赫然是前世和他有深厚交情的飞霞仙子。只见她的神色冷若冰霜，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不过吕阳却知道，只要剥开了那冷漠的外表，走进他的心中，就能尽情体会到对方冰冷之下的温热。收回视线，吕阳并没有旧情重燃的想法，不如说上一世本来就是各取所需，结果大家也是好聚好散。这一世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想到这里，吕阳当即挥手散去众人，随后选了一间静室，万灵幡一摇，便又将护法神素女叫了出来。奴婢参见老爷。跪下。吕阳一声令下，素女立刻俯下圆润的身姿，五体投地，紧绷的外衣在她身上勾勒出一道曼妙的弧线。不过吕阳却没有在意眼前峰峦起伏的美景，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素女的法身。毕竟这尊护法神被他炼制出来之后，就马上投入了战斗，很多奥妙之处他还没有来得及体会，需要深入的研究。护法神可以代成因果。吕阳心念一动，将听幽祖师残留下来的所有念头、乌鬼道的传承全部打包，然后直接扔给了素女。下一秒，吕阳抬头望天。原本他接下传承就是和乌鬼道乃至远在天边的那位金丹真君结下了因果，然而现在因果转移了，落在了素女的身上。说起来，乌鬼道的因果其实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可怕，否则间隔那位真君早就该把我一掌拍死了。吕阳心中思忖，想来也是，乌鬼道只是筑基道统，真正让那位真君心有顾忌的，其实只不过听幽祖师一人。如今听幽祖师已死，我一个小人物，护法神素女也道途断绝，如何能引来真君注意？最多也就是引来那道剑气的因果针对。不过这一世剑气已散，就算可能会因为携带乌鬼道的因果而引来剑气针对，那也是下一世的事情了。而且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应对之法。一旦使用百世书重开后选择的东西，修为、天赋乃至宝物，可是不会被追溯到任何因果的。
这一点吕阳早就亲身试验过的，通过百世书得来的修为，不管是谁怎样推演，所有因果都会断在他重开的第一天，无因无果，也无法追查前世种种因果，在重开之后都会被百世书清洗一遍。当然，仅限于百世书选择的部分。修为、宝物、天赋。比如九变化龙诀，虽然选择修为后无人能算出他的修为是哪里来的，但这门功法却不会被遮掩。结果就是刚重开就差点被补天封主锁定。这一世我如果能突破筑基，那便算了，如果不行，下一世我就选宝物。想到这里，吕阳便看向了手里的万灵幡，他打算将护法神乃至乌鬼道的万千乌鬼全部送上万灵幡。既然名为万灵幡，幡上真灵理应也都是法宝的一部分。如此一来，说不定既可以借百世书之力和乌鬼道切割，又能将研魔殿等好处据为己有。先是试行不行得通，行不通，大不了重开后我就躲在圣宗不出去了，我就不信那道剑气难道还能斩进圣宗的接天云海？想到就做，吕阳当即化作一道遁光飞上穹天。万灵幡高高扬起，幡气飘扬，遮掩天日，庞大的阴影以吕阳为中心，迅速向着800里骷髅山扩散开来。尤其是乌鬼秘境，一尊尊乌鬼被吕阳陆续转化为幡灵，其中就包括了组成研魔殿的8头红衣鬼以及护法神素女，连颜色都变了呀。随着万千乌鬼尽数涌入万灵幡，原本色泽纯白的万灵幡也渐渐变得和护法神素女一样，黑得发紫了。如此一来，只要他带着万灵幡重开，研魔殿也可以被完美继承过来，确保他下一世一开局就有一位筑基护法神遮掩天机，效果想来不会比先天混元一气神符差，不至于再惊动补天封主了。哦，对，差点忘了你。想到这里，吕阳突然晃动万灵幡，随后就从中取出了一尊表情麻木、双眼无神、鹤发童颜的老道士。补天封主，确切来说是补天封主的一道分神，是他为了从研魔殿的吸摄之力下逃脱，亲手从魂魄上斩落的。紧接着，吕阳又唤出了陈信安。这位其实也是真正陈信安的分神，并非本体。出来后和补天封主的分神大眼瞪小眼，满脸不可置信。怎妖可能？没事妖不可能的。吕阳淡淡一笑，你们父子情深，我这人心善，特地将他请进万灵幡和你团聚。说到这里，吕阳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今的陈信安和补天封主分神都变成了他的幡灵，倘若他重开后选择万灵幡，他们还会在吗？如果在，对真正的补天封主和陈信安有影响吗？有意思。吕阳心思急转，瞬间就生出了许多不错的利用方法，下一世说不定能让补天封主背一口大大的黑锅。当然，那是下一世的事情了。收回思绪，吕阳看向陈信安和补天封主的分神，我打算修炼斩念剑我天残秘，你们来为我护法。斩念剑我天残秘将炼气灵石蜕变为筑基神石的大神通，想要修成需要从自身魂魄上斩下9道分神。按照神通的描述，他们代表了困扰吕阳本我的9种极端情绪，分别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形色贪、憎恚嗔、无名痴、未知3、毒6欲、斩尽方、见真我。第一道，眼看喜。吕阳默运法诀，灵石化刃，接着便借助护法神素女的推算之力，精准地对着自身魂魄斩下了第一刀。下一秒，吕阳只觉得魂魄一轻，一道灵光被他斩下，落地生根，竟化作了一道和他容貌相同的魂影。这道魂影一出现，立刻一手捂住眼睛，一手叉腰，抬头仰天，随后便发出了一阵难以言述的狂笑声。几乎同时，庞大的情绪也融入了吕阳的脑海。修行的喜悦，突破的喜悦，双修的喜悦，谋算成功的喜悦，前世今生，无数的喜悦之情尽数浮现。尽管吕阳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被这股强烈的情绪冲击得双眼通红。就在这时，奉命护法的陈信安和补天封主突然动了，只见两人吐气开声，陡然发出了一道如雷天音。多音波如一汪清泉浇灌而下，瞬间抚平了吕阳心中莫名生出的无数狂喜，也让吕阳的表情恢复平静。魂魄大神通果然诡谲。吕阳眉头微皱，他可以感觉到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分神的影响被暂时压下，之后只会爆发得更猛烈。这就是修炼斩念剑我天残秘的难关，斩落下来的分神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极端情绪来影响修士，唯有凭借自身将这些分神的情绪全部镇压，达到心若冰清的境界，才算是神通大成。这些情绪太麻烦了。吕阳眉头紧皱，
分神和他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因此即便将其镇压，这些情绪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涌来。因果联系。吕阳沉默片刻后，转头看向了护卫在自己身旁的素女。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护法神好像能转移因果。吕阳试了一下，因果陡然一变。下一秒，素女便突然毫无征兆地扯动嘴角，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却又飞快收敛，面露惊慌之色。老爷，忍住，不许弄出来！吕阳厉声说道，毫不犹豫地将眼看喜的因果联系嫁接到了素女身上，让她替自己承受情绪冲击。继续。事不宜迟，吕阳很快又连斩8刀，将剩下的8个分神全部斩出，紧接着又通通嫁接到了素女的身上。一时间，素女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汗流浃背，满头青丝都被汗水打湿，粘连在了那张精致的俏脸上。曾经身为护法神的高贵肃穆已然荡然无存，昔日诱人夺魄的美眸更是只剩下了茫然和呆滞，就差流口水了。而看着素女因为饱受分神那杂乱的情绪冲击，露出一副痛苦纠结的模样，吕阳突然就感觉好受多了。护法神就是干这个的，不然我要他何用？还有师姐仙也需要让素女用助鸡尾阁加持，加快修成的速度也罢，那就再苦一苦玉师姐吧。有了素女的帮助，吕阳相信原本每一个都需要至少数十年才能修成的太阴退行、师姐针法和斩念剑我天残秘，如今最多3个月他就能一一圆满，他突破筑基的几率也能一口气达到70%。而有天师煞的约定在，阴山真人手里那枚飞升令我也可以要来，届时就是80%胜算，不低了。想到这里，吕阳还有些小激动，毕竟他又不打算追求10妖完美筑基，80%胜算完全可以梭哈了。圣宗接天云海。补天峰主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补天峰，先是开启补天峰的护山大阵，随后才又取来泥土捏了一个躯壳。然而还没等他站稳，一道银铃般的声音便传了过来：爹，你不是要去抓人吗？怎要空手回来了？补天峰主闻言身子一僵，随后一脸无奈，转过头看向自己的女儿陈书倩，爹一时失手，人没有抓到。陈书倩闻言一愣，随后秀眉微挑：爹你输了。我没输。补天峰主沉默片刻后严肃道：是那小辈来骗，来偷袭，坏了我的肉身，让我不足平日一成功力。爹你真输了？我没输。补天峰主咬牙，让那小辈得意几天罢了，你以为他就能落得好吗？等他冲击筑基时就知道厉害了。那小辈千算万算，唯一算错的就是贪图所谓的3品真气。补天峰主冷笑一声：假儿你还小，不懂人心险恶，这世上的任何机缘都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昔日盘龙留下的传承，如果真有那妖好，你觉得我为什要会留给别人，而不是留下来给你和心安用？而且盘龙生前也只不过是一介筑基散修，你真以为他地功法可以位列3品，直指金丹大道吗？岁月匆匆，一眨眼3个月就过去了。这一日，吕阳端坐在骷髅山巅，突然睁开双眼，脸上露出喜色，因为他的肉身终于完成了师姐之变。下一秒，吕阳便消失在了原地。万灵幡内，一处空明之地，扭曲的血肉铸造起了一座恢宏的宫殿，密集的血管像是树木的根须缠绕在宫殿四周。这些根须般的血管全部都是从宫殿最深处蔓延出来的，而顺着它们走进宫殿，可以看到无论是支柱还是墙壁，全部都是用森白骨架打造而成的，上面还缠绕着血管，如活物一般静静蠕动着，恐怖、诡谲、怪异。这正是他的肉身在师姐之后的模样，不复人形，每时每刻都有万千模样，难以言述，像是混乱化身。没想到这师姐仙居然还有最后一关。吕阳神色讶异，肉身蜕变居然不是结束，修士必须要将暴走的肉身重新约束，才算是真正将其掌握。如果无法约束肉身，就会变成拥有位格的血肉怪物。然而一般修行者走到这一步，意识早就蒙昧，正处于生死之间，半睡不醒，如何还有能力掌控肉身？这难度也太高了，还好我技高一筹。在护法神素女的帮助下，1个月前他就成功修成了斩念剑我天残秘，灵石顺利也转变为了神石。而有神石加持，区区控制肉身自然不在话下。此刻随着吕阳心念一动，原本庞大的血肉宫殿立刻开始坍缩，混乱的意象在他的意志下重归秩序。到最后，原地只剩下了一位风神俊逸的道人。道人一身白衣，黑发如龙，像是具备生命一般舞动，全身上下更是充斥着一股超然于物外的飘渺感。
师姐仙成就！吕阳魂魄遁入肉身，刹那间灵肉合一，嘴角微翘，原本的位格瞬间就拔高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抬头望天，吕阳甚至已经可以看到那座高高在上的筑基境。事实上，如果说那里是山顶的话，那妖他现在就站在距离山顶不到100步的位置上，和之前的听幽祖师差不多，甚至还要更高一点。然而饶是如此，筑基境的宏伟还是让他不禁感叹：接近终究是不如。即便再怎妖接近筑基境，哪怕只有1步之遥，不踏进去，真正铸就到基，始终还是有仙凡之别。哀无声之须臾，现长江之无穷。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一道灵光遁空而至，却是从圣宗方向送来的。吕阳接下后，一块令牌浮现而出，飞升令。诚如他所料，在双方约定好了天师煞的事情之后，阴山真人自然不会再吝啬区区一件筑基奇珍。万事俱备，此刻吕阳充满了决心。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冲击筑基。一念动，吕阳当机立断，直接朝着筑基境方向迈开了脚步。下一秒，他便走进了筑基境之中。他几乎是1步就完成了飞升，比上一世轻松太多了。上一世他只有圣人道的位格，光是飞升就耗费了他5成以上的真气。然而这一世却是截然不同，3品真气、师姐仙和圣人道搭配上筑基神石，再加上有飞升令解开9重天地关的封锁，吕阳几乎没费时妖力气就踏入了筑基境，有充足真气来铸造道基，不至于如前世那般窘迫。接下来便是心魔入侵。吕阳动作神速，一进入筑基境就唤出了素女炎魔殿顷刻重组，庞大的力量陡然爆发而出。护法神，有素女在，吕阳就相当于提前掌握了筑基位格，以此护持自身，足以抵抗筑基境的大部分心魔。8成，果然比3成轻松太多了。吕阳不急不躁，3品真气真龙煞呼啸而出，而后在他的脚下盘旋，鳞片开合，吞吐出万千云气。云从龙，9变化龙诀再往上便是万成玉龙飞升宝卷，以此铸造出的道基乃是一座华盖罩定的车辇。玉龙拉万圣之辇而飞升，很快随着云气的收拢，光华内敛，一尊车辇的模样便渐渐浮现而出，也让吕阳的气机愈发高远缥缈。然而吕阳的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不太对。他对因果的感应非常敏锐，因此随着自身层次越接近筑基，他就越感觉心惊肉跳，心底浮现出阴影。曾经感应不到的因果，如今却分外清晰，一道道将他包裹其中。他越是冲击筑基，就越像是在飞蛾扑火，一如落入蛛网的蝴蝶一般。这种感觉让吕阳的表情越来越难看，心中陡然生出了明悟：有人在算计我。是谁？重光真人、阴山真人、补天峰主，甚至是听幽祖师。吕阳的脑海中一瞬间闪过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不对，听幽祖师是被金丹剑气所杀，绝不可能活过来。补天峰主伤成那样，才3个月也不可能完好如初。至于重光真人和阴山真人，就更不可能了。下一秒，一个人名终于从吕阳的心头跳了出来，对方的情况太特殊，以至于他之前一直将其忽略了。突然，吕阳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不再细想，并非放弃深究，而是事到如今，弄清真相也已经晚了。吕阳极目远眺，却见空旷无垠的筑基境内，一人正徐徐走来。来人举止从容，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踏实，脚步声如同黄钟大吕在筑基境回荡，宛若清扬的龙吟。吕阳初时看对方还在极远处，可是没走几步，他就已经来到了近前。所过之处，只见一朵朵金莲绽放，洪亮的禅唱声振聋发聩，只是往吕阳的面前一站，就让他的视线根本无法从其身上移开。果然是你！吕阳声音森冷，直勾勾地看着来人，却见对方天庭饱满，一身金色禅衣，手中还持着一根9环锡杖。来人生的少年模样，唇红齿白，面目慈悲。然而其手中擒着的一条张牙舞爪的小龙，却和他截然相反，凶神恶煞，一双金眸饱含杀意地看着吕阳。下一秒，吕阳便感觉周身一滞。只见那头小龙低吼一声，龙瞳眨也不眨，将吕阳周身的物象都映入眼中，也将他困在了那双眸子里。龙瞳金眸，目旷天地。吕阳见状表情不变，只是语气森冷地道了一声：盘龙真人。随着对方现身，原本隐藏极深的因果也终于显露端倪。来人正是吕阳之前以为早就死亡的盘龙真人。
阿弥陀佛。在吕阳的注视下，唇红齿白的少年微微一笑，随后双手合十，眼眸中透着金光，直勾勾地看向吕阳。施主天资卓绝，实在是让贫僧惊喜。是修？吕阳眉毛一扬，他听陈信安说过，江南和江北是不存在是修的，就算有，也是此前明禅那样的散修。真正的是修都在江西，其修炼的也不是练行飞升道，而是深乐寂灭道，据说另有一番奥妙，和江南江北都大相径庭。尤其是眼下的盘龙真人，修为和补天峰主相近，却不像他那般被金丹剑气斩过，灵肉俱全，正处于全盛状态，气机涵盖寰宇，浩荡如天，立刻就让吕阳明白魏十妖之前补天峰主会那般憋屈了。贫僧伏龙。只见少年吐气开声，淡淡道：盘龙已寂灭，涅槃于净土，前尘种种再与贫僧无关，世间唯有伏龙。吕阳同样神色平静，那妖伏龙前辈为何在此刻来找我？言语间他还在继续铸道，却发现刚刚铸造起来还很轻松的道基，如今却是艰难到仿佛在负重而行。是那条龙。吕阳目光一转，看向了伏龙罗汉身上盘绕的那条小龙，却见对方的龙瞳金眸则是始终落在他的身上。伏龙罗汉见状则是微微一笑，他这随身小龙看上去是活物，实际上却是一尊上乘灵宝，名为困龙环，其中的神通名为目旷寰宇，顾名思义，只要被他看在眼里，就会被定在其视野之内，无法离开，也无法腾挪变化。因为吕阳最初被他看到的时候还未铸就道基，所以此刻无论吕阳怎样运转神通，道基都会被他的视线定住，难以凝练，也无法趁机逃往其他地方。贫僧此番前来是为了给施主一个机缘。伏龙罗汉打量着吕阳，继续道：贫僧入寂灭后，得正罗汉于净土立下一座塔庙，名为伏龙庙。庙宇兴立，尚缺佛众。施主一身真气登峰造极，入我庙中可做一护法金刚，从今以后和贫僧同修寂灭道，如此岂不美哉？轰隆！伏龙罗汉话音未落，就见吕阳身影一闪，随后便消失在原地，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尊神色茫然的乌鬼。伏龙罗汉见状顿时一怔，显然没有料到吕阳居然可以挣脱困龙环的束缚，不过很快他便舒展眉宇，朗笑一声：施主又何必执迷不悟？你修九变化龙诀，天生便是和贫僧和净土有缘的。缘你妈的头！筑基境内，吕阳一边飞遁，一边在心中破口大骂：伏龙罗汉明显是来者不善，他怎妖可能束手就擒？还是大意了。吕阳一边逃一边心中懊悔，他其实不是没有想过九变化龙诀有问题，毕竟有刘姓的前车之鉴。然而一来盘龙真人当时在他眼里就是个死人，二来上一世他可是冲击过筑基的，当时盘龙真人都没有找上门，于是他就放松警惕了。现在想想，恐怕是因为上一世的自己是在圣宗内突破的，特妖的全都是畜生啊！圣宗难道就没有一个真心为后人着想的好人了吗？还是妖护法金刚，该不会是把我炼制成傀儡吧？吕阳心念一动，直接离开了筑基境。下一秒，吕阳携天崩之力遁出800里，骷髅山顿时仿佛有地龙翻身一般，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在筑基境斗法，我是必死无疑的。吕阳认清现实，他还没有铸就道基，身处筑基境内，他每分每秒都需要抵抗来自筑基境的心魔侵扰。这种情况下，怎样斗法？所以只能先行返回现实，设法逃出升天，或者击退伏龙罗汉，才能继续冲击筑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逃出升天不现实，我有神符遮掩因果，那秃驴都能找上门，说明他有办法绕开因果，直接通过功法上的联系锁定我。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逃走的，何况骷髅山是我主场，逃走了反而更危险。想到这里，吕阳已然下定决心斗一场。虽然他还可以重开，但百世书页数有限，不到山穷水尽，万不得已的境地，他是不会轻易重开的。何况就算要重开，为下一世考虑，也应该尽可能的试探出盘龙真人的手段。下一秒，伏龙罗汉的身影浮现而出，同样挟天崩之力，他却是真正筑基，造就意象和吕阳又有不同。只见他低垂眼睑，平静地扫了一眼骷髅山。霎时间，800里骷髅山尽收眼底，来自筑基真人的无形重压瞬间落在了骷髅山内每一个修士的身上。轰隆隆！一时间，炼气后期以下的修士直接被这一股重压碾成了齑粉，炼气后期则是直接匍匐在地，呕血不止。唯有炼气大圆满的修士似乎是还有价值，这才没有重伤，而是突然双手合十，莫名诵念起了佛经。与此同时，吕阳则是晃动万灵幡，护法神素女立刻出现，
携8头红衣鬼运转神通，巍峨壮观的炎魔殿顿时拔地而起，雄踞天宇。下方骷髅山地脉内的阴煞更是被他不断抽取出来加持神通。伏龙罗汉见状啧啧赞叹：等施主入我庙中做金刚护法后，这一位也可以做我庙中信女，和施主同享极乐，也算缘分一场。轰隆！吕阳全然没有理会伏龙罗汉的言语，炎魔殿一出现便被他飞举了起来，朝着伏龙罗汉当头砸落。伏龙罗汉见状不闪不避，只是自头顶撑起一道宝光，形似华盖，稳稳接住了落下的炎魔殿。二者碰撞的刹那，就见飞星流火迸射而出，溅射四方，也让伏龙罗汉原本舒展的眉宇微微皱起。看来寻常手段拿不下此人了。话虽如此，伏龙罗汉的心中却是喜不自胜。他留下9变化龙诀，其实并没有想过能钓出10妖大鱼。毕竟补天峰主是知道他底细的，不可能真的让筑基种子来修炼9变化龙诀，最后被他调走，便宜了江西世修。所以一开始他的期望很低，只要是个冲击筑基的，哪怕只有1成他也不介意。然而吕阳却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他一眼就看出对方是真正的筑基种子，甚至还是其中佼佼者。如果可以将其度化，对他的补益极大。更别说还白送一个护法神宿女了。假持筑基虽然不如真筑基，但也不错了，一并送入他的伏龙庙内，足以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也罢，那就再施些神通。念及此处，伏龙罗汉当即神色一怔，随后双手合十，脚下金光蒸腾，竟刹那间就盈满了大半个天空。一转眼，原本阴煞滚滚的800里骷髅山就化作了一片浩瀚金地。而在金地内，只见一座巍峨如山的庙宇拔地而起，门户大开，露出了正殿模样，首位则是一方莲台。接着伏龙罗汉便身形一闪，落在了庙中莲台之上。霎时间，只见光明大放，伏龙罗汉端坐莲台，右手负于右膝，指尖处的结印，顷刻间洒下万千霞光。霞光所过之处，浊垢聚散，万象消融。骷髅山800里阴煞竟都被其一扫而空，而炎魔殿更是仿佛夏日冰雪一般，在霞光下轰然坍塌。江西世修行深乐寂灭道，却能偏居一隅，而不是被迫流亡海外，就已经足以证明其道统之强了。然而不同于剑阁、圣宗这般诸多神通，江西世修功法和神通不分彼此，因此不修他物，只修一本经文，功法神通俱是从这本经文中提炼，其名为大成正觉根本经。据说此经乃是深乐寂灭道的世尊所传，其宗旨乃是导人向善，寂灭之后涅槃，以此求得真我。只不过这个真我并不是世修自身，而是那位世尊的我。深乐寂灭到修行到极致后，便是寂灭自身，明悟我为世尊，世尊为我的道理，从此和世尊无二。经文称之为成佛正觉。因为世尊是佛，所以我成世尊，便相当于我成佛。众生亦是如此，众生皆可成佛，我为佛，因此众生皆可成我。能明悟此理，便是证了无上教。而在大成正觉根本经中有48道大咒，据说乃是世尊昔日成道时所立下，每一道大咒都有无穷玄妙，可以衍生出无数神通，而一门完整的大咒效果就和剑阁、圣宗的大神通差不多。掌握的大咒越多，就越接近成佛。此刻面对吕阳的炎魔殿，伏龙罗汉处的结印施展出来的便是其中一道大咒，名为国中无三恶道。更新不易，记得分享我。设我做佛时，国有地狱、饥鬼、畜生者，我既不取无上正觉。法音嘹亮，映照清光。虽是慈悲大咒，但威能却半点也不慈悲。如何除去地狱、饥鬼、畜生？杀掉就好了，死了就没有了。而且很显然，这门神通非常克制阴煞之气。当霞光照下时，吕阳立刻看到炎魔殿寸寸瓦解，坐镇其中的宿女更是陡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这才是筑基中期的实力。吕阳心中凛然，虽然炎魔殿对付只剩下魂魄的补天峰主时无往不利，但那其实是有特功加成的。而真正的筑基中期，灵肉圆满，如伏龙罗汉这般处于巅峰状态，哪怕只是一道神通都足以让炎魔殿疲于应付，甚至如果没有骷髅山地脉源源不断的阴煞加持，恐怕现在已经被其攻破了。阿弥陀佛！见到这一幕，伏龙罗汉面色不变，将手中的9环锡杖往空中一掷，顿时便传出金铁交鸣的如雷闷响。不好！吕阳瞳孔骤缩，炎魔殿被伏龙罗汉的国无三恶道大咒压制的几近崩溃，已然护持不住他了。吕阳没有及时算到其变化，伏龙罗汉却因为道行更高，
提前把握住了战机，在研魔殿还未失手之前就记起了九环锡杖，又在研魔殿失手的刹那动手，根本没有给吕阳亡羊补牢的机会。眨眼即，九环锡杖已然落在了吕阳的眼前。千钧一发之际，吕阳动作神速地将护法神速女从研魔殿内抓出，然后将她牢牢护在了自己身前。轰隆！素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顿时就被打得全身皲裂，全靠着假持筑基的法身坚固才硬吃下这一击。不能继续了。吕阳随手将素女丢回自己的丹田，心思急转，知道再这样下去只是被动挨打，落败不过是时间问题。他在思考对策，伏龙罗汉却不肯给他机会。九环锡杖一击不成，在空中转了一圈便再度落下，杖上九环交错，叮咚作响，足以震散他人的魂魄。所幸吕阳练成了斩念见我天残秘，灵石早已蜕变为神石，和筑基真人无异。虽然在九环锡杖的影响下头疼欲裂，但还能凭借意志力支撑行动，以素女加持筑基位格，随后便原地掐了个诀。下一秒，九环锡杖落下。夫师劫者，行之化也，本真之炼退，须置之顿变。吕阳不做抵抗，竟就这样任由锡杖砸落，一击就将其肉身打为齑粉，炸裂的血肉化作漫天红雾散开。然而下一秒，红雾倒卷，原本化为齑粉的身体就这样远遁数百里，最后堪堪落在骷髅山的边缘，才重新聚合，竟再度化出肉身。而刚刚伏龙罗汉对吕阳造成的伤势，无论是魂魄上的还是肉身上的，都在尸解之后烟消云散，甚至吕阳还借此脱离了伏龙罗汉的神识锁定。如此精妙的断法，让伏龙罗汉都露出了赞色。施主当真是精彩绝艳。这便是尸解仙的神通，却并非斗战神通，而是辟劫消灾之术，以筑基位格加持后更是奥妙无穷。再纠缠片刻，吕阳深深吐气，早已放开了原本遮掩住的天机，因此和他有因果的人肯定可以算出来他正身陷危局，至少那位重光真人一定能算出来。而他手里还有阴山真人想要的天尸煞，光是考虑到这点，重光真人和阴山真人就肯定要来救他，所以只要自己坚持到他们来援即可。就在吕阳生出这个念头的刹那，却见伏龙罗汉突然叹息一声，可惜本想留下施主这一具肉身的。话音未落，伏龙罗汉便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下一秒，一道璀璨的灵光便从他的天灵盖内迸射而出，照彻寰宇，身后的伏龙庙同时钟声大作。而在那灵光之中，只见一头通体燃烧着赤白烈火，巍峨如山的大龙盘绕其上，接着那龙首便垂落向下，陡然虚幻，竟是和伏龙罗汉的头颅重叠在一起，二者同时吐气开声，轰然吐出一道火光。哗哗，赤白的火焰如一根离弦的锐矢，命中吕阳，恐怖的高温焚化躯壳，眨眼间就将吕阳化作了一捧飞灰。不过很快，这些飞灰又重新在远处聚合，画出了吕阳的形体。然而这一次，即便他已经施展了尸解之术，身上依旧残留着星星之火，如复古之居粘连在他的身上。甚至随着时间流逝，这股烈火又有了重燃的趋势。这是火赤龙。距离和补天峰主一战已经过了数个月，吕阳又掌握了乌鬼道的传承，如今对筑基也不再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伏龙罗汉的道图所画。火赤龙隶属天罡位的恶逢纯阳之木，参天雄壮，木焚作尘而生木泄火，谓之火赤成龙。换而言之，此刻伏龙罗汉吐出的火气看似滔天熊熊，实际上火气只是外象，实则乃是以土生木，以木旺火，所以无论施展出石妖克制火形的神通手段，面对这一道火赤龙都是毫无意义的。要破它，得用金，或者……就在吕阳心中思绪急转之际，就见伏龙罗汉踱步踏空来到了他的面前，脸上还带着胜券在握的微笑。施主可愿皈依了？我皈你妈的头！话音未落，吕阳已经来到了800里骷髅山的中心，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狞笑，对着下方地脉就是一抓。轰隆隆，霎时间天摇地晃，一股浓烈到极致的阴气从地脉奔涌而出，化作一道无边无涯的浑浊长河挂在空中。天尸煞。这道原本深藏于骷髅山地脉之中的煞气，如今却是被吕阳强行抽出，瞬间引发了骷髅山内外大地震。随后就见浑浊长河垂天而落，将吕阳淹没当中。原本其身上属于火赤龙的星性火气瞬间就被浇灭，看得伏龙罗汉都是眉毛一挑，眼底流露出了意外之色。天尸煞，此地竟还有此物！
火赤龙乃是阳木和阴土萌发而生，其火烈烈，根基却是木气，以土催之，因此不惧克火之物。想要对付它，唯有从土木之气上想办法。天师煞在地煞位，属之戌，同样是阴土。阴土者，柔也，柔土能生木，非木所能克，故不愁木盛；土生而能纳水，非水所能荡，故不畏水狂。这一道地煞，无惧水木，虽然无法做到克制火赤龙，但却可以代替吕阳承接其催生出的赤白火气，使其渐渐消弭于无形。严格来说，这两位大药甚至还是彼此相配之物，刚好能筑起一条通往果位的道途。不过伏龙罗汉见状却没有露出丝毫贪婪之色，反而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似乎看到了石妖让他极为忌惮之物。逢之戌，这一道天罡地煞相合所画的道途，天下只有一个果位能与之对应，偏偏伏龙真人却不敢修那个果位，其名为复灯火。我若取了此物，从此便是重光那凶人的道敌，当真是自找麻烦，净土里的菩萨们可不一定会保我。念及此处，伏龙罗汉当即摇了摇头，再度吐出火赤龙，强烈的火气和天师煞所化长河对撞，没过多久，长河便渐渐干涸，毕竟其中一方有筑基真人法力加持，另一方却只是无根之水。施主还是要做困兽之斗。由于天师煞的出现，伏龙罗汉的语气渐渐不善，显然已经没了耐心，不想再和吕阳纠缠下去了。轰隆！回应他的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却是整座研魔殿被吕阳扔了过来，如重锤轰砸在了他的头顶。又是这些微末伎俩。伏龙罗汉摇了摇头，也故技重施，自头顶撑开护体宝光，宛若一顶莲花宝盖，将他映衬得愈发神圣。然而下一秒，他便神色一变，爆！不等他有所动作，吕阳便已经掐动法诀，巍峨如山的研魔殿便轰然解体，如同引燃炸药的火星。而炸药就是天师煞。轰隆隆！下一秒，随着浑浊长河被研魔殿的解体所引爆，整座骷髅山上空顿时乌云汇聚，漫天雷蛇乍现。不好！见到这一幕，伏龙罗汉再无刚刚的随意，脸色铁青到了极致。无论是研魔殿还是天师煞的自爆都伤不到他，真正让他色变的是，随着天师煞自爆，整个骷髅山地脉也跟着一起完蛋了。摧折地脉，获罪于天。伏龙罗汉右手不停掐诀推算，脸上流露出惊怒之色，此人怎妖还会有这等手段？他到底是妖人？他只是顺着九变化龙诀的感应而来。至于吕阳的因果，他其实并没有掌握，也不甚在意，毕竟身为筑基真人，对付炼器还不是手拿把掐。可他万万想不到，吕阳还有这般手段。实际上，这是听幽祖师留下的最后一张底牌。昔日金丹剑气没有将乌鬼道斩尽杀诀，就是因为听幽祖师通过乌鬼秘境绑架了800里骷髅山的地脉。必要情况下，听幽祖师引爆整个骷髅山地脉，立刻就会引来天罚，消去功德气运。这种大因果，就连金丹真君都不愿意沾染，所以才留了乌鬼道一线生机，选择温水煮青蛙，用1000年时光来消磨。而此刻，这招被吕阳用在了伏龙罗汉的身上。下一秒，就见伏龙罗汉猛然倒退一步，身后浮现伏龙庙光景，庙中的佛光却是陡然暗淡了下来。直到佛光彻底消弭，伏龙庙便浮现无数裂纹，继而炸开。伏龙罗汉目眦欲裂，尽管他没有受伤，双眼却还是留下了2行血泪。我的功德，我的气运全都没了。说实话，还不如受伤呢。毕竟伤势可以痊愈，他背靠是修净土，有的是办法解决，就算伤重不治，死了转世也能投个好胎。转世之后照样有希望重攀仙路。然而功德气运没了，等他这一世寿终，怕是连人都做不成，得做10生10世的猪狗才有可能还清孽债。要知道筑基真人转世最多也不过5次，10世猪狗几乎就等于是宣判了筑基真人的死刑。伏龙罗汉如今正值壮年，怎样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为何要如此？为何如此啊？愤怒之余，伏龙罗汉也满心的不解摧折地脉的孽债。我最多只是诱因，你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天道至公，如果说他会因为这场孽债而做10世猪狗，那吕阳就是100世1000世都还不清这笔孽债了。哪怕还清了，重新投胎做人，也必然要困苦半生，别说是攀登仙道，求个富贵都是难如登天，简直就是杀敌1000自损1万。一想到这里，伏龙罗汉又差点气得吐血。既然可以同归于尽，你特邀早说啊，我们可以谈谈的嘛。我要知道你有这种底牌，又岂会咄咄逼人？
畜生，畜生啊！呵呵。看着破防大骂的伏龙罗汉，吕阳只是冷笑一声，孽债，他有10妖孽债，重开之后一切自然就归零了。这一次只是收点利息。吕阳直勾勾地看着伏龙罗汉，自爆地脉这招功德炸弹虽然疑惑深远，但威力却伤不到伏龙罗汉分毫。不过他的心中却没有半点颓丧，反而斗志昂扬。即便这一次筑基失败，至少他看清了功法中的隐患，下一世大可从容不止，甚至将计就计，给伏龙罗汉来个狠的。修仙难，难于上青天，他未必是笑得最好的那个人，但是有百师叔在，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是他。下一世我必杀你！话音落下，吕阳便悍然自爆，原本清晰的意识顿时陷入蒙昧，无垠的黑暗之中只剩下了清亮的余音。百师叔目前还在存稿，因为想要冲三江，所以一直没上架，预计最晚12号上架，到时候会爆发的，上架后的更新也会翻倍，承蒙各位读者的喜爱，书的成绩还不错，我会努力写的。